2年半之后，万族降临蓝星，蓝星将会毁于一旦。然而，天道有感，国运婚配游戏降临，帮助人类抵御万族。每个国家将会随机挑选1人进入国运婚配游戏，与诸天万族的女子婚配，洞房、怀孕、生子。洞房、怀孕、生子都可获得惊人奖励，提升实力，并且部分反馈给本国民众。另外，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选手进入婚配游戏，在每一关都会遇到4扇门，门的颜色分为粉色和白色，粉色为婚配房，白色为随机房，如怪物房、资源房、空房间等等。2. 婚配房未必是选手想象的那么美好，诸天万界各种种族的女性都有，自然有很多不符合人类的审美。3. 选手死亡，本国会降临灾难，并且再次召唤选手进入婚配游戏，直到灭国为止。4. 不用担心看到少儿不宜的画面，婚配系统会自动屏蔽。5. 随着打开的门越来越多，风险和收益也会提高。6. 每个玩家都会拥有一个专属家园，可以尽情改造升级。各国选手们请做好准备，美人、财富、实力、寿命、超凡，国运婚配游戏里都有，勇敢面对挑战吧。阎罗刚刚加完班，全身疲乏，前脚踏出地铁站的大门，后脚就人影一闪，消失在大街上。我去，那个人怎么突然消失了？卧槽，你没听见那个神秘的声音吗？那个人该不会被选入国运婚配游戏了吧？这哥们艳福不浅啊，羡慕死我了。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只是羡慕阎罗，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国运婚配游戏的残酷。阎罗眼前一黑，当视线再次明亮，赫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纯白的房间中，同时他的前后左右都有一扇神秘的门，门后似乎有奇遇在等待他。国运婚配游戏，阎罗因为加班而灰暗的脸色突然绽放出一丝光彩。他不傻，知道这个国运游戏是个天坑，和诸天万族的女人婚配看起来很美好，搞不好打开门就是个泰坦巨兽，一屁股能把你炸成肉泥。但是那又怎么样？与其天天干着重复的工作，在领导面前当哈巴狗，头埋的比谁还低，不如一搏，去求一个精彩的超凡人生。似乎在回应阎罗的想法，他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定，万物皆可娘系统已检测到合适宿主，正在绑定，绑定成功。定，系统激活，万物皆可娘系统已激活，你获得 SSS 级天赋点化之力，你获得 SSS 级天赋提示之眼。注释：点化之力可消耗金币，将万物点化为萌娘，为你发放初始资金金币，星号100。提示之眼，当你注视门的时候，你能得到房间的信息。阎罗听到系统绑定的那一刻，呼吸微微急促，连脸色都红了3分。系统这个东西，对于他一个每天下班后都看着不带脑子爽文打发时间的读者来说，太他妈棒了。尤其是他这个万物皆可娘系统，还能将万物点化成萌娘、猫耳娘、狐妖娘、丰满的魅魔。阎罗光是想想，整个人都精神抖擞。蓝星，此刻所有国家的电子产品、手机、电脑、电视都被神秘的力量接管，全部在播放本国选手的直播。所有龙国人也这才意识到，国运婚配游戏不是玩笑，不是黑客搞出来的恶作剧，而是真正的事实。我去，这哥们也太幸运了吧！国运婚配游戏在线领老婆啊！可恶，为什么进入国运婚配游戏的不是我？我苦练2年半时间的铁山靠都没有被选中。小黑子犄角露出来了。你要这么说，我还练习了2坤年的铁山靠呢。有人羡慕，也有人出来泼冷水。别高兴得太早，这个国运婚配游戏可是危机重重呢。是啊，不只有万族婚配，还有怪物房呢。而且这哥们要是死在里面，我们龙国就会爆发灾难。此时摆在阎罗面前有一个粉色的门和3个白色的门。根据之前的提示，粉色的门是婚配房，而白色的门则是随机房。阎罗轻声自语，一边用自己被系统改造的双眼看向粉色的门。房间种类：婚配房，婚配对象：牛头人母，种族牛头人族，颜值10，标准分50，战斗力1。描述：人身牛头，浑身黑色的肌肉和毛发，如果关上灯，又不介意对付力气大的下人，怕被一屁股干碎，也不是不能冲。牛头人虽然可以用点化之力变成萌娘，可是不符合我的审美啊。阎罗嘴角一抽，如果里头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狐狸，那他绝对要冲。还好他还有提示之眼，这要是有不知情的愣头青，恐怕就满心欢喜的进去，然后被牛头人一屁股做成渣了。接着看向另外3个房间。怪物房里面有一条青铁蛇，10米长的青铁蛇面前你毫无活路，生存率1。随机房，毒气沼泽里面弥漫着恐怖的毒气，
以你的实力进去，必死无疑，生存率0。资源房里面有一个宝箱，没有任何危险，生存率100。阎罗此刻跟开了透视眼一般，所有房间里面有什么都一览无遗。还好有个资源房，他嘴角微微一勾，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东西，想想也有些期待。于是在龙国直播间所有人的目光中，他在婚配房前1秒钟都没有停留，而是走到最后一扇白色门面前。怎么回事啊？行不行啊？有万族美女的婚配房不选，你选一个随机房。是啊，随机房里面是可能出现怪物的，你这家伙想找死，别带上我啊。为什么不进婚配房？你会不会玩啊？这哥们不是那里不行吧？婚配房他看都不看一眼，我真的服了。就是不行你就下来，让我去婚配游戏玩玩啊。龙国最高指挥所几大长老围坐在一起，手中都拿着阎罗的资料。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毫无特长啊。3长老面色凝重的开口道，婚配游戏应该是随机挑选选手，至少他身体健康。2长老说到一半，脸上突然露出震惊的神色，他手里刚刚翻到阎罗的体检报告。怎么了？大长老神色平静，有种泰山压顶而不变色的感觉。你看看这个。大长老接过2长老递过来的体检报告，原本紧绷着的脸突然古怪起来。过了半晌，他才忍不住叹息一口气，我以为他没什么特长，原来他那里特长。国运婚配他们已经有智囊研究过了，那里强让婚配对象满意，怀孕生子获取奖励简单粗暴，但是你得行。阎罗完美拿出了28厘米的特长。阎罗没有丝毫的停滞，只是到了白色门前，还是深呼吸一口气，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纵然有着提示，但心中免不了有一点未知的坎坷。当他缓缓推开随机房门的时候，整个龙国观看直播的人都慌了。卧槽，你他妈在开什么玩笑？放着娇滴滴的万族美女你不选，你要选随机房？靠啊！你想死别带上我，早知道我就早点跑路了。哈哈哈，可怜的龙国人，告辞了。今天开始我就是伟大的鹰将国人了。不错，还好我聪明，国运婚配降临的第一时间就移民鹰将国了。可恶啊！我也想移民，刚才打移民热线打了几个小时都打不通，据说预约已经爆满了。可怜的龙国人，等着怪物降临吧。许多人不看好阎罗的举动，尤其是那些身在龙国心在阳的假洋鬼子，更是疯狂嘲讽阎罗。许多龙国观众虽然也担心阎罗的举动，但是看到这些假洋鬼子也气愤不已。滚！什么假洋鬼子？一群白眼狼。没错，不想待在龙国就不要待，你爱滚到哪里去滚到哪里去，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看见你们就恶心反胃。但也有人更加担心了。卧槽，我还是想想怎么跑路吧，我现在慌的一批。是啊，明明有婚配房，就算对面的万族美女不漂亮，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吧，可是随机房真的有可能死人啊。现在鹰将国提高移民门槛了，要1000万美金才能拿到绿卡，我是没钱跑路了，有钱人快跑吧。就在众说纷纭之时，阎罗神色平静地推开了随机房门，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纯白的房间，中央位置摆放着一个宝箱。这一下，本来提心吊胆的龙国民众悬着的心突然落下了。卧槽，这是什么手气？没有怪物，也没有陷阱，直接就是宝箱房，一发入魂啊！阎罗这家伙是个欧皇吧？这是什么狗屎运？这也能出宝箱？靠运气终究是走不远的。要我说，赌狗总有翻车的时候。是啊，这可不兴赌啊！什么能力都没有，也敢进随机房？我去，樱花国那边进婚配房了，这是打算拿洞房奖励啊？什么？樱花国选手这么快？不会让他们拿下首通奖励吧？樱花国观众进入直播间，行不行啊？你们的选手真是太垃圾了，连婚配房都不敢进。尤西，我伟大的樱花国选手已经进入婚配房，很快就要拿下洞房奖励。没错，你们的选手一看就不太行，毕竟是东亚病夫国出的人，肯定那里不行。哈哈哈，首通奖励是我伟大的樱花国的了。龙国民众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却纷纷沉默下来。谁叫樱花国的选手更有胆量？首通奖励还真有可能被樱花国拿下。也有不少龙国人进入了樱花国直播间，要看看对方的选手是否真的那么勇。尤西，没想到我一个宅男还能碰上这种好事，可以和万族的美女洞房，这也太爽了吧！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女？是优亚小姐还是苍井老师？樱花国选手苍叶太郎一脸淫笑，那张肥胖的死宅脸猥琐至极，嘴里甚至不断流淌着口水。靠，这就是樱花国的选手？死肥宅好恶心啊！这表情也太猥琐了吧！有龙国观众一阵恶寒，别说龙国观众，很多樱花国国民都没眼看了。苍叶太郎大步迈入婚配房，里面居然自成一片空间，里面雾气缭绕，
隐隐约约之间还能看见一个身穿绿色长裙的身影。那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凹凸有致的身材让苍叶太郎挪不开眼睛。哈哈哈，是美人，美人我来了！苍叶太郎手舞足蹈地朝着雾气中走去，迫不及待地接触美人。樱花国直播间，苍叶太郎真是好福气啊！这身段一看就是个大美人，真是走了狗屎运！哈哈哈哈，我樱花国要拿下首通奖励了！愚蠢的龙国人，你们在看吗？尤西，还是我们低苍叶太郎选手胆子大，率先抱得美人归。然而，很快直播间的弹幕就戛然而止，所有人心中一寒。只见雾气渐渐散去，那穿着绿色长裙的身影终于转过身来，身材很完美，可是他的头却是一个肥头大耳、流淌着口水的猪头。你就是我的夫君吗？猪头公主微笑着开口，可是配合那张猪头，连让人浑身恶寒。啊，什么鬼东西？你好恶心，离我远点！苍叶太郎眼神惶恐，整个人都在打颤。一个人的身体却顶着一颗丑陋的猪头，太恶心了。什么？你叫我什么？猪头公主脸上的微笑消失，变得狰狞而又狠毒，当即张开大嘴，大嘴越张越大，锋利的牙齿显露出来。苍叶太郎完全吓懵了神，瘫软在地上，胯下还流出橙黄色的液体。接下来的画面惨不忍睹，苍叶太郎完全被猪头公主一口又一口撕咬成碎块，吞入腹中。樱花国直播间，所有观众都被吓傻了。Oh my god， 这也太血腥恐怖了！本来以为是个美人，原来是一个猪头怪物。苍叶太郎死得好惨啊，被婚配对象生吞了。不，他死就死，还要把灾难留给伟大的樱花国。就在有人意识到灾难要降临的时候，国运婚配游戏的系统果然发出了公告：叮，检测到樱花国选手苍叶太郎阵亡，天谴将降临樱花国。叮，全体樱花国民寿命1。猪头公主感觉气愤，樱花国将降临100万愤怒的猪头人大军。一时间，整个樱花国都沦为灾区，大量的猪头人士兵出现在街头，用手中的大刀疯狂砍杀樱花国人。啊！该死的苍叶太郎，你为什么要害我？救命啊！救命啊！我伟大的樱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怪物？我不想死。法克，老子刚移民樱花国就遇到怪物了啊！有怪物？不，放我回去！我不要当樱花国人了，我要重新当龙国人。樱花国紧急出动军队，依靠坦克和战机才熬过了这次灾难。可即使灾难平息，也已经死伤了上百万樱花国人，而且这还是樱花国自己公布的数据，真实的死伤人数还会更高。据小道消息，樱花国的死亡人数应该在300万以上。得到消息的各国民众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天谴原来这么可怕吗？是啊，一眨眼就死了几百万人。天谴太凶残，我们国家的选手可千万不能死啊！网络上一片滔天巨浪，尤其是那些移民去樱花国的龙国人，此时一个个肠子都要悔青了。我要回龙国，我再也不要当樱花国人了。太可怕了，好几个跟我一起移民的兄弟死在这场灾难里了。怎么回事？凭什么我不能恢复龙国国籍？我可是正统的龙国人，我要恢复龙国国籍，凭什么不可以？明明以前都可以的。龙国不是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的吗？没错，你们这是在限制移民自由。直播间里吵翻了天，那些移民樱花国的龙国人想要回来，然而却得知龙国拒绝移民。没过多久，外交部就有了官方回复，而且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的回复没有用以往非常官方的措辞。龙国只要龙国人，若身在龙国心在羊，那便好好做你的洋人，不必再回来。外交部的发言直接在移民圈子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那些假洋鬼子大骂龙国限制移民自由。龙国人总算感觉心里出了一口恶气，同时对起来这些假洋鬼子。外交部说得好，你们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流着龙国人的血，却做着洋人的狗，你们就是一群牧羊人罢了。走都走了，还回来干什么？龙国不欢迎假洋鬼子。先辈血都流干了，身躯都干涸了，也没让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脊梁骨正起来。直播间吵得再热闹，也没影响到阎罗。阎罗又看不见弹幕，他缓缓打开眼前的宝箱，里面放着一把金属质感的小刀，看起来非常锋利。合金小刀，等级 F 级，效果攻击力10点，破甲1点。阎罗装备上小刀，挥舞了2下，手感很不错。只是房间内也没有实验品，测试合金小刀的威力。走出房间，眼前又是新的4扇门，等待阎罗做出选择。阎罗立刻使用提示之眼查看门的信息。怪物房里面有一只8米长的赤火狼，能喷出恐怖的火焰，存活率0。副本房饥饿荒野，食物匮乏的荒野，
要求存活3天可走出房间，存活率5。副本房，妈妈的纸条规则怪谈，要求利用规则并存活下来，存活率2。阎罗嘴角微微一抽，这个国运婚配游戏简直是个天坑，一不小心就会死得不明不白。个位数的存活率，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说着，他只能把目光投向粉色的婚配房。房间种类：婚配房，婚配对象：6尾狐妖，未化形。种族：狐妖族。颜值：30，标准分50。天赋 B。 描述：狐妖族在人类审美中很是美艳，但问题就在于对方还没来得及化形，完全就是一只6尾狐模样。当然闭上眼睛也不是不能冲，可以提前培养一下感情。居然是狐妖，这可真是太棒了。阎罗眼中迸发出一道光彩。至于6尾狐还没有化形的小问题，他不是还有点化系统吗？直接点化成萌娘就完事了。阎罗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大步走向了粉色的门。他的这个举动也是让所有龙国民众都沸腾了。我去，终于要对婚配房下手了吗？激动啊！要是拿下首通奖励，我们龙国就赚大发了。别高兴得太早，想想樱花国的遭遇，阎罗要是也碰到一个类似猪头公主的怪物，那就完犊子了。有一说一，猪头公主那种，要是换成阿三哥，完全没有挑战性。也是，阿三连巨蜥都不放过，区区猪头怎么了？那不是还有着人类的身体吗？卧槽，感觉婚配游戏就是阿三哥的专属福利啊！有什么是阿三哥不敢冲的？樱花国民众加入直播间。哼，我大樱花帝国都没有那种好运，你们龙国就不用想了。龙国选手的婚配对象也一定是恐怖的畸形怪物，还想要美人，做梦去吧！尤西，只要龙国选手也死在婚配房里，龙国就会爆发灾难。爆发灾难吧，东亚病夫死得越多越好。樱花国人此刻无比期盼着龙国也发生灾难，龙国民众自然不乐意了，刚想反驳，直播间画面中阎罗就推开了婚配房的大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查看这一幕。只见画面中，一张柔软的粉红色大床上躺着一只1米多长的6尾白狐，浑身毛发雪白，灵动的眸子紧紧地盯着踏入房间的阎罗。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炸锅了。我去，怎么是一只狐狸啊？狐狸怎么了？狐狸又不是不能冲，它不还是下面有洞的吗？哥们，你多少有点变态啊！人不能，至少不应该。狐狸倒也不是很吓人，只不过真的不会有生殖隔离吗？重点是这个吗？重点是阎罗能不能下手啊？阎罗要是不敢下手，我们中国也要遇到灾难了。樱花国民众看到这一幕也是兴奋不已，仿佛看到了龙国下一刻就要爆发灾难。尤西，如果这个龙国人连狐狸都能下手，那我也只能佩服。龙国人完蛋了，狐狸这种东西我知道，又骚又臭，更何况还没化形。你们中国人不会也跟阿三一样，什么都能冲吧？樱花国人嘲讽之际，也有不少龙国假洋鬼子吓得赶紧打移民电话，想要办理手续，赶紧离开龙国。快跑吧，我们快跑吧！这个废物肯定不敢上，龙国要爆发灾难了。现在移民正是好时机，可以躲过灾难。哈哈，我已经坐上前往鹰将国的飞机了。再见了，愚蠢的龙国人们！以后我就是伟大的鹰将国国民了。樱花国人嘲讽的最欢，龙国人不会连狐狸也敢冲吧？他又不是阿三哥，肯定没这个胆子。那实在是太好了，龙国人必须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灾难。八嘎，龙国人准备迎接世界末日吧？阎罗可看不到弹幕，在看见6尾狐的第一刻，他就使用了点化之力，一股玄奇的透明能量包裹着6尾狐。6尾狐的身体开始迅速的化形，朝着美人的方向发展。叮，你使用点化之力，消耗金币星号100，帮助6尾狐化形萌娘。樱花国人和龙国假洋鬼子们还没反应过来，画面中的6尾狐就化形完成。一个穿着粉红色轻纱长裙的美人出现在原地，毛茸茸的狐耳，精致的狐媚脸，鼓鼓囊囊的胸口，高挑性感的身材，更是有着6条雪白毛绒的大尾巴。叮，点化成功，6尾狐已经化形为苏妲己。你就是我的夫君吗？苏妲己软糯香甜的声音响起，让所有人都感觉心里酥酥的。那些原本正在嘲讽阎罗的樱花国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樱花国人，八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狐狸突然变成美少女了？为什么？凭什么我们的选手遇到的是猪头公主，而龙国人遇到的狐耳萌娘？不公平，这根本就不公平。龙国人这群东亚病夫，凭什么遇到这么好的婚配对象？八嘎，八嘎，明明是一只6尾狐，却当场化形成了萌娘，凭什么？樱花国人愤怒无比，他们遇到的是猪头公主，付出了100万人的死亡，而龙国选手却莫名其妙捡了一个萌娘。龙国直播间，龙国人集体震惊了。卧槽，
发生了什么？妲己是历史神话中的苏妲己吗？古人的装扮啊，确实就是坑死纣王的苏妲己了。我的天，不愧是红颜祸水，也太好看了吧！关键奶白的靴子真的大啊，声音好好听，软糯又带着一丝丝撩人的感觉，听了浑身的酥麻了。刚才吓死我了，还以为阎罗死定了，这么一看是苏妲己故意不化形逗他玩呢。我只能说纣王死的不怨，是我得到这样的美人也要夜夜笙歌。也没人往阎罗身上想，都觉得是妲己故意在逗阎罗，故意不化形。阎罗顿了顿，一丝喜色挂上眉梢，没想到点化之力这么给力，活生生把六尾点化成了历史美人苏妲己。同时苏妲己的面板也出现在阎罗眼前，婚配对象六尾狐妖未化形，苏妲己化形。种族狐妖族，颜值30、95，标准分50，天赋 B。 描述主人请尽情吩咐妲己。颜值飙升啊，95的颜值也太能打了。阎罗心中惊喜，你是我的夫君吗？你怎么不说话？妲己嘟了嘟嘴，伸手在阎罗眼前晃了晃，有些不满。阎罗这才从妲己的盛世美颜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咳嗽一声。这也怪不得阎罗，电视里的明星都没妲己一半好看呢。对，是我，你有什么考验吗？阎罗长出一口气道。有些婚配对象会给选手一些考验，有的很难，有的则是意思一下。那倒不用，毕竟你帮了我的大忙。苏妲己笑脸如花。阎罗怔了一下，这才想到自己帮六尾化形成苏妲己，确实算个大功劳。那我们夫君我们洞房。直播间画面顿时黑屏。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意识到阎罗这波稳了。什么鬼？这就成了？卧槽，阎罗简直就是欧皇护体啊！婚配对象都没设置考验，直接和他洞房了，牛逼！以后不叫阎罗了，大家给我改口叫阎罗大佬。阎罗大佬 YYDS， 我龙国有望拿下首通奖励。这样吗？那真是太好了，不知道会奖励什么。首通奖励那能差吗？肯定非常诱人。樱花国民加入直播间。八嘎，这不公平，凭什么龙国选手的婚配对象是美人，而我们的是猪头公主？该死的龙国人，简直是走了狗屎运。都怪没用的苍叶太郎，猪头公主怎么了？除了头长得丑了一点，该有的又不是没有。就是至少猪头公主是人形生物，苍叶太郎这个没用的废物。龙国人都去死吧，你们下一次一定不会这么好运。不错，我们走着瞧，伟大的樱花国选手一定会汲取教训，变得更强。假洋鬼子加入直播间。 Mad， 我刚办好移民来到美国，阎罗就要拿下首通奖励了。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哈哈哈，还是老子技高一筹，我还没放弃龙国国籍，等我获得了奖励之后再移民。兄弟不错哦，我和你一样的想法。相比于樱花国人的愤怒、诅咒，这些身在龙国心在阳的假洋鬼子更让龙国人愤恨。要滚赶紧滚，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一群有妈生没妈养的假洋鬼子，真恶心啊！还要白嫖奖励再走，这些死内奸要是放在抗战时期，绝对汉奸和卖国贼的货色。直播间里一片喧嚣，假洋鬼子们和龙国人直接吵得不可开交。随着时间推移，直播间观众们也发现了异常。阎罗这边黑屏的时间太久了，接近3个小时。卧槽，洞房3个小时？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寻思快枪手也就2分钟，一般人也就5、6分钟，尼玛阎罗3个小时，能不能不要太离谱？小黄片的男主角都没这么猛，2个小时有1个多小时都是前戏。得了吧，小黄片都是剪辑的，那些专业男优其实也顶多坚持10几分钟。阎罗大佬 YYDS， 这是轮到牛把田耕坏了。卧槽，认真的吗？这是人类能做到的吗？心疼妲己姐姐。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阎罗这边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黑屏画面终于恢复了正常，直播画面清晰起来。阎罗提起裤子，看着还在床上酣睡的美人妲己，微微一笑，一个字爽。一句话，纣王死的不怨。床单上还有着一抹淡淡的红色，阎罗接触的妲己是还未化形的，第一次自然也没贡献给纣王。阎罗俯下身子，轻轻在苏妲己额头上给了一个吻，似乎是感受到动静，苏妲己长长的睫毛微微一颤，迷蒙地睁开双眼，看到阎罗，脸颊不由微微发红。一想起刚才3个小时的翻云覆雨，妲己就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原来这就是洞房的滋味吗？疼并快乐着，感觉都要被玩坏了呢。我带你去家园休息。阎罗轻笑一声，一个公主抱带着妲己消失在婚配房，出现在家园中。家园是每一个选手都拥有的生活基地，婚配对象都安置在里面。一眼望去，家园虽然小，但却精致而温馨。桌椅板凳，
还有床和水缸，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桌子上有3份面饼，水缸中有半桶水，这是国运婚配游戏给新手准备的物资，省着点用，活个2-3天还是问题不大。阎罗看都没看一眼，把苏妲己放在小木床上好好休息。苏妲己红着脸应了一声，她现在不止脸上火辣辣的疼，还有个地方也火辣辣的疼，感觉走路都走不动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都炸锅了。不是，阎罗大佬也太强了吧，真就跟之前那位兄弟说的一样，田被耕坏了。看这样子，苏妲己是走路都走不动了。我爸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手机，我带他看了直播，他也跪了。阎罗大佬的腰子是所有男人的梦想，我只要阎罗大佬18的时间就够了。这也幸亏妲己是狐妖，这要是普通女人，3个小时怕是死在床上了。已完成洞房仪式，你获得 S 级技能魅力四射。魅力四射，你的魅力属性固定增加30点，你可以使用灵魂冲击，短暂魅惑控制目标，并造成魅力值150的魔力伤害。注：控制时间取决于使用者的魅力，当你对同性目标使用，是有概率让对方变弯。阎罗这个技能很强，兼具控制和伤害，就是这离谱的副作用。遇到雄性万族生物且比自己强大的时候的谨慎使用，不然可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阎罗狠狠打了一个冷战，真特么离谱。过了一会，阎罗收回思绪，拿起之前开宝箱获得的合金小刀。合金小刀等级 F 级，效果攻击力10点，破甲1点。有了武器和技能，他总算有一些自保之力了。奖励还没结束，你让婚配对象格外满足，额外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体质5，力量5，敏捷5，魔力10，魅力15。选手阎罗等级1级，体质5，石柱，普通人3-5，力量5，10，敏捷5，10，魔力0，10，魅力20， 35柱，普通人1-1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装备道具合金小刀 F 级。描述：在颜值方面，你在地球找不到一个巴掌数量的对手。阎罗脸色一喜，自己的属性全部翻倍，魔力更是从无到有，可以用来释放技能，同时魅力爆表，这样魅力四射的威力就非常可观了。阎罗其他变化观众们也感受不出来，但是五官变得更立体，浑身上下有着特殊的气场，本来就帅，现在更是帅的没有对手。直播间顿时炸锅了。卧槽，阎罗大佬本来就很帅，怎么感觉洞房之后变得更帅了？天啊，这简直比胡歌还帅！我决定了，以后阎罗哥哥就是我老公了。服了，你们这些脑残追星族，3天换一个老公，这次不换了，我就没见到过这么帅的，比博都得甘拜下风。阎罗大佬变化这么大，肯定是得到洞房奖励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快了？你这么一说，肯定是的，太期待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道玄奥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响起：恭喜龙国选手阎罗完成洞房，所有龙国人获得奖励。力量1，寿命1。注意，对龙国无归属感，发表仇视龙国选手言论的人将取消奖励资格。国运游戏声音落下的瞬间，众多龙国人都感觉有奇妙的力量进入身体，在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改造。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少人力气大了很多，走起路来都更有劲。一些常年瑟瑟的肾虚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卧槽，我走路啥时候这么稳了？感觉风吹不动我了。感谢阎罗大佬，我感觉我力气大了好多，下个月参加举重比赛更有把握了呢。一些躺在病床上带着呼吸器随时要走的老人突然双脚一蹬，拔掉了呼吸器。老头子，我还能活！老人激动大吼，浑身贼有劲。在一旁守候的儿女一个个喜极而泣，抓住老人的手。太好了，老头子你还能活！谢谢阎罗，我还能陪我爸1年。直播间里龙国观众都兴奋无比。奈斯，阎罗大佬干得漂亮！我寿命1。我爷爷本来病重，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现在摘掉了呼吸器，可以自己走路了。是啊，真好啊！我打算今年就不工作了，陪着老爷子走完最后一程。兄弟们，我是说有没有可能，只要阎罗大佬一直获得奖励，我们可以一直续命呢？卧槽，这么一说，可能性虽然小，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凭什么？我只是在外国留学就拿不到国运奖励？是啊，我也是在樱花国留学，我又没放弃龙国国籍。气死了，刚刚移民鹰将国，我他妈就错失了奖励。凭什么？我只不过送了几个龙国老乡去缅北赚钱，就不能拿奖励？一群假洋鬼子还想拿奖励，活该！
自己人害自己人，还送人去缅北赚钱，你那是送去嘎腰子！一群不要脸的假洋鬼子，滚！龙国官方开启了官方直播，直击婚配现场，大屏幕上显示出直播画面，还有熟悉的主持人冰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说国运游戏现场直播。冰冰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不少人第一时间涌进了官方直播间，毕竟有专业主持人的解说，会看起来更有意思。最新消息，阿三国和泡菜国选手也遇到了婚配房。冰冰继续说道，直播间也是瞬间议论纷纷。卧槽，阿三那边也遇到婚配房了。阿三可是国运游戏天选之子啊，连蜥蜴能敢冲的阿三是无敌的。这么说，阿三有可能成为第2个获得洞房奖励的国家。阿三国民进入直播间，哈哈哈哈！我们伟大的阿三国很快就可以拿下洞房奖励了。没错，我们也有婚配房。龙国第1个获得奖励又怎么样？我们第2个获得也不差。参赛选手基特我认识，他可是没有不敢冲的东西。这家伙可有名了，还记得上次的新闻吗？村里的母牛活活被他强奸死了。这家伙可真是个混蛋，亵渎神牛，伟大的主会惩罚他。亵渎神牛的事先不提，基特这次被选进国运游戏绝对是件好事。没错，他连母牛都不放过，还有什么能难倒他？直播画面中，阿三国选手基特走向粉色的婚配房，他目光呆滞，脸上带着淫荡的笑容，不断发出猥琐的笑声，一边伸手缓缓打开婚配房的大门。真猥琐啊，不愧是日牛的变态，长得就猥琐的不行，恶心死我了，一看就是个变态。主啊，给他一个更变态的婚配对象吧。用你们阿三的话，这就是低种性的贱人，用下半身思考的废物。估计里面就算是头母猪他也赶上，太猥琐了。对于这种强奸母牛上新闻的变态，所有人心里都直犯恶心。不光是龙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也看这个基特不顺眼。这些话语无疑刺痛了阿三国人的心，让他们炸毛了。你们这就是在嫉妒我们阿三国得到主的庇护。没错，就算基特是个低种姓，也是我们阿三国的人，比你们这种贱民好得多。你们就骂吧，等基特获得洞房奖励，我们阿三国也将得到国运的加持。哈哈哈，到时候我们阿三国一定会崛起，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对了，现在我们还有不少绿卡名额，想移民的赶紧，没有鹰将国那么贵，只需要100卢比。听到这话，不少龙国人赶紧掏出手机算了一下，100卢比折合只有9块钱龙国币，这么便宜。这一下这些人都心动了。反正之前他们被判定对龙国没有归属感，什么奖励都没得到，不如赶紧移民阿三国，这样就可以拿到国运奖励，增加寿命和身体素质。抱着这样的想法，不少人赶紧申请绿卡，并一个个坐上飞机前往阿三国。还有不少赚了不义之财的黑商，早已经把财产变现，带着少则千万多则几亿的资金移民阿三国。婚配房门打开，基特走进婚配房，就闻到了令人作呕的气味。整片空间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骨，还有干涸的血迹。这是什么地方？好臭！基特赶紧捂住鼻子，这里的恶臭味简直能让人晕倒。带着忐忑不安的情绪，基特又走了几十米，才发现一张黑色的大床，上面坐着一个有着黑色长发的女人。这个女人背对着他，因为是背对着，基特也不知道好不好看，但至少从体态来看，这是一个女人。太好了，感谢主的保佑！基特脸色一喜，猥琐的笑容再次出现在嘴角。直播间，哈哈哈，赢定了，是人形生物。是啊，是人形，对于基特还不是小意思，顶多就是长得丑一点，哪怕和樱花国一样顶着个猪头，但只要有人的身体，我都感觉对基特没有挑战性。太好了，我们阿三国要第2个获得国运奖励了。感谢主的庇护，这个低种姓的家伙不错，可以考虑将来给他买3头母牛给他玩。在阿三国人集体兴奋的时候，基特一脸淫笑地靠近背对着他的神秘女人。这可是女人。突然，这个女人发出略显刺耳的话语声：“你就是我的夫君。”女人豁然转身，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这个女人似乎只有一张皮，皮肤下面不断的有东西在游走，时不时的鼓起又凹陷下去。女人眼眶突然爆开，一只长长的红色蛆虫钻了出来，这只蛆虫还长着口气，里面是锋利无比的密集牙齿。基特心里一寒，整个人后退好几步，一下子后背都被汗湿了。母牛好歹是活的，其实滋味也还不错，就是有点松。眼前这个女人还是不是活人就说不定了。婚配对象：古尸、种族、人族、状态、死亡状态、颜值10标准分50，战斗力D。描述：原本她也算一个美人，不过那是活着的时候，她现在身体内的血肉和器官早已经被蛊虫吞噬，只剩一张人皮。看到女古尸恐怖的模样，
直播间里的阿三国人瞬间炸了，该死，全身除了骨头和一张皮，其他都是虫子，太恶心了吧，这谁敢上啊？完蛋了，我们阿三国要遭遇灾难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比死人还要恶心，快跑，我可不想死，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阿三国人了。不少人见状直接行动起来，尤其是高层和富商立刻出钱拿下鹰将国绿卡，光速登上飞机移民。而一众平头老百姓别说绿卡了，飞机票都买不起，只能留在国内等死。一群之前移民到阿三国的假洋鬼子此刻也傻眼了，我他妈的，这阿三国选手坑死我了，放我回去，我要重新当龙国人。为什么龙国不接受移民了？你们这是限制移民自由。等等，基特在做什么？我的天，他脱裤子了。接下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基特想了又想，终于压下了心中的恐惧。死人又怎么样？那里还没坏就行，反正拒绝肯定的死，不如试一下，好歹这也是个女人啊。基特一边说道，一边伸手抱住眼前的女古尸。只是没想到，这轻轻一抱，女古尸右臂的皮肤就破裂了，不断有尖牙利嘴的红色蛊虫流淌出来，恶心至极。接着基特裤子一脱，勇敢冲锋，画面陷入黑屏。阿三国人，这么突然，我们要拿下第2个洞房奖励了。不止阿三国人猛了，其他国家围观的观众也全猛了。卧槽，不是吧，连死人也能冲，我他妈还是小看阿三国了，女古尸比死人还要恶心，她也能冲，牛逼。在变态这个领域，我认为阿三国找不到对手，不愧是阿三国人，真的有个洞就能上，太残暴了。我曾经以为强奸母牛就是基特的极限，结果我还是天真了，人家连全身都是蛊虫的死人都不放过。哈哈哈，太好了，看来我移民阿三国是正确的选择。不错，我们马上就要拿下洞房奖励了，太爽了。就在全世界猛圈阿三国狂喜的时候，国运游戏发出一则公告，叮，检测到阿三国选手基特在洞房中被蛊虫咬掉筋儿，失血过多阵亡，天谴将降临阿三国国。叮，全体阿三国国民寿命1，阿三国将降临100万走火入魔的蛊尸。变化来得太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基特居然在洞房的过程中被蛊虫咬掉了筋儿，失血过多死了。灾难降临，100万蛊尸出现在阿三国各个城市，全是走火入魔的蛊尸，见人就杀。这些蛊尸一张嘴就能吐出几十条恶心的红色蛊虫，蛊虫到处飞，见到活人就钻进对方脑壳里吸食脑髓。伤亡飙升，阿三国人再没有欣喜，一个个都绝望痛苦。太恐怖了，我哥们就出门看了一眼，就被蛊虫吸的只剩一张人皮了。还要不要人活啊？太可怕了，阿三国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这些蛊尸太可怕了，躲在家里，蛊虫也能从任何窗户之类的缝隙钻进来。该死，我为什么要移民阿三国？我错了，我想回龙国。好几个跟我一起移民阿三国的都死了，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让我恢复龙国国籍吧。阿三国陷入天谴，成了人间地狱。军方出动坦克飞机，确实用导弹和火炮击杀了不少蛊尸，但是蛊尸往往出现在人群集中的地方，死在蛊尸手里的平民恐怕还没有倒在炮火中的平民多。高层是疯了吗？没拿我们当人啊！我哥被炮弹炸断腿了，救命啊！我不想死，到处都是蛊尸和炮弹，我家房子都被炸塌了，坑死我了！狗日的阿三国，放我回龙国，我要回龙国！对于阿三国的惨状，非但没少人同情，全世界还有不少人幸灾乐祸。笑死我了，让你阿三之前狂，现在怎么样了？吹啊，继续吹啊！你们阿三国也配第2个拿下洞房奖励？没错，洞房奖励只有我们伟大的泡菜国才有资格拿下，阿三这种国家就算灭亡了也没人同情。是啊，就一个坑蒙拐骗的国家，之前不少企业家去那边投资都没莫名其妙收割了财产呢。尤西没把平民当人呢，到处扔炮弹。24小时之后将从阿三国选择新的选手进入国运游戏，除非国家灭亡，否则游戏将一直继续。国运游戏的公告敲醒了所有国家的警铃，一旦选手死亡，该国至少有100万人要一起陪葬。意识到国运游戏的残酷，龙国最高指挥所大长老猛地一拍桌子，现在国难当头，特殊时期特殊手段，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周围各大长老纷纷点头，赞同大长老的选择。根据智囊团的分析，阎罗虽然目前表现非常好，但也有陨落的可能。如果阎罗死了，下一个被挑中的选手是心中没有龙国的叛国贼呢？或者是敌国的内奸呢？那样的话，龙国会遇到灾难，承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必须要肃清国内的假洋鬼子还有内奸。龙国有着执行力超强的政府，当即就有无数的调查组出发，随行还有大量的武警。要分辨假洋鬼子很简单，
只需要做一次 DNA 检查就可以，心中有龙国的人都得到了国运奖励，体内细胞逆生长，变得年轻，会留下痕迹。虽然 DNA 检查比较昂贵，但是国难当头，必须要实行特殊手段。龙国雷厉风行的举动立刻就引起了轰动，这一查就查出了不少人有问题，有出卖国内情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协助缅北诈骗国人的富商，还有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小黑。如果只是对龙国没有归属感，国家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这些人留在龙国也拿不到奖励。但是通敌的、叛国的、从事诈骗行业和有犯罪记录的，这些人全部被取消龙国国籍，没收所有财产，根据情况严重程度枪毙或者驱逐出境。干得漂亮，少了这些假洋鬼子，舒服多了。关键是那些叛国贼更恶心，这波全部枪毙。还有搞诈骗、昧着良心坑害国人的富商，这波都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了。好，实在是太好了，我支持国家的决定，早该这样了。国内就是让这帮人搞得乌烟瘴气，有犯罪记录的小黑也被赶出去了，太爽了。是的，我不针对所有小黑，但有相当部分的小黑都干过不少坏事。龙国这次清扫行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老百姓们恨不得敲锣打鼓庆祝一下。龙国直播间，阎罗黑屏的画面再次清晰起来，妲己翻着白眼躺在床上，一副被玩坏了的模样。他轻手轻脚地给妲己盖上被子，然后走出了家园，神清气爽。阎罗伸了个懒腰，还是那句话，纣王死得不冤。再次来到国运游戏空间，眼前依然是熟悉的4扇门，不过都是白色的，没有婚配房。看来也不是每一关都有婚配房这种东西，需要一定的运气。阎罗摸了摸下巴，自语道。阎罗看向4扇门，环境房，地心之火，要求在上万度高温中存活10秒，存活率0。副本房，大逃杀，挑选本国99人一起进入该副本，只有1个人能活着离开，存活率3。副本房，你将进入规则怪谈，要求利用规则并存活下来，存活率2。怪物房，青皮蟒，力量比较大，但是无毒，你可以大胆尝试一下，存活率98%。阎罗看了一眼，前3扇门都是天坑，存活率不高，直接略过就行，最后1扇门是唯一的选择。从提示的描述来看，就知道不会太难。巨蟒对于普通人当然很难应对，可阎罗的身体素质是普通人的将近3倍，比一些兵王身体素质还强，对付一只蟒蛇自然轻轻松松。阎罗没有任何犹豫，径直走向最后1扇门。门推开之后，阎罗一脚迈入其中，来到一个昏暗的洞穴外面。洞穴之外是一片沙石地，没有任何可靠的掩体。国运游戏的声音响起，龙国选手阎罗进入怪物房，击杀怪物房中所有怪物，可以获得惊人奖励。当前怪物房为地级怪物房，将出现怪物青皮蟒。随着提示音响起，不少外国人也涌入了龙国直播间。阎罗还是这一批选手中第一个进入怪物房的。这些外国人一个个不怀好意，就想看看阎罗是怎么个死法。这个龙国人哪来的胆子，竟然敢挑战怪物房？哈哈哈，他没有上次那种好运了。不错，这次他面对的是4个随机房，选中怪物房也很正常。龙国人必须死，凭什么只有我们国家面对天谴和灾难？这次龙国要完蛋了，死的人越多越好，也死个180来万吧。我就说他上一次全靠运气，这次总算暴露出来，他只是一个没有实力的东亚病夫吧。不少其他国家的观众纷纷发弹幕嘲讽阎罗。龙国人看到这些弹幕，也有些替阎罗担心，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青皮蛇有多么强大。不过经历了龙国清扫行动，很多假洋鬼子都被赶走，倒也没人像之前一样说自己人的风凉话。我对你们这些人只有一个字：滚。没错，虽然我也有些担心，但阎罗大佬是目前唯一一个通关了2扇门的，实力自然不是那些普通选手能比的。要是阎罗大佬都不能通过怪物房，该担心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那些废物选手。就是好歹阎罗大佬已经拿到2次奖励了，阎罗大佬加油，一定要打败怪物。少了假洋鬼子和叛国贼，直播间龙国人显得更团结了，虽然心里担心，但还是给阎罗加油打劲。画面中，阎罗缓缓靠近洞穴，顿时就看到一双猩红如灯笼般的大眼睛。接着一只7、8米长的青皮蟒从洞穴中钻出，口中发出嘶嘶的声响。看到这一幕，其他国家观众狂喜。7、8米长的大蟒蛇，水桶粗的身体，估计一个缠绕就能让龙国选手粉身碎骨。不错，龙国选手这次死定了。哈哈哈，太好了，这样的巨蟒就算是兵王也打不过吧。之前你们不是很有底气，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巨蟒，你们的选手怎么活？看到这一幕，
龙国观众也是手心冒汗，一个个紧张又担心。阎罗大佬能赢吗？7、8米长的巨蟒，这谁赤手空拳打得过啊？不管怎么样，阎罗大佬一定要加油啊！我支持你，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阎罗大佬千万不要有事啊！好可怕的巨蟒，光是看一眼我都浑身发颤。这真的是人类可以战胜的生物吗？如果是其他选手，此时肯定吓尿了裤子。不过阎罗却不一样，当他看到如此恐怖青皮蟒时，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我在无数个日夜为了明天的3餐温饱而头疼，我因为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而麻木。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来到这里，开始属于我的冒险，虽死犹荣。阎罗舔了舔嘴唇，在巨蟒扑向他的同时不退反进，普通人好几倍的速度展现出来。在画面中，他犹如一道残影，快速出现在巨蟒的身侧，手中寒芒一闪，合金小刀瞬间刺在青皮蟒的右眼眶中，鲜血嘶吼。青皮蟒发出凄惨的叫声，巨大的蛇尾猛地甩向阎罗，想要拍死他。阎罗迅速拔刀，以强悍的速度避开这一击，接着再次靠近青皮蟒，合金小刀不偏不倚，再一次刺中右眼。他左手猛地一拍刀柄，刀身完全没入青皮蟒右眼，直接捅到脑花了。接着右手猛地一拧，把青皮蟒的脑子搅成了豆腐花。砰！青皮蟒在这一瞬间就彻底死亡，倒在地上砸起一片烟尘。直播间，这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我靠，阎罗大佬这么强的吗？好快的速度，我看都没看清他就已经把青皮蟒杀了。牛逼啊！2刀秒杀青皮蟒，全体起立，这就是我们龙国的选手牛逼。破音，龙国人你们可别高兴得太早，这可不止一只青皮蟒。哈哈哈哈！龙国人捅到蛇窝了，死定了！话音落下的瞬间，洞穴中果不其然继续有青皮蟒出来。短短几秒钟，外面就出现了5条青皮蟒，一个个用猩红的灯笼眼盯着阎罗。看到这一幕，所有龙国人心里都一寒，开心不起来了。卧槽，5条，这怎么打？这不是欺负人吗？靠，这简直就是被针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青皮蟒？完蛋了，阎罗大佬还打得过吗？我看悬啊！这可是5条青皮蟒，随便一条都能绞杀兵王。龙国人担心得很，其他国家更是幸灾乐祸。哈哈，龙国人完蛋了！优西，该死的龙国人，可能你们的选手确实很强，可5只青皮蟒，你们又该如何应对？龙国人，准备接受灾难的降临吧！要你们自不量力的选择怪物房，现在知道错了吧？龙国最高指挥所，大屏幕上显示着国运游戏现场画面，指挥所里气氛十分凝重。怎么样，阎罗有胜算吗？大长老沉声开口，朝着智囊团和高级将领问道：报告大长老，阎罗目前的力量达到的兵王级别，速度更是超过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2倍。但是，这个智囊面色犹豫，说：但是什么？但是，如果只是这样，恐怕阎罗也没办法战胜5只这样的巨蟒，除非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底牌。智囊咬咬牙道：好，我知道了，做2手准备，让所有军队进入1级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灾难。随着命令下达，所有军队都紧急集结，枪支武器全部上实弹，准备战斗。不是大长老不相信阎罗，而是国家没法承受阎罗失败的风险。100万人的死伤，那可是会造成社会动荡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阎罗能不能创造奇迹，解除危机。大长老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古井无波的眼神中却有着一丝期待。他总感觉阎罗不会让他失望。此刻，所有龙国人都关注着阎罗这一战，一个个屏住呼吸，期待、紧张、担心、慌张，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阎罗大佬一定要创造奇迹啊！话音落下的瞬间，阎罗身形一闪，用肉眼很难捕抓的速度冲向5只青皮蟒。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而是充满着兴奋。逐个击破！阎罗脑海中冒出这个念头，以恐怖的速度出现在1只青皮蟒的身侧，合金小刀准确无误地刺在青皮蟒的眼眶中。一刺、一脚、一拔，他仿佛天生就适合战斗，2个呼吸的时间便击杀了1只青皮蟒。就在他击杀1只青皮蟒的时候，有2只青皮蟒绕到了他的背后，前方也有2只，前后夹击。所有龙国人都心中紧张的打鼓，担忧的情绪开始蔓延。然而下一刻，阎罗身上瞬间爆发出一阵特殊的光芒，魅力四射。特殊的灵魂冲击让剩下4只青皮蟒发出惨叫，蛇眼中流出猩红的鲜血，显然受到了重创。要知道，阎罗的魅力高达35点，是力量的3、4倍。150，魅力加成的魅力四射，威力巨大。4只青皮蟒倒在地上，口中不断的溢出鲜血，
时不时抽动一下。阎罗手疾眼快，用了2个呼吸的时间，就给青皮蟒都来了一刀，了结了他们的生命。全场寂静，指挥所中几大长老瞠目结舌，就连大长老也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能力？2长老惊道。全场没有人回答得上来，他们只看到一阵特殊的光芒，几只巨蟒就一边吐血一边躺在地上了。一名智囊微微思索道，看来阎罗在洞房之后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隔空伤人。大长老闻言，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猛地一拍桌子，好，不愧是我龙国儿郎，就是不同凡响。这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同时脸上洋溢出笑容。直播间，卧槽，发生了什么？我只看见阎罗大佬身上闪出一阵光，所有巨蟒都死了。牛逼，克拉斯，阎罗大佬也太强了。刚才嘲讽阎罗大佬的人呢？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龙国的选手，强无敌。哈哈哈哈，太好了，阎罗大佬越强我越高兴。全体起立，龙国第一兵王阎罗大佬诞生。兵王都没有阎罗大佬厉害呢。阎罗大佬现在可是有类似超能力的技能。帅，太帅了，阎罗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阎罗手中合金小刀一甩，鲜血被甩掉，看向地上掉出的物品。看来击杀怪物也可以获得奖励。青皮蟒肉块，放心吃，没有毒。青皮蟒皮，可以用来缝制衣物和雨伞。青皮蟒蛇筋，可以用来制作弓箭的弓弦。阎罗二话不说，把这些东西收进背包。肉块不用说了，可以当食材。蟒皮和蛇筋也可以用来制作一些物品，不要白不要。看到阎罗顺利过关，那些原本嘲讽阎罗的各国观众一个个脸上火辣辣的疼，尤其是樱花国观众更是气得要死。八嘎，凭什么龙国的选手有这么强的技能？东亚病夫居然制冷起来了，气死我了！可恶啊！凭什么我们遭遇天谴，龙国人却顺利获得奖励？该死的龙国人，下一次你一定不会这么好运了。樱花国人各种羡慕嫉妒恨，看到龙国选手顺利过关，比杀了他们好难受。阎罗在洞穴周围又看了一眼，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里面应该也没有怪物了。大步走入洞穴之中，果然在洞穴的正中央放置着一个木质宝箱，这就是通关怪物房的奖励了。哇，是宝箱啊！不知道阎罗大佬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太好了，这可是首通怪物房，奖励肯定差不了。阎罗大佬又要领先别人一步了。阎罗看不到弹幕，但心中同样有点期待。咔，宝箱被打开，只见里面放着3样东西，一张图纸，一袋子种子，还有一袋子金灿灿的金币。物品：农场蓝图，品质 A 级，效果：你可以种植农作物，无视天气和季节因素，农作物生长速度提高为现实100倍，农作物产量提高为现实10倍。描述： A 级农场蓝图十分珍贵，它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你产出食物，摆脱饥饿的烦恼。另外 A 级农场蓝图有小概率生产出带属性的食物。阎罗看到农场图纸，脸色一喜，不错，以后就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这个农场可不是现实的农场，生长速度100倍，意味着小麦种植只需要3天就能成熟，同时产量也提高了10倍，亩产万斤小麦，简直不要太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接着阎罗打开那袋种子看了一眼，物品：小麦种子，品质 A 级，效果：种植在 A 级及以上品质的农场中时，生产出带属性小麦的概率提高100%。描述： Ruera 肉，这是戴夫都搞不出来的极品种子，也是好东西。阎罗嘴角勾勒笑意，把 A 级小麦种子收入背包。物品：金币星号100。描述：国运游戏通用货币，可以和其他选手交易，也可以和诸天万族选手交易物品。提示：万族交易所暂未开放。万族交易所听上去是买卖东西的地方。阎罗摸了摸下巴，也不多想，把金币揣兜里，接着就顺利走出了怪物房。恭喜龙国选手阎罗挑战怪物房成功，正在为龙国发放国运奖励。恭喜龙国获得奖励，农作物生长速度提高100%，产量提高100%。国运游戏发布公告之后，整个龙国大地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田里水稻和小麦提前了好几个月成熟，稻穗也变得更加丰满，风吹稻香，满世界都是灿烂的金黄。背着锄头的农民站在田埂上，晒得发黑的脸上流淌着泪水。多少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啊！今年肯定能多赚点，给俺孙换件好衣服。同样的一幕发生在龙国各地，大丰收，无论是生长速度还是产量都直接翻倍，农民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龙国高层反应也很快，农业部立刻派人开始抢收工作。
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地头轰轰作响，一茬又一茬麦子被收割，农民们在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今年的大丰收。阎罗这娃子真不错啊，我可感谢他了，今年收成可好了。是啊是啊，这娃子长得俊，还一身好功夫，感谢阎罗娃子，简直是我们农民的恩人。农民朴素在直播间夸奖感谢阎罗，也不管他是不是能看到。龙国最高指挥所，情况就是这样，生长速度提高1倍，产量再提高1倍，其实就是4倍。我们生产的主粮可以养活半个蓝星了。农业部负责人做完报告退了下去。大长老此时一晚上没合眼，眼睛里有些血丝，但却兴奋地一拍桌子，茶水都差点掀翻。好，好小子，干得漂亮！从今以后，我龙国就是农业强国了。二长老和三长老也是一脸喜色。一直以来，龙国因为人口多，为了保住老百姓的饭碗，只能选择大量种植主粮。耕地有限，都种了主粮，就导致其他农作物产量不高。比如大豆，就完全被鹰酱国所控制。龙国人炒菜用的大豆油，其实都是鹰酱国大豆，人家说卖什么价就得什么价，你还必须买。偌大一个龙国，却腾不出耕地用来种植大豆，多可悲！可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将不一样，龙国将成为真正的农业强国崛起。退下去的农业部部长站在角落，眼眶中满是热泪。一直以来，他就有一个愿望，要让龙国人牢牢抓住属于自己的饭碗，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龙国人都能吃饱吃好。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也是袁爷爷毕生的追求，终于在他们这一代得以实现。袁爷爷，如果你看到这一幕，一定也会很欣慰吧？农业部部长语气哽咽，喃喃自语。此刻在场所有人都看向画面中的阎罗，目光中都是赞赏，真是龙国好郎。阎罗带着满背包战利品回到家园，妲己听到脚步声，一下就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抱抱！苏妲己娇呼一声，扑进阎罗怀里，柔软的身躯落入阎罗怀中，一头青丝上还有着淡淡的花香，沁人沁脾。阎罗微微一笑，小妲己，我回来了，你怎么不带我去啊？害人家这么担心你。妲己不满地嘟着嘴，还给阎罗一个小拳拳砸胸口。啊，这不是看你累坏了吗？阎罗理所当然道。妲己闻言俏脸一红，想到之前和阎罗大战3个小时，醒了后又大战3个小时，她是真的被玩坏了，晕过去了。两人搂搂抱抱，说着悄悄话，看得直播间所有观众牙痒痒。过分了啊，阎罗你过分了啊，哪有这么杀狗的？可恶啊，柠檬树上柠檬果，我要酸死了。苏妲己真的好漂亮，撒娇真的可爱极了。阎罗你他妈给我住手，不要对我的女神动手动脚啊！你的女神已经变成阎罗大佬的形状了。饱了饱了，今天晚上晚饭都不用吃了，吃狗粮吃饱了。靠，真的羡慕死我了，持剑征沙场，醉卧美人膝，男人的终极梦想不过如此。小妲己，看这个。阎罗笑了一下，拿出了农场图纸。这是农场图纸呀，夫君好棒，这都能弄到。苏妲己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牙。对，我们来种点小麦，等小麦熟了，我做面饼包肉给你吃。阎罗笑道。好耶，夫君你最好了。苏妲己甜甜的一笑，踮起脚尖在阎罗脸上啄了一下。两人你侬我侬，时不时聊2句。阎罗使用蓝图之后，小木屋旁边就多出了一块农田，大小大概1亩地左右。虽然不是很大，但完全够用。要知道，这可是 A 级农田，亩产万斤，还只要短短3天。农田建设好了，两人就开始播种。阎罗用的是合金小刀刨一个坑，放一些种子。苏妲己干脆用手挖坑的时候，还偶尔用泥巴堆成小人的模样。一个壮一点的小人，一个脑袋5条腿，一个瘦一点的小人，一个脑袋4条腿，中间还站着一个迷你版的小人。你快看，这个壮一点的像不像你？妲己露出小虎牙，眼睛弯弯开心道。阎罗嘴角微微一抽，怎么是5条腿？但还是宠溺地回答道，像，实在太像了，我家妲己真棒。那个迷你版的小人是什么？我们将来的孩子呀。两人一边种田一边畅想未来，画面温馨又甜蜜，就是苦了直播间里的一众单身狗。靠，阎罗你有种出来，我要和你单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这2个人能不能消停点？太腻歪了，我踏马浑身发颤。气冷斗，甜甜的爱情什么时候轮得到我？有种看恋爱剧的感觉啊。我一个母胎单身 solo 20年的，看得露出姨母笑正常吗？果然能坚持3个小时战斗的男人，没有女人不爱。我真的服了，你们不要再秀了，我要得红眼病了。就在所有观众直呼受不了的时候，两人腻歪着又黑屏了。行啊，阎罗你真行啊，又开始了啊！天天洞房，阎罗大佬都不会虚吗？是啊，
正常人多少有闲着时间吧？这可是阎罗大佬，身体没强化之前都能坚挺3个小时，现在就更别提了。别聊了，兄弟们，泡菜国那边也出现婚配房了。什么？快过去瞧瞧，可千万别让泡菜国的杂碎拿下洞房奖励啊！一时间，大量的观众涌入泡菜国直播间。思密达，来了不少龙国观众，你们是来膜拜我们泡菜国强大的选手吗？看着吧，我们泡菜国也遇到了婚配房，很快就会超过你们那个什么阎罗。就是阎罗那家伙不过就是运气好而已，我相信我们泡菜国的选手运气会更好。泡菜国观众一个劲的吹嘘，在他们心中泡菜国就是宇宙第一，除了鹰将爸爸没人能比。龙国观众甚至没有反驳，实在不想喷这群傻逼，和傻逼计较没啥意思，只会把你的智商和对方拉到同一水平线。泡菜国选手金正泰长相英俊，就是气质有种莫名的骚包感觉。他看了一眼婚配房，然后缓缓摇头，甩了甩额头前刘海，走向旁边的随机房，似乎是怕观众们不理解。他突然说道，事实上婚配房遇到无法婚配的怪物可能更大，异形、丧尸都有可能，而且大概率选手无法抵抗，还不如进入随机房赌一赌。他这一番话立刻就让泡菜国观众们沸腾了。这个金正太有脑子啊，不愧是我们泡菜国的选手。对，分析得很有道理，事实也是这样。之前樱花国和阿三国就是选择婚配房，结果输得一塌糊涂，随机房反而更有生还的希望。加油，思密达！看到没有，不像你们龙国的选手只靠运气，我们泡菜国选手可是用脑子来赢得胜利。泡菜国观众一阵吹嘘，宇宙第一强国的虚荣让他们不可能放低姿态。然而金正太的肚子突然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显然是饿坏了。这一下高智商人设就绷不住了。龙国观众还没开口，樱花国观众就嘲讽起来了，笑死我了，你们的选手不会硬生生饿了2-3天没有食物了才敢出来挑战吧？优西，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你们嘴里的优秀选手，原来是个胆小鬼，连挑战门的勇气都没有，饿得没办法了才敢出来。我们崇尚武士道精神，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懦夫。泡菜国高智商选手 no， 泡菜国懦夫 yes。 这一下泡菜国这边的观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直接和樱花国人对喷起来。龙国观众一脸懵逼，但也乐得见到狗咬狗。金正太脸色一窘，但厚脸皮的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饿得没办法了才出来挑战门。接着他深呼吸一口气，带着紧张的心情推开了白色房门，一步迈入房间，宽阔无比，贴着白色的瓷砖，整片空间都是压抑的灰白色，空气中流淌着一丝丝血腥味。这是什么地方？金正太脑海中刚刚冒出这个念头。提示音响起，泡菜国选手进入多人副本房，逃出升天。规则1，从本国挑选9名选手加入多人副本。规则2，每名选手都会拥有一把满弹夹的手枪，仅限本副本使用，并且会出现10只丧尸。规则3，击杀丧尸并前往直升机平台即可逃出升天。规则4，该直升机为小型救援直升机，已经乘坐1名驾驶员和救援人员，只可以救走1人。在提示音落下的瞬间，灰白空间中又出现了9名泡菜国选手，这些人一个个神情慌乱，其中1-2个女人还在尖叫。怎么回事？我也进入国运游戏了，完蛋了！你们看规则，有丧尸！这些人惊慌不已，但也有一个人面色平静，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手枪，检查了一下弹夹，7发子弹。以手枪的威力，丧尸只有爆头才能击杀，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确实要一个弹夹的子弹才能强行击杀，就算是神枪手，枪爆头子弹也不够用，所以得先跟这群废物合作。崔永安目光微微一沉，表面上这是人和丧尸的决斗，事实上核心在规则4，只有1个人可以逃出升天，其他选手才是最大的敌人。很快金正太也意识到这一点，目光警惕地打量其他选手。直播间看到这个规则也炸锅了。思密达，这是生化危机吗？还有丧尸，表面上是生化危机，其实是大逃杀，只有1个人能活。好坑的副本，这样其他9个人都得死。没事，只要能活1个人，我们泡菜国就不会爆发灾难。思密达，是这个道理。这波稳了，10个人10把手枪，活下来不难。泡菜国观众继续分析，短暂的惊慌后，对自己的选手还是很放心，毕竟只需要活1个人就不会爆发灾难。很快10只全身灰白、指甲尖锐的丧尸嘶吼着扑了出来，有2个女人还在大喊大叫，看到丧尸腿都走不动路。废物！崔永安骂骂咧咧一声，遇上这样的猪队友，就相当于自己这边少了2个人。其他泡菜国选手第一次遇到丧尸也很慌乱，但是手里的手枪给了他们底气，一个个开始拔枪射击。
砰砰砰，一片枪声响起。不过这些人枪法都不准，几乎需要一个弹夹才能打死一只丧尸。崔永安则是射击爱好者，2-3发就击杀一个丧尸，一个人就杀死了2只。那2个只会惊恐尖叫的女人，第一个死在丧尸的撕咬中，连手枪都被丧尸咬碎，鲜血、肠子流了一地。好在剩下8人还有点脑子，抱团将丧尸点杀。很快场上就只剩下2只丧尸。崔永安和金正泰眼中同时寒芒一闪，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人必须是我。心中想起这个念头的时候，残酷的自相残杀开始了。砰砰砰，枪声响起，这次射击的目标却成了自己的队友。除了2个人还在傻乎乎的射击丧尸，其他人都开始对自己人射击。很快又有5人死不瞑目的倒在血泊之中。场上只剩下金正泰和崔永安，还有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女人。金正泰目光一凝，瞄准崔永安，可对方的枪口也同时指向他。砰砰，2声枪响差之毫厘的响起，金正泰被一枪击中心脏，当场吐血暴毙。而崔永安仰仗着更好的身体素质，只是肩膀中了一枪。哈哈哈哈，我赢了！崔永安狂喜，脸色得意。突然他的笑容戛然而止。不对，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有问题。背后传来一声枪响，而预感到的崔永安往前一个翻滚，惊险地躲过这一枪，回身射击。女人的枪手再一次响起，崔永安被击中要害，而女人眉心也出现一个血洞。同归于尽。寂静，直播间内泡菜国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没想到，因为人性的自私，如此简单的挑战居然没一个活下来。每个人都想活，等于谁都活不了。外国观众终于心里舒服了。之前不是一个个狂的不行，这就是你们宇宙国的选手，干得漂亮，都死啦死啦地。泡菜国要爆发灾难了，笑死我了！之前一个个在装什么高智商人设，现在全死了。好，漂亮！泡菜国之前有多狂，待会灾难来临就有多惨。但凡不那么自私，商量好对策，泡菜国还不至于要遭天谴。笑死了，泡菜国真是给我一个大惊喜。国运提示音响起，泡菜国10位选手在逃出升天中全部死亡，泡菜国将迎接天谴。天谴确定，生化危机。在泡菜国中随机选择10万人成为丧尸母体，被母体击伤和击杀者将成为丧尸。这一下，原本内心高高在上的泡菜国人彻底慌了。救命啊！我不想死，我家门口有丧尸母体，他在撞门啊！完了完了，天杀的国运游戏竟然制造生化危机，我的邻居被母体杀死了啊！他也变成丧尸了。丧尸，好多丧尸，满大街都是丧尸，我害怕，我要移民去鹰酱爸爸那，再也不当泡菜国人了。该死的金正泰，你为什么要进副本房？救命！救命！短短半个小时，丧尸的数量就像滚雪球一样快速增长，到处都是血迹和尸体残骸，几十万泡菜国人死在丧尸嘴里。最后泡菜国没有办法，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让鹰酱爸爸出动高科技战机对丧尸母体进行轰炸，危机才获得控制。只是这样一来，误伤的平民不少，很多人在家中坐，导弹从天上来，被炸得缺胳膊少腿都是小事。之前泡菜国观众一直跑到其他国家直播间吹嘘自己的选手，贬低别人家的选手，还一个个狂得不行。现在2极反转，各国观众都乐了。狂啊，继续狂啊，活该！就是天天你们宇宙国天下第一，弹丸之地罢了。优西，死的优西，早就看这群棒子不顺眼了，自作自受，一个个标榜泡菜国天下第一，目中无人，现在遭报应了。弱小的泡菜国也只有在我们鹰酱国的庇护下才能生存。各国群众嘲讽，完全不同情泡菜国的遭遇。龙国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直播着泡菜国的惨剧，嘴角疯狂掩饰着一丝笑意。他的嘴角就像压 AK 一样反复拉扯，要不是他是专业主持人，现在已经笑出来了。对于泡菜国，他也完全不同情，2个字活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泡菜国在这次天谴中死亡近100万人，受伤人数更是超过120万人。我们也要引以为戒，相信我们龙国的选手的同时，也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和灾难抗争。也希望各位居民保持坚定的信心，相信国家，相信军队，也相信阎罗能带来好的表现。冰冰说了很多，主要是为了安抚国内群众，同时建设心理防线。冰冰说的都对，我的心都是冰冰的。我还是相信国家的，大灾大难面前，国家的处理没让我们失望过。阎罗大佬无敌，我相信阎罗大佬。兄弟们，阎罗又开始挑战门了，而且这次有婚配房。官方直播间把画面紧急切到阎罗这边，果然如观众们所说，
此时阎罗又开始挑战门4扇门中，赫然又一张粉色的门婚配房。阎罗的目光也放在婚配房上，婚配对象苗微微，身份女古尸，种族人族，颜值95，标准分50，天赋 B， 描述苗族少女，清新活泼，心地善良，就是喜欢玩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运气真好。人族少女，颜值还高达95，一般人可碰不上这种好事。至于喜欢玩蛊虫之类的东西，谁叫人家是蛊师呢？阎罗没有犹豫，直接推开婚配房的大门，一步迈入婚配房中。入眼是一片树木，枝叶茂盛，是一片丛林，淡淡的雾气在丛林中弥漫。潮湿的丛林特别像龙国南疆的深山，土地上覆盖着腐烂的树叶，阎罗也不在意，缓缓向丛林中走去。婚配对象应该就在丛林中央。恭喜龙国选手进入婚配房，和女蛊师苗微微喜结连理，请尽快洞房获取国运奖励。国运公告响起，直播间的观众却炸锅了。卧槽，女蛊师，不是阿三国遇到的那种女蛊师吧？完了，阎罗大佬不会要翻车吧？怎么会这样？阎罗大佬的好运用光了，居然是女蛊师！女蛊师简直是心理阴影，全身都是虫子。龙国观众一片忧心忡忡，而得到消息的阿三国观众狂喜，嘲讽起来。哈哈哈，我就说龙国的选手运气迟早要用光，现在知道错了吧？太好了，让龙国也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痛苦吧。龙国完蛋了，准备接受灾难的降临吧。我相信龙国的选手不敢冲，这可是全身都是虫子的女蛊师，敢冲又怎么样？冲女蛊师会被虫子咬掉筋儿。这么说，龙国选手这次真的完蛋了，冲也是死，不冲也是死。龙国观众此时想要反驳，但却心情沉入了谷底。阿三国之前就是遇到女蛊师，强行洞房却被咬掉筋儿死了，爆发了灾难。难不成龙国也要重蹈阿三国的覆辙？面对灾难，龙国最高指挥所现场气氛压抑，几大长老都保持着沉默。智囊正在紧急地分析局势的变化，分析出来了吗？他有没有胜算？三长老面色凝重地问道。智囊额头上滑落一滴冷汗，回答道：目前没有选手战胜婚配对象的先例，如果阎罗选择带妲己进入婚配房，说不定还有胜算。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在场都是聪明人，这意味着即便以阎罗现在的实力也打破不了规则。如果他拒绝女蛊师，一定是死路一条。大长老叹息一声，他是真的看好阎罗，但看样子阎罗要止步于此了。让部队做好准备，一定不能让灾难降临龙国，那些秘密武器也要进入战备状态。是。龙国有不少秘密武器，所谓曝光一代、生产一代、研发一代、规划一代，其实龙国还有不少不成熟但威力惊人的超级武器等等。你们快看，好像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三长老突然眼睛一亮，大声道。所有人目光再次看向大屏幕。阎罗在丛林中深入了100米，就看到一个木质的小屋。屋子门口，一个穿着苗族服饰、头上戴着苗童银饰的少女站在那里。少女面容姣好，亭亭玉立，有着苗族特有的风味，此刻脸上正挂着淡淡的笑容。你好呀，你就是我的夫君吗？苗微微笑靥如花，整个人透露着一种活泼清新的感觉。这一下，直播间弹幕2极反转，沸腾了。龙国观众，卧槽，好漂亮的妹子！我就说咱阎罗大佬不可能这么背，遇上阿三那种女蛊师。哇，妈妈我恋爱了，这个女孩子真得初恋的味道。醒醒，少女马上变少妇，等会就是阎罗大佬的形状了。靠啊，刚恋爱就失恋。醒醒，你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三国观众也傻眼了，凭什么？这一定是黑幕。就是女蛊师不应该是浑身都是虫子的怪物吗？这不公平，凭什么龙国选手的婚配对象都是美人？可恶啊！看样子龙国又要拿下奖励了，我后悔死了，我就不该移民阿三国的。一样啊，我移民出来就回不去了，龙国现在只能出不能进。阎罗面带笑容，真正的美女就是你光是看看都感觉心情愉悦，特别舒服。苗微微就是这种。是的，微微小姐，你可别急着跟本姑娘套近乎，我可是有考验的哦。苗微微叉着腰，边说边从怀里抓出一样东西，玉手张开，是一只粉红色的小胖虫子。我也不多说废话，此物名为禽蛊，一共有2只，一只我已经吃了，这只就是给你吃的。所谓禽蛊，就是一方如果背叛伤害另一方，就会被禽蛊折磨，心裂而死。你敢吃吗？苗微微的话语让直播间再次炸锅。卧槽，这就是苗族最有名的禽蛊，背叛对方就会承受噬心之痛。好可怕的蛊虫，阎罗敢吃吗？
有一说一，要是有秦谷约束，阎罗大佬是不是不可以找新的婚配对象了？啊，如果是这样，那这可不能吃啊！龙国观众一边猜测，一边替阎罗着急。阿三国观众再次狂喜，阎罗不吃秦谷，等于拒绝苗微微，会被杀死。吃下秦谷，不能找新的婚配对象，以后再也不可以变强。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有好结果。哈哈哈，我就说龙国选手怎么会一直好运？吃吧吃吧，让你拿到洞房奖励又怎么样？没错，吃了以后不能找新的婚配对象，等于断了前路。只要阎罗停止变强，我们阿三国迟早能超越他。果然，只有我伟大的阿三国选手才能成为国运游戏的主角，龙国选手不过是昙花一现。阎罗闻言，目光微微一闪，想起提示之眼的描述，苗微微心地善良，他相信对方不会害自己，也不会这么自私。如果真的不能再找婚配对象，苗微微不但锁死了阎罗的提升，其实也是害了自己。毕竟只要阎罗死了，家园就会崩溃，作为婚配对象的苗微微也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阎罗只用了一瞬间就想明白，没有任何犹豫就把秦谷丢进了嘴里。不要吃啊，阎罗大佬，他这是在害你。好歹毒的女蛊师，完了，阎罗大佬以后没法变强了。弹幕急了。然而阎罗只是把秦谷丢进嘴里，表情就变得古怪起来，怎么甜甜的，嚼起来还 Q 弹 Q 弹的。苗微微见阎罗都没有犹豫，就吃下蛊虫，眼睛微微一亮。阎罗算是通过他的考验了。苗微微展颜一笑，骗你的啦，就是 QQ 糖而已，只是做成了蛊虫的形状。阎罗配合的露出意外的表情，其实心里早就看穿了一切。好啊，你居然骗我！哼，不经历我的考验，就证明不了自己是个有胆色的男人，当然不能娶我。苗微微嘟着嘴道。那现在有这个资格了哦。阎罗坏笑道。苗微微笑容一僵，然后就猝不及防地被阎罗抱起来，朝着小木屋里走去。他脸颊微微发红，小鹿乱撞。虽然被选入国运游戏时就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可还是超紧张的好罚。人家才刚满18岁呢。画面黑屏。这一刻，所有观众都傻眼了。我靠，原来只是 QQ 糖吗？吓死我了！我就说这个女孩这么可爱，怎么可能让阎罗吃这么可怕的蛊虫？我记得刚才叫阎罗不要吃的，喊得最大声的就是你。6，一个个的变脸比翻书还快。相比于这个，阎罗大佬这波稳了啊！卧槽，是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们要拿下第2次洞房奖励了。我靠，期待！不知道这次会奖励我们龙国什么东西。上一次国运奖励，我爷爷都快嘎了，突然一脚把我蹬飞了。反正国运奖励差不了，我们等着就好。其他各国群众，8嘎，龙国人又要获得国运奖励了。思密达，凭什么龙国人能安然无恙？这不公平！可恶啊！我们阿三国才应该是亚洲第1强国。该死的龙国人，全靠运气走到这一步，下一次你们一定会翻车。龙国人运气怎么这么好？已经遇到3次婚配房了，进入了2次。这样的美人为什么要让东亚病夫得到？各国观众在直播间里一个劲的发弹幕，他们就是单纯的嫉妒的鸡儿发子，恨自己国家没这种好运。龙国最高指挥所之前说阎罗没有胜算的智囊脸色尴尬，合着他分析了半天，压根就没分析中。阎罗遇到的女蛊师和阿三国遇到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所谓的秦蛊也只是少女的一个小花招，其实是 QQ 糖。现场的气氛比之前轻松了不少。之前几大长老都担心阎罗翻车，龙国爆发灾难，现在局势逆转，龙国不但不会爆发灾难，还会拿到第2次洞房奖励。好，看来是我低估阎罗这小子的运气了。2长老脸上带着笑意，一个劲的说好。大长老闻言也是点头，脸上的表情早就从凝重变成喜色。现在危机解除，只等阎罗洞房完成，龙国国力将再次飞跃性的提升。哪怕是大长老也是心情大好，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阎罗这边画面长时间黑屏，3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还是黑屏，网友们这次都惊呆了，这合理吗？这还有人到吗？2个小时了，阎罗洞房要这么久吗？楼上的你肯定没关注上次黑屏的时间，阎罗愣是战斗了3个小时。3个小时，婚配对象受得了吗？我只记得妲己当时下不了床。我靠，阎罗大佬的能力，我的梦！阎罗哥哥好猛啊，不像有些人刚进去就结束了。你特么在内涵谁呢？破防了，我真的破防了，人比人气死人。各大网络平台，阎罗第2次洞房都是热搜榜第1名。众多网友讨论如何看待阎罗大佬坐拥2个美人，其他国家选手还没搞定第1个，怎么看待？跪着看待，阎罗大佬太强了。阎罗大佬 YYDS 一个人拥有2个婚配对象，羡慕的今儿发紫。我母胎单身 solo，
阎罗大佬左手性感妲己，右手清纯少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他国家选手还没一个洞房成功的。虽然羡慕，但这样其实很好，我们龙国会领先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龙国崛起，今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龙国人。龙国崛起，今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龙国人。10086，3个小时之后，黑屏终于结束。苗微微梨花带雨，窝在被子里，好痛啊！但是还有一点点享受真奇怪的感觉。苗微微还是第一次体验男女之事，被阎罗蛇疼得有些受不了。阎罗温柔地用梳子给苗微微梳头发，把凌乱的头发梳好。微微，衣服穿好，我带你回家。他笑道。但是你背我。苗微微低着头道，脸红透了。阎罗也没戳穿，给苗微微留了面子。女孩子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肯定走路会痛。他一个公主抱，带着苗微微消失在婚配房。恭喜你与苗微微完成洞房仪式，获得个人奖励，你获得 S 级技能毒蛊。毒蛊，你每次对敌人造成伤害，都会有一只毒蛊顺着伤口进入敌人体内，持续对敌人造成 25% 魔力值的真实伤害，最低持续10秒。注：毒素真伤持续时间受自身实力和对方实力影响，毒素层数可无限叠加。这毒蛊猛啊，居然是真实伤害。阎罗脸色一喜，但凡是接触过网游的都清楚真实伤害的含金量。所谓真实伤害，就是无视防御的伤害。可别看毒蛊只有25的魔力值伤害，它的持续时间最短都有10秒，累计250魔力值的真实伤害，威力十分恐怖，而且还可以叠加层数。而且毒蛊似乎可以和魅力四射的群伤搭配。阎罗目光一闪，如果可以的话，群体叠毒简直不要太变态。你让婚配对象格外满足，额外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体质5，力量5，敏捷5，魔力10，魅力15。个人面板变化：选手阎罗，等级1级，体质10 15注，普通人3-5，力量10 15，敏捷10 15，魔力10 20，魅力35 50注，普通人1-1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装备道具合金小刀 F 级。描述：除了给5星好评的读者，已经没人在帅气方面能与你一战。似乎妲己和苗微微都是以魔力手段为主，因此在魔力的增加上是第2高的。同时2个人都是大美女，阎罗超强的持久性让他们满意，就能触发额外奖励，导致魅力暴涨。不过人类的外表达到20点魅力就是极限了，多出来的提高的都是气质。在气质这方面，阎罗在人类里找不到对手了。阎罗试着挥舞了一下拳头，一拳打出破风声。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是真能一拳干死一头牛。普通人一拳大概能打出20到50公斤的力量，而轻量级拳击手大概在100到200公斤左右，做顶级的重量级拳击手能做到500公斤到800公斤。阎罗大概在轻量拳击手和重量级拳击手之间300公斤左右。这并不意味着重量级拳击手比阎罗强，重量级拳击手往往身材高大，体重200公斤，过于发达的肌肉导致他们的速度甚至不如消防员等职业。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也牺牲了速度和耐力。以阎罗的速度，所谓拳击手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恭喜龙国选手阎罗与苗微微完成洞房，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国运奖励发放，所有龙国人寿命2，体质1，力量1。随着国运奖励发放，所有龙国人再次感觉有玄妙的力量进入体内，身体变得更加年轻，身体素质变得更好，力气也变得更大。龙国人沸腾了。阎罗大佬 YYDS， 谢谢阎罗大佬。我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获得国运奖励后，医生说明天就能出院，谢谢阎罗，太感谢了。我也一直身体不太好，现在感觉耳聪目明，精神倍棒，牛逼啊！我现在力气变大了，搬砖都能多搬很多，平时一天只能挣200，现在能挣300了。老婆婆，我谢谢阎罗小伙子，我家老头子身体好多了，又能多陪我2年了。舒服啊，体质提高了，以前和老婆房事，她总是嫌弃我只有3分钟，现在老婆对我满意多了。卧槽，体质还有这个作用，我马上找我女朋友试试。醒醒，你没有女朋友？操，我破防了。国家运动员训练中心，一名举重运动员正在尝试自己从未挑战过的重量。这名运动员是女性，此前她只举起过134公斤，而这次她挑战160公斤。女运动员涨红的脸，从未挑战过的重量让她压力很大。
举不起来，他双臂用尽了力气，可就是举不起来。就在这时，国运奖励发放，一股心得力量进入体内。女运动员瞪大眼睛，然后一鼓作气，猛地举起手中160公斤的杠铃。1秒、2秒、3秒，成功！女运动员丢下杠铃，满眼都是激动的泪水。她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容和煦的男人和自己的合照。她的爱人1年前死于车祸，临死之前都嘱咐自己不要放弃梦想，一定要得到奥运冠军。我已经是轻量举重运动员的国内第一了，但是和鹰将国的选手还有一些差距。教练说要达到140公斤以上才能赢。现在我举起了160公斤。女运动员一边看着照片说话，一边哽咽哭泣。过了半晌，她才恢复平静，目光坚定地看向场馆的一侧。那里有块电子屏，此刻也被国运游戏接管，播放着国运游戏。我会为祖国，也为自己，还有我的爱人拿到奥运冠军。阎罗，谢谢你。龙国最高指挥所，大长老拿出一面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皱纹少了许多，原本只剩几根黑发，还是上一次国运奖励有的黑发，现在已经黑白相间了，起码有一半的头发变黑了。没有人希望自己轻易的老去，尤其是对于大长老这种有着伟大理想的男人。在实现自己的夙愿之前，他怎甘心自己老去？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复兴龙国，如当初的大唐盛世一般，举世无敌，万国来朝。如果他做不到，下一任接班人就要做到，还做不到，那就下一任继续。这就是历代龙国大长老的传承精神。泱泱华夏要回到属于他的位置，自古以来的那个位置。几大长老目光看向大屏幕，龙国选手阎罗，这个青年就是龙国崛起的最大希望。报告大长老，我们龙国的士兵现在全部达到了以前兵王的标准，一个个力大无穷，身体素质惊人。智囊团收集数据，已经分析出龙国士兵的变化。大长老闻言，那古井无波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喜色。好样的，强国先强军，有这样能打胜仗的军队，龙国才能屹立不倒。他说完，目光再次看向大屏幕。阎罗这小伙子，大长老是越看越欣赏了。毕竟龙国的变化都是阎罗带来的。回到家园，虽然房子很小，却有2位家人。苗微微被折腾得太累了，趴在床上就睡着了。3个小时的大战，她有点吃不消，都肿了。阎罗和妲己跑到厨房，一起研究面饼卷肉。先是把小麦做成面粉，再发酵做成面饼，煎熟。接着把青皮莽的肉块打碎成肉泥，放在面饼中卷起来。上锅一蒸，面饼卷肉完成。虽然没有调料，但肉块本身有油脂，而且青皮莽的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妲己吃的眼睛直弯，小嘴都鼓成了包子。好好吃哦，瞧你这样子，这还是没有调料呢，不然更香。阎罗笑道。他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要不是青皮莽的肉块本身就很鲜，没有调料可真的头疼了。不过至少比干巴巴黑面包好吃多了。阎罗又跑去叫苗微微，可苗微微实在累了，叫都叫不醒。他只能无奈的一笑，等他醒了再热给他吃好了。妲己点了点头。虽然他跟苗微微没啥感情，但都是阎罗的女人，有这层关系在，感觉以后会成为好姐妹呢。他也不会争风吃醋，所有人进入国运游戏都是做好了心理建设的，以后都是一家人。直播间好温馨啊，美人相伴，1日3餐。羡慕的今儿发紫，阎罗2个老婆还一点不争风吃醋，一个性感小美人，一个小清新少女，羡慕啊。阎罗大佬也太幸福了，别的选手还在苦苦挣扎，阎罗跟度假似的。好幸福的家庭，估计阎罗大佬很快就会造娃了吧。没错，怀孕也是有奖励的，目前来看阎罗大佬最有可能第一个拿下怀孕奖励。真好，我们龙国又要变得更好了。此刻所有人都对阎罗的生活羡慕不已。突然，兄弟们，鹰将国选手遇到红门了啊！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快去看，千万别让鹰将国的人得到美人啊。是啊，别的国家得到美人我还能接受，但是樱花国鹰将国这种我是接受不了。这次好像是个女人，女人也可以进入婚配游戏。可以，只是生孩子的变成玩家。很快，大量的各国观众涌入鹰将国直播间。直播画面，一个衣着暴露、纹着纹身的女人站在4扇门之前，其中一扇门赫然是粉红色的婚配房。真是好运，居然有婚配房。这个女人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她叫艾米丽，是一个极致的黑人崇尚者。在她眼中，鹰将国这个伟大的国家都是靠黑人才壮大强盛的，而且黑人的那个都很大，交黑人男朋友特别爽，远远不是白人能比的。艾米丽还没开门就想好了，里面不管是什么种族的都可以，
只要那里大能让他爽就行。直播间，艾米丽，这个人我认识，是个极致黑人崇尚者。卧槽，我还在某个色色网站上看见过他一个人大战3个小黑。这个人看不起白人，觉得小黑才是最好的。见过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没想到还有用下半身思考的女人。如果你们浏览色色网站，就知道艾米丽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连狗都试过。卧槽，这么狠！虽然很恶心，但是这个女人进入国运婚配游戏岂不是无敌的？是啊，就没有她不敢上的，是个棍子她都愿意接着。艾米丽脸上没有犹豫和害怕，她连自己的宠物狗都不放过，还怕什么？只要能让她爽，随便是什么都可以。她毫不犹豫地打开的婚配房的大门，进入其中。入眼居然是金属质感的地面，周围的墙壁也是看起来就很坚硬的金属，偶尔还有一些看不懂的高科技仪器在运转。艾米丽目光一闪，这种场景一看就是高智慧生物的房间，难道是外星人？艾米丽舔了舔嘴唇，目光中透露着兴奋，她还没跟外星人试过呢。直播间鹰酱国人狂喜，看这个样子应该是高智慧生物的房间，这就好办了。高智慧生物大都是人形的，对于艾米丽毫无挑战性。是的，艾米丽连狗都可以，更别提人形生物了。太好了，我们鹰酱国很快就可以拿下洞房奖励了。龙国人等着吧，我们鹰酱国才是第一，你们只是运气好走在前面。艾米丽继续向着房间深处走去，只是越往里走，金属墙壁就变得越来越锈迹斑斑，光线也越来越暗。不知怎么的，艾米丽心中开始不安起来，她总有不好的预感。突然，一根粗壮的红色触手猛然从深处游走出来，一把缠住艾米丽的腰肢。艾米丽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场景飞速倒退，把她带到了房间深处。眼前赫然是一颗巨大的肉球，不断流淌着恶心的汁液，同时身上还长着无数粗壮的触手。你就是我的配偶。艾米丽居然听懂了触手怪所说的话，看到这恶心的触手怪，连她这个变态内心也受到巨大的冲击。电影里看和现实中看到不是一个概念，肮脏的臭味只是闻一下都让人胃液翻滚。鹰酱国直播间所有人都傻眼了，卧槽，触手怪好恶心啊，浑身流脓，还有莫名的汁液。完蛋了，艾米丽应该没勇气和触手怪洞房吧？该死啊，我们鹰酱国要爆发灾难了。哦，好恶心，看了都要吐，昨天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妈的，电影里看和现实看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恶心爆了。这一刻，所有鹰酱国人心都沉入了谷底。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艾米丽会退缩，被触手怪杀死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艾米丽看着那手臂粗的超长触手，居然舔了舔嘴唇，整个人在颤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看起来就好大，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她这样想着，一边说道：没错，我就是你的配偶，我们洞房吧。各国观众，所有人都惊呆了。当艾米丽褪去衣裳，走向触手怪，画面黑屏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我靠，我感觉三观都被震碎了。艾米丽大战触手怪，哦，好恶心，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这可不是小黄漫，这是现实啊！离谱，不愧是黑人崇尚者，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太可怕了！果然女人用下半身思考比男人还可怕。各国网友纷纷吐槽，鹰酱国人顿时跳脚了。别管艾米丽再怎么变态，只要拿下国运奖励，对于鹰酱国人可都是大好事。你们在这里狗叫什么？一群低等民族！没错，我鹰酱国就是最伟大的国家，艾米丽为国捐躯，值得赞扬。我们马上就要拿下国运奖励，超越龙国，走着瞧吧。没错，运气只是一时的，艾米丽才是真正的实力派。变态怎么了？变态才能让国家强盛。就在鹰酱国人集体沸腾的时候，黑屏突然结束，整个黑屏过程只持续了几十秒。画面中，艾米丽整个下半身血肉模糊，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样子，眼睛也是失去了光泽死了。艾米丽确实够变态，哪怕是手臂粗，其实有些女人也未必承受不了，毕竟生孩子女人都能扛下来。但是她忽略了一点，女人能够承受的长度是有极限的。触手怪动辄几米长的触手，怎么可能是正常人类承受得住的？鹰酱国选手在洞房中失血过多死亡，洞房仪式失败，选手死亡，鹰酱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定，触手怪大军，10万只触手怪将降临鹰酱国，疯狂猎杀黑人崇尚者，男女不限。鹰酱国人前面有多硬气，多得意，现在就有多绝望。10万触手怪将临鹰酱国，触手怪拥有庞大的身躯，惊人的恢复能力，一般的子弹和炮弹根本伤不到触手怪。一只只触手怪出现在鹰酱国每一个角落，疯狂屠杀黑人崇尚者，鲜血，哀嚎，整个鹰酱国土地都是绝望的氛围。啊，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只不过交了一个黑人男朋友，我不是黑人崇尚者，触手怪为什么要追杀我？救命！我不想死，死人了，死了好多人，我知道错了啊！我被坑死了，我好后悔，为什么我要移民鹰将国？军队来了，有救了！什么？机枪和炮弹都打不死触手怪，完蛋了！现在鹰将国变成人间地狱了，到处都是触手怪和人们的尸体。鹰将国虽然盟友众多，但那都是屈服于鹰将国强大的国力。事实上，很多国家的老百姓早就恨死了全世界掀起战争的鹰将国。人心中总有一片明镜，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看到鹰将国现在这么惨，眨眼就死伤几十万人，而且过一段时间还会更多。各国老百姓拍手叫好，一阵欢呼。活该，这就是遭天谴了。鹰将国做事一直霸道，不把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当人。死得好，鹰将国人死得越多我越高兴，早就看鹰将国不爽了。好，好，太好了！鹰将国曾在我的国家掀起战争，我爸妈都死在了那场内乱里，现在老天爷帮我报仇。如果是其他国家爆发灾难，我一定很同情，可是鹰将国死得好，死得漂亮。早就恶心那些小黑留学生了，在国内胡作非为，现在死的都是黑人崇尚者，干得漂亮。许多国家的观众不但不同情鹰将国的遭遇，还拍手称快。有句话说的好，自作孽不可活。眼看鹰将国伤亡持续飙升，几十分钟就接近100万人，甚至还有不少富人和官员死在灾难中。那些大资本家也慌了，联合向政府施压，要求使用超级武器。他们也怕死，普通人死了就死了，那轮到这些大资本家死，他们可就不乐意。鹰将国政府迫于压力，只能大量使用新式导弹，高超声速导弹速度快，威力巨大，轰杀了不少触手怪。搭载激光武器的超级坦克持续输出，激光能达到几千度的高温，连几十厘米厚的钢板都能击穿。鹰将国不惜暴露底牌，消耗底蕴，终于一定程度遏制了灾难。伤亡的增加开始减少，但最终数字依旧定格在80万人死亡，200万人受伤，伤亡接近300万。相比于伤亡，财产损失同样惊人。不说别的，高超声速导弹一枚就要5000万美元，鹰将国至少发射了几百枚。还有被触手怪摧毁的房屋、工厂，超级坦克损失上千亿美金。鹰将国难怪是超级大国，底蕴还真深。确实，这些超级武器连触手怪都能击杀。不过这一次灾难，鹰将国几乎把高超声速导弹全打光了，损失非常大。据说超级坦克也被触手怪摧毁了一半，鹰将国估计要心肝疼了。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用了，鹰将国等于没有底牌了。各国人议论纷纷。龙国最高指挥所紧急会议再次开启。这一次，鹰将国暴露了所有底牌，对于龙国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报告大长老，经过我们的分析，鹰将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还要高于我国，但差距已经并不大了。我们的电磁炮超级坦克虽然持续输出能力差一些，但是单发威力更大，只要命中，一炮就能摧毁鹰将国的超级坦克。而且鹰将国的超声速导弹没有变轨能力，我们正在研发的导弹却能机动变轨。这一刻摸清了鹰将国的底牌，在场的高层振奋不已。如此一来，大国竞争，龙国会更有胜算，可以针对性的研究克制鹰将国的武器。这样一来，鹰将国再不敢轻举妄动，国家安全更有保障。龙国直播间，阎罗这边画面还没恢复多久，再一次陷入黑屏。主打一个要把2位家人喂饱为止，1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外界，又是熟悉的3个小时。阎罗大佬太猛了，只有他一头牛能把田耕坏。这样下去，应该很快就会有美人怀孕了。我倒是好奇，阎罗大佬现在是1对1，还是在1对2？卧槽，要不要这么刺激？简直不要太离谱！以1敌2还能3个小时？3个小时后，画面终于清晰，两女吐着舌头，翻着白眼，躺在床上，一副被玩坏了的模样。阎罗背着小凳子坐在家园门口，和煦的阳光，轻柔的微风，整个人惬意无比，手里还拿着热好的面饼卷肉，偶尔来上一口。两女过了一会儿，才互相搀扶着走出小木屋，一个个用嗔怪的表情看着阎罗。夫君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太粗暴了。妲己嘟着嘴，要不是苗微微扶着，感觉站都站不稳了。苗微微脸色发红，轻轻嗯了一声，阎罗这个坏蛋居然对着他一个人来了7次，要不是他身体好，还真吃不消。两女也不打扰阎罗晒太阳，拿着小凳子坐在旁边。这样下去，我应该肯定很快就会有夫君的小孩吧？妲己憧憬地笑道。那不一定，说不定是我先怀上夫君的孩子呢。苗微微不甘示弱地说道。他们2个可是打了赌的，谁先有孩子，谁就是大夫人。
以后小夫人要给戴夫人端茶倒水揉肩膀。哼，走着瞧，大夫人一定是我的。妲己拍了拍硕大的胸脯，傲娇道。苗微微也撅着嘴，走着瞧。直播间一片羡慕的声音。我干，看样子真是以一敌二啊！我靠，阎罗大佬这也太爽了吧！关键点难道不是阎罗大佬以一敌二还不落下风吗？要是我家老公有阎罗一半的实力就好了，他就3分钟，每次还没什么感觉就结束了。好羡慕，2个美女抢着想要给阎罗生孩子。妲己和苗微微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都想当大夫人。就在所有人议论的时候，国运游戏发出一条公告：奇遇活动开启。奇遇活动为随机活动，将挑选随机3个国家选手降临奇遇。注意，奇遇将直接降临在选手家园中。正在选择幸运奇遇选手，选择成功。樱花国、泡菜国、龙国选手家园中会出现奇遇。公告出现的瞬间，各国观众都炸锅了。卧槽，新玩法！奇遇降临，这不公平！凭什么只有这3个国家有奇遇，我们阿3国没有？黑幕，一定是黑幕！奇遇应该降临在我们鹰将国。哈哈哈，太好了，我们龙国也有奇遇。按公告的顺序，第一个降临奇遇的应该是樱花国。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有奇遇。靠！一时间，各国观众都涌入樱花国直播间，想要看看所谓的奇遇到底是什么样的奖励。上一次樱花国选手死亡，24小时之后进入了一名新选手。国运游戏就是这样，除非国家灭亡，会一直挑选新选手进入国运游戏。岸本齐三是一名眼镜男，昨天就已经进入国运游戏，却待在家园里不肯出去。前面的选手死得太惨，让他完全没有出去挑战门的勇气。但是食物是有限的，他也顶多只能撑个2-3天，就一定要出去挑战门了，不然得活活饿死。听到奇遇降临家园，第一个就是自己。岸本齐三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游戏，这种好事居然轮到我了，不用出去挑战门，就那获得奖励。岸本齐三忍不住哈哈大笑，眼镜都笑歪了。自己真是太幸运了。樱花国直播间，樱花国人也乐疯了。游戏时来运转，我们樱花国要获得神秘奖励了。之前我嘲笑岸本齐三是个懦夫，现在我收回之前的话。没错，要是他昨天就去挑战门了，说不定就死了。现在好了，我们樱花国将获得奇遇。游戏，我们樱花国一定会崛起，龙国等着吧，等我们强大了，你们的土地都是我们樱花国的。没错，东亚病夫不配拥有那么广袤的土地，高贵的樱花国获得土地后，一定比龙国那群垃圾开发的更好。樱花国人始终窥伺着龙国的土地，毕竟他们是个弹丸之地的岛国，资源贫瘠，最渴望的就是广袤的土地。然而这番话却大大激怒了龙国观众。我去你妈的，上世纪的仇我们不会忘记，永远永远不会。奇遇又怎么样？一次奇遇我就不信你们实力能追上阎罗。没错，阎罗都拿下3-4次奖励了，樱花国就是一群畜生。阎罗大佬也有奇遇，你们等着，只要龙国崛起，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你们樱花国。两边吵得不可开交，樱花国人现在信心爆棚，毕竟他们要第一个拿下奇遇奖励，国力一定会大大增加。在所有樱花国人期待的目光中，10、9、3、2、1，奇遇降临。一位樱花国选手匹配奇遇核废水海底巨兽，击败被核污染的海底巨兽，将获得超级奖励。公告落下的瞬间，岸本齐三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僵硬。一只3个鱼头、8只触手组成深海巨兽从天而降，10几米高的身躯沉重无比，将地面砸出一个玻璃网状的大坑，一片烟尘四起。巨兽6只猩红的双眼看向岸本齐三，隐隐中目光还带着一丝仇恨和怨毒。你就是挑战者！恐怖的声音响起，岸本齐三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看着10几米高的巨兽，裤裆处直接流出橙黄色的液体。这是人类能战胜的东西？我不想死！樱花国观众全部傻眼了，脸上的笑容都戛然而止。八嘎，怎么是深海巨兽？你管这叫奇遇？这不是要人命吗？八嘎，快跑！我不想死，上一次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完蛋了，我们完蛋了！可恶啊，这哪里是奇遇，这就是个阴谋。樱花国观众一片哀嚎，眼睁睁看着深海巨兽一根巨大的触手把岸本齐三砸成肉饼。樱花国选手在挑战奇遇中死亡，樱花国将爆发灾难。灾难选择成功，和沸水之殇。深海中会出现10万只愤怒的海底巨兽，袭击樱花国城市，无差别向樱花国人复仇。一时间，一只体型巨大、恐怖无比的深海巨兽从海底出现，疯狂地袭击樱花国的沿海城市。海底巨兽随意一个冲击，就能把高楼大厦撞得倒塌。
无数樱花国人被倒塌的建筑活活砸死，死亡人数飙升。10万、30万、80万，樱花国军队完全没有实力抗衡深海巨兽。普通导弹打在10几米高的深海巨兽身上，犹如挠痒痒一般，一个个高楼倒塌。樱花国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沿海城市被巨兽摧毁。深海巨兽们一口气摧毁了好几个城市，才终于尽兴，一个个回到深海中。樱花国伤亡最终定格在惊人300万，更是被摧毁了好几座城市，经济损失无法估量。啊！我居住的城市建筑全部被深海巨兽摧毁了，死了，都死了，我身边的人都死光了。我被倒塌的雕像把2条腿砸断了，我不想当残疾人，我不活了。八嘎，国运游戏简直就是混蛋游戏，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没用的军队连深海巨兽都阻挡不了。啊！谁来救救我？我还被埋在废墟下面。这一刻，樱花国可以说变成了人间炼狱。然而，对于樱花国的遭遇，很多人却并不同情。其中，泡菜国民众最欢，要你们排放核污水，现在遭报应了吧？思密达用龙国人的话，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樱花国排放核污水，让我们的渔民失去了收入。我们泡菜国吃的都是海盐，现在因为樱花国只能进口别的国家的井盐。漂亮，樱花国人的报应来了。你们死再多人，我也不同情。我是渔民，都是樱花国，让我失去了生计，死吧，死得越多越好。你们别得意得太早，你们泡菜国也被奇遇选中了，奇遇就是一个天坑，泡菜国人等死吧。没错，你们一定会承受和我们樱花国一样的灾难。这一下，泡菜国人猛然惊醒。是啊，他们也被奇遇选中了。泡菜国人心情沉入谷底，都没心情继续和樱花国撕逼，赶紧回到自己国家的直播间查看情况。泡菜国新选手赵允熙此刻还完全不知道樱花国的遭遇，毕竟他又不能看其他选手的直播。听到奇遇降临，赵允熙一脸喜色。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国运游戏几个小时，就遇到这种好事情。看到赵允熙还沉浸在喜悦中，泡菜国人全部急眼了。你还乐？你知不道等下要面对什么？完了，要是我们也来一个挑战奇遇，那就完蛋了。该死啊！赵允熙刚进入国运游戏，怎么可能打得过怪物？难道我们泡菜国也要降临灾难了？泡菜国人忧心忡忡，樱花国人则是幸灾乐祸。刚才一个个不是笑得很欢，等着吧，你们泡菜国也要爆发灾难。还笑？等会你们这个选手肯定就要吓尿了。10、9、3、2、1，奇遇降临。一位泡菜国选手匹配奇遇神器的宝箱。奇遇降临。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赵允熙的家园外面突然出现一条红毯。宽长的红毯一直铺了几十米，尽头是一片珠光宝气的景象宝石、珠宝、黄金堆成一座小山，中间还放着一个金灿灿的宝箱。赵允熙神色狂喜，目光中透露着贪婪。宝箱，哈哈哈，我运气实在太好了，居然是宝箱！赵允熙欢呼，赶紧走上红毯，朝着金灿灿的宝箱走去。各国观众都傻眼了，尤其是樱花国人，一个个气急败坏。八嘎，凭什么他们那是宝箱？就是，凭什么？我们遇到怪物，他们遇到宝箱，这不公平！该死的泡菜国混蛋，居然这么好运！这下泡菜国人担忧的情绪消失，一个个又开始狂妄自大起来。哈哈哈，我就说我们泡菜国是宇宙第一强国，运气不可能差。没错，泡菜国才是最棒的。樱花国的混蛋们看到了吧？我们泡菜国的运气不是你们这种低等民族能比的。还有龙国，不要得意，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你们。用不了多久，泡菜国就会统一半岛，拿回属于泡菜国的荣耀。不只要统一半岛，我们还要和鹰将爸爸拿下龙国的东北。哈哈哈，不错！狂妄的泡菜国人立刻就激怒了龙国百万剑仙。我去你妈的，还想要你祖宗的东西！醒醒，过去几千年，你们不过是龙国的附属国。当年我们的使臣到你们那弹丸之地，你们的皇帝都有扫踏相迎。没错，区区弹丸之国还敢开口喷粪。要论辈分和历史，我们龙国就是你们祖宗。来，叫声爷爷听听。臭不要脸的泡菜人，靠跪舔鹰降国起来的，没什么了不起。一群没有脊梁骨的杂碎。一片争吵声中，泡菜人完全被龙国剑仙压制。开玩笑，能喷赢龙国剑仙的人还没诞生。赵允熙终于来到金灿灿的宝箱面前，他目光贪婪，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随着他开口，直播间的争吵也淡了下来，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宝箱上。泡菜国要崛起了。就在赵允熙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他毫无防备地打开了宝箱。当宝箱打开的瞬间，却不是意料中的礼物。宝箱是伪装的，里面是一张血盆大口、锋利尖锐的牙齿，密密麻麻。
赵允熙甚至没来得及露出惊恐的表情，就被宝箱怪一口咬掉了脑袋，只剩下一具无头尸体，血流如注，无力地瘫倒在地。变化来得太快，泡菜国人甚至还沉浸在喜悦中。泡菜国选手赵允熙被宝箱怪击杀，泡菜国即将爆发灾难。灾难选定：吃人的宝箱。泡菜国将降临100万只吃人的宝箱，遇到活人就会吃掉。灾难降临，直到公告发出，泡菜国人才回过神来，脸上的笑容全部变得僵硬。思密达，发生了什么？赵允熙怎么突然死了？可恶啊！那根本就不是宝箱，而是伪装成宝箱的怪物。该死！灾难爆发了！我在街上看到了好多吃人的宝箱怪。不好，我家里有一只，救命！啊！该死的赵允熙，为什么不谨慎一点？又要死好多人，这么快就爆发第二次灾难了！完蛋了！完蛋了啊！一时间，泡菜国到处都是吃人的宝箱怪，很多人只是下楼丢个垃圾，就被伪装成垃圾桶的宝箱怪活生生吃掉了。相比于其他灾难，宝箱怪擅长伪装，让很多人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宝箱怪的食物。泡菜国人全部躲在家里瑟瑟发抖，连出门都不敢了。可是宝箱怪依然会撞破窗户或者大门进来吃人。泡菜国死亡人数开始飙升，10万、30万、70万、100万，擅长伪装的宝箱怪防不胜防，哪怕是军队也很难识破伪装的宝箱怪，导致完全没有人能阻止宝箱怪的杀人。到了最后，泡菜国政府没了办法，只能要求所有人将箱子一类的东西全部销毁，储物箱、冰箱、垃圾桶全部砸烂丢掉。这一下不但死了不少人，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生产冰箱、储物柜、垃圾桶这些物品的工厂全部倒闭，最终死亡人数定格在180万，经济损失上千亿美金，还有上百万工人失业。泡菜国损失巨大，许多国家的观众都看不顺眼泡菜国人，泡菜国越惨，他们越高兴。尤西，我就知道泡菜国也会和我们一样遭遇灾难，泡菜国就是活该，要他们天天狂的要死，自称宇宙第1强国。漂亮，还敢拿我们龙国的土地说事，现在遭报应了吧？龙国土地寸土不让，不是你们这种弹丸小国有资格染指的。你们龙国人别高兴得太早，别忘了你们也有奇遇。哈哈，这根本就不是奇遇，是厄运，是灾难。龙国也会爆发灾难，就算你们的选手之前幸运，这次也必死无疑。没错，龙国人，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龙国观众这下也顾不上撕逼了，赶紧回到龙国直播间。此刻阎罗又一次黑屏结束，还在努力造瓦。阎罗也得到消息会有奇遇降临，顾不上其他，他赶紧走出小木屋，等待所谓奇遇。他目光平静，没有其他遇上奇遇者那样狂喜。奇遇，阎罗喃喃自语，不相信国运游戏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所谓奇遇，大概率是一个坑。要知道，要不是阎罗有着提示之眼和点化之力，他都不一定能活到现在。每次4扇门的挑战，能留一张生门就不错了。国运游戏绝对不会那么好心。想明白这一点，阎罗装备上合金小刀，随时准备面对所谓的奇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龙国直播间，主持人冰冰看到阎罗有准备的样子，也是松了一口气，开始解说。可以看到，我们龙国的选手阎罗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选手一样喜出望外，反而装备上武器，谨慎地面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直播间观众们一听，也纷纷附和。当然了，这可是阎罗大佬，能活到现在，肯定不是其他选手能比的。而且阎罗大佬实力很强，毕竟拿了好几次奖励，领先其他选手一大截。况且，咱阎罗大佬有2个婚配对象啊，就算自己打不过，还有妲己和苗薇薇呢。卧槽，是这个道理。那这波稳了。我只能说，阎罗大佬 YYDS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龙国人在铲除假洋鬼子和内奸之后，又获得了好几次国运奖励，正是民族自豪感爆棚的时候。此时也没人出来说阎罗的风凉话。10、9、3、2、1，奇遇降临，奇遇确定，挑战地级 BOSS 3头烈火狼，挑战成功将获得海量奖励。接着，一头长着3个脑袋、浑身毛发血红的狼出现在家园外。这只3头烈火狼体型巨大，比牛还要大一圈。阎罗目光平静，提示之眼很快就获得了3头烈火狼的信息。怪物名称：3头烈火狼，类型 BOSS， 实力水平地级，描述：虽然它很强，但对于你来说不在话下。看到如此恐怖的巨狼，直播间炸锅了。卧槽，这不是普通怪物，居然是 BOSS 级的怪物！完蛋了，这可怎么办啊？阎罗大佬能赢吗？不知道呀，
我现在慌的一批，毕竟没有选手遇到过 BOSS， 怎么这么倒霉？阎罗大佬居然遇到 BOSS 了！看到这一幕，樱花国和泡菜国观众狂喜。人性如此，自己过得不好，就希望别人也过得不好，不然心里就不平衡。现在阎罗遭遇 BOSS， 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哈哈哈哈！太好了，阎罗终于蹦跶不起来了。我就说，你们龙国也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灾难不会只给樱花国，你们龙国也跑不了。思密达看见龙国人遇到危机我就高兴。尤西，等龙国人灾难爆发，国运肯定下降，迟早有一天龙国的土地是我们的。阎罗目光平静，甚至没有叫妲己和苗微微出来帮忙的想法，直接一个迎着三头烈火狼冲了上去。看到阎罗不叫帮手，一个人出手，连龙国观众都急了。阎罗大佬别拖大呀！是啊，为什么不叫婚配对象帮忙啊？小心啊！阎罗速度飞快，整个人犹如一道残影出现在三头烈火狼身侧，合金小刀瞬息间刺向后者的眼睛。三头烈火狼速度比青皮蟒快了不知道多少，一爪子拍向阎罗。狼爪和合金小刀一触即分，双方都没有受伤。三头烈火狼脸上闪过一丝人性化的惊愕，这个人类居然能在力量上和自己较量。要知道他这一爪子下去，连棕熊都会被拍成两截。双方又缠斗了几个回合，三头烈火狼见普通手段无效，中间的榔头猛然张嘴，一颗赤红色的火球喷涌而出，砰！火焰冲天，高温让空气都微微扭曲，翻滚的浓烟遮蔽视线。三头烈火狼眼中闪过喜色，别说区区一个人类，哪怕是那些皮糙肉厚的怪物，吃他一发赤炎弹也得死。一块巨石后面，阎罗目光微微一凝，果然 BOSS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直播间此刻已经炸锅了，卧槽，这只三头狼还会魔法，这是火球术吗？好大的威力！阎罗大佬呢？他不会有事吧？就在众人担心不已的时候，一阵特殊的光芒闪过，三头烈火狼头晕目眩，被魅力四射控制，紧接着黑金小刀从烈火中激射而出，扎在他的右眼中。鲜血！嘶吼！三头烈火狼吃痛，怨毒的目光看向从烈火中走出的阎罗。该死的杂碎，我要把你生吞活剥！三头烈火狼暴怒，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体内钻心的头疼。三头烈火狼痛得在地上打滚，口中还不断溢出鲜血。什么时候，这个卑鄙的人类居然给自己下毒了？卑鄙小人！三头烈火狼一声怒吼，感觉着生命力的流逝，用尽最后的力量喷出一颗火球。阎罗早就防着对方临死反扑，朝着右边一个翻滚，惊险地躲开火球爆炸范围。他站起身，背后是冲天的火焰和烟尘，眼神却平静无比。有着提示之眼，一开始输赢就已经确定。看到阎罗一套丝滑连招击杀三头烈火狼，龙国观众还有主持人冰冰都松了一口气。阎罗大佬 YYDS， 看样子阎罗大佬应该得到了苗微微一部分能力，给三头烈火狼下毒了。太丝滑了，一套连招带走 BOSS， 一个控制技能，一个毒伤技能，怎么输？阎罗大佬太冷静了，连火球术都能躲开。主持人冰冰也是一脸喜色，赶紧分析道：三头烈火狼实力其实还在阎罗之上，但是阎罗依靠自身冷静的战斗天赋，第一次依靠地形躲开了火球术，第二次则是靠预判躲开了火球术。直播间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是啊，阎罗大佬虽然有技能，但是身板脆啊，吃一发火球术估计就人没了。这就是战斗天赋吗？换成别人碰到这么大威力的火球术，估计都吓得腿发抖了。阎罗大佬就是为战斗而生的，操作实在细节。家园，阎罗做了几个深呼吸，整个人才彻底平静下来。只有自己才能知道刚才的战斗有多凶险。 BOSS 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觑。国运游戏检测到选手特性，正在具化为面板技能。恭喜你发掘了自身潜能，获得 S 级天赋猎手。猎手，你拥有敏锐的战斗直觉，往往能料敌先机，在战斗中占据优势效果。战斗直觉30，敏捷10。注：技能加成不显示在基础面板中，只在战斗中触发。阎罗脸色一喜，没想到选手也可以依靠战斗锻炼出模板技能。不过猎手这个技能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第一次接触战斗开始，阎罗在战斗中的表现就显得格外的冷静和可靠。换做一般人，面对怪物肯定会有恐惧的情绪，可是阎罗却完全没有这种情绪，可以很快的进入战斗中，冷静的判断敌我优势，利用各种条件获得战斗的胜利。奇遇挑战成功，正在为龙国选手发放超级奖励。随着国运游戏声音落下，3样物品出现在三头烈火狼死亡的地方，龙国直播间沸腾了。卧槽，起飞了，3个奖励！
3个国家遭遇奇遇，咱龙国是唯一一个挑战成功的。阎罗大佬牛逼，阎罗大佬的实力又要提升了，不知道奖励会是什么好东西，太期待了。这可是 BOSS 首杀，奖励肯定差不了。其他各国的观众一个个羡慕的要死，其中泡菜国和樱花国人更是脸上火辣辣的疼。刚才他们还一个个嘲讽阎罗，嘲讽龙国，没想到龙国的选手就拿下了足足3样奖励。外界的一切干扰不了阎罗。阎罗大步走到3样物品前，第一样奖励是一把呈红色刀柄的长刀，赤火刀，等级 D 级，效果攻击力30点，破甲10点，攻击附带10点火属性法球伤害。阎罗脸色一喜，这可比合金小刀猛多了，简直是小极品武器。合金小刀，等级 F 级，效果攻击力10点，破甲1点。对比一下，赤火刀多了20点攻击，9点破甲，还有10点火焰伤害。有了趁手的武器，阎罗实力还要提高一大截。阎罗装备上赤火刀，对着1块半人高的巨石一刀劈下，力拔山河气盖世。一刀下去，巨石一分为2，断口更是有被火焰灼烧的焦黑痕迹，好恐怖的威力！卧槽，这么大的石头一刀劈成2半，神器啊，太牛逼了！我丢，这个威力是人类能做到的吗？这么厚的石块，迫击炮都不一定能打碎吧？直播间的观众都震惊了。阎罗接着拿起第2样物品，是5颗有着蓝色花纹的石头，小经验石，效果使用后获得少量经验，可以提升选手的等级。好东西！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毫不犹豫地使用。定，你使用小经验石，等级2。定，你使用小经验石，等级2。定，你使用小经验石，等级2。定，你使用小经验石，等级1。你的等级达到 LV 时，获得18点自由属性，是否立即分配？分配。阎罗把18点属性均匀分配在体力米上。他也不是没想过把属性点全部加在体质上，这样自己的生命安全就会特别有保障，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光有防御力，没有杀伤敌人的能力，敌人哪怕刮痧也能刮死你。毕竟这不是网游，防御再高，眼睛、太阳穴这种地方也很脆弱。选手阎罗，等级1级、10级，体质15、21柱，普通人3-5，力量15、21，敏捷15、21，魔力20，魅力50柱，普通人1-1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描述合格的猎人，你已经有资格在国运游戏生存了。实力提升，阎罗可谓心情愉悦，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反应能力变得更强了。看向最后一样奖励，是一张蓝图。物品严谨蓝图，品质 C 级，效果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食盐。描述可别小瞧这个建筑，食盐可是硬通货。直播间观众们也看到了蓝图的作用，主持人冰冰笑着解说起来。食盐中有人体必需的元素，长期不吃食盐会得低血钠症，全身无力，神经衰弱。对于生活中的我们，食盐随手可得，但是在国运游戏里，食盐说不定是一种珍贵的硬通货。冰冰的一番话也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恍然大悟，原来食盐不只是调味品，还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是的，我看过山羊爬到悬崖峭壁上，就是为了舔石头获取盐分。是啊，大部分生物都需要盐分才能维持身体健康。谢谢科普，原来食盐这么重要啊。阎罗回到小木屋旁，找了一块宽阔的空地，直接就使用了蓝图。他早就想要食盐了，一个是维持身体健康需要食盐，另一个就是一点盐都不放做的菜真的没啥味道啊。有句话说得好，盐乃百味之王。随着蓝图化为一阵光芒消失，一个占地4大小的盐井建设完成。站在井口向里面望去，都是白花花的井盐。食盐可是仅次于粮食的硬通货。阎罗低声自语，目光中闪过一丝喜悦，用木桶打了一点食盐上来，当即就开始烧菜。椒盐蟒肉，睡得正香的妲己鼻子嗅了嗅，一缕晶莹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她猛地睁开眼睛，摇醒一旁的苗微微。好香，夫君在做什么啊？两女闻到香味，瞬间馋虫被勾上来了，像小兔子一般窜到厨房。苗微微还表现得镇定一点，妲己阿巴阿巴都要流口水了。阎罗笑着摇摇头，就是简单的椒盐烤肉而已。一会儿，烤肉就做好了
3个人围坐在木桌子旁边，大口大口吃了起来。苗微微明明年纪更小，反而表现得还淑女一点。妲己则是吃得眼睛冒星星，小嘴上都是油渍。阎罗这才意识到，妲己还是他帮忙化形的，心理年龄其实比苗微微要小得多。阎罗笑了笑，温柔地摸了摸妲己的脑袋，眼神中带着一丝宠溺。温馨的一幕让直播间的观众们羡慕死了。卧槽，不带这么杀狗的！阎罗大佬这是开启度假模式了。别家选手还在担惊受怕，随时都会嗝屁，阎罗大佬这边都有空研究美食了。椒盐蟒肉到底有多好吃啊？妲己都吃的眼睛冒星星了。大半夜的我都看饿了，羡慕的阿巴阿巴。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吃完烤肉，阎罗这边又进入黑屏状态，主打一个努力造娃。外界随着阎罗建成严谨，龙国也获得国家奖励。恭喜龙国选手阎罗挑战奇遇成功，正在为龙国发放国运奖励。恭喜龙国获得奖励，盐矿储存量提升500，产量提高100。随着奖励到账，大西北的盐湖再一次扩大，白花花的食盐堆得犹如小山一般。原本因为樱花国排放核污水，导致食盐短时间供不应求，因为海盐已经没人敢吃了。现在龙国的矿盐储存量暴涨5倍，产量也跟着翻倍。不光国内老百姓有吃不完的食盐，甚至还有余力向其他国家出口。龙国最高指挥所根据智囊团紧急开会分析，矿盐大出口将为龙国新增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带来额外上千亿龙国币的收入。许多依靠海盐的小国都不得不进口龙国的食盐，龙国在他们口中多出了一个称号——盐之国，建立在食盐之上的富裕国度。新的一天，阎罗再次出现在4扇门之前。环境房，毒气之都，要求存活10分钟，存活率5。副本房，失控的猫咪，这是一只认为自己是狗的猫咪，一旦让它发现自己是猫咪，会发生恐怖的灾厄。存活率1。物资房，里面有10个单位的小麦。BOSS 房，里面有一只 C 级 BOSS 邪教教主。描述：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你胜算不大，但是别忘了你实力不错的妻子。第2个房间直接被阎罗越过，他没有自虐倾向。第3个房间是物资房，胜在稳妥，只是小麦现在阎罗多的是，对他真没什么作用。第4个房间是 BOSS， 还是 C 级？阎罗喃喃自语，摸了摸下巴。一番思考，他回到家园去叫妲己和苗微微去了。能群殴，为什么要单挑？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疑惑不已。阎罗大佬怎么看了一眼就回去了？难道打算先放弃？现在阎罗大佬有吃有喝，未必愿意继续冒险了。不管怎么样，我支持阎罗大佬，现在就算不闯门，专心造娃，我们龙国也能获得奖励。可笑，没胆量就是没胆量，笑死了！龙国选手要止步不前了，等着吧，我们的选手很快就会追上来。靠运气的人终究是走不远的，算他识相，等运气都用光了，再挑战门就是找死，没人能抑制好运。各国观众早就嫉妒死龙国了，现在看到阎罗不敢继续挑战门，一个个跳出来嘲讽，龙国人立刻和这些家伙对喷起来。很快弹幕戛然而止，阎罗带着妲己和苗微微出现在4扇门面前，所有人这才意识到他们误会阎罗了，人家是去摇人了。阎罗没有过多的解释，带着2位老婆直接打开了第4扇门。龙国选手阎罗进入 C 级 BOSS 房，一则公告，所有人都炸锅了。卧槽 ，C 级 BOSS， 这运气也太差了吧！昨天的3头狼也才D级吧？D级都那么可怕 ，C 级有多强？感觉阎罗大佬这次运气不行啊，居然碰到这种高级 BOSS。大家别慌，阎罗大佬这不是把2个婚配对象都带上了吗？他不是一个人。众人议论纷纷。BOSS 房内，这是一个昏暗的教堂，刻着神秘花纹的墙壁，光线发黄的油灯，诡异的雕像，处处透露着不祥的气息。夫君，这个地方看起来好邪性啊！妲己抱住阎罗的左手，一副怕怕的柔弱模样。一旁的苗微微嘴角微微一抽，妲己那兴奋的目光出卖了自己，她就是想找个理由和阎罗腻歪在一起而已。3人朝着教堂深入走去，一路上都是一些奇怪又邪性的雕像，有些是没有双腿的人，有些是没有五官的人，也有长着人类身躯脑袋却是猪头的怪物雕像。直播间好恐怖好邪性，要是我看到这么奇怪的教堂，肯定人都吓懵了。看这架势，这个 BOSS 估计很难缠。好恐怖的气氛，总感觉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这个教堂也太安静了，就跟没有活人一样。就在观众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片死寂的教堂突然发生变化，不断传出咔咔的响声，是那些雕像。有人惊呼，果然那些雕像的外皮在不断的脱落，里面似乎藏着怪物要从里面出来。
苗微微正打算动手，阎罗也却一把抓住他的手。没事，这不是正主，跟我走。阎罗带着两女直接快速地朝着教堂中心赶去。几百座雕像，就算站着给他杀都要杀很久，但是只要找到邪教教主，也就是这个房间的 BOSS， 过关轻而易举。只用了几十秒，三人就到达了教堂深处。那里有一张红色的椅子，看起来奢华又邪性。一个穿着黑袍，手里拿着红宝石权杖的身影坐在那里。愚蠢的凡人居然敢闯入本王的地盘，伟大的主会！不等邪教教主把话说完，阎罗当机立断，大吼一声：“弄死他！”妲己二话不说，眼中闪过粉色的光芒，邪教教主被魅惑控制。接着，妲己一挥手，一道无形的灵魂冲击汹涌地覆盖邪教教主。邪教教主只感觉有人拿着铁钻在绞自己的脑瓜仁一般，头痛欲裂。苗微微也是轻哼一声，袖口一甩，密密麻麻的蛊虫从袖子里飞出。这些蛊虫尖牙利齿，立刻就包围了教主，疯狂啃噬教主的血肉。好痛！卑鄙小人，有种单挑！教主发出凄惨的嘶吼，阎罗里都不带搭理他一下，反手一个魅力四射，再次把教主控制住。迅速靠近，赤火刀一刀两刀三刀，刀刀致命。等教主精神恢复正常，才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都被砍了下来。卑鄙小！阎罗目光平静，猛然一刀横斩，失去手脚的教主无法躲避，直接被一刀斩首。教主头颅落地，脸上刻着死不瞑目的怨恨表情。教主被杀，身后的雕像里刚刚出现的怪物也失去了力量的支撑，全部化为飞灰，消散在空气中。阎罗确定教主已死，才默然道：“能群殴，我何必单挑？”直播间，所有观众目瞪口呆。我去 ，C 级 BOSS 就这么死了？全程不到10秒钟斩杀 C 级 BOSS， 牛逼啊！阎罗大佬和他的老婆们太猛了！全体起立，这就是阎罗大佬。第一个平推 BOSS 房的选手出现了，是我们龙国的阎罗大佬，太牛逼了！阎罗大佬 YYDS。主持人冰冰也是神色激动，赶紧解说起来。可以看到，阎罗再一次冷静判断了局势，抓住机会快速夺得胜利。如果阎罗之前选择对那些雕像出手，反而会被包围，然后陷入不利的局面。全力出手只取 BOSS 人头才是正确的选择。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附和。冰冰说的对，我的心都是冰冰的。阎罗大佬的脑子真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比的，太聪明了。是啊，只是看一眼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我肯定就被这些雕像包围了。阎罗大佬的判断能力真的强，没有这些雕像帮忙 ，C 级 BOSS 一半的实力都没发挥出来。BOSS 房间，阎罗在椅子后面找到了遗落的宝箱，开启。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宝箱上了，心中期待无比，不知道阎罗大佬会开出什么好东西。宝箱打开，一阵绚丽的光芒闪过。物品：星辰湖蓝图，品质 A 级，效果在家园范围内形成星辰湖，可以孕育奇特的星辰鱼和粉嘟嘟鱼。描述：如果你有鱼苗的话，恭喜你，赚大了。物品：星辰鱼鱼苗，品质 B 级，效果长大的星辰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更难能可贵的是长期食用可以增加食用者的属性。描述：非常珍贵的鱼类，只有在星辰湖中才能生长。物品：粉嘟嘟鱼鱼苗，品质 B 级，效果食用后食用者会饥渴难耐，大大提高命中率和怀孕几率。描述 Oh my god， 我的建议是一次不要吃太多，不然身体会受不了，营养跟不上。看到国运游戏的显示，观众们都傻眼了。配套的湖和鱼苗一听就很高级，星辰鱼食用后可以增加属性，这也太牛逼了吧。重点是这个吗？你要不要看看第三样东西？这个粉嘟嘟鱼正经吗？听名字就是一种骚鱼。卧槽，增加命中率和怀孕几率，要不要这么离谱？虽然我惊呆了，但这个粉嘟嘟鱼绝对是个好东西，可以提高怀孕几率。是啊，阎罗大佬奋斗了好几天，还没造娃成功呢。有了这个粉嘟嘟鱼，那就稳了。阎罗也是眼睛一亮，赶紧将3样奖励收回背包。妲己和苗微微也是俏脸通红，心里挂念着粉嘟嘟鱼。有了这个东西，应该能更快怀上老公的宝宝呢。期待。回到家园，阎罗当即就把蓝图使用，并把2种鱼苗投入其中。小木屋的北方多出了一片湖泊，湖水清澈，幼小的鱼苗在里面雀跃地游动。湖底清澈，可以看到湖底如星辰一般闪烁着光芒的沙石，干净祥和，怪不得叫星辰湖，湖底下好多漂亮的石头。妲己捂着小嘴惊呼道。苗微微也点点头，到了晚上估计更漂亮呢。突然妲己灵光一闪，
俏脸上红霞密布，玉手拉住阎罗温暖的手掌。夫君，你有没有试过在湖里那个？阎罗连想都没想，就抱着妲己下湖了。苗微微瞪大眼睛，这也行？直播间画面黑屏，所有观众都懵了。卧槽，在水里开车，要不要这么刺激？羡慕死我了！兄弟们，我有幸试过，那滋味简直不要太爽。卧槽，现在的人都玩得这么花，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去，你们还真试过啊？我他妈只在色色片里见过。一群老色批议论纷纷，一下子讨论是在湖里爽还是在温泉里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都很爽。龙国选手阎罗挑战 BOSS 防成功，正在发放国运奖励，国运奖励正在发放，发放成功，恭喜龙国获得国运奖励。水天一色，水天一色，龙国的所有水域将免除污染，且渔业资源提升200，渔业产量提升100。国运奖励发放，龙国观众集体沸腾。卧槽，牛逼啊！直接所有水域开净化。樱花国排放核污水之后，都没人敢吃海鲜了，现在海鲜又可以吃了。太好了，我这就订飞机票去海边旅游。太感动了，不只是海域，我家旁边的小溪都变干净了，还有好多螃蟹可以抓。等你们反应过来，我已经抓了1桶泥鳅和螃蟹了。卧槽，搞偷袭是吧？我也赶紧提桶去抓，好久没吃过这种好东西了。太幸福了，今天钓鱼一钓一个准，好多鱼。我老公钓到一只大翘嘴，现在还在村口提着翘嘴晃悠，嘴都笑歪了。其中最为激动的还是龙国渔民，感谢阎罗，太感谢了，我们的饭碗回来了。我真的哭死，自从核污水排海，我们一家人都没了生计，现在终于又有人买海鲜了，太好了。我爹爹今天嘴都笑歪了，开着小渔船就出去捕鱼了。祝渔民兄弟们平安，大丰收。今天肯定要大丰收了，我们龙国渔业资源翻了好几倍呢。渔民们朴实的脸上一个个绽放笑容，真诚的感谢阎罗。要不是阎罗，海鲜都卖不出去，他们的饭碗都被樱花国人砸了。龙国最高指挥所经济学家经过严密的分析，写出了一份报告。去年我国渔业总产值高达7万亿龙国币，可是自樱花国不负责任的向海洋排放核污水之后，全球渔业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龙国渔业产值直接腰斩，很多人不敢再吃海鲜。而现在得到国运奖励之后，龙国海域被净化，全球都在疯抢我国的海鲜。根据测算，今年我国的渔业产值将高达5万亿龙国币，创造数百万人就业。还有旅游业也将再次崛起，前往海边度假的本国民众激增125%。渔业是个大产业，全世界有4-5亿人靠渔业维持生计。因为樱花国排放核污水，全球渔业都被重创。而现在经过国运奖励，只有龙国的海域不受污染，全世界的海鲜生意都会被龙国掌控。赚，太赚了，简直赚妈了！新增3万亿龙国币的产值，几百万人新增就业，简直是太大的好事。这一下，就连几位大厂老的笑得合不拢嘴。要知道，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龙国烟草，一年产值也才1万亿，龙国等于凭空多出了2个龙国烟草，赚妈了，真的赚妈了！二长老红光满面，兴奋地说道：“如此一来，只要阎罗能继续获得国运奖励，我们龙国有望提前好几年成为发达国家。”大长老闻言点头，目光深邃。龙国的老百姓太苦了，但是没有办法，谁叫尖端科技被西方控制住了？不是国家不希望老百姓多赚点、轻松一点，而是条件不允许啊！低端产业能赚什么钱？企业都快活不下去，一年不知道要倒闭多少。打个比方，你在某位的工厂打螺丝，和在一般电子厂打螺丝收入能一样吗？只有高端产业才是龙国的未来。现在龙国几位大长老都看到了龙国快速崛起的希望。大长老目光深邃地看向直播间，突然低声道：“阎罗，龙国复兴靠你这个小伙子了。”新的一天，湖水轻轻荡漾，阳光明媚，微风拂面。妲己和苗微微穿着泳装在星辰湖中嬉戏，看我的喷水神功！妲己嘴里含着一大口湖水，喷了苗微微一脸，苗微微一脸嫌弃，生气的用手不断泼水。两人打水仗打得不亦乐乎。阎罗则是躺在一把太阳椅上，赤裸着上身晒着太阳，匀称协调的肌肉，性感的8块腹肌。经过好几次身体强化，阎罗从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有着完美比例的性感帅哥。阿巴阿巴，姐妹们，我看得直流口水，这身材也太好了吧！彭于晏都没阎罗帅。阎罗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泪目了，这是我能看的吧？38岁少女春心荡漾啊！38岁少女，姐妹，你都快绝经了吧？笑死本宝宝了！夫君，下来玩呀！
是啊，夫君，我们来打水仗。湖水里，两女叫唤道。阎罗微微一笑，纵身跃入湖水之中。一开始他确实在打水仗，就是两女打水仗打不过他，非得前后夹击，导致他一不小心就擦枪走水。黑屏了。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脸色微微一红，但很快又恢复正常。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当主持人的基本要求。不过阎罗真的好帅啊，无论是颜值、气质、胆量，还是那方面，真的没有女孩子能拒绝这样的男人呢。收敛内心的思绪，冰冰脸上挂上熟悉的微笑。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阎罗正在努力的造娃，争取拿下第2次国运奖励。让我们一起期待阎罗能够完成任务，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冰冰收到节目组提示，看了一眼，接着道：最新消息，泡菜国第3位选手进入国运游戏，并且他遇到了婚配房。说完，官方直播间的画面就紧急切换到泡菜国直播间。朴才俊长相英俊，身材高大，他目光看向婚配房，眼神中带着一丝火热。泡菜国人也是纷纷发弹幕：卧槽，是这个家伙，这家伙我认识，是个极品渣男，还上过新闻。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家伙精通心理学，只要是个女人他都泡，他连食堂打饭的阿姨都不放过，下到刚会爬，上到拄拐杖，他都下得了手。据说巅峰时期，这家伙谈了100多号女朋友，骗财又骗色，堪称时间管理大师，简直是个丧心病狂的混蛋。我记得他威胁未成年坐过牢。混蛋是确实混蛋，但这样不择手段的人反而能在国运游戏混得更好。确实朴才俊的性格和做人方式很不讨喜，但是观众们说的也对，这种饥不择食的渣男反而能在国运游戏混得更好。朴才俊是第3个进入的泡菜国选手，当然清楚他现在的行为会被全程直播。他笑道：我知道大家并不喜欢我，但是我在这里发个誓，不管这扇门后面是什么，我都会为我们泡菜国拿下洞房奖励。泡菜国观众闻言一个个露出喜色。好，如果你做到了，我们就放下对你的成见。思密达拿下奖励，超越龙国。龙国是什么垃圾？只有鹰将国比我们强。就算龙国拿下几次国运奖励，也只能当第3。我们泡菜国是世界第2。龙国观众也不惯着这群家伙，直接开喷：弹丸小国，厚颜无耻，什么垃圾，蜗居在半岛的小国家，一天到晚除了舔你的鹰将爸爸，还有什么本事？泡菜国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殖民地，任由外国大兵驻扎，可怜。据说你们不少女人被鹰将大兵侵犯，连报警都没用了。泡菜国人像是被戳到了痛处，和龙国观众激烈对喷起来。此时朴才俊终于推开了婚配房的大门。进入婚配房，是一个纯白色的房间，里面布置着不少医疗器械，手术台上还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刀具，好像之前在做手术一般，只是病人却不知所踪。朴才俊微微愕然，难道他的婚配对象是一个病人或者医生？直播间的泡菜国人也是狂喜，这个场景很现代化，我推测要么是医生，要么是病人，这就好办了，只要不是怪物，朴才俊这种人肯定会上的。思密达，我们泡菜国要拿下洞房奖励了，等着吧，龙国人，我们的选手很快就会追上来。朴才俊没有看到婚配对象，甚至没看到任何活物，只能继续往里面走。里面是一个应急通道，白色的灯忽明忽暗，走到一半，墙上甚至开始出现血迹，这些血迹非常凌乱，似乎是激烈挣扎中留下的。朴才俊突然心里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你就是我的夫君。沙哑的女声传来，朴才俊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婚配对象，恍然间一抬头，朴才俊脚一抖，整个人瘫倒在地。他惊恐地看着天花板上，一只长着8条尖细长腿，身体和头部却是人的模样的怪物出现在那里。上半身虽然像人，但却纤细无比，手臂粗的腰，筷子粗的手，拳头大的脑袋，这更像一只大号蜘蛛。婚配对象：蜘蛛女郎。种族：昆虫族。身份：人造产物。颜值：10，标准分50。天赋 C。 描述：被 X 博士用人和蜘蛛的基因创造出来的怪物，建议你不要拒绝他，不然会死得很难看。随着国运游戏给出提示，观众们都炸锅了。思密达居然是人造怪物，完蛋了，朴才俊会不会死？该死，说好的医生或者是病人呢？泡菜棒子们，这就是病人啊！这只大蜘蛛就是被手术的对象，笑死我了！之前一个个牛皮吹得上天，棒子们被打脸了吧？不要，泡菜国已经爆发2次灾难了，我不想爆发第3次。缅国选手杨威明死死地盯着眼前身穿黑袍的神秘商人，眼神中的激动无法掩饰。没想到我运气居然这么好，随便开一张门就是神秘商人。
杨威明露出喜色，他本来是龙国人，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一直从事着诈骗工作，偷偷把龙国人骗去缅国割腰子，这让他短短3年就积累了上亿的血腥财富。之后他金盆洗手，舒舒服服的当个富人。可是没想到出了国运游戏这个大事，龙国清扫行动让他东窗事发。好在他消息灵通，提前1天就移民了缅国，躲过了这次大清扫。接着又被传送到了国运游戏之中。不敢选婚配房的他，随便打开了一扇白门，就遇到了神秘商人，赢妈了。直播间，龙国观众议论纷纷，这个人不是一个网红吗？我记得他是龙国人啊。龙国人个屁，已经移民缅国了，还是个被国家通缉的诈骗犯。就是这个畜生，把我表弟骗到缅国去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家伙说带我去缅国赚钱，幸亏我没去，不然就死定了。这个狗日的骗了我几10万，还给我老婆跑了，现在妻离子散。妈的，凭什么这样的畜生能遇到神秘商人？龙国人都红了眼睛，心中仇恨杨威明，更仇恨一直诈骗国人的缅国。多少人因为缅国的诈骗行业被骗得妻离子散，一无所有。年轻的男孩子被抓去进水龙搞诈骗，完不成业绩就一顿暴打，百般折磨。女人更惨，漂亮的成了诈骗团伙高层的玩物，不漂亮的则是丢给手下的小弟和打手做奖励。缅北那是人间地狱，缅国这个血腥黑暗的国度就不应该存在。然而缅国人完全没有这种自觉，反而嘲笑龙国人，笑死了，诅咒我们的缅国是不可能成功的。谁叫你们龙国人没脑子，一骗一个准。龙国人算什么人，那是随意揉捏的猪仔。龙国女人味道真不错啊，上个月我完成业绩，老总奖励我玩了好几个龙国女人。杨威明做我们缅国人是正确的选择，回头可以考虑升他做诈骗园区的老总。可怜的龙国猪仔，你们也只能在网络上狂吠。直播间炒着一锅粥，两边都骂出了火星子。缅国人恬不知耻，大力支持杨威明。另一边龙国人憋着一肚子火，恨不得该死的缅国消失在地球上。此刻杨威明一脸兴奋，来到神秘商人面前。神秘商人，你打算给我什么样的奖励？神秘商人帽檐下的阴影露出诡异的笑容，当然是很好的奖励。恭喜缅国选手杨威明发现恶魔商人，一则公告响彻直播间。杨威明一愣，恶魔商人？他这才注意到帽檐阴影下的商人面容诡异且恐怖，确实和恶魔一样。恶魔商人露出诡异的笑容，你现在有2个选择。什么选择？第一个就是献祭你自己一个腰子，你会获得一个木质宝箱。杨威明脸色瞬间慌乱，天天嘎别人腰子，这回轮到自己了。他赶紧问道，第2个呢？第2个选择，献祭缅国100万人2个腰子，你可以获得一个黑铁宝箱。恶魔商人语气诱惑，取出2个宝箱，一个是木质宝箱，一个则是黑铁宝箱。很明显，黑铁宝箱开出来的奖励会更好。杨威明的脸上露出贪婪的神色，有了黑铁宝箱，他就能超越龙国那个阎罗了吧？直播间的缅国人看见杨威明异动的样子，全部慌了神。这个家伙是什么表情？可千万别选第2个啊！没错，你自己失去一个腰子不会死人，可是我们失去2个腰子可是会死人的。一个腰子还能活，2个腰子都没了就会得尿毒症这些疾病，活不了几天。混蛋，你可不能选第2种，不要害我们。如果你有担当，就选第1种，别拿我们的命开玩笑。缅国人全部急眼了，生怕杨威明选第2种。失去2个腰子，那可是必死无疑的局面，100万人都会在病痛折磨中死去。然而杨威龙却没有任何的迟疑，坑害同胞的事他都能做出来，献祭100万人的腰子又有什么关系？反正献祭的又不是自己的腰子。我选第2种，我要黑铁宝箱，快给我！杨威明兴奋道，同时他还一边pull缅国群众，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只要我拥有黑铁宝箱，就会变得更强，迟早能带着缅国崛起，现在的牺牲是值得的。恶魔商人露出邪恶且满意的笑容，直接把黑铁宝箱丢在杨威明面前，整个人化作一道黑烟消失了。缅国选手选择献祭本国100万人2个腰子，获得黑铁宝箱奖励。随着国运游戏公告落下，无数缅国人面色惊恐，有恐怖的力量搅碎了自己的腰子。失去2个腰子，这些缅国人神色立刻萎靡下来，身体受到重创。急救车在马路上狂飙，不断有人因为失去腰子而患上各种疾病，被送进医院。不出意外，这些人失去了腰子的排毒功能，一个个被诊断活不了半个月了，除非一直做透析把命吊着，但这可就不是缅国人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了。富人还能勉强苟活，穷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缅国人神色怨毒，疯狂地咒骂杨威明，该死的畜生，你一定是内奸，专门来害我们缅国人的，
该死该死，还我腰子！我想活命！杨威明，你这个杂碎，为什么要害我？这不公平！你没有替我们选择的权利，凭什么不献祭你自己的腰子？完蛋了，我们诈骗园区所有人腰子都没了，猪仔都越狱逃走了。该死的杨威明，你不得好死！我现在天天要做透析才能活下去。笑死了，遭报应了吧，缅国的杂碎们！杨威明真狠啊，直接献祭缅国100万人的腰子。据说现在缅国医院都爆满了，到处是做透析的病人。那些穷人更惨，什么都不能吃，眼睁睁看着自己死。我咋一点都不同情呢？正常，这群人没少坑害我们龙国人，都是罪有应得。我儿子趁乱逃出缅北了，现在快到家了，恭喜啊！据说国家已经派人去接应了。龙国观众们一个个畅快不已。缅国这次大乱，让那些被诈骗去缅国的龙国人获得了逃出升天的机会。龙国也立刻派出了武警部队去接应，拯救了大量的家庭。缅国直播间，杨威明脸色痛苦无比，豆大的汗水从额头上滴落。他忽略了一个问题，献祭缅国100万人的腰子是有可能献祭到他自己的腰子的，毕竟他现在也是缅国人。钻心的疼痛持续了几十秒，杨威明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体内有块地方空荡荡的，他的腰子也没了。该死，运气居然这么差！杨威明骂骂咧咧，过了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算了，只能自认倒霉了，看看黑铁宝箱有什么。我只要能打得过龙国那个阎罗就无敌了。杨威明打开黑铁宝箱，恭喜你获得属性奖励：力量5，敏捷5，体质5，魔力10，魅力5，缩短5厘米。什么？杨威明脸色惊恐，恶魔给的宝箱还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该死的恶魔商人，你坑我！杨威明咬着牙，脸色气急败坏。恶魔商人完全没提过他给的宝箱有副作用，坑死人了。过了好一会，杨威明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向另一个奖励，是一把武器，寒水刀，等级D级，效果攻击力30点，破甲10点，攻击附带10点冰属性法球伤害。注意，寒水刀和赤火刀水火不相容，持有寒水刀会大大增加开门遇到持有赤火刀敌人的概率。好强的武器，攻击力这么高，只要不碰到那个阎罗，我就是无敌的。杨威明一脸喜色，对寒水刀爱不释手。至于那个提示，完全被他忽略了。要是他知道赤火刀就在阎罗手里，估计就笑不出来了。杨威明发现箱子里还有一样东西，是一张卡片，指定决斗卡，类型一次性消耗类卡片，效果可以指定一个其他国家选手进行 PK， 胜利者掠夺对方所有装备和物资。好东西！杨威明笑得合不拢嘴，这玩意简直是杀人利器。等他实力比那个阎罗强了，就可以用这个卡片挑战阎罗，抢走对方所有好东西。就在杨威明获得奖励的瞬间，国运游戏突然发出公告，检测到有选手获得了指定决斗卡，新手期正式结束，版本升级，新增随机决斗门。打开白色随机房后，有概率遇到其他国家的选手，选手可以自行选择合作或者击杀对方，掠夺对方的物资、装备，还有婚配对象。这一刻，各国观众都沸腾了。我靠，新手期这就结束了！随机决斗门，我操，这也太刺激了吧！这不公平，龙国那个选手太变态了，睡遇上不就死定了？还好我们泡菜国的选手现在有婚配对象，除了遇到阎罗，那就是无敌的。婚配对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缅国的选手可是有地级武器，强无敌。笑死了，献祭100万人才得到的东西，你们很自豪？那也比你们泡菜国人均只剩3厘米要强。这一次的公告不只是给各国观众的，所有选手都能听到。国运游戏内，阎罗正在造娃，画面还是黑屏。不过他也收到了消息，决斗门嘛，有点意思。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阎罗继续投身造娃大业，管他什么决斗门，先把娃造出来再说。泡菜国选手此时带着蜘蛛女郎正在家园中，朴才俊双腿发软，从蜘蛛女郎身上爬了下来。这次比之前多坚持了3秒，只是蜘蛛女郎始终面无表情，显然多那么3秒毫无意义，就那么跟蚯蚓似的东西完全没感觉。阎罗，我们走着瞧，我一定会比你先拿下怀孕奖励，然后在决斗中杀死你。你的物资、装备还有婚配对象都是我的。说到婚配对象，朴才俊院独得看了一眼蜘蛛女郎，随后想起妲己和苗微微那绝美的脸蛋，整个人露出淫荡的笑容。龙国直播间，阎罗这边的画面亮了没有10分钟，场景从卧室换到厨房，又黑屏了。主持人冰冰脸色微微发红，但还是尽心尽力的解说。可以看到，获得关键道具粉嘟嘟鱼之后，
阎罗选手开始努力地进行造娃大业。挑战门可以获得奖励，让妻子怀孕也可以，而且第一个获得的奖励肯定是最好的。冰冰笑了笑，接着道：说到这里，我还是十分期待妲己或者苗薇薇怀孕呢。直播间的观众们也乐了。冰冰，刚才你是脸红了吧？能告诉我你在脸红什么吗？难为冰冰了，明明阎罗一直在瑟瑟，还要一本正经的解说。不过冰冰说的有道理啊，目前看来最有希望拿下怀孕奖励的就是阎罗大佬了。这个婚配游戏属实是让阎罗大佬玩明白了，不是在造娃就是去造娃的路上，可千万别让泡菜国那个杂碎拿到怀孕奖励了。哈哈哈，笑死了，别人只能跟奇形怪状的蜘蛛怪物瑟瑟，阎罗这边可都是1顶1的美人呢。我也很期待啊，第一个怀孕奖励肯定差不了。精准命中，画面逐渐清晰，妲己已经穿好衣服，但还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刚刚做完剧烈运动，她小脸淡红红的，透露着光泽。恭喜龙国选手阎罗成功让婚配对象苏妲己怀孕，恭喜选手阎罗，你要当爸爸了。你获得以下个人奖励：你获得 S 级技能灵魂冲击。灵魂冲击对前方扇形目标所有敌人发动一次灵魂冲击，威力为150，魔力加成。如果对方处于被控制状态，额外追加2秒混乱状态。你获得个人属性奖励：力量10，敏捷10，魔力10，体质10，魅力20。面板变化：选手阎罗，等级10级，体质21、31柱，普通人3-5，力量21、31，敏捷21、31，魔力20、30，魅力50、70柱，普通人1-1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描述：变态，这不是10级选手该有的面板。阎罗脸色一喜，灵魂冲击算是妲己压箱底的技能了，也被他学会了。魅力四射接灵魂冲击，2重控制并叠2层毒蛊，只要对手实力不能碾压自己，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恭喜你成为第一个获得怀孕的奖励的选手，奖励称号百发百中。百发百中，在洞房中让妻子怀孕的概率提高10。恭喜龙国，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全员寿命2，体质2，力量1，敏捷1。龙国将解锁科技：高级仿生学。高级仿生学，龙国将获得高级仿生学全套知识体系，解锁仿生蜻蜓扑翼战机、机械狗、蜂群无人机、蒲公英炸弹等科技。苏妲己愣愣地听着国运公告，过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她当妈妈了。阎罗也回过神来，轻轻地抱住苏妲己。我当妈妈了。苏妲己突然大声道，随后激动地抱住阎罗。夫君，我们有孩子了。是的，明天开始不要做家务了，也不要到处乱跑，不然我会担心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会让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出生的。别说苏妲己，阎罗自己都激动得不得了，只能不断地嘱咐苏妲己要注意身体，安心养胎。两人畅聊了好一会儿，才刚怀呢，孩子名字都想好了。阎罗心中也是干劲十足，他要变得更强，给妲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苗薇薇无奈地摇摇头，最后也只是投来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一个人默默地去做家务了。大夫人轮不到自己了，好气哦，加油，苗薇薇，你也要争取快点怀上夫君的宝宝。苗薇薇给自己打气，还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肚子。肚子，你咋就不争气呢？外界随着国运公告响起，龙国人几乎沸腾了。国运游戏进行到现在，龙国算是唯一一个没有遭遇灾难的。恰恰相反的是，龙国的国运还在不断增强，所有人都感觉到有玄妙的力量进入体内，身体变得更加年轻和灵敏，力气也更大了。阎罗大佬牛逼，第一个拿下怀孕奖励，这也太爽了，我又多了2年寿命。人在家中坐，长寿天上来。我身体越来越好了，很久都没感冒过了。你这算什么？我妹妹尿毒症，增强几次体质后硬是好了，医生直呼医学奇迹。科技大发展啊，这个高级仿生学一听就是不得了的技术。卧槽，我刚才看见军方在测试蜂群战斗机了，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火力还贼猛，牛逼啊！突然就进入科幻时代了。好大一只机械蜻蜓，什么？那是新型直升机，挂几十枚导弹，认真的吗？龙国举国沸腾，民众恨不得敲锣打鼓的庆祝一番。其他国家听到公告，则是一个个都懵逼了。他们的选手还在苦苦求生，连饭都吃不饱，龙国的选手都开始生娃度假了。想到这里，各国民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嫉妒的劲儿发子。八嘎，龙国人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现在甩开我们一大截了。我们的选手就是一个废物，到现在还没什么进展。凭什么我们泡菜国的婚配对象是蜘蛛怪物，龙国的都是大美人？有婚配对象就不错了，我们的选手进去一个死一个，这不公平，灾难都是我们的，好处都是龙国人的，这不公平。我要移民龙国，龙国才是未来霸主。什么？龙国不接受移民？凭什么？你们这是限制移民自由，笑死了！我们龙国才不需要你们这种墙头草。之前都是牧羊人想移民出去，可现在渐渐得很多国家民众也认清了现实，不少人想要移民龙国，却被告知龙国永远不再接受移民，一个个差点气死。曾经来去自如的龙国，现在居然去不了了。这次国运公告也成功搞到了鹰将国的心态，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挑战鹰将国霸主地位的龙国居然获得了高级仿生学蜻蜓扑翼战机，超级机动性，可以像蜻蜓一样悬停或者往任意方向飞行。这么恐怖的机动性，意味着很多现有的防空导弹是打不到扑翼战机的。还有蜂群无人机，那不可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东西吗？可以想象一下，犹如蜂群一般协同作战的数千架无人机冲击防线时会有多恐怖。你怎么拦截？一架无人机几千美刀，一枚防空导弹几百万美刀，你就算有实力准备几千枚防空导弹，那也是血亏。意识到这一点，鹰将国高层炸了，该死的龙国人怎么获得了这种科技？麻烦大了，我们可能遏制不住龙国了。原本我们对龙国的优势主要在空中和海上，可是龙国有了超机动性的扑翼战机，我们空中优势荡然无存。龙国一年下水了一个枫叶海军，其实除了航母数量，我们的海上优势也高不了多少。难道已经没有办法遏制龙国了？原本还有核弹头数量的优势，国运游戏开启，核武器全部消失了。鹰将国高层聊到这，全部人麻了。他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不再对龙国有军事优势，甚至龙国的战机要领先他们一代。扑翼战机完全走向了另一个路线，我不玩隐身，就让你的雷达看见我，但是你的导弹就是打不中我。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是这么霸道。扑翼战机和蜂群战术完全摧毁了鹰将国的空中优势。鹰将国大长老叹息一声，龙国已经崛起，要调整对龙国的态度了。众高层心中一惊，伟大的鹰将国终究还是没能阻止龙国崛起吗？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向龙国示好了。龙国获得高级仿生学技术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发生了天大的变化。鹰将国连夜举行新闻发布会，官方话说了一大堆，翻译过来只有3个重点。第一，龙国和鹰将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国家，兄弟国家，友好将继续保持。第二，鹰将国放弃科技战、金融战，从今往后和龙国公平竞争，解除对某位集团在内的科技公司的制裁，并重新允许龙国商品进入鹰将国市场。第三，鹰将国放弃在樱花国、泡菜国以及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全面撤出第一岛链，承认南海自古以来就是龙国的领海。新闻发布会之后，龙国网友全部惊呆了。卧槽，发生了什么？果然有句话说的没错，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尊严只在剑锋之上。鹰将国这波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不要脸，还自古以来就是友好国家。我为我的祖国骄傲，龙国崛起，百姓平安。不用你们解除封锁，某位新手机已经做出来了，用的是我们龙国人的芯片。话是这么说，可终究是个好事啊。解除封锁，出口将再次崛起，可以有很多就业岗位。我去，重点不应该是鹰将国放弃第一岛链吗？而且承认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海，这真是太棒了。相比于龙国人的兴奋，泡菜国和樱花国则是炸锅了。思密达，鹰将爸爸，你怎么走了？没有你们的军队，谁来保护我们？八嘎，怎么会这样？鹰将爸爸不要走，没有鹰将国的军队，我们可怎么活啊？完蛋了，龙国要崛起了，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我们樱花国。不，这不可能，鹰将军队为什么要撤出第一岛链？樱花国和泡菜国都傻眼了，老大直接撂担子不干了，他们这些小弟只能在风中凌乱，生怕被崛起的龙国收拾。很快，龙国民众也感受到了鹰将国放弃制裁的好处，沿海德外贸型工厂再次火力全开，满大街都是招募员工的海报，薪水更是7、8千龙国币起步。没有别的原因，以前西方都对龙国商品征收极高的关税，以此保护本国企业，现在取消了制裁，外贸工厂利润提升了很多，自然也能发出相对高一些的薪水。一些技术工人更是能分分钟达成月薪过万的成就。招人啦，招人啦！要求身体健康，认识26个字母，月薪7000元。急缺电焊工人，起步工资1万龙国币，技术好面议，还可以加。急需500名操作工，培训后立刻转正，购买5险1金，
1年14星，各种眼花缭乱了招工广告发布在各大招聘平台，打工人们狂喜，打不完，螺丝根本打不完。大家有没有感觉工资比以前高了不少，工作时间也短了很多？有啊，别说了，我现在哐哐一顿打螺丝呢，就指望多挣点钱回家过年。好久没见到这种热火朝天的景象了，之前还一直发愁找不到工作呢。兄弟来跟我学电焊嘛，现在学徒都有6000，转正都是1万起步了。外贸全面复苏，就业率像坐火箭一般拉升。龙国最高指挥所首席经济学家手里拿着报表开始做报告。根据目前的调查，外贸已经全面复苏，本月出口大增26%，预计本月出口额从3048亿美刀提升至3804亿美刀。得益于外贸的火热，失业率直接腰斩。外贸长老文言抬头挺胸，一脸神气。虽然交出这么惊人的成绩的原因不是他，但他可是外贸长老，当然高兴和有功劳。好，好，3长老连说2个好字，满脸的红光。军事上的提升也带来国际地位的提升，最后反哺到经济。现在龙国百姓才称得上真正的安居乐业，不用再为工作发愁了。大长老目光微微闪烁，或许用不了多久，龙国就能超过鹰将，成为世界第1经济大国了。国运游戏内，阎罗嘱咐苗微微照顾好妲己之后，就出现在挑战空间内。熟悉的4扇门都是白色的随机房，阎罗一眼看去，提示之眼发挥作用，眼神一凝。决斗房，宿命决斗，持有寒水刀的选手将与持有赤火刀的你进行决斗。注意，强制生死决斗，胜利者将掠夺对方所有道具、装备、属性、配偶。生存率100%。提示：集齐寒水刀和赤火刀可能会有意外惊喜。阎罗微微愕然，没想到刚刚游戏版本升级就遇到了决斗房，还是持有寒水刀的敌人。他接着把目光看向其余3扇门，居然也是一模一样的决斗房。这是宿命决斗，赤火刀的持有者和寒水刀持有者必然会进行一场宿命决斗，而且集齐2把刀会有意外惊喜。既然是100%胜利，那就不需要考虑了。阎罗目光一闪，没有丝毫的犹豫，打开了决斗门。你已打开决斗门，等待对方打开决斗门，将正式开始宿命决斗。门的另一边，杨威明看着眼前4扇白门，神色愕然，没有婚配房。这一下他得计划就被打乱了。本来他准备找个婚配房提升一下属性，不管里面是什么，就算是猪头公主，他也闭着眼睛上就是了。只要能变强，他什么都不在乎。可没想到运气就是这么不好，一个婚配房都没有。游戏版本升级了，现在遇到 PK 房的概率很高，老天保佑不要遇到阎罗那个变态就好。杨威明自言自语，浑然不知手持寒水刀会要了他的命。他壮起胆子推开随机房门。直播间的龙国观众这一刻也发现了异常，只因阎罗进入的是一个纯白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不会就是决斗房吧？有可能啊，不然怎么会什么东西都没有？6，那就要看是哪个倒霉蛋来当对手了。就阎罗大佬现在的实力，那不是谁来谁死。应该不会是杨威明吧？那家伙献祭了不少缅国人，现在也有了不弱的实力。乐了，杨威明哪来的资格跟阎罗大佬比？阎罗大佬可是能单杀 BOSS 的男人，杨威明有这个实力吗？说的也是，我倒是希望两人能碰上呢。那个杨威明不是啥好人，早点弄死是件好事。杨威明进入决斗房，看着纯白的空间，对面还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阎罗。杨威明脸色瞬间垮了下来，比哭还难看。居然是决斗房，对手还是阎罗这个人形 BOSS。阎罗目光扫向对方，表情玩味。哟，你认识我？杨威明做梦也想不明白，全球将近200号选手，偏偏就让他撞上了阎罗，这运气也太背了吧。直播间缅国人都傻眼了，该死啊，怎么就撞上阎罗这个杀星了？完蛋了，杨威明肯定不是阎罗的对手，这怎么玩？好运都用光了，居然直接撞上了阎罗。杨威明哪来的好运？都是靠献祭自己人的腰子才从恶魔手里换到一点力量。靠，快跟龙国交涉，就说我们愿意释放所有被关在龙国的猪仔，不要杀杨威明。你在想什么？上次缅国大乱，猪仔早就都被救走了，我们已经没有筹码威胁人家了。阎罗，有话好好说，我投降，我愿意投降。杨威明见阎罗靠近，连忙说道：投降？我凭什么接受你的投降？阎罗目光一冷，这是宿命决斗，哪有投降的说法？这个家伙不过是想找机会偷袭罢了，嘴里说投降，手却在摸刀。阎罗一眼就识破了对方的小伎俩。杨威明见自己被看穿，只能一咬牙，手持寒水刀一刀砍向阎罗。阎罗目光平静，随意一个侧步，轻而易举地躲过这一刀，同时手中寒芒一闪，
锋利的橙红色刀光一闪即逝，消手。仅仅1级的杨威明属性更是不到阎罗1/3，瞬间就被秒杀。看着变成无头尸体的杨威明，缅国人全部都慌了。该死，这个不中用的家伙怎么连一刀都接不住？完蛋了，我们缅国又要爆发灾难了。我错了，我不该背叛龙国，选择移民缅国，放我回去，我不想死。靠！要不是沉迷赌博和诈骗，我也不会变成缅国人，这下完蛋了，我有可能小命不保。我真的受够了，丢了2个腰子还要爆发灾难，让不让人活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做缅国人了。我他妈想移民其他国家躲避灾难，结果负责移民工作的部门人都跑光了，我们走不了了。缅国选手杨威明在宿命决斗中死亡，缅国将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恶魔的目光，全体缅国人将被恶魔掠夺身体内随机7个器官。灾难降临的时候，别说缅国人吓尿了，其他国家的观众都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人体一共有79个器官，其中至少有一半的器官是少了就会死人的，比如心脏、大脑、肺之类的。一口气被掠夺7个器官，至少有一大半的人要当场嗝屁。很快，灾难爆发，恶魔的力量降临缅国，数以千万的缅国人被恶魔掠夺了体内器官，其中至少一半被掠夺了重要器官，当场死亡。整个缅国一时间尸横遍野。终日嘎他人腰子，现在遭了报应。别说腰子，心脏和脑子都保不住。恐怖的灾难席卷缅国，缅国一只脚迈入了灭国的边缘。龙国观众得知缅国的情况，一个个都是倒吸一口凉气。现在缅国死了一大半的人，剩下的人都成了难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据说缅国现在遍地的尸体，正常人去了也会感染病毒，患上疾病。缅国废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同情。是啊，这就是和恶魔做交易的代价，用卑鄙的手段获得力量，后果就是这么惨。他们欺骗我们龙国人，侮辱虐待我们龙国人的时候，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现在就是遭报应了。好，鼓掌。说得好，纯纯的报应，就该这样。碰到阎罗大佬，就是他们的运气到头了。阎罗大佬干得漂亮，我凭什么接受你的投降？这句话帅爆了。阎罗走出决斗房，耳边也传来提示音：恭喜你在决斗中击杀缅国选手，掠夺对方全部属性、道具、装备。你的属性增加：力量5，敏捷5，体质5，魔力10。你获得缅国选手的道具和装备：寒水刀星号1，指定决斗卡星号1。寒水刀，等级 D 级，效果攻击力30点，破甲10点，攻击附带10点冰属性法球伤害。注意，寒水刀和赤火刀水火不相容，持有寒水刀会大大增加开门遇到持有赤火刀敌人的概率。指定决斗卡，类型一次性消耗类卡片，效果可以指定一个其他国家选手进行 PK， 胜利者掠夺对方所有装备、物资、属性。婚配对象阎罗的目光首先就放在了寒水刀身上。之前系统提示，同时拥有赤火刀还有寒水刀会有惊喜。装备寒水刀，阎罗右手赤火刀，左手寒水刀，一红一蓝。瞬间，阎罗感觉有强大的力量涌入体内，并不是属性的增长，而是玄之又玄的刀法。脑海中，一个小人手持双刀，不断展出惊人的刀光，刀法浑然天成。恭喜你领悟 S 级天赋二刀流。二刀流，你可以驾驭双刀，并且刀法出神入化，刀法威力提升100%，出刀速度提升100%。阎罗眼神中有了一丝明悟，对于刀法有了深刻的理解，面板也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选手阎罗，等级10级，体质31、36，力量31、36，敏捷31、36，魔力30、40，魅力7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描述：天不生我阎罗，刀法万古如长夜。你有着出神入化的刀法。阎罗神色一喜，现在自己这个实力除了等级低了一点，真的很强了。接着阎罗的目光看向另一样东西，指定决斗卡。这玩意对谁用好呢？阎罗摸了摸下巴，要说自己最看不顺眼的国家，主要就是那几个：樱花国、泡菜国、阿三国，还有鹰将国。这几个国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历史上都曾意图染指龙国的领土。只有一张决斗卡，阎罗决定交给天意。
在地上写出这4个国家的名字，接着随后折断一根树枝，在树枝的一端抹上红色大转盘，转到哪个就挑战哪个。直播间的龙国观众也是发现了他的动作，一个个都乐了。玩大转盘是吧？随机抽取一个倒霉蛋。乐了，不知道哪个国家要倒霉。阎罗大佬真会挑，这4个国家的选手随便杀哪个我都鼓掌叫好。我最希望是樱花国，樱花国就没几个好东西，至今不肯承认上个世纪的罪行。我倒希望是泡菜国，泡菜国的选手得到了婚配对象，有发育起来的可能，提前抹除威胁是件好事。是这个道理，阎罗大佬，干死泡菜国的瘪三。我也希望是泡菜国的瘪三。阎罗轻描淡写的举动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各国观众都慌了，尤其是被写下名字的4个国家。八嘎，可恶的阎罗，我樱花国哪里得罪你了？要写下我们的名字？千万不要是樱花国，我们已经经历了3、4次灾难，不想再来一次了。思密达，阎罗你不要太得意，我们的选手也是有婚配对象的。该死的龙国人，不就是骂了你们几句，想要你们的土地，居然就写泡菜国的名字？该死，怎么我们阿三国也被阎罗写了名字？千万不要选择我们国家啊！要打你去打泡菜国啊！我们鹰将刚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你们的选手反手写下我们的名字是几个意思？新闻都说了，鹰将和泡菜自古以来就是友好国家，你们不该选我们，这是背叛。各国观众慌了神，尤其是被写下名字的国家，都内心祈祷阎罗不要转到他们。现在这个阶段，谁打得过阎罗啊？龙国观众们也乐了，看着各国观众不是无能狂怒就是求饶，还有鹰将国人更是不要脸的说2国的友好关系，那是你们心甘情愿友好吗？那是被逼无奈啊！果然，拳头才是硬道理。树枝在所有人紧张的目光中转动，几个被点名的国家观众都在祈祷不要转到自己。树枝停止转动泡菜国，这一刻，泡菜国人炸了。该死，怎么会这样？运气就这么差吗？1/4的概率也被选中了。该死的阎罗，你不敢真的对伟大的泡菜国使用决斗卡的对吧？完蛋了，难道我们刚刚有崛起的势头就要被终结了吗？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老天爷既然叫我教训泡菜国，那就泡菜国吧。使用，指定决斗卡被使用，阎罗立刻出现在决斗房间中。泡菜国直播间，朴才俊大步走出怪物房，现在他已经把等级刷到10级了。他脸色得意，看向一旁的蜘蛛女郎，果然婚配对象的是个好东西，他只靠蜘蛛女郎都顺利的通关了2扇门。更惊喜的是，他还拿到了一样关键的奖励，召唤卡，可以在任何地图中召唤你的婚配对象，包括决斗房间，可重复使用。哈哈哈，有了这张卡，我就是无敌了，就算是龙国那个阎罗也不能带婚配对象进入决斗房间。稳了，这波稳了。朴才俊春风得意，笑得合不拢嘴。有了召唤卡，等于他在任何地图都能召唤蜘蛛女郎，就算不小心遇到决斗房，也不是没有胜算。直播间观众们也是狂喜，哈哈哈哈，太好了，现在才俊欧巴的实力很强了啊。没错，只要不遇到阎罗那个变态，才俊欧巴就是无敌的。遇到了又怎么样？才俊欧巴可是能在决斗房里召唤蜘蛛女郎。思密达，原来如此，我们泡菜国成第1强国了。对的，一定是这样，我们无敌了，超越龙国是迟早的事，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泡菜国观众狂喜。就在这时，龙国选手对泡菜国选手使用指定决斗卡，双方将进入决斗房间进行生死决斗，获胜者将获得对方所有装备、道具、属性、配偶。下一刻，正在春风得意的朴才俊脸色一僵，被拉入决斗房。纯白的空间里，阎罗远远地站在对面。朴才俊脸色一僵，怎么这么倒霉，被拉入决斗房了？但是看着阎罗孤零零一个人，朴才俊看向身旁，因为召唤卡的存在，蜘蛛女郎并没有消失。朴才俊神色一喜，果然召唤卡的效果就是这么霸道。阎罗只有一个人，而他这边可是有着蜘蛛女郎辅助。泡菜国直播间，泡菜人在短暂的惊吓之后回过神来，自己这边可是2打1，未必没有希望啊。能打吗？这个阎罗只有一个人啊，没有婚配对象的帮助，有希望，感觉可以打一波试试。阎罗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吧？只要把阎罗杀了，他的装备道具还有配偶就都是朴才俊的了。那样的话，才俊欧巴岂不是无敌了？干他啊！只要赢了，我们泡菜国就是地球上最强盛的国家了。思密达，我们泡菜国要崛起了，能打吗？朴才俊心中冒出这个念头，不过想到阎罗拥有的美人，恐惧被压下，贪婪占据上风。只要杀了阎罗，他就能直接掠夺阎罗的所有一切，取代阎罗成为最强。如此巨大的诱惑让朴才俊呼吸急促，
蜘蛛女郎，快杀了她！只要杀了她，我就会成为最强。一旁的蜘蛛女郎点点头，8只又长又细的蜘蛛腿快速变换，朝着阎罗靠近。直播间，龙国观众们一阵慌乱。这个朴才俊为什么可以把婚配对象带进 PK 房啊？这不是开挂吗？好像是得到了特殊道具，叫召唤卡。该死啊！阎罗大佬，这不是要1打2？这可怎么办啊？阎罗大佬能赢吗？不知道蜘蛛女郎实力怎么样，会不会比一般的 BOSS 还厉害？主持人冰冰也是神色凝重，赶紧开始解说。可以看到，泡菜国选手因为拿到了关键道具，依靠婚配对象抢先发起了进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蜘蛛女郎的实力未知，不知道阎罗有几成胜算。但是让我们相信阎罗一定可以战胜强敌。泡菜国观众涌入龙国直播间，一个个狂喷起来。不是挑战我们伟大的泡菜国选手吗？你们笑啊，继续笑啊，乐死我了，自己找死路。对，我们的选手获得了召唤卡，现在是无敌的。用你们龙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龙国观众可看不得泡菜国的杂碎这恶臭的嘴脸，直接一顿狂喷。PK 房，阎罗通过提示之眼获得了蜘蛛女郎的信息。怪物，蜘蛛女郎，种族，昆虫族，身份，人造产物，实力 C， 等级10，提示 C 级普通 BOSS 的水平，随手可杀。阎罗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蜘蛛女郎的实力估计也就和3头烈火狼差不多。这种层次的怪物，没有得到怀孕奖励和2刀流之前的自己都能轻松斩杀，现在还真是可以随手秒杀。蜘蛛女郎速度很快，出现在阎罗身前，尖锐的猪腿猛然刺向阎罗的胸口。阎罗神色平静，没什么动作，在朴才俊眼里跟被吓傻了似的。朴才俊狂喜，杀了他，快杀了他！他仿佛看到世界第一在向自己招手。杀了阎罗，阎罗的一切都将归自己所有。蜘蛛女郎的猪腿离阎罗的胸口越来越近，1米、50厘米、10厘米，就在即将刺穿阎罗的时候，他终于动了。右手赤火刀，左手寒水刀。所有人都看不清阎罗是如何出手的，只能看见一红一蓝2道绚丽的刀光。蜘蛛女郎的动作戛然而止，随后身体出现交叉的2条线。咔！一声脆响，蜘蛛女郎的身体变成了4块，切口光滑无比，落在地上。寂静，直播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一会儿，直播间炸锅了，像是火山爆发一样沸腾。卧槽，阎罗大佬牛逼，秒杀！这么恐怖的蜘蛛女郎，阎罗大佬仅仅只用了1刀。什么叫做实力碾压？这才是阎罗大佬真正的实力。牛逼，秒杀！全体起立，向阎罗大佬致敬。太帅，这1刀实在太帅了。阎罗大佬，我要给你生猴子。兄弟，你冷静一点，你是男的。泡菜国人全部傻眼了，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思密达，这怎么可能？1刀就把蜘蛛女郎斩杀了。蜘蛛女郎可是连怪物房里可怕的怪物都能杀死，怎么被1刀秒了？龙国的阎罗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的吗？完了，失去了蜘蛛女郎，才俊欧巴已经没有胜算了。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也是惊讶的捂着小嘴。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冰冰脸上的笑容无法掩饰，赶紧解说起来。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阎罗再一次展现了惊人的实力。即使泡菜国选手拥有婚配对象的帮助，也完全不是阎罗的对手。甚至阎罗根本没有展现全部的实力，他仅仅只用了1次2刀流就化解了所有危机。PK 房，朴才俊神色的贪婪消退，看着阎罗一步步靠近自己，终于慌了。这怎么可能？你为什么能杀死蜘蛛女郎？阎罗，你别靠这么近。你听我说，刚才只是友好的试探而已。别杀我，别杀我，我知道错了。朴才俊一边后退，话语也一变再变，从惊骇到解释，再到求饶，完美诠释了内心的变化。朴才俊真的怂了。然而阎罗目光平静，走到朴才俊面前，用赤火刀的刀背挑起他的下巴。我希望你记住，敢对我出手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刀光一闪，朴才俊头颅落地，神色中无尽的惶恐还未消退，瞪大眼睛死不瞑目。泡菜国选手朴才俊在决斗房中死亡，泡菜国将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侵蚀之雨，恐怖的酸雨将会在泡菜国全境落下，持续3天3夜，酸雨触之必死。在公告落下的瞬间，整个泡菜国都被密集的乌云笼罩，看不到一丝阳光。接着电闪雷鸣，红色的酸雨从天空密集的落下。前一秒还在阳光下的人群被酸雨淋到，皮肤竟然被快速的融化。
接着血肉和器官也开始出现灼烧感，在腐蚀中融化，最后只剩下一具枯骨留在原地。侵蚀之雨是最恐怖的酸雨，触之必死。泡菜国人都疯了，酸雨仅仅落下3分钟，就有几百人变成了枯骨。该死，怎么会是这么恐怖的灾难？救救我！救救我！我的皮肤在融化，明明我只淋到几滴酸雨啊！我丈夫去关窗户，淋到几滴酸雨就死了。啊，这不是泡菜国，这是人间炼狱。我错了，我错了，我想活命，老天爷放过我吧。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再也不做泡菜国的狗了。该死的龙国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啊，死了，都死了，到处都是尸体，泡菜国完蛋了。泡菜国一时间承认人间地狱。面对这次灾难，泡菜国政府也毫无办法。这是天灾，哪里是人力能抗衡的？一些地势比较低的城市，随着酸雨形成洪灾，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人们只能在绝望中等死。酸雨可是会连下3天3夜，避无可避。面对泡菜国的遭遇，各国官方表面上同情，其实背地里估计乐开了花。有一个实力超标的阎罗已经够麻烦了，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实力强大的选手，尤其是那些传统强国，更是见不得别人超越自己。尤西，泡菜国人死啦死啦的！八嘎，区泡菜国还想崛起，做梦去吧！老老实实做我们鹰将国的狗吧，通往超凡的路不是你们能够染指的。泡菜国人听我说，超凡这条路你们拿捏不住，让我们鹰将国来。笑死了，泡菜人之前不是一个个很狂，还想杀阎罗大佬。乐了，哪里来的胆子和勇气？梁静茹给你们的勇气，活该，一有点本事就跳出来狂妄自大，真是夜郎自大。阎罗走出决斗房，当即获得了个人奖励，恭喜你在决斗中击杀泡菜国选手，掠夺对方全部属性、道具、装备、配偶。你的属性增加：力量10，敏捷10，体质10，魔力10，魅力5。你获得缅国选手的道具和装备：金币星号200，召唤卡星号1，小经验10星号20。召唤卡可以在任何地图中召唤你的婚配对象，包括决斗房间，可重复使用。好东西，那我就笑纳了。阎罗嘴角一勾，把召唤卡放进背包，以后再遇到决斗房这种特殊地图，都可以召唤配偶帮忙。这个召唤卡的效果不容小觑。这家伙金币不少呀，也是我的了。阎罗自语，金币收进背包。现在小金库里有300枚金币了，点化之力需要用到金币，这玩意多多益善。泡菜国选手的等级也被转化成了小经验石。之前 PK 的缅国选手是1级，所以没有经验石奖励。使用，阎罗立刻把20枚小经验石一键使用。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11级，获得2点自由属性。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20级，获得2点自由属性。20枚小经验石砸下去，阎罗一口气升到20级，接着20点自由属性被他平均分配，加上掠夺了泡菜国选手的属性，面板再次暴涨。选手阎罗，等级10级、20级，体质36、51，力量36、51，敏捷36、51，魔力40、55，魅力70、75，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金币300。描述人形 BOSS 就是你。阎罗摸了摸下巴，自己变成人形 BOSS 了。没有这么夸张吧？属性也就是其他选手5-6倍，然后技能比别人多一点点而已啊。还有婚配对象也就比别人漂亮一点点。阎罗浑然不知，目前 PK 到的2个选手都是这一批里最强的，大部分其实还挣扎在温饱线，担心开个随机房就被怪物杀死。要是和这些人比，阎罗光属性就是人家10几倍，更别提身上一堆 S 级技能了，有点压力啊。其他国家的选手也在进步，我要变得再强一点，免得被追上了。阎罗思索后自语道，接着继续进入挑战空间。龙国观众们听到阎罗这么说，全乐了，笑死我了。估计阎罗大佬以为其他国家选手都有泡菜国这个水平了，有压力了，要变得再强一点点。笑死了，阎罗大佬明明很强，却过分谨慎。乐了，阎罗大佬连撞2个选手天花板，虽然都是秒杀，但也感到了一丢丢压力。绝了，
阎罗大佬还想变得更强，这让其他国家选手怎么活啊？卧槽，是婚配房，久违的婚配房。我去，真的假的？还真是。只见阎罗身处的挑战空间果然有着一扇粉红色的门婚配房。阎罗脸色也微微一喜，最近运气一般，许久没碰到婚配房了，现在总算遇到一个。不过阎罗也没有厚此薄彼，先看了其他3扇门一眼，万一其他房间有什么好东西，他还是有可能放弃婚配房的。物资房里面有100个面饼，生存率100%，看不上。下一个怪物房里面有一只地级怪物史莱姆，这么垃圾的怪物，奖励肯定也高不了。下一个副本房鬼屋里面有一只邪恶的诡异，生存率60%，6成胜算。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看了一圈，阎罗的目光还是回到了婚配房上。婚配房里面有一个铁罐机器人，提示：用点化之力试试。这个机器人疑似某个向往科技的天使族群制造，体内有天使核心，可能有意外的惊喜。接着铁罐机器人的信息也被提示之眼解析：婚配对象罐罐，种族机械族，身份天使造物，颜值20，标准分50，天赋描述：一个向往科技飞升的天使族群制造的实验品，据说他们想要创造出一只机械天使。天使造物，阎罗神色愕然。天使那可是神话里的高等生物，实力强大不说，还个个美艳动人。这个机器人只不过是天使创造的产物，天赋居然就达到了惊人的 A 级，要超过苏妲己和苗薇薇。要知道两女的天赋也只有 B 级罢了。至于罐罐只是个机器人，阎罗不还有点化之力，万物皆可萌娘。外界，我靠，又是婚配房，太好了，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样的美人，好期待啊。泪目了，阎罗大佬又要后宫1了。羡慕死我了，我只有5姑娘陪伴。人比人气死人呀，我还在母胎单身 solo， 阎罗大佬都快找到第3个老婆了。虽然柠檬树上柠檬果，但是还是希望阎罗大佬再娶一个，这样就又有国运奖励了。别高兴得太早啊。虽然阎罗大佬一直运气很好，但是婚配房大家懂的都懂，婚配房的随机性太大，也没人敢保证阎罗开门一定就是美人。不过龙国观众大部分还是选择相信阎罗的运气，更何况阎罗现在实力不俗，就算婚配房里的对象不如意，未必没有反抗的资本，搞不好还能实现杀气正道呢。阎罗缓缓打开婚配房的大门，在所有人期盼又紧张的目光中，一步迈入婚配房。入眼是西方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其中有着各种天使的雕像，但是奇怪的是，房间里又有不少看起来科技感十足的仪器。好奇怪的地方，感觉糅杂了中世纪和科技2种世界一样。那个仪器是什么？感觉科技感十足啊，是什么样的婚配对象啊？居然居住在这种地方。有好多天使的雕像，难不成婚配对象和天使有关系，或者是信仰天使的族群？阎罗还没动，远远的就看到一个橙黄色的罐头模样机器人用轮子走向自己，还没靠近，罐头机器人就被毯子绊倒，倒在地上。罐罐摔倒了，夫君救我！罐罐摔倒了，夫君救我！罐头机器人倒在地上，只有轮子没有手，身体又圆滚滚的，根本起不来，一个劲的叫阎罗救自己。罐罐摔倒了，夫君救我！重复的稚嫩声音不断响起。人工智障，龙国观众集体懵逼了。卧槽，这是哪个垃圾公司做的人工智障？走路都走不稳。你没听见他叫夫君吗？好像他是阎罗的婚配对象哎。我特么懵逼了。懵逼树上懵逼果，他好像叫罐罐哎，但是看起来不聪明的样子。人工智障啊，能聪明到哪里去？话说他有那个吗？这怎么洞房啊？阎罗应该会消灭这个机器人吧，毕竟他不可能和一个铁罐头洞房。龙国观众议论纷纷的时候，对阎罗怀恨在心的泡菜国人跳了出来。现在他们还在酸雨的折磨之中呢。乐了，好运气走到头了吧？还想要美人？给你一个铁皮罐头，笑死我了，思密达。龙国人你倒是上啊，说不定这个铁皮罐头有洞给你钻呢。哈哈哈，龙国人好运到头了，这次没有美人给他享福了。看到嚣张的泡菜人，龙国观众立马不乐意了。滚！阎罗大佬，哪里是你们有资格议论的？没错，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说阎罗大佬坏话？没用的东西，现在面对酸雨还毫无办法吧？躲在家里哭鼻子吧。两拨人吵成一片，但毕竟在龙国直播间，泡菜人哪里喷得过龙国人？就在这时，阎罗突然动了，他缓缓走到罐罐面前，伸手把他扶了起来。别人看罐罐可能觉得是个人工智障，可阎罗却能分明地感受到，
罐罐体内居然有着浓郁的圣洁力量，那种力量的惊人程度，阎罗只能说他也打不过。你不嫌弃罐罐这个样子吗？夫君，罐罐电子屏上露出哭哭的表情。不嫌弃，罐罐，我帮你变成大美女好不好？可以吗？罐罐想要变成大美女。话音落下，阎罗使用点化之力。你使用点化之力，消耗300金币，将罐罐点化成萌娘。一阵刺目的光芒爆发，罐罐的身体完全被光芒笼罩，圣洁的光辉遮蔽天地。直播间的争吵戛然而止，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这么亮？啥都看不到了，只有满天的光芒。这个光芒看起来好柔和，有种圣洁的感觉。在议论声中，光芒消散，只见一个半边是裸露的机械，半边是美人组成的机械天使出现在阎罗身前的空间。很快，裸露的半边机械身体也被皮肤遮掩，只有左眼依旧是散发着橙黄色光芒的机械眼。机械天使拥有6只机械翅膀，绝美的脸蛋，白皙动人，凹凸有致的身材，美艳无比，偏偏气质又显得神秘而高洁。机械与天使的完美结合，性感与圣洁的矛盾集合体。机械天使，天使面孔，魔鬼身材。这一刻，直播间炸了，所有人都懵逼和震惊了。卧槽，发生了什么？刚才不还是一个铁皮罐头，怎么突然变机械天使了？离谱，离谱的事情天天有，阎罗大佬遇到的特别多。卧槽，我算是懂什么叫做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了，真特么好看啊！我老婆要能有这么好看，我愿意榨干自己。阎罗大佬又要起飞了，机械天使这还不赶紧拿下？所有人震惊了，主持人冰冰也开始一本正经地分析这种变化。我猜测机械天使是故意伪装成铁皮罐头的，这就是给阎罗的考验，伪装成废物向阎罗寻求帮助，测试阎罗的善心。阎罗扶起摔倒的罐罐那一刻，就是通过了机械天使的考验，因此机械天使才现出真身。主持人冰冰一本正经地解说，虽然和事实相差10万8千里，但却是最符合国运游戏规则的可能。所有观众都信了。原来如此，幸好阎罗大佬没对机械天使出手，不然岂不是翻车了？阎罗大佬真是心地善良，连机器人都愿意帮助。太好了，这可是机械天使，实力一定很强，奖励也会更牛逼。卧槽，有道理啊！把期待2个字打在公屏上，龙国又要崛起了。期待，期待！全体起立，送阎罗大佬入洞房。各国观众纷纷投来羡慕嫉妒的恨的目光。八嘎，居然是机械天使！阎罗凭什么运气这么好？玩个锤子，龙国选手连天使都泡到了。思密达，这不公平，好事都让龙国选手占了。什么？天使？天使可是我西方神话中的生物，怎么让一个东方人得到了？天使是属于西方的，龙国人这是在作弊。龙国观众此时正嗨，看到这帮人的嘴脸，无情嘲讽。去你丫的，西方的怎么了？我们抢过来了，就问你咋地？阎罗大佬简直是天命之子，运气就是这么好，羡慕吧？你们也只能看着天使流口水了，一群垃圾！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立刻滚出龙国直播间。龙国剑仙实力无双，喷得这群外国观众抬不起头。夫君，谢谢你的帮助，那我就不给你设置考验了。机械天使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变化，从一个笨笨的铁罐头变成机械天使，别提罐罐有多高兴了。在此之前，我感觉你需要一个新名字，都变成天使了，叫罐罐多少有点不合适。阎罗笑着说道。可是罐罐不会取名字哎。麦加尼、安吉，怎么样？好，我听夫君的。随着机械天使同意这个新名字，面板也发生了变化。婚配对象：罐罐、麦加尼、安吉。种族：机械族、机械族、天使族。身份：机械天使。颜值：20、90，标准分50。天赋：A。描述：在你的帮助下，他成功从一个拥有天使之心的试验品进化成真正的天使。阎罗目光一闪，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安吉的天赋居然高达 A， 比之前预料的还要更高。不等阎罗反应过来，安吉张开怀抱，温暖笼罩他全身。夫君，画面陷入黑屏。在安吉心里，阎罗地位仅次于创造他的那位天使姐姐，毕竟是阎罗帮助他完成愿望，成为真正的天使，因此安吉相当主动。黑屏半个小时，黑屏1个小时，黑屏2个小时，就算阎罗已经展示过无数次特长，但这个能力还是让一群观众羡慕的尖儿发紫。我靠，又特么要整3个小时，不要太离谱啊！坐下，常规操作，低调勿溜。话说罐罐不对，安吉之前不是机器人吗？能生小孩吗？你是不是傻？人家现在已经变成天使了，该有的地方都有，当然可以。机械天使，
感觉有种异样的诱惑力呢。话说安吉是真的美，阎罗又获得一个美人了。3个小时多5分钟，黑屏终于结束。安吉在阎罗的搀扶下回到家园，他嗔怪地看了阎罗一眼，太坏了，一点都不温柔。阎罗看到这个眼神也有些不好意思，那不是太兴奋了吗？对于新成员的加入，妲己和苗微微的表情也不意外。凭阎罗的本事，这是迟早的事。妲己摸了摸微微隆起的小肚子，哼，不管再来几个，她都是大夫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苗微微内心则是有了一些紧张感，看来她要加倍努力了，可不能让新来的先怀上阎罗的孩子，不然地位岌岌可危啊。阎罗这边洞房奖励到账，耳边传来国运游戏提示音，恭喜你与安吉完成洞房仪式，获得个人奖励，你获得 SS 级技能神圣电磁炮。神圣电磁炮短暂蓄力之后，掌心发射出1到300魔力值加成的神圣电磁光束，该光束兼具神圣属性和电磁属性，对水属性怪物和暗属性怪物造成额外100的真实伤害。这一炮会很帅，好强，这是我目前得到的威力最大的技能。阎罗忍不住赞叹一声，双 S 级技能果然恐怖，300魔力值加成一炮能把 BOSS 炸成灰。更牛逼的是，对水属性和暗属性怪物还有额外100的真实伤害，这一炮下去，对面不得直接升天。奖励还没结束，你让婚配对象格外满足，额外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体质10，力量10，敏捷10，魔力20，魅力20。A 级的配偶光是洞房奖励就超过 B 级配偶的怀孕奖励了。阎罗脸色一喜，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面板也紧跟着发生了变化。选手阎罗，等级20级，体质51、61，力量51、61，敏捷51、61，魔力55、75，魅力75、95。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金币0。描述人形炮台。阎罗顺利完成洞房，龙国观众们都激动不已，他们也会获得国运奖励，虽然远远比如阎罗获得的，但估计没人嫌弃自己寿命更长，身体更好。恭喜龙国选手阎罗与安吉完成洞房，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国运奖励发放，所有龙国人寿命2，体质2，力量1。龙国观众们沸腾了，卧槽，牛逼克拉斯，我又白减2年寿命。阎罗大佬吃肉，我跟着喝汤，简直太爽了。奈斯，我身体又变好了，尤其是体质增加，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会变得更持久。我也发现了，现在夫妻生活和睦，老婆晚上天天缠着我。咱龙国人现在人均15分钟不过分吧？别人我不知道，我周围的兄弟体质变好之后都可以坚持15分钟了。感谢阎罗大佬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这种时候要说最羡慕嫉妒恨的就属泡菜国观众了，他们现在和龙国相反，不但没拿到什么奖励，还被削弱了一半。这么一对比，简直不要太惨。看到龙国人欢呼，泡菜人集体破防了。思密达，龙国人现在人均15分钟，而我只有，该死，气死了，没用的泡菜选手，害惨我了，不活了，我老婆要跟我离婚，她说要找一个龙国老公，我女朋友也跑了，现在天天在龙国旅游，就想找个龙国男人，该死，为什么会这样？歧视泡菜国女人，这是在歧视泡菜国男人。哎呦喂，歧视你们怎么了？泡菜国男人都废了，我就算找不到龙国男人，那我宁愿找个小黑，也不跟你们这群废物玩。泡菜国女人已经完全看不上自己国家的男人了，人均废物，那和守寡有什么区别？泡菜国男人集体破防，和自己国家的女人撕逼起来，吵得不可开交。龙国人都乐了，一个个悠闲的看着泡菜国狗咬狗。就在他们以为奖励到此为止的时候，国运游戏的公告居然再次响起，龙国选手与 A 级或以上配偶洞房成功，龙国将获得额外国运奖励。国运奖励高级机械学，龙国将获得高级机械学全套技术知识，包括但不限于超高精度机床、超级复合材料装甲、战争机甲、超级战斗机器人。随着奖励再次升级，龙国举国沸腾。卧槽，超高精度机床比德意志的机床还要好吗？那肯定的啊，国运游戏的奖励肯定要比现有的技术还要牛逼一大截。超级复合材料装甲，
是不是带上这个装甲，导弹都打不穿我们的坦克？卧槽，还有战争机甲，龙国即将拥有机甲兵种，太牛逼了！我去，机甲啊！男人的浪漫，我现在就要参军，我要开机甲。还有超级战斗机器人，虽然我看不懂，但感觉肯定碉堡了。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些超级武器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国家又变得更加强大了，一个开心的很。龙国最高指挥所，几名专门研究机械的院士被叫来开会，在分析了高级机械学的技术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龙国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对手了。超级装甲让他们的坦克防御力无敌，导弹都打不穿；超级机器人战士让龙国的步兵战力得到惊人的提升；战争机甲可以在空中和陆地进行战斗，机动性强大且火力惊人，再加上之前的扑翼战机和蜂群无人机奠定的空中优势，龙国不管在陆地和空中都是无敌的。在制空权完全在己方手里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海上也是无敌的。龙国军事无敌了。几位大厂老友被这个结论所震惊到。变化来得太快，短短1个星期的时间，龙国居然就从世界第2军事大国飞跃到无可置疑的第1。好，有着如此强大的军队，我们才更有把握应对2年半之后的危机。3长老激动的一拍桌子，茶水都差点掀翻。2长老也是气色红润，心中激动。大长老，目前海上力量我感觉还不够，应当再造一些航母。我们要么不争，争了就要当第1，当无可置疑的第1。你怎么看？大长老略微思索了片刻，沉声道：好，那就造，不过要改进，结合我们的新装备，把海军的力量拉到最高。海军装备负责人脸色一喜，他早就有这个意思了。龙国的航母完全可以比用舰载机，用扑翼战机和战争机甲，再搭配一个蜂群无人机战斗营，一艘超级航母就能轻易摧毁一个中等体量的国家。虽然龙国不会这么做，但必须有这个实力，让全世界心服口服，不敢有任何一心看着龙国登顶。大长老几人把目光再次放到大屏幕上。过了一会儿，大长老目光深邃，突然道：若阎罗能从国运游戏中平安归来，要我看，镇国大将军之位非他莫属。此话一出，全场的高层震惊无比。镇国大将军的职称可不是谁都能担当的，要对国家做出无比巨大的贡献，且自身能力出众才可以。可仔细一想，阎罗完全有足够的功劳，还有强大的实力。想到这里，所有人心中都没有异议，认可大长老所说。若阎罗平安归来，这镇国大将军之位给他又何妨？另一边，超高精度机床正式建造成功。过往龙国工业总被洋人嘲笑大而不强，好东西、精密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龙国人就是造不出来。现在局面逆转，超高精度机床的问世，让龙国一举超过德意志，成为地球最强精工。各种精密的工业用品从工厂中大规模生产出来，龙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吃下了大量原本属于德意志和樱花国的精密制造市场。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工资变高了，凡是跟机械能搭一点边的工厂，起步工资都从4、5千美月上涨到上万美月。这还只是普通操作工，技术工人更是轻易的能拿到1、8万以上月薪。所有从业者都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好处。不说别的，就连在机械工厂附近炒蛋炒饭的摆摊人，还有附近足浴店的洗脚小妹，都赚妈了。蛋炒饭炒不完，根本炒不完。阎罗大佬牛逼，谢谢阎罗大佬，我他妈工资涨了1倍，激动死我了。原来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好处嘛。我在工厂附近摆摊卖烧烤，都赚疯了，太爽了。想起10几年前工厂还是几百块1个月，现在竟然轻松破万。阎罗大佬，我给你立个长生碑，要不是你，俺怎么过得上这么好的日子？爽歪歪，我开了家按摩店，已经赚妈了。大姐，你开的这个按摩店正规吗？正规我就不去了，汝听人言否？666，我有一个朋友也想知道正不正规。龙国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得到后台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毛熊国选手发现红门，让我们把直播画面给到毛熊国选手。听到这个消息，观众们也是一惊，毛熊国也发现红门了。是的，我刚才刚好就在毛熊国直播间玩，确实有红门。不过毛熊国选手好像是个女明星，长得挺好看的。哦，这样吗？我实名表示要看。画面很快给到毛熊国直播间，女明星丽莎穿着性感的深 V 装，一双大长腿更是吸引人的目光。卧槽，这么好看的吗？这腿我能玩1整年，不愧是明星啊，长得真漂亮。漂亮有什么用？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女明星的资料，她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没错，这个女明星曾经公开发表歧视黄种人和黑人的言论，说黄种人都是低贱的猴子。
你们快看这个，丽莎还殴打过龙国化妆师。很快，一段视频被扒了出来。只见路人拍摄的视频里，丽莎完全没有和外表一样的善心，反而尖酸刻薄，就因为化妆师是个龙国人，就不断的出言嘲讽，嘴里叫嚷着黄皮猴子。那个化妆师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语侮辱，忍不住还了一句嘴，就被丽莎带着好几名工作人员推到墙角，一顿拳打脚踢。画面的最后来了一张救护车，化妆师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丽莎还劈头盖脸的骂了化妆师一堆难听的话。要不是怕事情闹大影响不好，工作人员拦着，看丽莎这架势还想冲上去再甩一个耳光。看到这个视频，所有龙国人都怒了，亏我之前还夸这个丽莎漂亮，是我眼瞎了，真恶心。外表是好看，但也拦不住心灵如此肮脏。什么东西，居然歧视我们龙国人？我们和毛熊不是友好国家吗？这个混蛋在做什么？友好个屁，之前是迫于鹰将的压力不得不合作而已。是的，其实大部分毛熊人都不喜欢我们龙国人，甚至是歧视龙国人。Mad， 化妆师都被打成重伤了，他还不放过，真是蛇蝎心肠。龙国人憋着一肚子火，这个丽莎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因为丽莎，龙国观众也算了解到了毛熊国人真正的嘴脸，人家不过是为了利益做表面功夫，背地里其实歧视龙国人，甚至侮辱在毛熊工作的工人或者留学生。游戏内，丽莎看到婚配房，脸上露出喜色。我这个运气果然很好，她连着2次遇到物资房，运气好得很，连怪物什么样子都没见到过，一直活到现在，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婚配对象呢？丽莎思索着，她感觉就凭她这个运气，婚配对象应该差不了，至少不会是恶心人黄皮猴子或者黑皮鬼。毛熊国观众此时议论纷纷。哦，是美丽的丽莎女士。丽莎运气太好了，前2次都是物资房，没遇到一点危险，第3次就是婚配房。一些运气不好的国家都经历4、5轮灾难了，我们毛熊国则安然无恙。哟，说我们歧视？你们不本来就是黄皮猴子吗？歧视你们怎么了？黄皮猴子看着就恶心，丽莎怎么可能做错？一定是那个黄皮猴子不尊重丽莎。丽莎作为大明星，有不少簇拥者，这群人没有一丝悔意，反而支持丽莎。龙国人一阵恼火，真是帮了个白眼狼国家。干，那我倒要说说白人有体味这件事了。我以前旅游遇到过不少白人，身上那味香水都盖不住，恶心。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丽莎总算调整好心态，打开了婚配房的大门。进入婚配房，眼前是一个小型城堡，虽然略显破旧，但确实是城堡。城堡里面该不会住着王子吧？我运气这么好。丽莎嘴角勾了出笑意，大步靠近城堡，打开城堡大门，一条长长的红毯直通城堡内部。城堡似乎没点灯，光线有些昏暗。丽莎走了1、2分钟，终于看见一个巨大的石质王座上坐着一个人影。这个人影戴着王冠，手里拿着权杖，一看就身居高位。这一下毛熊国人都喜上眉梢，是人形生物，这就好办了。奈斯看样子还是一个王子，这波赚大了。我们毛熊国要起飞了，就丽莎这个运气，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追上龙国选手。黄皮猴子们看见了没？白种人才是天地宠儿，幸运女神关照的人种。哈哈哈，等着吧，黄皮猴子们，我们毛熊国很快就会重现上个世纪的辉煌，把你们通通踩在脚底下。丽莎脚步轻快，离王子越来越近。只是前一秒她还满脸笑意，等看清王子的面容之后，丽莎心中一个咯噔，脸色僵硬下来。绿色的皮肤，鹰钩一样的鼻子，杂乱生长的大黄牙，还有猥琐的眼神。哥布林王子露出大黄牙，笑道：“你就是我的娘子。”丽莎完全镇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同为人类的黄种人和黑人，她都觉得恶心，更别提这个绿色皮肤的哥布林王子了。被哥布林王子用猥琐的目光扫遍全身上下，丽莎浑身一个寒战，我不要，绿皮鬼，你给我滚远点！然后飞快地转身，朝着城堡的出口跑去。哥布林一声淫笑：“你跑什么？”实力完全就是普通人的丽莎哪里跑得过哥布林王子，很快就被抓了过来，丢在笼子里。跑什么？既然你拒绝我，那我就好好玩弄一下你，再把你杀掉吧。哥布林拿着绳子把丽莎绑在一根柱子上。你这是做什么？不要，不要！丽莎惊恐无比，画面直接黑屏，反转来的太快，原本洋洋得意的毛熊国人都懵了。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毛熊国选手丽莎在婚配中拒绝哥布林王子，被虐杀致死。选手死亡，毛熊国即将爆发灾难。灾难确定，哥布林王子的怒火。哥布林王子受到歧视和侮辱，将派出1000万哥布林大军降临毛熊国。画风变得太快，前一秒毛熊国人还得意洋洋，下一秒灾难爆发。这怎么回事？
突然就灾难降临了。丽莎这个没用的东西，连哥布林王子都搞不定吗？该死啊！好多哥布林，不知道普通哥布林，还有哥布林巫师和哥布林巨人。不好了，远东已经沦陷了，哥布林大军正在朝着斯科城进军，毛熊国一片大乱，千万哥布林大军横扫毛熊国的领土，尤其是那些哥布林巨人7、8米高，手里提着巨大的狼牙棒，随手一击就能轰爆坦克。毛熊国靠近欧洲那边的领土还好，平原为主，钢铁洪流可以正面和哥布林大军作战，而靠近东方的土地几乎都是冻土，坦克无法行动，仅仅依靠步兵队伍根本就不是哥布林大军的对手。随着时间推移，远东越来越多的城市沦陷，死于战争中的人数飙升，50万、80万、120万、上百万人死亡，无数人流离失所。毛熊国被哥布林大军蹂躏到崩溃的边缘，毛熊国高层终于急眼了。毛熊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们请求国际社会伸出援手。然而，公开求援之后，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笑死我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也想让其他国家的士兵替你们毛熊人送死。乐了，之前毛熊人狂的没边，现在知道请求支援了，谁去帮忙谁是傻子，之前还敢歧视我们黄种人，现在谁还愿意帮你们？要我说，这个自大且好战的民族，没了就没了。貌似就没有几个国家和毛熊处得来，毛熊一直到处侵略，从沙俄开始就是这样，狗改不了吃屎，我们龙国肯定不会帮你们这些白眼狼。各国观众无情嘲讽，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助毛熊。毛熊在国际上本来就人缘差，现在遭遇灾难，不但没多少人同情，反而还一个个拍手叫好。毛熊国高层也彻底傻眼了，意识到不拿出点好处，根本没人愿意帮忙，只能大出血了。如今只有2个国家有实力帮助毛熊挺过灾难，一个是鹰将，另一个就是龙国。鹰将就别指望了，自古以来和毛熊就不对付，巴不得毛熊崩溃，哪里会出手帮忙？只有求助龙国了。毛熊国大长老立刻电话联系龙国，我请求龙国出手，帮助我毛熊国挺过这次灾难。事成之后，我愿意放弃远东地区原本历史上归属龙国的土地。毛熊国的请求立刻就引起了龙国高层的注意。清朝时期，远东的归属是龙国的，这个世纪以来，龙国为了安稳发展，无奈放弃了收回远东地区的计划。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忘记了远东，忘记了那本该属于龙国的土地。待国家复兴，走丢的孩子都该回来。龙国领导层没有任何的犹豫，接受了毛熊国高层的条件。扑翼战机、蜂群无人机、战争机甲，各种高科技武器轮番亮相，汹涌的火力席卷远东地区，穷则精准打击，富则火力覆盖。龙国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打出了3万发火箭弹，整个在远东地区作乱的哥布林大军都被火力覆盖。扑翼战机则是携带着高精度导弹，点杀哥布林巫师战争机甲，正面对抗哥布林巨人，2个7、8米高的庞然大物悍然相撞。龙国正规部队约200万人，实际只出动了50万人。然而这50万人仰仗着一众高科技武器，还有各种无人战机和机器人，愣是完成了对千万哥布林大军的火力压制。开战仅1个小时，在无尽的炮火打击下，哥布林大军就被击杀了将近1半。这一刻，全世界都震惊了。卧槽，这怎么可能？龙国实力比毛熊强这么多了。毛熊被哥布林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而龙国军队只出动了1个战区的人马，就把哥布林大军治得服服帖帖。太牛了吧！龙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开玩笑，早些日子鹰将都全面退出第1岛链了，在龙国面前，鹰将都得避其锋芒。我惊讶的不是龙国的强大，而是龙国变强的速度。没办法，谁叫龙国选手拿下这么多次国运奖励，龙国崛起和阎罗脱不开关系。直到龙国这次展现实力，所有人才意识到变天了。龙国崛起成为事实，再无人可阻挡龙国回归第1宝座。随着时间推移，哥布林大军全部被密集的炮火炸成碎片。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从毛熊国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传出，毛熊国在危难时刻得到龙国朋友的帮助是莫大的荣幸。为了感谢龙国帮助我们平复灾难，我们郑重的决定归还龙国在远东的领土。当地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搬家到毛熊国其他城市，或者加入龙国国籍。这个新闻发布会，别说全世界，就连作为当局者的龙国人都懵逼了。寂静之后是敲锣打鼓般的喧哗。卧槽，远东回归了，牛逼啊，厉害了，我的国！泪目了，我真的要泪目了，还是清朝手里丢的地盘，100多年了才要回来，不是要得哦，是人家主动归还的。我就说国家为什么要帮毛熊国度过灾难，原来对方许诺了这么大的好处。虽然我到现在还很懵逼，但是我只能说干得漂亮，我的国！龙国网友们兴奋不已，远东回归龙国，
堪称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也正式宣告失落了几百年的华夏民族再次达到当年的盛世版图，龙国要回到他该坐的位置，天朝上国。龙国很快就派出大量人手接手远东地区，别人愿意归还，没有不要的道理。远东地区虽然是一片冻土，天地极其寒冷，但是这里盛产石油和天然气，还有丰富的矿藏，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而且远东地区有好几个出海口，往东直指樱花国，更可以畅通无阻地从海上到达鹰将腹地，战略意义也无比巨大。龙国高层非常清楚远东的价值，当即决定成立南海舰队、东海舰队、渤海舰队之外的第4支龙国舰队远东舰队。如此重大的消息，国际社会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只有一些小国急着表明态度，盛赞远东舰队的成立，而一些传统大国都选择了沉默。本来他们是想抗议龙国扩充军队的，但是看到龙国现在的军事实力之后，一个个都乖乖闭上了嘴巴。现在的龙国惹不起，太强盛。国际社会就是这样，当你的拳头足够大，看到的都是善意和尊重。随着远东舰队成立，龙国人东民族自豪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牛逼！泱泱华夏终究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我爱你，我的祖国母亲。殚精竭虑铸一剑，梅花香自苦寒来。太激动了！遥想当年祖国成立，一穷二白，除了先烈，没人相信龙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各位先烈，向你们致敬！若你们看到如此盛世，一定也会欣慰吧？远东舰队牛逼，人民子弟兵雄起，足以载入史册的荣耀。老祖宗的地盘一分不少，全拿回来了。龙国领土寸土必争，感谢先烈，致敬军人。家园，阎罗正带着3女收小麦，金黄色的穗子在阳光下折射着光芒，又是一次大丰收。好多麦子，家里都快放不下了。妲己喜笑颜开，哈哈，待会给你们做面饼烤肉吃。阎罗面带微笑，好耶！妲己欢呼雀跃，夫君做的烤肉最好吃了。苗微微也是咂咂嘴。安吉有些疑惑，别说烤肉，正常的食物他都没吃过，毕竟之前他还是机械造物。嘿嘿，一看你就没吃过，保证你吃一次能记一辈子。妲己笑着拍了拍安吉的香肩，这一拍，安吉宽大的胸怀一阵晃动。妲己瞪大眼睛，又看了自己的胸怀一眼。还好，我也不太差嘛。不知怎么的，妲己和安吉同时把目光投向苗微微。苗微微不算小，但和两女比起来，那叫一个天差地别。苗微微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胸怀，然后破防了。看什么看？本小姐这叫盈盈一握，你们懂什么？咦，发育不良还找借口？妲己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哈哈！苗微微气急，伸手掐妲己脖子。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夫君，救命！微微欺负我！妲己一边反抗一边打小报告。阎罗无奈地摇摇头，任由他们胡闹。妲己虽然有身孕，但毕竟不是普通人，这种程度的玩闹没什么危险。跟他们玩，麦子收到明天都收不完。弄到现在，9成麦子都是他一个人割的。阎罗一边割麦子，妲己和苗微微则在一旁打闹。最后不知怎么地，安吉也加入进去了。总算收完了，准备做饭。阎罗擦了擦汗水，还别说，割麦子挺解压的。尤其旁边还有3个大美女，越割越来劲。直播间观众看着3女嬉戏打闹，一个个都看呆了。爱看，多打2下，打要害部位。老色批又来看美女打架了，波涛汹涌，我有点晕奶。6，一群曹贼在这里流口水，你们也只能看看，这3位可都变成阎罗大佬的形状了。羡慕的尖儿发紫，我要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就好了，不要3个，1个也好啊。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找到这么漂亮的老婆。什么办法？细说，我朋友想知道。找个枕头，闭上眼睛就可以了，不带这么骂人的，气死了，我破防了。阎罗做好烤肉卷饼，带着3女围在小木桌旁边吃了起来。妲己不顾形象，小嘴张得老大，大大的一口咬下。好好吃。见妲己满足的表情，安吉先是试探性的尝了一小口，随后美眸中爆发出一阵光亮，好香。接着也大口得吃了起来。半个小时后，吃饱喝足，阎罗有带着3女看了回夕阳，散散步。送3女回屋休息后，阎罗一步迈入挑战空间。熟悉的4扇门，不过这次没有红门，全是随机房。直播间观众们也再一次打起了精神。阎罗大佬真是时间管理大师，生活挑战2不误。我还是佩服阎罗大佬的，就他一个人过得最滋润，而且挑战门也没翻过车。必须得，必然他就不叫阎罗大佬了。这次没有婚配房吗？4扇门都是白色的，阎罗大佬会选哪一个？我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啊。废话，
要开了门才知道啊。我估计阎罗大佬现在也不知道选哪个好呢。挑战空间，阎罗目光扫向4扇随机房。物资房，里面有10个单位小麦种子，生存率100。怪物房，里面有一只食人花，击败后可获得奖励，生存率100。BOSS 房，里面有一只恶魔犬，击败后可获得奖励，生存率100。神秘奖励房，通过副本可获得神秘奖励，神秘奖励房。阎罗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他倒是想知道这所谓神秘奖励房会有什么样的奖励。提示之眼，我需要更准确的信息。神秘奖励房，挑战饥荒副本。饥荒副本，挑选本国100人一起进入副本，再由挑战者选择另一个国家同样100人进入副本，在为期1天1夜的生存中，存活人数更多的国家获得胜利，胜利者将获得许愿符奖励，失败者所有选手被抹杀。注意1，该副本中饥饿速度提高500，生存率98。注意2，获胜方选手继续留在国运游戏，参与者获得体质奖励后传送回现实。饥荒游戏，阎罗目光一凝，看到高达98的存活率，又松了一口气。看样子对于我来说难度并不算很大。阎罗喃喃自语，思索了一会，他才下定决心，这个神秘奖励他要定了。毕竟前3个房间对于他毫无吸引力，反而是神秘房间的奖励他相当好奇。许愿符一听就是个好东西，别管具体什么作用，遇到了那就是我阎罗的东西了。至于和我较量的倒霉蛋，那必须是樱花国。阎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不知道弄谁的时候，弄小热本绝对没错。当即阎罗不再犹豫，直接打开了神秘奖励房。恭喜龙国选手阎罗幸运地进入了神秘奖励房。神秘奖励房挑战确认饥荒副本。这一刻龙国人全部得到提示，议论起来。我去，阎罗大佬进神秘奖励房了，牛啊！阎罗大佬的运气没输过，4个随机房随手一开就是神秘奖励房。幸运女神这个骚蹄子肯定是光腚对着阎罗的。卧槽，兄弟会说话多说点，拳头硬了。什么时候幸运女神才能光腚对着我啊？枕头，躺下，闭眼，你就是下一个阎罗大佬。要我说，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国运游戏什么尿性懂的都懂。是啊，也有可能是个大坑，等着阎罗大佬跳下去呢。呸！自家人不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阎罗进入一个纯白的空间，需要等待99名参与者凑够100人才能进入饥荒游戏。同时趁着这个时间空档，他也完成了对手的选择，樱花国。饥荒副本规则如下：龙国选手选择樱花国成为对手，龙国参与者传送中，传送成功。纯白空间内一道道光芒闪过，一个个一脸懵逼的龙国人被选入饥荒游戏。卧槽，这是哪里？不是吧不是吧，龙国10几亿人一共就选100个，这也轮得到我？6啊！虽然看阎罗大佬大杀四方很爽，但是要我参与国运游戏，妈妈，我想回家。回程票有吗？我好怕自己突然嗝屁了。快看，那个大帅哥就是阎罗吗？众多参与者这才把目光投向那人指的方向。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孔，挺拔的身姿，出众的气质。阎罗只是站在那里，就显得鹤立鸡群，在场的妹子都是小脸一红，心中小鹿乱撞。好帅啊！这就是我们天天在电视里看的阎罗哥哥。太英俊了吧，比明星还好看。明星都是靠化妆，阎罗哥哥可是素颜。哇，妈妈我恋爱了。花痴们闭嘴，听阎罗大佬说话，我们现在的处境可不是很安全，很有可能进入了神秘的副本。有人大声说道，提醒众人正视。现场才逐渐安静下来。阎罗见大家恢复平静，一个个看着自己微笑道，抱歉让大家陪我一起经历危险了，不过这次的副本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大家只要跟着我，别落单，我还是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的规则。你们应该也看到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樱花国，1天1夜的饥荒之旅，只要存活人数比他们高，我们就安全过关了。阎罗经历了这么多，帮龙国拿下一次又一次国运奖励，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阎罗大佬哪里的话，能和你一起挑战副本是我们的荣幸。有阎罗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波应该安全。耶！近距离接触偶像。众多参与者回应，接着井然有序地出牌好了对联。他们都很相信阎罗的实力，有了主心骨，人心也不乱。樱花国那边同样是一个纯白空间，100位樱花国人神情慌乱，一个个拉着旁边的人诉苦，根本没人听工藤二则说话。工藤二则脸色铁青，他只是一个普通白领，而且进入国运游戏没多久，除了第一天运气好搞到一把 F 级砍刀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八嘎，自生自灭去吧，一群没用的废物。工藤二则暗骂一声，
也不再说话，反正没人听他指挥。这个该死的阎罗，我又没得罪他，非得整我。他骂骂咧咧，对于目前的状况毫无办法。樱花国参与者们议论纷纷，这个阎罗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是谋杀，赤裸裸的谋杀！该死的龙国人，我就知道龙国人没几个好东西。完蛋了，这次我们死定了！该死啊！上亿樱花国人为什么偏偏把我传送进来送死？樱花国人此刻都在抱怨或者咒骂阎罗。外界龙国观众们看到龙国队伍和樱花国队伍的对比，全都乐了，笑死我了！这就牧羊人嘴里素质高的樱花国人，真逊啊，乱成一锅粥。我只能说，怪就怪樱花国选手没什么实力，不能服众，还得是阎罗大佬，一句话大家都安心了。开玩笑，阎罗大佬现在可是能够手撕 BOSS 的存在，说话能不让人安心吗？加油！希望阎罗大佬带着参与者平安归来。至于樱花国人，我得建议是别回来了。是这个道理。龙国选手与99名参与者传送完毕，樱花国选手与99名参与者传送完毕。传送中，目标多人副本饥荒，传送成功。阎罗和一众参与者只感觉身体突然清零，周围的场景飞速变换。当强烈的失重感消失，众人才发现场景已经变化。阎罗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干涸开裂的土地，连野草都没几根，油也已经枯萎发黄，一片荒芜，只有裂土和碎石，偶尔能看到几根连树叶都没有的树枝。卧槽，真就饥荒呗，连草根都没得啃，500%的饥饿速度，我感觉饿得好快。我也是，进来之前就没吃什么东西，已经有点饿了，现在更饿了。阎罗大佬，这可怎么办啊？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阎罗，毕竟阎罗一向运气很好，说不定能带着大家找到吃的。阎罗一时间也没对策，先走着看看。在他的带领下，一众参与者朝着北边慢慢探索。然而，不愧是饥荒游戏，一群人走了1-2公里，除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干涸土地，什么东西都没遇到。500%的饥饿速度，也让一部分本来就没吃东西的人感觉到饥饿。不祥的预感在参与者心中蔓延，但看了一眼领头的阎罗，这些人又只能把担忧压在心底。快看，那边是什么东西？有人惊呼。闻声看去，众人才发现西边有一群黑影在晃动，而且那黑影越来越大，似乎在靠近他们。阎罗目力要远胜于普通人，已经看清了来物，是一群毛发银色的巨狼。怪物，银月狼，实力 C 级，等级15级，特点群居嗜血。阎罗目光微微一凝，神色却没有太多变化。普通的 C 级怪物，哪怕数量有10几只，问题也不大。随着银月狼群靠近，参与者们也终于看清，是一只4-5米长的高大巨狼。慌乱蔓延，我的天，是怪物！好大的巨狼，我好害怕。Mad， 我看一眼都腿发软，这狼怎么这么大一只？要不是阎罗大佬站在前面，我早就跑路了。我想跑都跑不动，我好人没一点力气。参与者们惊慌不已。之前看阎罗直播打怪物，总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现场看到怪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很多人吓得走路都走不稳。阎罗一句话没有多说，左手负于身后，右手赤火刀，一人一刀走向狼群。这巨狼也就看起来唬人，实际上只有15级，还不是 BOSS。他连2刀流都没兴趣用。阎罗大佬能打赢吗？我慌的一批，这巨狼看起来好吓人。阎罗大佬一定要赢啊！我的小命都靠你了。一群人心中祈祷，只希望阎罗能斩杀这群巨狼，不然他们一个都跑不了。银月狼群感受到阎罗身上的气息，也知道他是最大的威胁，不杀了这个人，就享受不了后面那群弱小人类的美味。吼！随着领头的巨狼一声嘶吼，10几只巨狼同时围了上去，从各个角度扑来，要撕咬阎罗。在场所有人心情都是一沉，然而他们除了祈祷也没有别的办法。下一刻，赤红色的刀光犹如黑暗中的一抹金红，阎罗身前的2只巨狼被轻易的一刀斩成2半。阎罗大佬，小心后面！有人惊呼。阎罗身后，一只巨狼流露出嗜血的目光，一口咬向阎罗的脖子。然而阎罗背后像是长了眼睛一般，豁然转身，赤红色刀光一闪，这只巨狼就被一刀劈成2半。众人还来不及松一口气，更多的巨狼扑了过来，然而阎罗眼神中看不到丝毫的慌乱。S 级技能猎手的加持下，阎罗在战斗中宛若闲庭漫步，看起来凶险，却总是能料敌先机。惊人的战斗直觉让他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只只巨狼被斩杀。又过了几个呼吸，地上都是被砍成2半的银月狼，尸体和鲜血一地。仅剩的3只银月狼也终于意识到阎罗的恐怖，嘶吼一声，却朝着远方飞速逃走。阎罗也没有追杀，
叫帮手去了。他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虽然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阎罗却没有阻止。他张开手掌，手里有10颗小经验石，这些巨狼居然每一个都能爆出1枚小经验石，饥荒副本还真是个刷等级的好地方。围观的众人见狼群被击败，一个个长长松了一口气，接着看向阎罗的目光中充满了震惊和一丝崇拜。他们议论起来：卧槽，我还以为我死定了，没想到阎罗大佬这么轻松就解决了这些巨狼。是啊，这些巨狼看起来老吓人了，没想到阎罗大佬轻易斩杀，牛逼啊！阎罗大佬一人一刀砍翻巨狼，帅死了，太帅了，跟武侠片一样，刀光剑影。关键是阎罗大佬这个战斗技巧，背后偷袭的巨狼都伤不到他，太猛了。外界，龙国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看到阎罗安然无恙，也是松了一口气，接着解说起来。大家可以看到，阎罗并没有展现全部的实力，甚至连技能都没使用，完全依靠身体素质和战斗技巧就斩杀了10几只巨狼。现场官方直播间也办得越来越正规，请了心理学专家、生存学专家和军队的兵王来当嘉宾。兵王微微点头，目光流露出些许震惊。是的，可以看到阎罗的刀法和战斗经验比刚进入国运游戏时已经强大了不止1星半点。之前他只是身体素质超越兵王，但现在连战斗技巧都已经达到了超越兵王的层次，这完全就是一次次生死搏杀锻炼出来的。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恍然大悟，接着惊叹起来：牛逼啊！不愧是阎罗大佬。听兵王这意思，阎罗大佬是拿这些巨狼练手呢。刚才吓死我了，没想到阎罗大佬只是热热身就把巨狼全杀了，离谱！阎罗甚至不屑用技能，可能对于阎罗大佬这些巨狼就是用来练手的，锻炼一下战斗经验。阎罗大佬真的牛逼，连战斗技巧也超越一般的兵王了，真是惊人的战斗天赋。不好，你们看，逃走的那几只巨狼又回来了，还带了一大群帮手。卧槽！饥荒副本内，众多参与者也发现了异常，神色再次紧张起来。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大群黑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近。近了，居然是5、60只和之前一样的银月狼，尤其是领头那一只巨狼，长达6、7米，身上更是有着类似月亮的神秘符文。那家伙，难道是真正的狼王？有人惊呼，吓得后背一凉。怪物名称：银月狼王。怪物类型： BOSS。 实力： B 级。等级：35级。特点：威慑、领导者、嗜血、残忍。因为来的是 BOSS， 国运游戏直接给所有参与者提示了 BOSS 信息。这一下，所有人都炸锅了，眼神中更是充满恐惧。不好，是 BOSS！ 该死啊！刚才那只是小骨狼群吗？一个 BOSS 带几10个怪物，玩个毛啊！卧槽，这么吓人，阎罗大佬还顶得住吗？哎呦，放我回家，我不想死！不少人都吓懵了，一些女孩子更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太吓唬人了，一个 BOSS 狼王，再加上几10只怪物，这怎么打？别说女生，很多男生都开始怀疑人生，吓得腿发软。此刻，潜伏在龙国直播间的樱花国人都狂喜。本来他们就对阎罗把樱花国选手拉入饥荒游戏不满，找到机会开始疯狂嘲讽。尤西，用你们龙国人的话，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该死的龙国人，把我们樱花国拉下水，现在遭报应了吧？笑死我了！几10只怪物围攻，就算你是阎罗，那也只能无力回天。死吧！巨狼把龙国人都杀了吧，这样樱花国就能轻松获得胜利了。杀！龙国人死得越多越好。哈哈。龙国观众虽然此刻也担忧，但也不会容忍这些小热本如此放肆。大胆！这是你们这群杂碎说话的地方，滚！龙国直播间不欢迎你们这些人。人！樱花国人也配叫人？那是纯纯的畜生，哪来的滚奶去！呦呦呦！一个爆发了4、5次灾难的国家跑过来嘲讽我们龙国的选手，你们哪来的自信？说得对，药王也是先王你们樱花国。直播间吵得不可开交。饥荒副本内，眼见银月狼王带着几10个小弟来势汹汹，阎罗又准备一个人孤身应对。有个男生咬着牙大声道：阎罗大哥，不如我们分散逃跑吧，多少能活一些人，而且只要你还活着，我们就还有翻盘的希望，没必要为了我们一个人冒险。男生这番话让在场众人都是心中一震，没有人不怕死，但男生所说的确实是一个好方法。如果阎罗一个人单挑狼群死了，剩下的人也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阎罗还活着，那至少能活一部分人。这一刻，大部分人都下定了决心，做好生死各有命的准备。然而阎罗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道：大可不必，我说过会让你们所有人平安回去。说着
他孤身迎战狼群。一只受伤的银月狼朝着银月狼王一声嘶吼，仿佛在说就是这个人杀了他们的兄弟。银月狼王眼神变得凶狠，吼！接着所有银月狼像是得到命令一般，全部朝着阎罗奔袭过来。几十只巨狼将阎罗包围，接着全部扑向阎罗。阎罗，小心！有人惊呼，所有人内心的焦急都卡在了嗓子眼，也有人心中不甘，死死地握着拳头。要不是他们手无缚鸡之力，阎罗何必一个人单挑狼群？自责、不甘、紧张、沉重的情绪压住所有人的内心。然而下一刻，一股神圣的电流轰然爆发，冲天的光芒中，所有人只听到一声轻喝：神圣电磁炮。接着圣光笼罩天地，密集狂舞的电流闪花所有人的眼睛，极致的毁灭力量爆发，接着传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声。砰！强烈的巨大光束扫过，巨狼的影子被光束拉扯消失。当强光消散，所有人的视线恢复正常，现场落针可闻。几十只巨狼早已不见踪影，只能看到地面上残留的烧焦躯壳。银月狼王眼神中是无尽的惊骇，满身都是烧焦的痕迹和开裂口子，狼嘴里不断溢出鲜血。滴答滴答，鲜血滴落在地，寂静，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直播间的弹幕也是瞬间清空，过了足足几十秒，才终于有弹幕划过。接着满屏的弹幕像是火山爆发一样划过。卧槽，发生了什么啊？我特么的，这是人类能掌握的力量！我懵逼了，我知道阎罗大佬很强，没想到会这么强。这是阎罗大佬压箱底的大招，太特么变态了吧！我丢，震惊我一整年，我给阎罗大佬跪了，太帅了，这才是真正的超能力，一招就能覆灭狼群。小子，看好了，这一炮会很帅。直播间里的小日子也集体傻眼了，前一秒他们还在嘲讽阎罗，后一秒就被狠狠打脸。八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局势逆转了？好恐怖的力量，这才是龙国选手真正的实力。该死，龙国阎罗是不可战胜的。完了，我们输定了，这怎么玩？龙国官方直播间，主持人冰冰和几位嘉宾目瞪口呆地看着画面中的情景。冰冰神色震惊，都不知道怎么解说了，还是导播不断在耳麦中提醒他。过了一会儿，他才做了个深呼吸，赶紧解说起来。可以看到，阎罗似乎展现了之前从未使用过的技能，这个技能威力巨大，连银月狼王这种 BOSS 都被一炮打成重伤。这时，一直没开口的生存专家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根据我的分析，选手获得的技能和婚配对象有关，圣光、电流这两个关键词让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机械天使，这应该是从机械天使身上获得的超强力技能。饥荒副本内，相比于直播间和嘉宾置身事外的分析，现场的参与者明显更加激动，他们可是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要不是阎罗突然爆发，他们可就要见太奶了。太好了，我们还活着，感动死我了。阎罗大佬一句话，我说过会带你们平安回去，真的泪目了，太帅了，阎罗大佬的大招真的太帅了，谢谢阎罗大佬，我们安全了。众人激动不已。银月狼王看着靠近自己的阎罗，全身一阵颤抖，眼神中的惊骇化为恐惧，赶紧转身逃跑。阎罗的速度却更胜一筹，很快持刀追了上去。狼王吓得汗毛炸起，两双狼腿抡得像风火轮一般，还是被阎罗拉近距离。无命休矣！他冒出这个念头。阎罗一开始只用赤火刀砍了狼王几刀，发现这货皮糙肉厚，造成不了太高的伤害，直接左手赤火刀，右手寒水刀，二刀流施展，刀法威力翻倍，一刀就能砍得狼王大出血，嗷嗷狂叫。狼王被逼急了，见跑不了，只能回身反击，但终究不敌阎罗。一阵一红一蓝的刀光闪过，狼王还是陨落。阎罗提着狼王的尸体返回参与者的队伍，在一片崇拜的目光中缓缓道：食物的问题解决了，除了被神圣电磁炮轰成焦炭的银月狼，之前那10几只还有手中的银月狼王都是被刀法斩杀，可以吃。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阎罗不用技能杀银月狼，原来是为解决食物问题。饥饿速度提升500，众人早就饿了，当即分出人手去捡树枝和干草。阎罗把合金小刀给一个自称杀过猪的参与者，井然有序。过了1个小时，10几只巨狼就被放了血，剥掉了皮，去掉了内脏，架在柴火堆上烤了起来。烤全狼，一股别样的香味让所有人喉咙滚了滚。妈耶，真香！是啊，还是第一次吃烤全狼呢。好像国运游戏里的怪物和地球上的都不一样，长期食用可以强身健体。作为领头人，阎罗率先割下一条狼腿，撒上盐巴吃了起来。饥荒副本里饥饿会很快，他也饿了。
食物被带入饥荒副本就会被锁定，无法取出背包，但是调味品可以。分了几罐食盐出去，所有人都围坐在篝火旁吃起来烤狼肉。一众人吃得满嘴流油，烤肉加盐巴，妈耶，太香了！都没人聊天了，一个个抱着烤狼腿狂炫。吃不完的记得多撒点盐巴，万一找不到新食物，晚上还可以吃。阎罗提醒道。好的嘞，阎罗大佬你放心，还有几只没烤，狼王也没烤，晚上有得吃。龙国直播间弹幕羡慕得很，看得我嘴角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哎呦，一个个都在狂炫，羡慕死了。我也想知道烤狼肉什么味道，好不好吃？很多食肉动物的肉都很酸的，不好吃。银月狼应该跟地球的狼肉不一样，看他们这个样子，应该味道很好。卧槽，这哪里是饥荒，有阎罗大佬在，分明是饱荒。6，这话说的乐死我了，我们的选手大概率不是饿死的，是撑死的。呸呸呸，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饥荒副本内，樱花国队伍走在荒凉的干涸土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很多人脸色苍白，已经饿得开始低血糖了。工藤二则也是饿得头发昏，该死，这个饥饿速度，我难道要饿死在这里？一群樱花国人全部都在饥饿状态，一个个抱怨：“8嘎，还没找到食物，难道我们都要饿死在这里？太荒凉了，到现在没看到活物，连草都是枯的，现在哪怕给我草根我都愿意啃。”就在这时，有人大喊道：“你们快看，那里有一片树林！”所有人精神一振，树林里大概率能找到野果之类的东西，实在不行了，还能啃树皮。闻声看去，一片茂密的树林出现在视野的尽头，所有人卯足了劲朝着树林跑去。工藤二则见别人跑得这么快，也赶紧追了上去，生怕晚别人一步就吃不到野果野菜，只能啃树皮了。近了，所有人才发现这片树林里植被茂盛，不仅仅有高大的树木，还有一些巨型的鲜艳花朵。这些鲜艳花朵上面还长出不少藤蔓，藤蔓上结着红色的大果子，这些大果子还不断传来奇特的香味。众人闻到这个香味，一个个吞咽口水，这果子一定能吃。有人一边惊呼，一边迅速跑到巨型花朵面前，从藤蔓上摘下果子，大口咬下，一口爆汁。这人眼神突然一亮，好吃。工藤二则看到巨型花朵的样子，担心会不会是食肉类植物，结果看见那个人在藤蔓上摘下好几颗果子，甚至已经吃了一颗，一点事都没有。饥饿和贪婪再次占据上风，理智被丢掉。你们慢点，留点给我吃啊！工藤二则大喊着，赶紧朝着巨型花朵跑去。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只摘不吃，让其他人试试有没有毒。一群樱花国人一边摘一边吃，只有一些跑得慢还没吃到。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脸色惊恐，不好，我怎么感觉身体发麻，走不动路了？随着这人提醒，所有人都脸色大变，不只是他这样，其他吃了果子的人也发现身体变得麻痹，脑袋也昏昏沉沉。这个果子有问题。工藤二则闻言浑身一寒，当即抱着手中的几个果子跑出林子。那10几个跑得比较慢的胖子或者女人也是止住了脚步。接着让所有人惊恐的一幕发生，那些巨型花朵猛然动了起来，张开的花瓣下面藏着一排排锋利的尖锐牙齿。那些身体麻痹的人只能惊恐地被食人花一口吞下。眨眼间，那些吃了果子的人都被食人花吞噬。咔嚓咔嚓，密集的咀嚼声响起，这些人都被吃掉了。有人惊恐道，所有人都不寒而栗。工藤二则吓得一把丢掉了手里的果子，这玩意有毒性，他要是也吃了必死无疑。就算在安全的地方吃，身体被麻痹，很可能睡着就醒不来了。还活着的10几名樱花国人吓得赶紧远离了林子。好在这些食人花毕竟是植物，无法离开根茎太远，不然也不用陷阱来猎杀他们了。还活着的人脸色难看，这下怎么办？虽然我们活下来了，可食物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是啊，难不成我们活活饿死在这里？该死，这个副本怎么这么难？工藤二则也是脸色阴郁，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认准一个方向继续走去。走吧，抱怨也没用，必须要找到食物。有人叹息道，跟着工藤二则继续走。工藤二则带着剩下10几人继续艰难行动，走了好远，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心情绝望的时候，远远的竟然看见一片矿山，是一座座小矿山连成的矿山群。这种地方能有食物吗？有人疑惑。工藤二则咬咬牙，去看看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众人点点头，只能去看看了。现在所有人都饿虚脱了，再找不到吃的，他们得活活饿死。众人只能强撑着来到矿区。就在进入矿区后，所有人都眼睛一亮。尤西，快看那是什么？有人大声喊道。只见一个小矿山旁边有一个枯草堆成的窝，里面放着好几个巨大的蛋。
所有人都来了精神，使出吃奶的劲跑了过去。进了半人高的鸟蛋，这么大的蛋，那下蛋的怪物体型一定很大吧？有人迟疑，感觉这里不安全。你管他那么多，再不吃东西，我们也得饿死。有人怒骂一声，当即就拿着石块砸出一个洞，浓郁的蛋液从巨蛋里流淌出来。此刻，不管男女，都不管面子了，一个个砸开巨蛋，就着破口处大口大口喝了起来。蛋液很有营养，水分也很充足，众人喝了一些，虚脱的感觉消散，感觉全身都是力气。所有人都一脸喜色，活过来了。工藤二则手里抱着一块大石头，准备再敲碎一颗巨蛋。砰砰砰！突然，一阵沉闷且快速的脚步声传来。八嘎！什么声音？众人赶紧朝着声音来源看去，接着全部脸色大变，毫不犹豫地朝着矿区外跑去。只见2只7、8米高的巨大鸵鸟，血红的眼睛盯着他们，快速追了上来。鸵鸟的速度太快，很快就有一个跑得最慢的胖子被追上。不！胖子神情惊恐，接着就被巨大的鸟嘴一口叼走。红眼鸵鸟一仰头，张开满是锋利牙齿的鸟嘴，像吃虫子一般一口把胖子吃掉。所有人心中一寒，拼了命一般的逃跑。这一逃一追，工藤二则的队伍很快就只剩下4个人。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突然闻到一阵浓郁的肉香味，又往前面跑了几百米，赫然发现一群人正围在篝火旁吃烤肉。往那边跑，把怪物引导到龙国人的地盘去。工藤二则心中一喜，当即冷笑地说出这个阴险的计划。还活着的3个人也是瞬间领会，一起跟着他发红眼鸵鸟引了过去。这时，阎罗这边的人终于发现了异常，有人认出工藤二则是樱花国的选手。不对，那是什么玩意？还在吃烤肉的众人这才惊觉，看到了工藤二则身后的2只红眼鸵鸟。砰砰砰！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所有人心中都是一紧。龙国直播间，此刻观众们也炸锅了。我去你奶奶的！樱花国人卑鄙无耻！妈的，居然把这么恐怖的怪物引到我们龙国人的队伍里来！该死的杂碎！我恨不得冲进屏幕一巴掌拍死他！兄弟们要小心啊，别被这家伙坑了。这下麻烦了，这个怪物一看就很强大。我倒是不担心阎罗大佬，阎罗大佬的实力懂得都懂，我只是担心参与者会有伤亡。是啊，樱花国人太恶心了。此时樱花国人却兴奋不已，快带着红眼鸵鸟弄死这群龙国人，只要龙国人死伤惨重，我们就还有赢得机会。尤其工藤二则真是聪明，这招祸水东引用的好。哈哈哈！龙国人恐惧的等待死亡吧。这么恐怖的红眼鸵鸟，阎罗一定不是对手。杀！把这群龙国人通通杀光。阎罗看向红眼鸵鸟，原本还有一丝紧张的目光消散。这个副本应该不存在他打不过的怪物，只是怕保证不了自己带进来的同胞们的安全。怪物名称：红眼鸵鸟，等级20级，实力评级 C 级，特点：护犊子、食肉、嗜血、残暴。看到这里，阎罗一个弹射起步，越过人群，出现在工藤二则面前。工藤二则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接着就看见一个温暖的手掌在他眼中不断放大。啪！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他脸上，随后他整个人原地起飞，在空中1360度旋转升天。阎罗连1秒钟都没有停留，一个跳跃出现在红眼鸵鸟的上方。奥义2刀流，所有人只看到那高高跃起的身影，接着是2道一红一蓝的绚丽刀光，红眼鸵鸟一个照面便被瞬间肢解。仅剩的那只红眼鸵鸟见到自己的妻子被斩杀，狂暴嗜血的嘶鸣，阎罗却没有丝毫反应，目光看向红眼鸵鸟灵魂冲击，一道无形的灵魂波动瞬息间覆盖，所有人只看到地面像是被什么东西轰击了一般猛烈震动。接着红眼鸵鸟发出一声凄惨的嘶鸣，整个脑袋像是被什么砸到一般猛然炸开，血与肉炸裂。所有人都安静了，连之前以为能害死阎罗的樱花国人都目光惊恐地看着阎罗，就仿佛阎罗是比红眼鸵鸟还要恐怖的怪物。这是什么？这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怎么回事？红眼鸵鸟被瞪了一眼就死了，这个龙国人好恐怖。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阎罗拔刀向樱花国人走去。除了已经被一巴掌甩晕的工藤二则，剩下3名樱花国人脸色大变。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杀我，我只是普通人，不是选手。杀害平民可是不道德的。没错，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找工藤二则麻烦，别找我的麻烦。龙国人则是一脸怒气，这群樱花国人刚才可是想害死他们，现在居然有脸说自己是无辜的。所有参与者都恨不得对这群樱花国人杀之而后快，不过他们还是把目光投向阎罗，毕竟决定权在阎罗手里。
阎罗冷漠地看着这几个狡辩的樱花国人，缓缓摇头。从你决定对我和我的同胞进行迫害的时候，上天就已经给你们判了死刑。接着，不等这三人继续狡辩，一闪即逝的刀光闪过，连带着地上晕过去的工藤二则都被一刀斩首。几颗死不瞑目的头颅滚落在地上，脸上还保持着惊恐或怨毒的神色。检测到竞争国家选手全部死亡，饥荒游戏将提前结束，继续生存1个小时。除选手阎罗，所有人将被传送回所属国家。胜利国选手将获得超级奖励，参与者将获得参与奖励，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阎罗斯毫不留情地斩杀樱花国选手，在直播间也是掀起轩然大波。樱花国人一个个红着眼睛怒骂阎罗：该死的阎罗，你怎么这么残暴？你这种心狠手辣的人，死后一定会下地狱。我们的选手已经认错，你为什么还要杀掉？你杀工藤二则我们没话说，为什么连参与者也要杀掉？龙国观众差点气笑了。我真的乐了，一群卑鄙无耻的小人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大放厥词，笑死我了。什么国霸玩意，滚出我们龙国直播间，我都懒得解释。自己想要祸水东引害死我们龙国人，你们还有脸叫冤？饥荒副本内，众多参与者向阎罗投来感激和崇拜的目光。谢谢阎罗大佬，要不是你，我们未必能平安回去。咦，我手机虽然没网，但是好像还有电，可以拍照。卧槽，我也是。参与者们都沸腾了，手机还有点，不就可以和阎罗大神合照了？阎罗哭笑不得，但这群人还是很有骨气的。之前怕自己打不过怪物，提出让自己先跑，一般人可没这个勇气。因此，阎罗对这群人感官还算很不错，服从安排，还有点骨气和胆量，哪怕是普通人也值得尊重。一群人围着阎罗，拿着手机咔嚓咔嚓。在饥荒副本最后1个小时，大家也不吃东西了，就跟阎罗合照。想要留下纪念阎罗，也只是笑着配合，也算一起进行冒险的伙伴，留个合照是人之常情的事。不如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有人说道。可以。阎罗点头。1、2、3，茄子，咔嚓。一片友好的氛围中，所有人都洋溢着笑脸。直播间，樱花国喷子还在咒骂阎罗，就因为阎罗，他们樱花国待会又要爆发灾难了。龙国人一边喷的小热本抬不起头，一边夸赞阎罗：阎罗大佬干得漂亮，砍死小热本。樱花国都不是什么好人，干翻一个算一个。阎罗大佬是真牛逼，什么样的怪物都扛不住他的2刀流。参与者们这波躺赢了，还能拿到奖励呢。主持人冰冰也解说起来，可以看到阎罗毫不留情地手刃樱花国选手，保障了本国参与者的安全。有人评价阎罗残暴，但我却觉得应当如此。本来作为主持人，说话不能又过于明显的立场，但冰冰实在敬佩阎罗，这哪里是残暴，这叫正义。突然，冰冰收到后台消息，脸色古怪。最新消息，樱花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我们龙国的选手阎罗。接着，官方直播间画面转给樱花电视台，只见此时樱花电视台正在开新闻发布会，台下坐满了一排排记者。发布台上，留着樱花国标志一字胡子的新闻发言人面色阴沉。龙国选手残暴没有人性，在已经满足胜利条件的情况下，对樱花国选手出手，连无辜的参与者都一起击杀。我们对这种行为表达强烈的谴责，我们向龙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刻赔礼道歉并终止这种行为。樱花国人这一刻都沸腾了。没错，立刻道歉。龙国人残暴，没有人性，乱杀无辜的龙国人会遭到制裁，必须要道歉，还得赔偿这2次灾难死去的所有樱花国人精神损失。龙国观众一个个瞪大眼睛，见识过不要脸的，还是第一次见识这么不要脸的。去你妈的小樱花，能再不要脸一点吗？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说话？你家鹰将爸爸都撤掉军事基地了，你还更加蹦跶了。6，打不过就放嘴炮，樱花国像疯狗一样。龙国人都等着官方开新闻发布会对回去，意外的是，官方那边却没什么动静。这时，有个专门做国际形势分析的大 V 说道：大家完全不用在意，樱花国快玩不下去了，接二连三的选手失败，爆发了4、5次灾难，国内人心动荡。现在再来一次灾难，后果懂的都懂，不转移仇恨和注意力，樱花国政权就会灭亡。现在完全是狗急跳墙了。龙国观众一听也恍然大悟，合着是国内玩不下去了，樱花国官方扛不住了。乐了，狗急跳墙了呗。照这么说，阎罗大佬简直是抗热英雄。道理我都懂，只是樱花国的人真恶心啊。没事，他们马上就要爆发灾难了。饥荒游戏结束，龙国胜利，樱花国选手全员阵亡，即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大饥荒。樱花国领土内所有食物类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瓜果蔬菜鱼类资源，全部消失。
并且从今往后，所有食物类资源产量90%。这一刻，所有樱花国人都傻眼了。农田里的稻子消失了，院子里的蔬菜没了，养殖场里鸡鸭不见了，连海里的鱼都不见踪影，食物类资源全部消失。八嘎，怎么会这样？我种的菜全部没了。哈，我家开粮油超市，所有货物都不见了。完蛋了，我们失去了所有食物，竟然是大饥荒！樱花国要完蛋了！该死，没了，我养的几千只鸡都没了。当饥荒照进现实，所有人才发现，这看起来杀伤力不大的灾难到底有多恐怖。人类不进食能扛3天左右，之后就会饿死。这样就意味着，樱花国官方必须要在3天之内找到可以养活上亿人的食物，不然上亿人都得活活饿死。这一下，别说樱花国人，连樱花国官方都懵了，因为他们赫然发现，能拿出这么多粮食的，只有刚刚被他们开新闻发布会得罪死的龙国。龙国获得国运奖励后，粮食产量翻了好几倍，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樱花国官方彻底傻眼了。樱花国高层紧急召开会议，用了10分钟就讨论出结果，必须立刻向龙国寻求帮助。接着，一场新的新闻发布会召开。樱花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们希望龙国能够承担作为粮食大国的责任，向樱花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似乎是为了展示诚意，樱花国当众烧毁了晋国神社，承认了历史罪行，并承诺向龙国军人后代赔偿1万亿日元。龙国网友气乐了，现在知道烧掉晋国神社了。晚了，这赔偿不要也罢，卖粮食给樱花国人就是资敌。厚颜无耻的樱花国人，你们之前不是很狂吗？还谴责我们，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滚！老子爷爷当过抗战老兵，但是我不要你们这个钱。如果我拿这个钱，我爷爷9泉之下都看不起我。除非归还琉球，否则做梦去吧。龙国人上下一心，主打一个想要粮食可以，但樱花国必须得大出血。随着时间推移，没有粮食的恐慌在樱花国内蔓延，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为了活命，不少人举着归还琉球换取食物的横幅。琉球群岛自古以来都属于龙国势力范围，因此很多琉球人至今都说汉语，体内流淌着龙国人的血液，近代却被樱花国侵占。此刻，大量琉球民众走上街头，高举着横幅：祖国母亲，琉球是你的孩子，想要回家。我们是龙国人，流着龙国血，我们要回归。我的爷爷一直告诉我要坚持说汉语，我一直记得我的孩子也会汉语，我们的心一直是龙国心。琉球民众一直渴望回归，此刻抓住机会走上街头，开始街头游行。越来越多的琉球民众加入，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樱花国高层见龙国高层拒绝沟通，又发现了琉球的现状，干脆心一横，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次樱花国首相亲自向龙国记者鞠躬道歉，并且现场痛哭流涕忏悔罪行。紧接着传达信息，只要给樱花国粮食，樱花国愿意以市场价10倍的价格购买，并且归还琉球群岛给龙国。这一次樱花国算是彻底认怂了，首相亲自道歉，议价购买粮食，归还琉球群岛。这一次龙国终于给了回应，一手交粮，一手归还琉球。樱花国人也不敢耍心眼子，二话不说就撤走了琉球群岛上所有军队。龙国军队接管，并且运送了大量粮食交接给樱花国粮船。当琉球群岛时隔100多年再次升起龙国旗帜，也宣告了琉球回归。万千民众聚集在龙国国旗下欢呼。上千年的华夏文化熏陶，他们从未忘记这片土地应该属于谁。电视台直播着这一幕，龙国观众们都泪目了。太好了，琉球回归了。琉球自古以来就是龙国的，只是近代被侵占。曾经国家力量孱弱，只能搁置争议，现在失去的都要拿回来。琉球回归，龙国万岁！太棒了，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我真的打心眼里高兴。还要感谢阎罗大佬，要不是他，这一天不知还要多久。泪目了，谢谢阎罗！阎罗万岁！琉球万岁！龙国万岁！饥荒副本内，游戏结束，所有参与者化为一道白光消失，返回龙国。阎罗笑着挥手送别。等所有消失，阎罗耳边响起提示音：恭喜你顺利完成饥荒副本，你将获得超级奖励许愿符。很快，阎罗手里就出现一个散发着淡淡光辉的符咒。物品名称：许愿符。物品类型：特殊一次性道具。品级：效果：你可以许愿获得任何一样东西，包括但不限于配偶、关卡、装备、道具、属性书、技能书。有趣的道具，阎罗轻声说道，脑海里快速的思索。许愿任何一样东西，实力他有，漂亮的配偶他也有，装备也有。如果说一样最想要的，那只能是我许愿长生。
阎罗毫不犹豫地说道。接着许愿符化为一道神秘的光芒，笼罩他的身体。阎罗能感觉到这光芒里有着浓郁的生机，许愿成功，你的寿命加999，9999，还真可以。阎罗脸色露出喜色，本来他以为许愿符限制很大，比如提升实力大概只能给你一本属性书，加一些属性，但是没想到许愿长生效果却这么好，寿命直接被拉爆了，一眼望不到头的9999。阎罗激动了好一会，谁不想长生啊？漫长寿命，看山川变化，四季轮回。过了好几分钟，阎罗才终于压下内心的激动，目光又看向了背包里的东西。65枚小经验石，使用。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21级，获得4点自由属性。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30级，获得4点自由属性。越往后等级越难提升啊，这么多经验石才升了10级。不过20级之后每次升级属性点变多了，以前只有2点，现在有4点。阎罗摸了摸下巴，随手把属性点平均分配到各项属性上。选手阎罗，等级20级、30级，体质61、71，力量61、71，敏捷61、71，魔力75、85，魅力95，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金币1000，实力提升的感觉真不错。阎罗自语一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更加强大，反应也变得更灵敏，体内的魔力更是澎湃汹涌。阎罗又看了一眼背包，杀了那么多银月狼，爆出不少金币，有1000枚。紧接着龙国胜利，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风调雨顺，龙国将永远不会爆发自然灾害，如干旱、洪灾、冰灾。这一刻龙国人都沸腾了，卧槽，牛逼啊，这个奖励太棒了。还记得我小时候爆发了一次地震，死了好多人，以后不会发生自然灾害，真是太棒了。去年还发了大洪水呢，淹死了好多庄稼，不少农民颗粒无收。这个风调雨顺的奖励真好，愿人间没有灾祸。谢谢阎罗大佬，这个国运奖励太棒了，对于我们农民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是西川人，这边靠近地震带，以前经常地震，看样子以后不会了，生活都更安心了。谢谢阎罗大佬，阎罗大佬永远的神。阎罗此刻不知道外间那么多人都在感谢自己。他走进传送门，身影一闪，接着回到了家园。妲己趴在星辰湖水的边缘，身上穿着清凉的泳衣。阎罗笑着走了过去，摸了摸妲己的耳朵，毛茸茸的，手感很好。苏妲己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夫君来水里泡澡吗？阎罗点点头，脱去上衣，跳进星辰湖水里，和妲己并肩靠在湖水边缘。夫君今天没遇到什么危险吧？妲己抱着阎罗的右臂，胸口在手上蹭了蹭，一脸关切。阎罗脸色古怪，关心就关心，你别蹭来蹭去啊。硬了，拳头硬了。还好吧，没遇到什么太难缠的怪物。阎罗随口道。有没有受伤？不行，我得黑你检查一下身体。妲己一脸关切，一双玉手在阎罗胸口和腹肌上摸来摸去，好像真的在找什么伤口一样。找着。阎罗虎躯一震。阎罗瞪大眼睛，佯装怒道：大胆狐妖，竟敢对本王动手动脚，看我把你就地正法！啊！随着苏妲己一声娇呼，一阵水花四溅，画面陷入黑屏。直播间的观众全懵了，发生了什么？我怎么看不懂？苏妲己对着阎罗的腹肌摸来摸去，然后就黑屏了。阎罗大佬悠着点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妲己有身孕吧？啊，好像是啊，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棍棒打孝子？小年纪还未出生，就经历了老父亲慈爱的毒打，溜啊！还是你们会说骚话？这一次黑屏只持续了1个小时。苏妲己气喘吁吁地靠在水池边缘，俏脸满是红润色泽。阎罗考虑到妲己目前的状况，怕她身体受不了，就来了区2次，轻轻地抱着妲己，两人一边语一边泡着澡。夫君，你要不要去找找安姐？怎么了？不想陪我了？没有啊，我怕你没尽兴，憋坏了。阎罗脸色古怪，被妲己赶上了岸，好像确实有点没尽兴呢。来到小木屋找了一圈，苗微微还在研究蛊虫，都没发现阎罗。安吉则是在厨房里和面，学着做面饼卷肉。
阎罗从身后轻轻抱住安吉，安吉，我回来了。安吉娇躯微微一颤，绝美的面容上也流淌出一丝笑意。你回来了，真好，你快教教我这个面。他的话语声戛然而止，绯红爬满了脖子，什么东西顶到自己的屁股了？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画面再次黑屏。直播间观众们都懵逼了。卧槽，合着1个小时你还没尽兴是吧？畜生啊，太畜生了，一个接一个是吧？不许这么说阎罗哥哥，不过阎罗哥哥真是色色天王，合着妲己那里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才是正戏，太狠了，还在厨房就直接开始了，一边和面一边啊，好刺激的感觉。低调，习惯了就好。阎罗的色色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1个小时后，画面终于恢复，只见阎罗公主抱着苗微微进入卧室，又黑屏了。卧槽，以1敌3不落下风，这也太牛逼了，主打一个精力旺盛。大将军当以1敌3，年转各地，纵横无敌。你们文化真好，明明是人形打桩机，被你们夸的好像是带兵打仗似的，怎么不是带兵打仗了？国运婚配，我带着千万子孙征战3美。我突然秒懂，我不干净了，出去，直播间容不下你这种黄色污染物。卧槽，兄弟们，阿三遇到婚配房了。反正阎罗这边也是黑屏状态，一众龙国网友涌入阿三国直播间。只见一个阿三选手笑容满面地站在婚配房面前。这个阿三名叫瓦拉杰，是一名高种姓选手。纵然他长相怪异，一口大黄牙，但他就是高种姓，在阿三国属于人上人。果然，我得运气不是那种低种姓的贱民能比的。一进来就遇到了婚配房，瓦拉杰神色一喜，还带着一丝傲气。在他看来，之前阿三国失败，完全就是因为进入游戏的选手都是低种姓的贱民，出生就如畜生地位一般低微的贱民能有什么运气？直播间，阿三国观众也是疯狂吹捧瓦拉杰，哈哈哈，这次好，不愧是高种姓的尊贵者，进来就是婚配房。之前我们失败，完全是因为进去的都是低种姓的贱民。没错，高种姓出生就是尊贵的，运气不是贱民能比的。这次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的婚配对象，说不定比龙国那个阎罗的还要好。开什么玩笑？龙国的黄皮猴子能跟我们尊贵的高种姓比？没错，瓦拉杰一定能找到一个最强的婚配对象，秒杀龙国人，带领阿三国崛起。这群阿三一个个蹦跶的很，尤其是贬低龙国人和阎罗，龙国观众哪里能忍？放你丫的狗屁！一个种姓制度的国家有资格笑我们？垃圾！什么废物东西！乐死了！一群无知的阿三到现在还迷信种姓的作用，可悲！身在种姓的压迫中，却还迷恋种姓制度，一群被宗教洗脑的蠢货罢了。很多阿三人连学都没上过，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都懒得说了，阿三还有一大半人文盲，你跟这种人争吵就是拉低自己的智商。瓦拉杰也没有多犹豫，推开了婚配房大门。会是什么样的美人呢？画面一转，他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地方，居然是一片城市的街道，看起来很有现代感。只不过除了这条街道，其他地方都被透明的光幕遮挡。街道上有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还有被什么怪物用巨力砸坏一般的出租车。这片街道像是人类生存过的地方。这么说，我的婚配对象至少是人形的，甚至运气好一点会是美人。想到美人，瓦拉杰脑海中浮现直播看到的苏妲己，那样的美人居然让一个龙国人拥有，简直不应该。这样的美人应该属于他。瓦拉杰一脸淫笑，一口大黄牙全部露了出来，看起来格外恶心。同时他也心中期待，朝着里面走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美人在等他呢。阿三直播间，哈哈哈，居然是现代街道，很有可能是平行世界或者高级文明，这就意味着10有8九是人形生物。瓦拉杰运气真好，我就说高种姓的尊贵者运气不是那种贱民能比的。就在阿三国人狂喜的时候，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你就是我的夫君。”粗犷的声音好像是巨兽一般，有大又响，炸响在瓦拉杰的耳边。瓦拉杰捂着耳朵，一脸懵逼地看向街道的尽头，然后脸上的淫笑瞬间凝固。只见一只7、8米高的绿皮巨人站在那里，绿皮巨人除了胸口和下体有布料遮挡，其他部位都裸露在空气中，同时这些部位都长着狰狞的肌肉。如果是正常的美女这么穿，绝对能把男人们看里，但是绿巨人这么穿，违和感巨大，毫无美感，看起来还又恶心又吓人。瓦拉杰脸色大变，整个人张大嘴巴，惊骇的腿都在发颤。瓦拉杰很想骂一句鬼东西，然后赶紧离开这里，但是看过前面的直播，他知道拒绝婚配对象是什么后果，绿巨人会一拳把他砸成肉泥的。直播间的阿三人此刻傻眼了，该死，
怎么会是绿巨人？7、8米高，太恐怖了，一屁股能把瓦拉杰坐死吧？那些被砸扁的出租车不会就是绿巨人干的吧？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我们完蛋了，瓦拉杰死定了，完了，难道连高种姓的尊贵者都没有足够的运气获得一个好的婚配对象？要爆发灾难了吗？所有阿三人心情沉入了谷底。就在这时，瓦拉杰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拒绝就会死，我必须要活着，我不想死。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回响，他终于咬着牙走向绿巨人。我是你的夫君，让我服侍你吧。瓦拉杰脸色难看地说道，同时走到绿巨人脚下，顺着绿巨人的脚往上爬，头顶就是足以吞下他整个人的深渊，他别无办法。瓦拉杰的求生意志惊呆了所有人，直播间炸锅了。卧槽，这你也赶上？牛逼啊，不愧是阿三，是我宁愿去死。我他妈震惊了，阿三是真的牛逼，你那根牙签还没人家小拇指甲盖大呢，有没有可能他是打算钻进去啊？我他妈裂开了，不愧是阿三，牛逼啊，乐死我了，这就是阿三。高种姓果然变态的与众不同，面对各国观众嘲讽，阿三国人却像被踩了脚一样狂喷起来。你们懂什么？这叫勇气。没错，只有高种姓的尊贵者才有这种责任感和勇气，为了国家献出自己。你们这是在嫉妒，看不得我们阿三国崛起。瓦拉杰是最棒的，你们这些人就是嫉妒我们有这么优秀的选手。画面的黑屏仅仅持续了10几秒，瓦拉杰全身都是绿色的恶心粘液，从绿巨人大腿上滑落下来。阿三国选手瓦拉杰完成洞房，获得个人奖励。你的属性去增加，寿命5，体质1。瓦拉杰趴在地上疯狂的呕吐，绿巨人的那里充满恶心的臭味，他差点没被熏死，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他脸色苍白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属性就加了这么一点。瓦拉杰傻眼了，他拼死拼活才获得这么一点奖励，他刚才可是差点被夹成肉泥。他完全不知道洞房属性奖励都是和婚配对象的满足度挂钩的，像是阎罗那种牛能把田耕坏的，自然奖励就会更高，而像他这种费尽全身力气才坚持了10几秒有奖励，都是国运游戏给面子。恭喜阿三国选手完成洞房仪式，阿三国将获得国运奖励。这一刻，阿三国人都沸腾了，哈哈哈，太好了，刚才笑我们选手的人呢？瓦拉杰不愧是高种姓，运气果然很好。你们就羡慕去吧，我们阿三国要获得国运奖励了。没错，有了这个开始，我们很快就会追上龙国，别管过程是什么样，我们阿三国要崛起就是事实。刚才不是嘲讽瓦拉杰吗？等我们崛起了，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阿三国人集体沉浸在喜悦中，在直播间疯狂嘚瑟。阿三国国运奖励发放中，发放成功。因为选手瓦拉杰在洞房中表现不佳，阿三国全体国民寿命2，体质1。这一下阿三国人都傻眼了，这是奖励吗？简直就是惩罚。普通人的体质也就3、4点，去掉1点，原本健康人变成亚健康，亚健康的人病痛缠身，寿命确实多了2年，可和损失的体质一比，可以说没有奖励，全是惩罚。该死，怎么会这样？我身体变得好虚弱，刚刚和老婆办事竟然只坚持了2分钟，原来我可是有3分钟的。我也感觉虚的不行，走路都变慢了很多。我本来就身体不好，现在去医院检查病情加重了。可恶啊，我平时吃垃圾桶里高重性丢弃的食物都没事，现在一吃就拉肚子。这不是奖励，这是惩罚。我身体越来越虚弱了。阿三国经过国运奖励，不少人反而变得病殃殃的，走路看起来慢吞吞。没办法，体质被削弱就是这个样子。对于阿三国的遭遇，各国观众都乐了。对，我就是嫉妒你们，嫉妒死我了，体质被削弱成这样，笑死我了。现在肠胃不好了，不敢再翻垃圾桶里的东西吃了。尤西，刚才你们阿三国人不是还很得意，现在呢？思密达，无知的阿三国注定没有好下场。面对各国观众嘲讽，阿三国人脸都绿了，他们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挑战空间内，瓦拉杰带着绿巨人来到4扇门面前，这一次4扇门都是白色随机房。哈哈哈，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嘲笑我，但是那又怎么样？有了绿巨人的帮助，我就是无敌的。瓦拉杰笑容满面。婚配成功后，他看到了绿巨人的面板 C 及实力。刚才更是遇到一个红眼牛怪物，绿巨人一巴掌就拍死了，爆出来食物和金币。就在瓦拉杰打算继续挑战的时候，眼前的门居然自己打开了。他猛然一惊，退到绿巨人身后，看着打开的房门，只见一个染着黄毛的瘦弱男人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绿色的木质长弓。瓦拉杰和来人都愣住了。你遇到了猴子国选手库龙，可以自行选择敌对或合作。
选择敌对将立刻形成 PK 房进行生死决斗，选择合作进入组队状态。注意，国运游戏将自动翻译双方语言，无沟通障碍。瓦拉杰和库隆都听到这个声音，打量着对方。库隆看着对方身旁7、8米高的绿巨人，脸色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我没猜错，你没有召唤卡吧？决斗开始的一瞬间，你的绿巨人就会被隔离出 PK 房。库隆冷笑道。瓦拉杰脸色一变，还需要这种东西才能把绿巨人带进 PK 房？那他不是完了？自己手无寸铁，库隆可是手里拿着一把看起来就很强大的长弓。就在瓦拉杰觉得库隆肯定要出手的时候，库隆却话锋一转。不过我不打算杀了你。瓦拉杰神色愕然。那你想要什么？我们组队。组队？没错，我手里有一个关键道具，可以让你带着绿巨人进入 PK 房。库隆解释道。然后呢？瓦拉杰一脸懵逼。库隆要帮他，更可能是利用他。我们去猎杀阎罗，只要把阎罗杀了，哪怕好处一人一半，也能瞬间崛起。库隆沉声道，目光中闪过一丝贪婪。你觉得就凭我俩能杀掉他？瓦拉杰脸色一变，听到要去杀阎罗，差点没吓得腿肚子发软。他看过阎罗的视频，那家伙可是能手撕 BOSS 的存在，这是他能招惹的。这个你不用管，只要有绿巨人在前面扛伤害，我就有把握杀了他。库隆一脸自信道。他有这个信心，完全是因为开出了一本 BUG 级的技能书和手里这把 C 级的精灵之弓，技能百发百中，你的远程攻击无法被闪避，再加上精灵之弓的爆表伤害，未必不能杀了阎罗。当然，要他一个人去对上阎罗，他可能连射出第一箭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击杀了。所以必须要拉上拥有绿巨人的瓦拉杰，让绿巨人在前面扛第一波伤害。瓦拉杰见他这么有信心，内心挣扎了一会，终于咬牙下定决心。库隆不像脑子有问题的人，反而极为精明，不像是会自寻死路的人。好，我们组队去猎杀阎罗。瓦拉杰眼神中也闪过一丝贪婪，别的东西不要也罢，阎罗那只叫妲己的狐妖，他可是以前看直播的时候就眼馋的不行。想着，他还露出猥琐的笑容。阿三国选手瓦拉杰和猴子国选手库隆选择组队。这一刻，一直在关注两人的直播间观众也沸腾了。这么刺激的吗？合作猎杀龙国阎罗。思密达，你们哪来的胆子？连我们泡菜国的选手都不是阎罗的对手。呵呵，泡菜国打不过阎罗就是菜罢了。没错，也不妨告诉你们，库隆可是有着 S 级技能百发百中，没有人躲避得了他的弓箭。什么？还有这么变态的技能？不止如此，库隆的弓箭还是一把 C 级武器，威力惊人。八嘎，猴子国选手居然偷偷发育到这个程度了。哈哈哈，没错，我们猴子国就是要一鸣惊人。挑战空间内，猴子国选手库隆拿出一张卡片，无规则指定决斗卡，效果指定一个国家的选手进行决斗，该决斗将不限制配偶协助战斗，也不限制参战双方人数。类型：一次性消耗卡片。使用。接着，一个巨大的擂台出现在挑战空间中，库隆和瓦拉杰也被转移到擂台上，同时一起被转移的还有绿巨人。瓦拉杰脸色一喜，果然跟库隆说的一样，绿巨人没有被隔离，被带进了决斗空间。猴子国选手库隆对你发起无限制决斗，你将被传送到决斗空间。阎罗目光微微一凝，接着眼前出现一张光门，把他吸引进去。回过神来，他已然站在擂台上，擂台的对面站着挑战者瓦拉杰和库隆，在瓦拉杰身边还站着一个7、8米高的绿色巨人。阎罗第一时间扫视了两人一眼，绿巨人被他直接略过。提示之眼给出的信息显示，一个 C 级的普通怪物罢了。倒是那个库隆，手里的长弓居然是 C 级，还有一个百发百中的 S 级技能。阎罗沉默了一会，嘴角勾勒出一丝玩味的笑容。这就是你们挑战我的底气。库隆冷笑一声，没有说话。他的计划就是让绿巨人顶上，吸引阎罗的火力，接着依靠百发百中偷袭阎罗，要了他的命。当然不能过度暴露自己的存在感。然而他不知道，他所谓的底牌早就被阎罗一眼看得干干净净。瓦拉杰按照计划开始嘴臭起来，他的目的就是吸引阎罗的注意力，让阎罗第一时间把目光放在绿巨人身上。阎罗，没想到吧？我可是带着力大无穷的绿巨人进入了决斗空间。你现在乖乖跪下，给绿巨人舔舔脚趾头，我说不定能让你死得轻松一点。瓦拉杰嘲讽道。阎罗保持沉默，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直播间，阿三人和猴子国人也在疯狂叫嚣。我们这边可是有绿巨人，绝对能拖住阎罗。没错，绿巨人的力量可以轻易砸扁一辆汽车。只要绿巨人拖住阎罗，凭借库隆百发百中的能力，一定能阴死阎罗。妙啊！阎罗再强，被 C 级武器射中也是死路一条。
阎罗一死，我们猴子国就要崛起当第一了。得知猴子国选手的计划，龙国观众们也是内心焦急。阎罗大佬小心啊，千万不能被激怒中计。是啊，这个阿三国人就是故意嘴臭，想让你先对他动手，必须要先秒掉那个射手，不然阎罗大佬就上当了。该死了，阿三国人太阴险了。就在猴子等国观众得意，龙国人内心焦急的时候，决斗选手已到齐，生死决斗开始。龙国选手阎罗 vs 阿三国选手瓦拉杰，猴子国选手库龙。胜利者将掠夺对方所有一切，包括但不限于技能、配偶、属性、装备、道具。瓦拉杰继续嘴臭，龙国的杂碎，我的绿巨人一拳就能让你跪在地上求饶。绿巨人嘶吼着扑向阎罗，每一步落下地面都在颤抖。库龙嘴角勾勒出一丝冷笑，等阎罗和绿巨人交手，他就出手阴人。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表情就瞬间凝固，阎罗的目光居然无视了绿巨人，直接看向了他。他看出我的底牌了，不可！库龙话还没说完，无形的灵魂冲击早就将他覆盖。150魔力加成的威力，库龙甚至还没感受到撕裂灵魂的痛苦，大脑就因为承受不住直接死机。砰！库龙染着黄毛的头颅像是被砸在地上的西瓜一般瞬间爆开。站在一旁的瓦拉杰被红白混合的脑组织洒了一脸。瓦拉杰完全被吓到大脑空白的他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说好的阴死阎罗，你怎么被一个眼神秒掉了？一阵刀光闪过，绿巨人连1秒都没扛住就被肢解，阎罗的身影已然出现在瓦拉杰眼前。阎罗伸出右手拽住瓦拉杰的衣领，直接把他提了起来，冷声道：你觉得你们有资格杀死我？瓦拉杰完全吓懵了，嘴巴哆哆嗦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裤裆更是湿透了，橙黄色的骚臭液体不断滴落。啪！阎罗反手一个大嘴巴子甩在瓦拉杰脸上，瓦拉杰直接被巨大的力道一巴掌甩碎了半边脑袋，整个人就好像陀螺一般在空中翻滚旋转，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后落在地上又滚了7、8米，没了声息，脖子扭断了，直接一巴掌就被打去见阎王了。直播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前叫嚣的猴子国人和阿三国人全都傻眼了，他们都没想到阎罗的实力能强大到这个地步，一个眼神就能杀死猴子国选手，1秒钟就能肢解恐怖的绿巨人。瓦拉杰更是不堪，直接被一个大耳光送去见阎王爷了。不，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人，一个眼神就能杀死敌人？这还是人吗？完了，我们输了！该死，差距怎么会这么大？龙国选手一定在作弊，别说外国观众，龙国观众都懵了。卧槽，眼神杀人了解一下，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猴子国选手头就炸了，好像是一种技能，之前阎罗也使用过，不过对象都是 BOSS， 秒不掉。你们一说我也有印象了，经常有 BOSS 打着打着突然动不了了，嘴巴里流血出来，太牛逼了吧！果然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计谋都没有任何意义。阎罗大佬太帅了，你觉得你们有资格杀死我？阿三国选手瓦拉杰在决斗房中死亡，阿三国将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绿巨人的怒火，阿三国将降临100万只绿巨人，无差别屠杀阿三国人。很快，一只7、8米高的绿巨人出现在阿三国各大城市，随手就能砸扁一辆辆汽车，坐在里面的人都变成了肉泥，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是愤怒的绿巨人，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躲避绿巨人，被绿巨人一拳砸成肉泥。短短10几分钟，阿三国就有10几万人被绿巨人屠杀，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疯狂的飙升。啊，好可怕的绿巨人！该死的瓦拉杰，为什么要去找死？完了，我家房子被绿巨人一拳打了一个大洞，他在找我啊！到处都是绿巨人，救命，谁来救救我？我不想死。猴子国选手库龙在决斗房中死亡，猴子国将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大台风，猴子国面临18级大台风的正面登陆。找一下，别说猴子国人，全世界观众都震惊了。有人可能不知道18级台风是什么概念，我只能跟大家说，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台风也只有17级，造成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且那次17级台风还不是正面登陆，18级台风正面登陆，我只能说半个猴子国都得完犊子。卧槽，这么猛的吗？猴子国可真惨啊！在人们议论之时，足以席卷天地的超级台风正面登陆猴子国南方，恐怖的风暴轻而易举地把房屋连根拔起，更别提住在里面的人了。这种程度的大风暴，人会被卷上几百米高的天空，被房屋碎片撞死，或者直接被恐怖的拉扯力活生生撕碎。18级台风所过之地，房屋车辆数目全部被卷走，地面被夷为平地。等台风过去，
那些地方只剩下各种物体的残骸。台风像长了眼睛一般，摧残一座又一座城市。这样的天灾根本不是人力能抗衡，军队在超级台风面前毫无作用。猴子国伤亡飙升，短短1个小时，伤亡就达到200万人，其中80万人当场死亡，120万人则是被余波伤到。活下来的大都是住在离风暴中心比较远的地方。然而，这只是开始，台风还在继续朝着猴子国腹地挺进，似乎不把猴子国搞个天翻地覆不会消散。看到这2个国家的选手，前脚还在打阎罗主意，后脚灾难降临，龙国观众都乐了。我先声明一点，真不是我们没有同情心，我一般不笑，除非实在忍不住。乐了，猴子国选手之前计划阴阎罗大佬的时候，就没想过失败的后果吗？我只能说活该，他们可是想联手害死阎罗大佬。对，我一点都不同情猴子国和阿三，他们就是自寻死路。有点想笑，猴子国选手飘到认为能阴死阎罗大佬，怎么想的？恭喜你击杀猴子国选手和阿三国选手，你将掠夺对方的一切。掠夺属性，你的属性增加，体质29，敏捷29，力量29，魔力15，魅力5。阎罗微微一愣，魅力才加了5点。但仔细想想，阿三国大黄牙选手和猴子国黄毛瘦子好像也正常，这2个人有魅力值都算国运游戏给面子。掠夺技能，你获得 S 级技能百发百中，百发百中，你的远程攻击将无法被闪避。阎罗脸色一喜，我的灵魂冲击还有神圣电刺炮都是远程攻击，叠加这个技能可以说是自带锁敌功能了。他只是随便思索了一下，就意识到这个百发百中能给自己的技能带来多么牛逼的加成。百发百中这个技能完全要看用的人是谁，放在阎罗手里简直是 bug 技能力。远程攻击必中等于神圣电刺炮必中，不是阎罗吹，能扛住这一炮的选手还没出生。掠夺装备，你获得 C 级装备精灵之弓。精灵之弓等级 C 级，效果攻击力50点，破甲15点，对于黑暗生物附带35点木属性法球伤害。看着手里绿色陵墓打造的长弓，阎罗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总不可能对付小怪也用技能，那样魔力扛不住。有了这把精灵之弓，算是多出一种杀伤敌人的手段。而且这还是一把 C 级长弓，比他的寒水刀和赤火刀还要高一级。阎罗把精灵之弓拿在手上，弯弓射箭，箭矢瞬间刺破风声，以惊人的力道穿透一块巨石，手感不错。阎罗满意的笑了笑，将精灵之弓收进背包，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变化也是不小。选手阎罗，等级30级，体质71100，力量71100，敏捷71100，魔力85100，魅力95100。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刺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金币1000。描述这是30级该有的面板，你他妈是不是开挂了？阎罗点点头，正准备想想下面干什么，突然检测到宿主实力提升到新的界限，可以提供更多能量给系统，万物皆可娘系统正在升级。升级成功，提示之眼进化为全知之眼。全知之眼，你可以获得任何在你目光范围内物品或人物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房间信息、怪物信息、怪物弱点、隐藏线索、正确的目标和方向。阎罗还没来得及欣喜，又有意外。检测到国运游戏正在企图检测尊贵的万物皆可娘系统，本系统成功拦截。为了防止持续追踪，本系统将把全知之眼和点化之力转化为天赋，固定在宿主面板中。接着，阎罗眼前的面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手阎罗，等级30级，体质100，力量100，敏捷100，魔力100，魅力10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神级阎罗瞪大眼睛，整个人都被震惊了。原来全知之眼和点化之力这妖牛逼，神才能拥有的能力。阎罗以为系统给的能力撑死也就是 SSS 级，居然是神级，而且自己的系统居然连国运游戏的检测都可以拦截，简直细思极恐。这意味着万物皆可娘系统至少和国运游戏是同级别的存在，不然根本拦截不了国运游戏的检测。系统，
你帮我这么久，到底有什么企图？阎罗都懵了，对于系统的来历也越来越好奇。你现在的实力还太弱了，知道这些对你没什么好处。你只需要知道一点，本姑娘绝对不会害你。万物皆可娘用冷漠的机械女声回答道，只是与以前不同，这种口气似乎比以前有灵性的多。而且本姑娘，你还有性别？阎罗瞪大眼睛。系统。只是之后无论阎罗再怎么跟万物皆可娘系统说话，对方都没有任何回应了。阎罗干咳一声，似乎系统并不想搭理自己。而且阎罗也发现一点，随着自己越来越强大，可以给系统的能量更多，系统似乎在恢复灵性，或者说人性。算了，先不想这些了，反正他不理我。阎罗摇摇头，压下心中的思绪。来都来了，挑战一扇门再回去吧。阎罗走出 PK 房，进入挑战空间。熟悉的4扇门再次出现在眼前。怪物房，里面有一只史莱姆。描述，你大概能获得1枚金币。怪物房，里面有一只哥布林。描述，也许你能获得一件别有风味的兽皮衣服。BOSS 房，里面有只岩石巨人，实力 C 级。描述，你应该可以获得一件巨石系装备，只是可能不太适合你。资源房，种子大礼包。描述，辣椒种子、洋葱种子、水稻种子、大蒜种子，你想要的都有。看到资源房，阎罗的眼神挪不开了。其他3扇门的奖励都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反而是各种粮食蔬菜的种子，他是一直很想要的。天天盐巴烤肉，快吃吐了。阎罗神色平静，区 B 及 BOSS 也敢自诩神明。不等熔岩巨人继续说话，阎罗已经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精灵长弓，弓弦满月，利箭激射而出。熔岩巨人被一箭射中肩膀，炸开一片熔岩。人类只有这种威力是不可能伤得到我的，熔岩巨人不屑地说道。同时怒火澎湃的巨大拳头猛然砸向阎罗，巨大的拳头犹如从天而降的巨石，给人一种无法对抗的感觉。直播间的观众们心情也紧张起来。卧槽，这熔岩巨人这么肉，挨了阎罗大佬一剑跟没事人似的。好大的拳头，换谁也吃不消啊。阎罗大佬一定要小心啊。阎罗此刻敏捷高达100，身影如瞬间的猎豹一般消失在原地。熔岩巨人拳头落下，砸起一片烟尘，连地面都在剧烈的颤抖。阎罗换了一个方向，抬手再次射出一箭。熔岩巨人露出人性化的不屑神色，任由箭矢落在身上。身体虽然被箭矢炸开缺口，可地面上的熔浆却不断往熔岩巨人身上流淌。几个呼吸的时间，那些伤口就恢复正常了。然而阎罗却像没有发现一样，一边躲避这熔岩巨人的拳头轰击，一边不断地射出箭矢。直播间的观众们开始焦急起来。阎罗大佬还没发现吗？熔岩巨人在吸收熔浆的力量恢复自身，这种普通的攻击杀不掉他的。我好急啊，要是能进去告诉阎罗大佬就好了。熔岩巨人原本也是不屑，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发现了异常。那些被箭矢命中过的地方在不断的被侵蚀破坏。一开始恢复速度要远胜于被破坏的速度，所以他没有发现。可随着时间推移，那种破坏的力量似乎在叠加，变得越来越强大。恢复跟不上了。阎罗拉弓弦的手快到犹如残影一般，一个人愣是射出了仿佛一个小队的箭矢数量。密集的箭矢落在熔岩巨人身上，炸开一个个缺口，那些原本恢复的地方也突然炸开，还冒出一阵绿色的烟雾。毒蛊，你每次对敌人造成伤害，都会有一只毒蛊顺着伤口进入敌人体内，持续对敌人造成25魔力值的真实伤害，最低持续10秒。以熔岩巨人的身体构造，如果毒蛊是毒素伤害，肯定对他没什么作用。可惜毒蛊是真伤，而且强制发挥10秒作用，而且可以叠加。到了这个份上，熔岩巨人每秒都在承受惊人的真实伤害。熔岩巨人终于急眼了，一声怒吼后进入狂暴状态，全身火焰暴涨，双拳猛然砸向地面。滔天的熔岩和火焰几乎要覆盖整个火山口。熔岩巨人怎么突然就狂暴了？好可怕的大招！阎罗小心，危险啊！阎罗大佬，整个火山口都是冲天的火焰和翻滚不息的浓烟。熔岩巨人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还没有人能够从我的狂怒滔天之下活下来，你也不。熔岩巨人还未说完，只见一道身影悄然从烈火的间隙中走出，精灵之弓眨眼间又射出10几发箭矢。啊！熔岩巨人怒吼，然而毒蛊密集的真伤下，他已经强弩之末，居然无法继续站立。砰！得一声巨响，他半跪在地上。阎罗身上的衣服有被灼烧的痕迹，可神色却平静的吓人。他就像精准的机器一般，用精灵之弓不断往熔岩巨人身上倾泻火力。不可一世的熔岩巨人又尝试了几次用拳头轰击阎罗，都被躲避。
最后只留下一个不甘且愤怒的眼神，轰然倒地。砰！巨大的身躯解体，砸得地面轰轰作响。龙国选手阎罗挑战 BOSS 防成功，击杀 B 及 BOSS 熔岩巨人。直播间瞬间就炸了，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心中震惊无比。卧槽！阎罗大佬这是技能都不用就把熔岩巨人杀了，太狠了！阎罗大佬真的吗？简直离谱！凭 A 速杀高级 BOSS， 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全体起立，跟我喊，这就是阎罗大佬，阎罗大佬 YYDS。 那句区区 B 及 BOSS 也敢自诩神明，真的帅呆了。BOSS 房内，阎罗表情没有太多变化，他当然可以用技能和熔岩巨人对轰，但是那样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种血后防高恢复力强的 BOSS， 用毒蛊的真伤磨死是最划算的。熔岩巨人的残躯前落着2个金灿灿的宝箱，阎罗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走到宝箱前搓了搓手，才将宝箱一一打开。豪华家园蓝图，类型蓝图，品质 A 级，效果居住者心情10，精力恢复速度50，体力恢复速度100。要得就是这玩意。阎罗笑道，他就是奔着豪华家园来的，不光是住得舒服，还能增加精力恢复速度，以1敌5不是梦，以后老婆肯定会越来越多，这玩意作用还是很大的。熔岩之心，装备后获得免火能力，免火，你将无视火属性伤害，好东西。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阎罗露出一丝喜色。这个熔岩之心放在特定的副本中简直就是神器，比如一些高温环境房，又比如火属性的 BOSS 房，有了熔岩之心以后都是稳稳单刷。除了这2个宝箱，还有几十枚小经验石和100枚金币。使用经验石化为一道道流光，钻入阎罗的身体，精纯的能量快速强化躯体。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31级，获得4点自由属性。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定，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等级提升到40级，获得4点自由属性。属性继续平均分配吧。阎罗是打定主意让自己做没有短板的全能选手了。面板再次发生变化，选手阎罗，等级30级、40级，体质100110，力量100110，敏捷100110，魔力100110，魅力10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000、1100，越来越享受变强的感觉了。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甚至很想喊一句遥遥领先。龙国选手成功挑战 BOSS 房，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天赐领土火山岛。龙国将获得一个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岛屿，岛屿中心有一座永不喷发的火山。注意，该岛屿富含矿产和石油资源。国运奖励发放，龙国观众集体震惊了。卧槽，5万平方公里，你管这叫岛屿？牛逼啊，比海南岛还要大。最关键的难道不是这座岛屿的资源吗？富含矿产和石油。卧槽，好像国家已经打算召集一部分人移民到火山岛了。还等什么？我要去，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最差我也能去那边当一个石油工人。报名，我要报名。想想就激动。龙国南海，一座面积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凭空出现，无人机在高空拍摄到画面。画面中，火山岛屿广袤无垠，资源丰富到无法想象，有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连绵不绝的矿山。岛屿中心有一座巍峨的死火山，看起来就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风景也是美不胜收。这一刻，别说普通人，龙国高层都震惊无比。龙国最高指挥所，国土部长一脸喜色，飞快地朝着首座上的大长老进行报告。报告大长老，第一批侦察队已经进入火山岛，目前只做了简单的勘探，都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大型的金矿和2个大型油田。我们初步推测，火山岛蕴含的资源不次于整个远东地区。说到这里，在场所有高层脸上的笑容都已经掩饰不住。不愧是国运游戏的天赐领土，如此丰富的资源，意味着龙国几乎不需要再向任何国家进口矿产和石油。头顶一块布，
天下我最富，轮到他们龙国人来享受享受了。经济部长也赶紧跟上来报告，还有开发火山岛，大约需要500万工人，还会拉动国内的各种制造业工厂。龙国经济将迎来腾飞，把火山岛开发出来，龙国将正式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他这一番话也是让在场众人喜上加喜。火山岛开发要建设新的房子、医院、学校、矿山、油田，那可不就间接拉动了相关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石油，直接就会起飞。大长老面色红润，激动地拍着桌子，好好好，一连3个好字，内心是无法掩饰的激动。此刻所有高层脸上都是无法抑制的笑容。很快官方就发布了公告，招募500万人开发火山岛，开发完成后，这500万人可以自由选择将户口落在火山上。龙国人都沸腾了，别说了，我去定了，这工资是真尼玛高啊，太爽了，2万块钱1个月，我去定了。牛逼克拉斯，还有3年免税政策呢，我去定了。容我去火山岛刮腻子，我刮腻子是一把好手，刮腻子多少钱1个月啊？我也想去。季见的，我算过，就我这速度去那边，少说1个月赚个3、4万。卧槽，这么高，国家为了快速建设火山岛，真是下了血本了。最近的工资救主打一个涨得快，龙国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运游戏奖励的科技被运用在各个行业，工资已经不是国运游戏开始之前能比的了。当然，开发火山岛属于国家大手笔，正常在内地的工资会稍微低一点，但也比之前强太多了。意识到阎罗给大家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不少网友发帖感谢阎罗，谢谢阎罗大佬，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感谢阎罗大佬，我已经在家里给阎罗大佬做了一块长生碑，天天拜，盼着阎罗大佬平安长生。阎罗大佬就是我偶像，我特地把财神换成了阎罗，贴在我家门上。好像已经有寺庙把佛祖换成阎罗像了，我等下就去拜一拜，阎罗大佬保佑我妻子今年能怀个大胖小子。不是，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离谱，求子都改拜阎罗了，你懂什么？我大哥他儿子上次升学就是拜的阎罗像，可灵了。阎罗的声望此刻在龙国达到了顶峰，不少人不拜财神，不拜观音，不拜佛祖，就拜阎罗像，一个个传得神乎其神，说阎罗像特别灵，后面都形成风潮了，求子、求财、求平安，别管求什么，拜阎罗像就完事了。龙国高层对于民间这种现象也没有阻止，反而是哭笑不得。毕竟阎罗给龙国带来的变化和好处可是实打实的功绩，甚至还有不少官员自己也拜阎罗像，求步步高升。对于龙国的变化，外国网友只能羡慕的今儿发紫。之前一直被他们嘲笑大而不强的龙国，已经越来越强盛了，他们只能看着干瞪眼。八嘎，羡慕的今儿发紫。龙国人为什么一直这么好运，变得越来越强盛了？思密达，这一点都不公平。不，我觉得阎罗这么强大，一定是有我们泡菜国的血脉，说不定阎罗祖上是我们泡菜人。你说的有道理，肯定是这样。今儿只有3厘米的泡菜人没有资格说话，闭嘴吧，厚颜无耻的泡菜人。阎罗回到家园，第一件事就是使用了豪华家园蓝图。只见一个同样是木质，但是显得精致的多豪华木屋取代了小木屋，带着脸色欣喜的3女参观了一下新家。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淋浴室，一个仓库，一个大厅，一个主卧，还有一间次卧。所有房间都比原来宽敞了许多，淋浴室还有一个大浴缸，同时2个人洗澡的问题不大。卧室的大小也比原来宽敞得多，超大版双人床，感觉睡5、6个人都不拥挤。哇，好大的房间！苗微微惊叹道。妲己则是目光盯着可以2个人共浴的大浴缸，不知道在想什么。还有次卧哎，妲己姐姐，以后你有宝宝了，可以带着宝宝住在次卧。安吉笑着说道。妲己脸色一僵，那怎么能行？宝宝一个住次卧就行了，我要和老公住在主卧。安吉，苗微微，果然孩子是意外，老公才是真爱。苗微微反应过来，捂着嘴偷笑道。妲己心中也有了一些危机感，等她肚子再大一点，就不适合和阎罗一起睡在主卧了，那岂不是不可以那个了？妲己脸色垮了下来，第一次有种后悔的感觉，后悔这么早就怀上了宝宝。苗微微一眼看穿了妲己的想法，一个劲的偷笑。好了好了，你们别逗妲己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阎罗笑了笑，一边伸手摸了摸妲己毛茸茸的耳朵。妲己脸上露出一抹绯红，狐狸的耳朵是很敏感，不要乱摸了。只是那雪白的6只大尾巴却摇晃个不停，这是狐族对爱人依恋才会有的下意识动作。为了庆祝新家建立，老公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特别的仪式？妲己眼神中都是爱意，眼神像是要拉丝一般。什么仪式？你还没被我们3个一起侍奉过吧？刚好这个床够大。阎罗。接着画面陷入黑屏，
观众们都炸锅了。你瞧瞧，这是什么话？3个一起侍奉，震惊我一整年。卧槽，又开始了。阎罗大佬真的不会虚吗？牛逼啊！我缺这点流量吗？麻烦让我看看后续。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大大的震撼。阎罗大佬简直是皇帝般的生活，享受奇人之福。一个狐妖妲己，一个少女古诗，一个机械天使，这是什么神仙生活？观众们羡慕的流口水。正常人能有一个这样的美人陪伴，那都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而阎罗一次3个美人，关键这3个美人还不耍臭脾气，不勾心斗角，一心一意都想给阎罗生娃娃。不管看多少次直播，大部分人都还是羡慕的想要捶墙。黑屏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但画面再次清晰，3女早就穿好了衣服，只不过一个个都面色红润，白里透红，看起来就被滋润过了。而且3女走路的姿势都有点奇怪，那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奇怪。苏妲己摸了摸小肚子，小肚肚又被喂饱了呢。苗微微一言不发，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她没想到他们3个一起上都没压制住阎罗，老公真的太厉害了。安吉闻言低着头，6对机械翅膀轻轻的扇动，有点痛。阎罗揉了揉发酸的腰子，以1敌3，他其实也是有点压力的。还好豪华家园有50的精力恢复速度加成，倒不至于累到受不了。阎罗正准备去看看大蒜和辣椒熟了没有，准备做一顿好菜庆祝一下。国运游戏的提示音却突然响起，奇遇活动开启。奇遇活动为随机活动，将挑选随机3个国家选手降临奇遇。注意，奇遇将直接降临在选手家园中。正在选择幸运奇遇选手，选择成功。德意志国、鹰将国、龙国选手家园中会出现奇遇。公告出现的瞬间，各国观众都炸锅了。卧槽，第2次奇遇活动开启了。得了吧，这哪里是奇遇，明明就是一个坑死人的活动。上一次龙国选手获得了很牛逼的奖励，你怎么说？有实力就是奇遇，没有实力就是灾难。说的没错，当然也看运气，搞不好直接宝箱降临，什么危险都没有。按照提示，第1个降临奇遇的是德意志国了，赶紧去看看。一时间，各国网友都涌入了德意志国的直播间。德意志国的选手是一个体毛格外茂盛、满脸胡子的男人，名叫巴赫。奇遇，还有这种好事？巴赫脸色一喜，他是第一批进来的选手，因此不知道奇遇的坑人之处。相反，他的运气一直非常好，老是遇到资源房，还得到了一把猎枪，击杀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小怪。虽然和阎罗比起来，他实力不堪入目，但是和别国选手一比，至少他安全活到现在，还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德意志国观众议论纷纷。巴赫虽然实力不算出众，但是运气确实一直非常好。没错，第一批活到现在的没几个了，巴赫却一直坚持到现在。运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实力，巴赫说不定不会遇到危险，反而能获得很好的奖励。巴赫加油，带领我们德意志国再次伟大。等我们强大了，一定要夺回属于我们德意志的位置。没错，世界第一应该属于德意志，我们要重现希特勒时代的荣光。这时，也有龙国观众扒出了巴赫的资料，这货好像当过兵，还是一个极端崇拜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者。卧槽，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崇拜希特勒？这种人发育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啊，说不定会鼓动德意志的种族主义者走2战时的老路。侵略者的崇拜者最终也只会成为侵略者。奇遇即将降临在德意志选手家园。奇遇选择中，奇遇躲猫猫降临，将抽取德意志国家选手和99名参与者，共计100人进入副本进行躲猫猫游戏。规则介绍：当前最强的选手将成为猎手，德意志100人可以变化成副本中的物品躲避猎杀。猎手只有150次出手机会，并且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击杀所有躲猫猫选手。胜利者将掠夺对方一切，包括但不限于属性、道具、装备。巴赫第一时间就被传送到了副本中，回过神来，他身处一个教室之中，周围还不断有德意志人被传送进来，表情都很猛。我们也进入国运游戏了，猎手会是谁？不会是龙国那个阎罗吧？巴赫听着周围人群的议论，脸色一阵变化，原来他巴赫不是最强的选手，而是龙国的阎罗。怕什么来什么。龙国选手阎罗被选定为猎手，请各位在10分钟内完成躲避。提示：躲猫猫选手拥有1次变身机会，可以变成任何物品，可以移动，但没有攻击能力。怎么办？真的是阎罗，我们死定了！阎罗那个变态太强了。有人惊慌不已，但是巴赫却突然开口：大家不要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猎手只有150次出手机会，而我们足足有100个人，除非他一抓一个准，不然赢的大概率是我们。巴赫这个分析瞬间让所有人精神一振。是啊，
他只有150次出手机会，学校这么大，他怎么可能找得到我们？照这么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活下来。巴赫闻言点点头，底气十足地说道：没错，不止如此，我们还会平分阎罗的一切，变得更加强大。听到巴赫这么说，所有人精神更加振奋了。到时候是随机分配吧，要是把阎罗的配偶分给我，啧啧。说话那人一脸淫笑，我没那么贪心，我只想要阎罗的超能力，这样我就是超凡者了。哪怕只分阎罗一点属性，那也是不可多得的奇遇啊！所有人都来了精神，阎罗只有150次出手机会，却要抓到100个人，这么大的学校，阎罗怎么抓？因此，德意志的100名选手都开始畅想分割阎罗一切的美好未来了。好，那我们赶紧去找地方躲。有人看躲藏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赶紧提醒道：对，赶紧找个好地方躲着。顿时，包括巴赫在内的选手纷纷走出教室。偌大的校园，有人变身成课桌，也有人变身成厕所里的拖把，还有人变身成阳台上的盆栽，还有人变成校长办公室的一本书。这些选手都不是傻子，一个个变身的出其不意，很难让人看出破绽。巴赫更阴险，直接在一个男生宿舍的垃圾桶旁边变成了一个粉色的套套。阎罗，我变成这种东西，你怎么发现我？你死定了！直播间里，德意志人都被巴赫的睿智弄傻眼了。卧槽，变成这么小一个套套，神仙来了也发现不了吧？还是巴赫聪明，这下阎罗输定了。哈哈哈，阎罗很强，那又怎么样？3个小时之内，在这么大的校园里找出100个躲藏的人，那就是痴人说梦。没错，关键他还只有150次出手机会，他死定了。果然，我们德意志选手才是天选之子。德意志观众一个个得意的不行。阎罗很强，那又怎么样？能抓得到我们的选手？做梦吧！龙国观众们都是脸色一变，没想到局势居然对阎罗这么不利，纷纷焦急起来。完了，怎么是这样的副本啊？这太不公平了！这样阎罗大佬岂不是很难赢？这个学校里各种物件怕是有几万件吧？阎罗大佬怎么精准找到那100个人？不限制出手次数还好说，只有150次出手机会，容错率太低了。龙国观众担忧的不行，这个副本的规则对阎罗太不利了。10分钟之后，所有德意志参与者躲藏完毕，一道光门在学校操场上打开，阎罗从里面走了出来。这副本还真坑，幸好我的提示之眼早就变全知之眼了。阎罗摸了摸下巴，一眼就看到好几个躲猫猫选手，比如篮球场角落里的一颗篮球。篮球提示，哦，原来是一个选手伪装的。此刻那个伪装成篮球的选手心中得意，篮球场角落的篮球简直是天衣无缝的伪装，他必不可能发现我。他怎么好像看过来了？肯定是错觉。他怎么还朝我走过来了？那名选手只感觉冷汗直流，可阎罗就是毫不迟疑地走向他。唰，一抹橙红色的刀光闪过。篮球选手族。阎罗收回赤火刀，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慢悠悠地朝着篮球场角落里的垃圾桶走去。阎罗已击杀一名躲猫猫选手，那个伪装成垃圾桶的选手瞬间就炸毛了。这怎么可能？明明我们的伪装天衣无缝，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见阎罗离他越来越近，垃圾桶心理防线终于被击破了，赶紧一蹦一跳地试着逃离。他哪里快得过阎罗？阎罗一发箭矢就把他射爆了。阎罗已击杀2名躲猫猫选手。阎罗左手拿着精灵之弓，笑道：还是远程攻击好用。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愣了，卧槽，我都没看出来篮球和垃圾桶有问题，阎罗大佬是怎么发现的？是啊，感觉没有一点迟疑就击杀了2个躲猫猫选手，2次出手，2次都精准解决对手，不愧是阎罗大佬，真准啊！阎罗大佬到底是怎么猜到的？我有一种预感，阎罗大佬不会输。德意志观众却是站出来嘲讽起来，这才找到2个，你们就觉得能赢了？接下来就不会这么好运了。没错，我们还有98名选手活着，尤其是巴赫，他伪装成套套绝对天衣无缝，阎罗不可能找得到他。阎罗神色平静，确认篮球场没有问题之后，又朝着一边的花坛走去。花坛上有一个垃圾袋，这么大的学校有这玩意很正常，放在别人眼里就略过了。可是谁叫阎罗能看到信息？垃圾袋提示，一个选手伪装的。一发箭矢精准命中，选手阎罗已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3。阎罗进入游戏还不到30秒，就有3人被抓到。德意志国的躲猫猫选手全部紧张起来，在躲猫猫群聊中沟通。我的上帝，怎么回事？就有3个人被抓到了，被抓到就会死，好可怕！不用紧张，肯定是那3个人伪装的太明显。没错，阎罗必不可能发现我们。
阎罗一路经过篮球场、跑道、花坛，这种地方比较空旷，东西不多，选择躲藏在这里的人很少，只抓到2个伪装成垃圾桶的选手。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5，当前存活95。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阎罗也终于来到教学楼内部。走廊里，一眼就能看到伪装成消防箱的选手。这名选手一脸冷笑，心中嘀咕：我这天衣无缝的伪装，阎罗肯定发现不了。正常人谁会注意摆在教室门口的消防箱？每个教室配备2个灭火器，简直太合理了。然后不等他脸色发生任何变化，一发箭矢瞬息闪过。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6，当前存活94。阎罗推开一班的大门，一班教室内，有人伪装成课桌，有人伪装成书本，有人伪装成黑板擦，更过分的甚至伪装成断掉的粉笔。阎罗只是看了一眼，接着就关上了一班的教室门，退了出去。一众躲猫猫选手狂喜，在群聊中疯狂得意。我就说，之前那几个倒霉蛋肯定就是伪装的不行。没错，我们的伪装才是合理的，不管谁也没法注意到多了几张课桌吧。哈哈哈，我更厉害，我伪装成断掉的粉笔，不管怎样他都发现不了。我伪装成教科书，藏在课桌里，神仙来了也发现不了。龙国观众们也焦急起来，恨不得冲进去提醒阎罗。可恶啊，这些人伪装的太好了，阎罗大佬还是没发现吗？我快急死了，这群德意志太阴了，这怎么找？这个游戏就不公平。等等，兄弟们，你们快看阎罗大佬在做什么。只见一般教室门口的阎罗并没有走，反而手中凝聚出神圣的电流，刺目的光芒让整个走廊都好像化为白昼。阎罗神色平静，他只扫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教室藏着20来号选手，懒得一个个抓了，一炮全部送上天吧。神圣电磁炮！阎罗冷喝一声，神圣的电流宛若炮弹一般轰击整个一般教室。砰！随着一声巨响，整个教室都被神圣的光芒覆盖，更被毁灭性的电流全部摧毁。光芒散去，只剩下一个空壳，教室里所有东西都成了焦炭。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7，当前存活93。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8，当前存活92。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9，当前存活91。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30，当前存活70。一发神圣电磁炮下去，存活选手瞬间蒸发了20多人。前一秒还在洋洋得意的躲猫猫选手，全部脸色僵硬下来。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怎么一下子就死了20多人？该死，游戏才刚刚开始10分钟，就有超过1/4的人死了，怎么会这样？这个阎罗一定是作弊了。由于一般的所有躲藏者都是被瞬间击杀，连消息都没传出来就死了，还活着的躲猫猫选手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恐慌开始蔓延，龙国观众则是瞬间振奋起来，对于阎罗出人意料的操作简直惊为天人。卧槽，牛逼啊，有实力就是为所欲为，一发电磁炮下去全给噎死。这是连找都懒得找了，一炮全炸死就完事了。我错了，之前还在替阎罗大佬着急，我承认我皇上不急太监急了，震惊我一整年，阎罗大佬太拽了。然而德意志观众虽然脸色难看，但依旧觉得胜利的天平在他们这边。呵呵，你们龙国人别得意，这种大招肯定是有 CD 的，至少也会消耗大量魔力。没错，阎罗不可能一直用这招，教室有10几个，他绝对没有这么多魔力一个个炸翻。不得不说，这帮德意志人现在长脑子了，像神圣电磁炮这种 SS 级的大招多用几次，就算是阎罗也吃不消。不过他压根就没打算平推。哟，藏得挺好，还装成扫把。阎罗玩味的笑道，一发箭矢射出。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31，当前存活69。2分钟后，二班教室里的4名选手全军覆没。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34，当前存活66。5分钟后，3班全军覆没。30分钟后，整个教学楼除了厕所和老师、校长办公室全军覆没。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51，当前存活49。又过了10分钟，躲猫猫游戏开始，总共过去1个小时。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62，当前存活38。将近2/3的躲猫猫选手被击杀，德意志选手们再也嘴硬不起来了，一个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管怎么躲都会被发现？已经死了一大半的人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死。不，我不想死，你们快想想办法。恐慌开始蔓延，躲猫猫选手们都绷不住了，不管阎罗是怎么做到的，继续坐以待毙，他们都得死。这时许久不曾开口说话，巴赫突然开口道：
已经有人看到阎罗来宿舍楼这边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完了。我不想死。巴赫继续说道。不，还有希望。别忘了，我们是可以移动的。我们翻窗户逃到教学楼去。啊，那要是被发现，不就完蛋了？阎罗手里有弓箭，所以必须要把握好时机。我在窗户边上看着，等阎罗进入宿舍楼之后，我们再跳下去。巴赫接着道。这样一来，阎罗会在宿舍楼一无所获，还会浪费大把的时间，我们就有机会翻盘了。巴赫的计划堪称完美，所有本来绝望的躲猫猫选手都震惊了，接着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巴赫真是聪明，这样一来，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用你们龙国人的话，这叫做游击战。哈哈哈，只要我们拉扯得好，阎罗想破头也不知道我们在哪。没错，他去宿舍楼，我们就转移到教学楼；他回教学楼，我们又转移到宿舍楼。躲猫猫选手一个劲地夸巴赫，这个计划简直完美。只要操作得好，一定能套路住阎罗。只要把时间拖到3小时，游戏结束，赢家就是他们。别吵了，阎罗过来了，待会我说跳，我们就赶紧从窗户跳下去，转移阵地。巴赫说道。所有人这才闭嘴，紧张地等待巴赫发号施令。过了一会儿，阎罗果真提着弓箭进入了宿舍楼。他又等了几秒钟，突然在躲猫猫频道发出消息，就是现在，跳，往教学楼跑，快走！就是现在，一群躲猫猫选手毫不犹豫地从窗户跳了下去，朝着教学楼逃跑。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巴赫却没有跳下去，而是开始朝着宿舍楼天台一路狂奔。果然，过了几秒钟，一些变化成体型比较大的物品之人在落地时造成了不小的动静，比如变成书桌的从3、4楼跳下去，怎么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阎罗立刻就发现了这群人的动静，迅速出现在宿舍楼外，手中长弓一次次射出破空的箭矢。这些人还没能跑到教学楼，就全部被射杀。但是也有2、3个运气比较好的，浑水摸鱼冲进了教学楼。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96，当前存活4人。阎罗脸色一冷，跑了3个。存活的却还有4个，真是够阴险啊！说动别人拿命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好让自己活到最后吗？阎罗笑容玩味，这么多人集体跳窗，一看就是商量好的，偏偏有1个人没跳，用脚都能猜到打的是什么算盘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才反应过来，卧槽，阎罗大佬这都猜出来了，巴赫真阴险啊！拿同伴的命去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剩下4人分散躲在整个学校，很难找啊！这巴赫真是不要脸，最看不起这种坑害自己人的老阴逼了。得意之人却不乐意了，反而维护巴赫。你们懂什么？这就叫做计谋。巴赫是有脑子的，现在的牺牲让我们更有把握胜利。等你们龙国人输了，就知道巴赫的决定有多么正确了。没错，阎罗不是最强吗？以后他的好东西都是巴赫的了。宿舍楼天台，巴赫躲在天台排风口的后面，小小的套套不起眼，又躲在这种角落。巴赫自信阎罗找不到自己，呵呵，一群蠢蛋。巴赫一声冷笑，无视频道里还活着的3个选手，还活着的3人都在质问巴赫是不是故意拿他们的命去保自己。巴赫里都不带搭理的，在他心里，他这么做就是对的。这群废物活着又有什么作用？用你们的命保证我获得胜利，那是你们的荣幸。巴赫冷笑连连。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吗？巴赫神色僵硬，天台的边缘不知何时蹲着一个男人的身影，还用玩味的笑容看着自己。你发现我了？不然呢？阎罗摸了摸下巴，嘴角微微一勾。没有过多的废话，灵魂冲击覆盖巴赫所在的区域。选手阎罗击杀躲猫猫选手星号97，当前存活3人。接着，阎罗从10几米高的天台猛然跃出，一口气跳了几10米远，整个人如同蜘蛛侠一般灵敏，身影落在教学楼天台上。精灵长弓瞬息间射出3道箭矢，自以为躲在天台能拖很长时间的最后3名躲猫猫选手族。恭喜龙国选手阎罗在躲猫猫游戏中获得胜利。公告响起的瞬间，被说外国观众，就连龙国的自己人都惊呆了。卧槽，为啥阎罗大佬一抓一个准啊？太牛逼了，这也赢了。我之前还很担心会翻车，要不是猎手是阎罗，感觉换谁当猎手都得输。太帅了吧，一跳几10米，简直跟飞一样。是啊，这弹跳力也太惊人了，比蜘蛛侠还猛。我感觉阎罗大佬可能有类似火眼金睛的能力，可以看破伪装。真的吗？这也太牛了。德意志国则是陷入绝望的气氛中，德意志选手死亡，德意志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全民躲猫猫。德意志将出现1万只狼人，每只狼人会选择100人玩躲猫猫游戏。这一刻，德意志出现了大量的狼人，开始玩躲猫猫游戏。然而，这个与其是说躲猫猫，不如说是猎杀游戏。
狼人的鼻子太灵了，就算你变成其他物品，他也能闻出你的气味。死亡人数开始飙升，10万、30万、80万，根本没人能逃脱狼人的魔爪。啊！狼人太可怕了！救命！救命！我不想死，死了，都死了，和我一起玩躲猫猫的都死了啊！这些狼人连军队都对付不了，坦克在他们面前像纸糊的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该死的龙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赢？快逃吧！德意志现在就是人间地狱，被选中躲猫猫的人都死了，死了好多人，到处都是尸体。对于德意志的遭遇，龙国人只能说默哀但不同情，毕竟躲猫猫游戏和生死决斗没什么区别。如果输的是阎罗，现在死的就不是德意志人了，而是我们龙国人。没人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在龙国发生，倒是一些之前被德意志侵略过的国家一个个拍手称快。直到现在，依然有好些国家的老百姓原谅不了德意志。死得好，一定是上帝在惩罚德意志。鼓掌，德意志鬼子死得越多越好。德意志，你们也有今天，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德意志有这样的下场都是活该。恭喜你击杀德意志选手巴赫，你将掠夺对方全部属性。你的属性增加：体质18，力量20，敏捷23，魔力17，魅力5。你掠夺对方装备1级猎枪。阎罗脸色平静地把猎枪丢进背包，这玩意就看以后能不能拿去打猎，当玩具。你掠夺对方等级，等级将转化为小经验10星号17。使用。阎罗摸了摸下巴，你使用小经验10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小经验10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小经验10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小经验10星号1，等级提升至42级，你共获得8点自由属性。等级越来越难提升了，不过好像每过20级，自由属性点就会翻倍。阎罗目光沉静，他已经摸出等级的规律了。继续把自由属性点平均分配。面板变化，选手阎罗，等级40级、42级，体质110130，力量110132，敏捷110135，魔力110129，魅力10010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100。感受着体内越来越强大的力量，阎罗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不过这还只是胜利奖励，按道理来说还有奇遇奖励。说什么来什么。下一刻，国运游戏发出恢宏的声音，恭喜龙国选手获得奇遇奖励。奇遇奖励发放，只见一个金灿灿的宝箱突然出现在阎罗身前。奇遇奖励应该比一般的宝箱质量更高，阎罗神色也有些期待，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好东西。直播间的龙国观众也是激动，纷纷发言。卧槽，又是金色宝箱，不知道阎罗大佬这次能开出什么样的好东西。如果是开出类似农场的东西就太棒了，国家也能获得国运奖励。哎呀，开出装备我看也不错啊。地级武器感觉配不上阎罗大佬了。说的也是，期待阎罗大佬开出好东西吧。宝箱开启中，阎罗打开宝箱，伴随着金灿灿的光芒，一张蓝图赫然出现在他手中。蓝图的信息很快显示出来。物品牧场蓝图，品质 A 级，效果你可以驯养牲畜，牲畜生长速度提高为现实100倍，产量提高为现实10倍。描述 A 级牧场蓝图十分珍贵，它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你产出肉食，摆脱饥饿的烦恼。另外 A 级牧场有小概率生产出带属性的肉食。物品咯咯鸡幼苗，品质 A 级，效果驯养在 A 级及以上品质的牧场中时，生产出带属性鸡蛋的概率提高100%。描述今天开始你就是养鸡达人。阎罗乐了，居然是牧场。带属性的食物他倒是不太在乎，碰运气涨1-2点属性，哪有直接掠夺别人的来得快，反而是能改善伙食，简直太棒了。好，这样以后就能整整番茄炒蛋或者老母鸡汤了。阎罗脸色流露出笑意。直播间原本准备夸夸牛批的观众们看到阎罗的反应都乐了。阎罗大佬这样子完全没在乎涨属性这件事啊。不知道我为啥乐了，
原来阎罗大佬也有吃货属性。家人们谁懂啊？别人都在拼死拼活，阎罗惦记着老母鸡汤，怎么到了阎罗大佬这画风就不一样了？乐了，谁叫他是阎罗大佬？震惊！人类天花板阎罗大佬醉心于养鸡大业。兄弟，你说的鸡正经吗？不是吧，这破路你也能开？阎罗很快带着蓝图和一筐鸡苗回到了家园。5分钟后，牧场建设完成，咯咯鸡苗也被放了进去。只见牧场绿意盎然，黄色的咯咯鸡苗成群结队地找小虫子吃。阳光下，微风拂过，草儿轻轻摇曳，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牧场很大，养几百只牛的绰绰有余。妲己在内的3女人手捂着一只小咯咯鸡，不断地用手指头点咯咯鸡的头。老公你快看啊，小鸡好可爱的。妲己眼睛弯成月牙，笑拈如花。苗微微也是眼睛发亮，太可爱了，不知道长大了会不会变丑。没事，长丑了就可以下锅了，放一下葱姜料酒去腥味。在阎罗摸了摸下巴，一本正经道。还在追着小鸡玩的安吉笑颜瞬间一僵，然后鼓着腮帮子瞪着阎罗，小鸡这么可爱，绝对不可以吃小鸡。没错，你要是吃小鸡，我们就不爱你了。妲己叉着腰奶凶道。苗微微也点头，生元2女。阎罗嘴角微微一抽，心想着3天之后一手老母鸡汤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香。他嘴上还是说道，好，不吃咱就养着。好耶，抱抱老公。3女这才喜笑颜开，围着阎罗抱抱。阎罗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胸前还挂着一只妲己。妲己是整个熊抱在阎罗身上，一双玉腿像是钳子一样勾着阎罗，规模惊人的胸脯直接压在阎罗脸上。阎罗被洗面奶捂得无法呼吸，艰难道，妲己，我喘不过气。妲己这才反应过来，小脸刷一下就红了，倒不是害羞，就是有些不好意思。又仔细想想，阎罗自己身上哪块地方没亲过，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所以妲己也只是稍微松了一点点，还是挂在阎罗身上，胸口时不时蹭到阎罗脸上。阎罗头大了，左臂有软软的再蹭，右臂有软软的再蹭，脸上还有软软的再蹭。3女身上略有差别的幽香不断钻进鼻孔。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对本王搂搂抱抱，看我今儿等就地正法。阎罗气坏了，3个又怎么样，还不是得被他枪出银龙，一手出神入化的枪法打得败下阵来。画面黑屏。啊，卧槽，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洗面奶？阎罗大佬真的好福气啊。不是，抱着抱着怎么就黑屏了？这么奔放的吗？草原上瑟瑟，我不缺这点流量，麻烦让我看 VIP 内容。羡慕死了，阎罗大佬享受奇人之福。你还别说，得亏阎罗大佬身体棒，不然早就成人干了。弹幕一片羡慕的声音，都觉得阎罗实在太爽了。就在这时，国运奖励也终于发放，恭喜龙国选手完成牧场建设，将为龙国发放国运奖励。龙国人全体体质：1. 寿命；2. 国运奖励。龙国畜牧业强化，牲畜生长速度提升500。卧槽，我就说之前奇遇结束怎么没获得奖励，原来奖励在这呢。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棒了，老婆天天夸我厉害。阎罗大佬牛逼啊，愣是把我一个3秒男带飞成了金枪不倒。感谢阎罗大佬，阎罗大佬牛逼。我家的鸡苗一夜之间都长大了，卧槽，我要发财了。是啊，我家养的猪长得好快，感觉用不了多久就能出栏了。在一片震惊的声音中，龙国的畜牧业一夜巨变。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惊喜地发现，不管是养鸡鸭还是牛羊，这些牲畜长得贼快。正常来说，一只土鸡至少要半年才能长好，现在只用个把月了。长得快，吃的却没有多少。最开心的就是牧民了，看着牛羊长得飞快，一个个壮实又健康，脸上都乐开了花。太好了，今年要有好收成了。不管是养殖企业还是牧民，或者是单纯在老家养了一院子鸡鸭的农民，都在这次国运奖励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一个个发自内心的感谢阎罗。谢谢阎罗，老头子我可高兴了，家里的鸡长得很快，能赚点钱给孙子买新书包了。太好啦，我家牛羊长得老快了，我代表游牧民族感谢阎罗，还得去拜阎罗像，我就说阎罗佩利长生杯。是啊，我家孙女经常做噩梦，带去拜了一次阎罗像，就再也不做噩梦了。赞誉声响彻华夏大地，无数人双手合十，赞美阎罗，赞美阎罗。可能所有人都没有发觉，因为阎罗的存在，龙国的凝聚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奇遇继续降临，接下来降临至鹰将国选手家园。随着国运游戏的公告，各国观众大量涌入鹰将国直播间。只见一个脸色木然、苍白的男人站在破旧的小木屋面前，仔细一看，
这个男人双手都有扎针孔的痕迹，很多地方还出现了溃烂，再加上那麻木如行尸走肉的眼神，我的上帝，怎么选了一个沉迷洗衣粉的人进了国运游戏？难道我们伟大的鹰酱国要完蛋了？八嘎，看样子鹰酱爸爸运气不太好啊，人家早就抛弃你们樱花了，还怀念你的鹰酱爸爸呢。思密达，看起来鹰酱国运气不太好。各国观众议论纷纷，鹰酱国人更是觉得倒霉透顶了。这种沉迷洗衣粉的人能有什么实力完成奇遇？就在这时，奇遇降临，哭泣小丑的教导，拜哭泣小丑为师，可以学习强大的技能和战斗技巧。随着声音落下，一个戴着小丑面具、穿着小丑服的身影出现在家园附近。小丑扭动着身体，看起来有些滑稽，但脸上过度夸张的笑容又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洗衣粉男名叫布鲁，本来他就是个被洗衣粉折磨的人，对死不死的无所谓了。没想到这个奇遇却好像没什么危险，没有危险，还能学到战斗技巧和技能。布鲁灰暗的眼神中闪烁一丝光芒，缓缓朝着哭泣小丑走去。真的吗？真的可以学到战斗技巧和技能？布鲁不敢相信地问道。哭泣小丑的面具，眼睛在哭，嘴角却是极度夸张的笑容。当然可以。小丑面具下是极度沙哑的声音。布鲁脸色狂喜，等他获得了力量，洗衣粉对他的负面作用应该就会削弱。太好了，我再也不用行尸走肉的活着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惊呆了，他们本来都对布鲁不抱什么期望，没想到布鲁运气居然这么好，没有一点危险就能从哭泣小丑手里学到技能。看到这里，鹰酱国人狂喜，哈哈哈！果然我们鹰酱国的选手才是天选之子。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奇遇，没有危险，全是奖励。虽然这个家伙是个洗衣粉爱好者，但是运气真不错，是我小瞧他了。奈斯，我们鹰酱国不但不会爆发灾难，还会崛起。奇遇里出现的角色肯定实力很强，布鲁就算学个一招半式也要起飞了。不过也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他们总觉得哭泣小丑没那么好心。可是哭泣小丑居然真的没有多余的动作，而是像老师一样教授布鲁战斗技巧。虽然布鲁和哭泣小丑对练，每次坚持不了几个回合就被打趴了，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布鲁的格斗技巧正在飞速的提升。那些原本保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动摇了看起来，哭泣小丑真的只是在找一个继承人罢了。布鲁再一次被干趴，本来憋着一肚子火，但是看到自己的双手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所有针孔和溃烂的伤口都不见了。我变成健康人了。布鲁愣了一会儿，然后激动的全身颤抖。没错，我在指导你的过程中用魔力帮你恢复了残破不堪的身体。哭泣小丑平静道，只是那个笑容却越来越诡异。看着这个笑容，布鲁不知怎么的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但又说不上来。这个不祥的预感只出现了一瞬间就被布鲁压下去。属性快速增长，还有身体恢复健康的喜悦，完全让他忽略了哭泣小丑诡异的笑容。继续，接下来我教你如何使用匕首，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会用魔力强化你的身体。哭泣小丑继续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好，这样下去我说不定很快就能超过龙国那个家伙。布鲁一脸喜色，继续和哭泣小丑对练起来。你正在接受哭泣小丑的训练，体质1。你正在接受哭泣小丑的训练，力量1。你正在接受哭泣小丑的训练，格斗技巧1。听着耳边刷屏的提示音，布鲁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郁，不断变强，太爽了。直播间的鹰酱人也是一个个喜不胜收。我之前还担心有什么阴谋，看来是多虑了。布鲁不但恢复了健康，还拥有了健壮的身体。是啊，短短半个小时，他瘦弱的身体上竟然长满了肌肉。我的上帝，上帝果然眷顾我们鹰酱人。这样下去，布鲁很快就能崛起，说不定能打败龙国那个阎罗。布鲁又和哭泣小丑对练了几十分钟，原本只有2、5的体质，居然已经涨到了20几点。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会把我所有技能传授给你。哭泣小丑面具下的笑容更加诡异了，布鲁却看不出来，反而神色惊喜。还有技能？好，待会会有些痛，你千万不要反抗，要全心全意接受我的知识。哭泣小丑补充道。好，你放心，只要能获得技能，一点疼痛不算什么。布鲁自信道。连洗衣粉发作时的痛苦他都能熬下来，传授一下技能能有多痛？下一秒，哭泣小丑一边念着诡异的咒语，一边把手盖在布鲁天灵盖上。自信满满的布鲁突然脸色巨变，大量混乱血腥的记忆涌入他的大脑。技能知识也有，但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布鲁感觉到不对劲，整张脸扭曲且冒着冷汗。喂，为什么还有记忆？你确定这是在传授技能？当然是了，哭泣小丑冷笑道。给这个废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终勉强把这副身体提升到了合适的水平。你的身体是我的了。夺舍完成了一大半，哭泣小丑也不再掩饰。布鲁脸色大变，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被混乱的记忆冲爆。你根本不是为了教我。呵呵，知道了又怎么样？晚了。布鲁脸上突然失去了神采，哭泣小丑把小丑面具戴在布鲁脸上，接着整个身体化为一阵黑烟钻入布鲁的身体。接着戴着小丑面具的布鲁一边哭一边笑，发出癫狂的笑声。结，新身体真不错啊。接着哭泣小丑的身影消失在家园，不知去向。原本得意洋洋的鹰匠人蒙圈地看着这一幕，过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布鲁就疯了？不是疯了，布鲁被哭泣小丑夺舍了。哭泣小丑的目的根本不是找继承人，而是为了新身体。哦，我的上帝，怎么会这样？那现在布鲁是不是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果然，下一刻，鹰将国选手在奇遇中被哭泣小丑夺舍，确认死亡。鹰将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哭泣小丑的连环杀人案。鹰将国将降临10万名哭泣小丑，他们会伪装成正常人，随机杀人。这一刻，所有鹰将人都吓坏了。不同于以往的灾难，哭泣小丑非常擅长伪装。有人走在大街上，周围都是正常的路人，结果就因为和某个路人擦肩而过，就被伪装成路人的哭泣小丑连捅18刀，当场死亡。诡异的是，当警察尝试追捕哭泣小丑时，对方又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人间蒸发。哭泣小丑精通伪装和反侦查，每次杀人之后都能再次消失在人群中。警察有心无力，根本抓捕不到哭泣小丑。更怕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连警察和军队都开始被哭泣小丑暗杀。鹰将国乱成一团，就好像10万个变态杀人狂在各地肆虐。该死，我现在吓得都不敢出门了。我邻居被伪装成警察的哭泣小丑杀了，我朋友就去便利店买了一瓶水，没想到便利店员是哭泣小丑。太恐怖了，现在走在大街上都不安全。你不知道人群里有没有哭泣小丑，已经死了好多人了，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中招的。我现在只敢躲在家里，我妈给我送午餐来了，怎么笑容这么诡异？不，哭泣小丑，就10万只哭泣小丑 ，No， 10万个擅长伪装的变态杀人狂 ，Yes， 短短1个小时就有20-30万人中招，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死的人会越来越多。鹰将国官方却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对付哭泣小丑的办法，因为任何人都没法保证身边的人是不是哭泣小丑。对于鹰将国的遭遇，有些国家公开表示同情和默哀，但这是国家层面的，许多被鹰将国恶心过的其他国家老百姓恨不得敲锣打鼓庆祝一下。鹰将曾在我的国家掀起战争，现在就算遭报应了。没错，鹰将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叫做罪有应得。哈哈哈，死吧，死的人越多越好。乐了，之前鹰将人还得意的不得了，现在呢？现在估计一个个都在家里吓尿了。死得好，鹰将越惨我越高兴，上帝帮我在战争中死去的父亲报仇了。鹰将自称世界警察，早就得罪了不知道多少国家，只不过平时屈服于鹰将的强大，大家都嘴上同情，实际暗地里全在看鹰将笑话。至于普通老百姓，一个个像过节一样高兴，嘲讽鹰将国的遭遇。鹰将高层脸都黑了，但却对哭泣小丑毫无办法。阎罗这边经历3个小时大战，总算把3女治得服服帖帖，帮3女把衣服都穿好，搀扶回房间休息。阎罗独自一人坐在星辰湖畔，望着微微荡漾的湖水，还有湖底灿若星辰的星辰石，美不胜收。奇遇，下一个就到我了。阎罗摸了摸下巴，内心却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安吉休息了一会儿，又出来了，用手从臀部捋了捋裙子，轻轻坐在阎罗身边。就休息好了。安吉轻轻嗯了一声，把头靠在阎罗肩膀上，他头发上有着淡淡的幽香，丝丝缕缕的钻入阎罗的鼻子。阎罗也不多说什么，伸手搂住安吉的肩膀，他的身子很轻，搂起来软软的，还暖暖的。夫君，等下奇遇就要降临在我们的家园了。安吉美眸中流转出一丝丝担忧。虽然阎罗很强，但是国运游戏每一步都是危险，所谓的奇遇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奇遇，对于失败者不过是埋骨之地。你这是不相信我？阎罗伸手刮了刮安吉的穷鼻，手感很滑很软。安吉嘟了嘟嘴，人家这不是担心你吗？阎罗看着安吉精致的侧脸，如奶玉一般光洁的皮肤，还有灵动的美眸，内心不由生出一丝悸动。说实话，不管是安吉还是妲己，都有种先婚后爱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阎罗不再把他们当作奖励品，
而是真真正正的家人。我想变得更强，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要有保护好你们的能力。阎罗突然说道，目光坚定而炽热。安吉看着阎罗，美眸流露出感动。虽然他们是受限于婚配游戏的规则才在一起的，可经历了一段时间，都有了感情。换句话说，也没人会拒绝像老公一样的男人吧。有担当，有实力，永远自信和有责任感，更关键的是还很帅又大。安吉想着想着，脖子就爬上了一丝绯红。不过这会两人都没有做坏事的想法，有时候就两个人依偎着也是一种享受。太阳要落山了，晚霞如同火云，绚烂又充满情调。火云倒映在星辰湖中，湖水也被染红，湖底的星辰石却有绽放着星星点点颜色各异的光芒，好美啊！真想时间永远都停在这一刻。安吉低声道，整个人靠在阎罗怀里，阎罗拥抱着他柔弱无骨的身躯，真的很软很暖和。我也想，不过或许明天会有更多的惊喜呢。其实只要你陪在我们身边，每一天都是惊喜。阎罗微微一怔，随后嘴角露出无法掩饰的笑意，低头轻轻吻在他的红唇上。安吉瞳孔一震，接着眼眸中流淌着爱意，轻轻的回应。两人就在星辰湖畔相拥而吻。不是吧，奇遇都要降临了，你俩还在谈恋爱？先婚后爱，感觉也挺不错的。怎么办？我看着一脸姨母笑，嘴角压不下来。柠檬树上柠檬果，什么时候甜甜恋爱轮到我？这个社会或许得到女人的心比得到女人的身体还要难。这话好像没错，阎罗真幸福啊。看得出来安吉真的很依恋他。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羡慕的目光中，奇遇终于降临。恭喜龙国选手家园中将降临奇遇。奇遇确认恶魔商人的大转盘。随着国运游戏声音落下，一个身穿黑袍全身流淌着黑雾的诡异身影出现在家园外。恶魔商人。恶魔商人的出现让所有人心中一跳，生出不好的预感。上一次恶魔商人出现可是坑死了缅国上百万人。我靠，居然是恶魔商人，这玩意就是坑人的，从上次缅国的遭遇就能看出来。阎罗大佬千万不能相信恶魔商人啊。完了，阎罗大佬没看过直播，不会上恶魔商人的当吧？相比于龙国人的担忧，外国观众则是狂喜。尤西，这次搞不好阎罗会翻车。恶魔商人，不，索命商人。对，思密达，我就知道龙国人的好运要到头了。上次缅国献祭了100万腰子，这次轮到龙国人了。恶魔商人帽檐下露出冰冷的笑容，一挥手，身边出现大转盘。黑色转盘上有3个格子，生死超级奖励。这就是你的奇遇超级转盘，你分别有1/3的几率抽到生或死，还有超级奖励。恶魔商人冷笑道。阎罗缓缓走到恶魔商人面前，脸色平静。老公，有1/3的概率会死，不要玩这个大转盘。安吉脸色一急，拉住阎罗。直播间也炸锅了，1/3会死，这个概率不高，但是也不低啊。阎罗大佬，快拒绝这个游戏，恶魔商人肯定想害你。尤西，以恶魔商人的尿性，阎罗一定会抽到死。思密达，你要是相信恶魔商人，就死定了。阎罗轻轻掰开安吉抓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放心，我就没打算玩这个大转盘。安吉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恶魔商人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你要想想拒绝我的后果。阎罗神色平静，大转盘赫然出现提示。恶魔商人的大转盘提示，不管你怎么转，一定会抽到死，这是个无聊的游戏。阎罗神色骤然冷了下来，全身魔力涌动，气势毫不犹豫地爆发出来。恶魔商人，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恶魔商人脸上的冷笑骤然僵硬，在他的视野里，阎罗体内流淌着惊人的魔力，犹如一颗小太阳一般耀眼。强大的气势瞬间让他压力巨大，仿佛灵魂都受到了压制。这恶魔商人傻眼了，他能感受出阎罗的等级最多在40级左右，可是这是40级该有的魔力，你说这是60级的 BOSS 他都信啊？打不过。恶魔商人帽檐下满脸都是冷汗。你跟我说说，拒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阎罗神色平静，可眼神中那一闪即逝的杀意还是被恶魔商人捕抓到了。恶魔商人这一刻才确定自己踢在铁板上了。嘿嘿，那个，其实我属于特殊魂体，大人你杀了我什么也得不到。恶魔商人冷汗直流，首先强调这一点。不如这样，转盘咱就不转了，这个超级奖励我直接给你。恶魔商人一边说，一边从怀里取出一瓶黑色的魔药，好像生怕阎罗拒绝，赶紧塞在阎罗手里。相逢就是缘分，小小礼物不成敬意。那个我还有要事在身，先走一步。恶魔商人不等阎罗反应，化为一阵黑烟，嗖一下朝着远方飘走。阎罗表情玩味，掂了掂手里的魔药，
就转身回屋了。这一刻，整个直播间都没人反应过来，画风变得太快，那些原本嘲讽阎罗的外国观众都傻眼了。发生了什么？阎罗什么都没做，恶魔商人就怂了。恶魔商人害怕阎罗，要不要怂得这么快？我都没反应过来。牛逼！阎罗大佬王霸之气一路，恶魔商人直接吓跑了，乐死我了！恶魔商人这是从心了。原来不知不觉，阎罗大佬已经成长到连恶魔商人都害怕的程度了。有人脸上火辣辣的疼，也有人乐了，还有人震惊于阎罗的实力，连恶魔商人都惧怕。阎罗回到屋中，恶魔商人的反应他并不意外，一个50级还不是 BOSS 的存在，也就吓唬吓唬其他选手，碰上他不交出好东西就要想好自己的死法，算他识相，让我看看这魔药有什么作用。阎罗摸了摸下巴自语道：全知之眼看像魔药。恶魔药剂介绍：用高位恶魔的血液制成的药剂，效果服用后体质30，魔力30，有极小的概率领悟到一项恶魔的能力。注意，体质低于100点请勿服用，可能被恶魔的力量毁灭灵魂。还好我体质够高。阎罗脸色一喜，这个恶魔药剂不但可以增加属性，还有概率获得恶魔的技能，更关键的是体质高达130的自己可以豁免副作用。阎罗没有任何犹豫，全知之眼不会坑自己，仰头一口喝下。接着他就感觉到有沸腾和一丝恶意的能量在体内爆发，很快全身都感觉火辣辣的，恶魔的力量在改造躯体。就算阎罗体质高达130，也感觉全身疼痛，忍不住冒出一丝冷汗。怪不得体质低于100不能喝，没想到副作用这么猛。阎罗咬着牙，残暴的力量在体内肆虐。苗微微等人脸色焦急地围了上来。老公，你没事吧？很痛吗？这可怎么办啊？妲己也慌了，生怕阎罗有个3长2短。阎罗感受到三女的关心，心中也是一暖，没事，已经没那么痛了，你们放心。见阎罗脸色确实好了很多，三女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阎罗身边。过了一会儿，疼痛感退去，阎罗目光中闪过一丝金光。恭喜你属性获得提升，体质30，魔力30，恭喜你领悟了技能火恶魔之翼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技能，你可以消耗魔力凝聚出一对火焰恶魔之翼，帮助你完成飞行，且在火恶魔之翼状态下，你所有攻击将附带50点暗属性伤害。阎罗神色一正，接着喜道：极低概率也让我碰上了。他之前没指望自己那么好运得到恶魔技能，没想到幸运女神毫不犹豫地向他张开了双腿，还是飞行技能。阎罗喜不胜收，查看了一眼面板的变化。选手阎罗，等级42级，体质130160，力量132，敏捷135，魔力129159，魅力10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100。面板变得越来越豪华，阎罗手握一大堆 S 级技能，越级杀敌轻而易举。走，看我飞给你们看看。阎罗来了兴致，就要去测试火恶魔之翼的效果。四人来到家园外空旷的地方，只见阎罗消耗魔力，背后瞬间凝聚出熊熊燃烧的火恶魔之翼。在火恶魔之翼的衬托下，阎罗宛若天神下凡一般，多出一丝神秘的气质。接着整个人冲天而起，火焰掠过天空，十分帅气。哇，老公好帅！妲己满眼都是小星星，激动地喊道：哦，老公会飞了，以后带着我飞到天上去。苗微微也是满脸羡慕，安吉也是蹦蹦跳跳的，显得很高兴，她有机械天使之翼，也可以飞。突然安吉眼睛一亮，在天上会不会很刺激？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炸锅了，阎罗背后火焰之翼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场面，简直是所有男人的幻想。卧槽，这才是斗气化翼，牛逼啊，这也太帅了吧！我丢，阎罗大佬太牛了，都可以飞了，羡慕死我了！我也想像阎罗大佬一样在天上飞，天神下凡啊，实在是太帅了！外国观众一个个看傻了眼，尤其是德意志国和英将国观众，一个个看的牙都酸了，话里话外全是嫉妒。我的上帝，龙国人已经可以飞行了，这不公平，
凭什么我们都是灾难，而龙国人却起飞了？黑幕，这一定是黑幕。龙国人每次都运气这么好，该死啊！我不信你们能一直好运下去。恭喜龙国选手完成奇遇任务，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全体龙国人寿命2，体质2，力量2，敏捷2。再一次获得国运奖励，龙国人虽然也激动，但表现得淡定了许多。基操物6，我现在的力气应该比以前的举重选手还要大了。又白减2年寿命，奈斯。谢谢阎罗大佬，待会去庙里给阎罗上2根香。我真的服了，你们怎么这么迷信，上香都不带上我。6，阎罗玩了一阵，体验了一把在云层中飞行的快感后，回到了三女身边，又花了10来分钟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番茄炒蛋、星辰鱼汤、辣椒炒蟒肉。4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吃得其乐融融。哇，老公手艺真好，番茄炒蛋真好吃。妲己满脸幸福地眯了眯眼睛，苗微微和安吉也是边夸边吃。老公真棒，老公手艺真好，老公好厉害。哇，这也太好吃了。明明只是给三女做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常菜，阎罗差点被夸的魂都飘起来了。左边一句老公真好，右边一句老公真棒，这谁顶得住？别夸了别夸了，再夸走路都要打摆子了。阎罗哭笑不得地说道。 A 级农场牧场生产出来的食物本来就不是蓝星上的食物能比的，再加上阎罗中上水平的烹饪手艺，三女都认为这是最好吃的美食，把所有功劳都按在阎罗头上。本来就好吃，老公最厉害了。就是，三女叽叽喳喳，莺莺燕燕，任谁听了都得迷糊。阎罗干咳2声，干脆不说话了，他都要被夸得不好意思了。大口干饭。阎罗由于被夸的魂儿都在飘，主动包揽了洗碗的责任。看到阎罗难得自己洗碗，三女又是满脸欣喜地夸了起来。哇，老公自己洗碗哎，老公好棒，真是太宠我们了。老公真好，嫁给老公真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阎罗被夸得老脸一红，不就洗个碗吗？苗微微和安吉都跟妲己学坏了，妲己就最喜欢夸他，不管是平时的时候还是在床上的时候，哪个男人不喜欢被老婆夸？越夸越来劲，越夸越自信。洗完碗，三女对视一眼，拽着阎罗就往卧室跑。过了一会儿，画面黑屏，阎罗反正一晚上都是晕乎乎的，化作无情的长枪手，苦练枪法征战沙场，在一声声赞扬和娇宁中迷失了自己。次日清晨，三道性感娇躯躺在阎罗身旁，女人的香味让阎罗瞬间清醒，拳头硬了。算了，先放过你们。阎罗压下心中的火气，给还在熟睡的三女盖上被子，自己则是穿好衣服走出了豪华木屋。看着高高升起的太阳，阎罗才知道都快中午了。阎罗围着星辰湖散步，感觉腰子有点发酸，昨天是不是太疯狂了一点？要节制啊。还好我体质现在高得很，不然这3个小妖精不得把我榨干了。阎罗抽了抽嘴角，有句话说得好，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天天这样绕世阎罗豆有点吃不消。好在阎罗散了半个小时步之后，腰就不酸了。这就是体质高的好处，身体的恢复能力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又简单吃了点东西，给妲己等人留了几份。阎罗才走出家园，通过传送门来到了挑战空间。熟悉的4扇门出现在阎罗眼前，出乎意料的是，除了3扇白门之外，终于遇到了久违的婚配房。当然，阎罗还是先用全知之眼看了一眼3扇白门，万一有什么好奖励，可别错过了。不过看了一圈之后，阎罗失望地摇了摇头，有一扇门里有 A 级 BOSS， 暂时没有10成的胜算，他不准备去冒险。另外2扇门则是通关奖励太普通，阎罗看不上。最后阎罗的目光还是放在了粉红色的婚配房上。全知之眼下，婚配房信息显示出来，婚配对象莉莉安，种族精灵族，身份精灵女王，颜值96，标准分50，天赋 A， 描述性感绝美高挑一罩杯。提示：保护好你的腰子。阎罗瞳孔猛地一阵扩张，一罩杯，认真的吗？除了苗微微有点飞机场的意思，但是妲己和安吉那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极品身材，前凸后翘且身段撩人。但是就算这样，安吉也顶多 C， 妲己可能能到地精灵女王莉莉安 E。 阎罗吞了口唾沫，这是准备用洗面奶捂死他吗？不过阎罗只是心中震惊，这样的极品似乎没几个男人能拒绝，只是娶回家需要注意保护好腰子罢了。直播间看到阎罗再次遇到婚配房，而且似乎有选婚配房的意思，龙国观众们都嗨起来了。卧槽，泪目了，终于又出现婚配房了。让我预言一下，后宫美人1。
这还用你预言？我用脚都能猜出来。卧槽，真羡慕阎罗大佬啊！马上就是4个老婆了。我不羡慕，别说4个，1个就能把我榨干了。有句话说得好，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在龙国人都激动的时候，一些外国观众还是极度的满口胡言。婚配房又怎么样？你们这次一定会翻车。我就不信有人能连续4次都是好运，这次一定会婚配一个怪物。没错，没有人能一直好运，你们龙国人也不例外。我诅咒龙国人这次一定翻车。该死的龙国人，害死我们德意志这么多人，这次肯定要遭报应。要不是阎罗，我们樱花国也不会颗粒无收。这个阎罗就是该死。国运游戏进行到现在，和阎罗对战死了不少别的国家的选手，也间接导致别的国家爆发灾难。这些人完全没有反思，反而更加嫉妒且仇恨阎罗。阎罗推开房门，眼前的场景化为一片森林。一眼望去，森林深处绿叶如云，微光透过间隙，宛如星辰。小径蜿蜒，引领探索者走向幽密的未知。淡淡的雾气缭绕，还能感受生机勃勃的气息。阎罗缓缓朝着里面走去，约莫走了几百米，一棵7、8人连在一起才能抱住的巨树生长在那里。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巨树一根粗壮的分支上有着一个简约而精致的小木屋。精灵女王的家，挺别致。阎罗低声自语，有些期待精灵女王的出现。过了一会儿，小木屋的门打开，一道身影从密林深处的小木屋款款走出。斑驳的阳光下，他的身影仿佛洋溢着神秘的光晕。他长着精灵标志性的尖耳朵，面庞圆润如月，流露出无尽的智慧与温柔。身着绿叶编织的裙长，曼妙的身姿摇曳生姿，更关键的是高高隆起的山峦，横看成岭侧成峰。随着精灵女王出场，全世界观众都震惊了。那些原本诅咒阎罗的外国观众，脸上火辣辣的疼，嫉妒更是要溢出来了。思密达，这怎么可能？又是极品美人，这不公平。八嘎，居然是精灵！凭什么她能婚配到美丽的精灵？龙国观众惊呆了。大，太大了！兄弟们，我有点晕奶，麻烦扶我一下。这是正经精灵吗？横看成岭侧成峰啊！啊，我看得晕，我要晕倒了。阎罗大佬运气也太好了，人间极品啊！别说正在看直播的观众，阎罗自己鼻子都冒出一口热气。因为精灵女王是站在树上的，阎罗抬头看去，其实胖子都看到了，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去，那一对山峦特别有压迫感。大，实在是太大了。冷静，冷静。阎罗深呼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第一次见面，不能表现得太过猥琐。精灵女王看阎罗的表情，这才意识到自己走光了，温润的脸上爬上一丝绯红。她赶紧从树上跃了下来，背后张开精灵标志性的翅膀，滑翔到阎罗面前几米处。你想做我的夫君？精灵女王丽丽安柔声道。阎罗敏锐地察觉到言语里细微的差别。一般婚配对象都会说你就是我的夫君，但是精灵女王说的却是你想做我的夫君。看样子会有比较难的考验。没错，你是要考验我吗？阎罗温和的点点头，脸上是如阳光一般和煦的笑容。莉莉安微微一怔，好阳光帅气的孩子。没错，在莉莉安眼里，阎罗真的就是个小孩子。普通精灵寿命能达到600、700年，精灵女王的寿命更是能达到1000年以上，莉莉安都活了400多年了。你年纪实在太小了，除非你能经过我的考验，不然我内心还是接受不了。莉莉安俏脸一红，道。阎罗愕然，您多大了？问一个精灵的，尤其是女性精灵的年龄是很不礼貌的。莉莉安强行板着一张脸。阎罗点点头，也不追问，而是笑道，没事，女大3抱金砖，女大300位列仙班。莉莉安严肃的脸都快绷不住了，没想到阎罗这么厚脸皮，撩得她一个400岁的少女心砰砰跳。不要嬉皮笑脸，通过我的考验你才。过了一会，阎罗才算听明白了，原来在精灵这个族群中，神射手是很受欢迎的，仅次于极度吃天赋的魔法师。而神射手的标准是仅靠记忆力就能闭着眼睛射到1000米之外的麻雀。莉莉安可是尊贵的精灵女王，嫁人的标准那最低也得是个神射手。所以说这不是刁难阎罗，而是他的最低标准。然而就是这个最低标准都让观众们炸锅了。卧槽，闭着眼睛射中1000米外的麻雀，开什么玩笑？这是人能做到的吗？这是精灵的标准，精灵赖以为生的就是剑术和魔法。阎罗大佬能做到吗？要是失败了，虽然没什么危险，但是就错过精灵女王了。精灵女王必须拿下，阎罗大佬加油啊！至于外国观众，比如德意志和樱花人，巴不得阎罗得不到美人。尤西，漂亮，阎罗这次肯定要翻车。精灵这种美人应该属于樱花国，
而不是属于龙国人。这么难的考验，阎罗一定完不成，精灵还是等我们德意志的选手来收下吧。阎罗目光平静，他还以为多难呢。精灵女王肯定放水了，就算神射手在精灵族群中，估计也只是中层。正常情况下，精灵女王不可能嫁给神射手的，而是大魔法师。她肯定是年龄的见过不去，需要一个借口让自己顺着台阶下。阎罗看破不说破，盯着1000米之外的麻雀看了一眼。糟糕的是，精灵女王指的那只麻雀很欢脱，跳来跳去，不待在原地。精灵女王莉莉安见阎罗闭上眼睛，准备射箭，内心也是嘀咕：会不会太难了？要是他失败了怎么办？感觉这个少年还可以，魔力很雄厚，长得也很帅，性格目前看来还不错。之前莉莉安就拒绝了好几个其他种族的选手，他都看不上眼。但是这次到阎罗这里，他突然有点后悔给难度这么高的考验了。就在莉莉安不安的目光中，阎罗闭着眼睛，瞬间弯弓射箭，箭矢破空，横跨上千米。之，麻雀被一箭精准命中。莉莉安脸上露出些许震惊的神色。他这个考验对精灵神射手肯定不难，但是对于不精通弓箭的其他族群是很难的。你做到了。莉莉安不知怎么的，内心还有一丝窃喜，终于可以跟一个小帅哥离开这个囚笼了。这个婚配房对莉莉安来说就是个囚笼，虽然她是自愿被选中的，也不喜欢一直待在这里。不过小帅哥年纪真的好小，比自己小370-80岁，要婚配的话，莉莉安总感觉有种背德感。我完成考验了，现在你是我老婆了。阎罗咧了咧嘴笑道。咚，看着这个笑容，莉莉安心跳落了半拍。莉莉安轻轻嗯了一声，她可是精灵女王，说话算话的，但是跟一个小孩子啊，烦死了。阎罗现在也算老鸟了，直接走上前去，拉出了莉莉安光滑柔嫩的玉手，拉着莉莉安回到了小木屋里。画面黑屏，观众什么都看不到。莉莉安的小木屋陈设简单而精致，还有一张树藤编织而成的吊床。阎罗轻轻一推，莉莉安就倒在吊床上。莉莉安心脏砰砰砰直跳，背德感和刺激感点燃了整个心灵。精灵女王的寿命1000多年，长的能接近2000年，所以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还年轻，未曾找过伴侣。这一刻，几百年的孤寂瞬间被点燃。阎罗看着莉莉安圆润精致的脸，她美眸中流淌着能吞噬男人理智的水波。外界，早在阎罗闭眼一箭射中1000米外麻雀的时候，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卧槽，不愧是阎罗大佬，牛逼啊！闭着眼睛都能射中，什么叫做精准？这他妈就叫精准，牛逼！果然考验对于阎罗大佬只是小意思。全体起立，向神箭手阎罗致敬。德意志和樱花国的观众早就不吭声了，脸上都被阎罗用实力化作巴掌打得火辣辣的疼，只能一个个咬牙切齿地看着阎罗搂着莉莉安进房。龙国观众羡慕疯了，卧槽，阎罗大佬真的太爽了！精灵女王真的是极品身材，虽然很大，但是却一点都下垂，是挺立的。我们只能看看穿衣服的样子，而阎罗大佬泪目了。阎罗大佬能让我看一眼吗？我愿意献祭我发小10年寿命。发小？你踏马献祭老子干嘛？阎罗大佬听我说，一罩杯你一只手把握不住。一群老色皮在直播间疯狂开车。3个小时后，仍然是黑屏状态。莉莉安精致圆润的脸上爬满了火烧云，美眸中流淌着温柔的水波。小孩真的好厉害！看着自己被撕碎的绿叶连衣裙，她咬了咬红润的嘴唇。坏小孩，这样你让我怎么跟你回去？阎罗摸了摸下巴，不能叫我小孩，我可是你老公。好的，坏小孩。阎罗总感觉这个称呼怪怪的，可是对莉莉安的年龄来说，这又很合理。但是我可是你老公啊，叫老公我就给你衣服穿，不然你就光着身子跟我回去吧。阎罗玩味笑道。莉莉安原本只是脸红，现在绯红都爬到耳朵尖了。不管怎么说，和一个比自己小300多岁的孩子婚配，莉莉安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老公。莉莉安说完这2个字，羞的脸都快冒烟了。阎罗也不逗莉莉安了，赶紧从背包里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虽然阎罗身材要比莉莉安高大一些，但莉莉安太大了。穿上阎罗的衬衫和外套，高高挺起。阎罗瞪大眼睛，差点没忍住再来一次饿虎扑食。莉莉安试着起身，结果呲牙咧嘴又坐了下去。她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一时间刚刚褪去的绯红又爬上了脸，但她又不好意思叫阎罗扶自己。阎罗眼尖看出莉莉安的窘状，他很有分寸，该开玩笑的时候开玩笑，该正经的时候正经。他连忙穿好外套走了过去，背对着莉莉安蹲下，上来，我背你回去。莉莉安微微一愣，然后嘴角绽放出动人的笑意，嗯了一声，趴在阎罗背上，柔软的挺立贴在阎罗背上。阎罗瞪大眼睛，又感觉心痒难耐，这特么谁遭得住啊？
深呼吸几口气，阎罗才压下心中异样的感觉，背着莉莉安穿过林子，又穿过传送门，回到了家园。哇，你的家好漂亮！背后，莉莉安忍不住惊呼。豪华木屋坐落在中心，周围有清澈见底的星辰湖，湖底闪烁着彩光。有一块大大的农田，种满了颜色各异的农作物，有番茄，有洋葱，有大白菜，还有一片面积不小的牧场。绿意盎然的草地上，每当微风吹过，就能见到成群的咯咯鸡在里面欢快的觅食。恭喜阎罗与精灵女王完成婚配，你获得 SS 级技能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你将获得惊人的恢复能力，只要没有伤到要害，你可以快速的恢复伤势，同时你的魔力、精力、体力恢复速度提升300。卧槽！永动机出现了。阎罗脸色一喜，这个生生不息虽然不是伤害性技能，但是非常实用，保命和续航神技，重要不伤到要害就死不了。快速恢复伤势，而且魔力、精力、体力恢复速度提升300。阎罗惊叹一声，这不是永动机是什么？之前他还担心4个老婆压力有点大，现在不是问题了，8个老子也给你们治得服服帖帖的。而且以后打副本也不用担心魔力了，只要不透支得太厉害，魔力恢复会很快。奖励还没结束，你让婚配对象格外满足，额外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体质10，力量10，敏捷10，魔力20，魅力20。果然和我之前猜的一样， A 级配偶奖励是 B 级双倍。阎罗笑了笑，感觉自己的魔力变得更加充盈。阎罗搬来一张小凳子，让莉莉安坐在湖边休息，自己则是在一旁查看起了面板。选手阎罗，等级42级，体质160170，力量132142，敏捷135145，魔力159179，魅力10512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100。描述请叫我人类天花板，请叫我人类天花板。阎罗摇头失笑，不是我太强，是他们太弱罢了，还需要继续努力，我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阎罗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玩水的莉莉安，莉莉安面容精致动人，但是那种圆润的脸型处处透露着温婉动人，完全不像那些尖下巴的整容怪会给人不适的违和感，而是一种特色的有个性的美。同时她高耸的山峦也不显得累赘，而是饱满的挺立。阎罗见识过，不是那种让人恶心的赘肉，相反能让男人神魂颠倒。一双带着肉感的大长腿又白又嫩，在湖水中轻轻地摆动，湖水的涟漪显得让人安宁。做了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阎罗握紧拳头低声自语，只是精灵的听力何其惊人，他的一字一句都落入了莉莉安的耳朵里。莉莉安羞涩地红了脸，但眼神中又水波荡漾，流露出一丝丝感动。她本以为婚配游戏就是找个男人，双方为了变强而合作，但是没想到阎罗似乎不只是把自己当作变强的工具或者是所有物，而是真真切切的像是对待家人一样。小孩，说了多少次了，别叫我小孩，叫老公，人家不好意思嘛，你比我小那么多，我叫不出口。好吧好吧，随你。啊，你敷衍我。嗨嗨，你说你刚才想说的，我想听。我不只是想和你一起变强，我也想知道。知道什么？哎呀，羞死人了。不说了。阎罗，莉莉安一个400岁的少女，忽然发现自己忙于领导族群的发展，这么大年纪了都没谈过恋爱。本来想跟阎罗说她也想要甜甜的恋爱，结果那口气就是出不来。自己老牛吃嫩草，怎么好意思要求那么多？哎，莉莉安你真不要脸。阎罗却敏锐地察觉了莉莉安心里的想法，从她不好意思叫自己老公就能看出来，她始终还是觉得年龄是一个门槛。虽然现在木已成舟，不过心里还是有这么一个茧。老婆，莉莉安。阎罗却没给莉莉安反应的机会。老婆，你想，你作为精灵女王，是不是有接近2000年的寿命？是啊。怎么了？那你其实年龄一点都不大啊，2000年的寿命，你其实也就约等于人类20多岁的少女而已啊。哎，好像是哎。阎罗见莉莉安被自己绕过去了，露出一闪即逝的坏笑，
你20多岁，我20多岁，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的，甚至可以说非常般配。莉莉安瞪大眼睛，美眸里都是疑惑，她怎么突然就变成20多岁了？但是阎罗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按照他的寿命尺度，他确实相当于人类20多岁。阎罗继续糖衣炮弹，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有心理压力，在我眼里，你就是温柔、漂亮、可爱、年轻的莉莉安老婆。笑，老公。莉莉安被糖衣炮弹砸晕了，扑在阎罗怀里，脸上绽放着让人失神的绝美笑意。看到莉莉安终于愿意叫自己老公，阎罗脸色一喜，趁热打铁，轻轻搂住莉莉安。以后啊，我要在牧场里养点牛，还养点马，骑着马带着你策马同游。以后啊，你会有我的孩子，肯定长得随他妈，又漂亮又听话。以后啊，莉莉安被哄得一愣一愣的，脸上流淌着幸福的笑容，完全忘记了心里那道坎。妲己和莉莉安还有安吉远远地躲在一边偷看着这一幕，一个个脸上都是一脸姨母笑。真好啊，甜甜的恋爱，老公的嘴，骗人的鬼，好乏啊，又多了一个跟我争宠。三女叽叽喳喳，但也没有打扰莉莉安和阎罗，他们三个早就商量过了，不给老公添堵，有新来的就让出一点空间，让他和阎罗培养感情。他们不会那么自私，这是国运婚配游戏，要变强肯定会找越来越多的配偶。如果阻止阎罗找新的配偶，阎罗止步不前，未来被强大的怪物杀死，他们三个一辈子都得后悔和自责。所以只要阎罗喜欢，他们就跟着接受，大家一起做一家人，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阎罗要是知道三女的想法，估计要感动的不行，找一位贤妻祖坟都得冒青烟。他居然一口气找了3个贤妻，哦，不对，现在4个了，地球都得跟着冒青烟。外界国运奖励随之发放，恭喜龙国选手阎罗与莉莉安完成洞房，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国运奖励发放，所有龙国人寿命2，体质2，力量1。龙国人一片欣喜，牛逼！致敬阎罗大佬！卧槽，我现在随手就能提起一包100斤重的水泥。是啊，几次国运奖励下来，我们龙国人都牛逼的不行了。你还别说，现在全世界的妹子都想嫁龙国人。咱龙国人人均枪法出神入化，7进7出，杀的长坂坡血流成河。再牛逼也没阎罗大佬牛逼，阎罗大佬的枪法大家懂的都懂。我靠，兄弟们，樱花国进了多人副本房。多人副本房，阎罗这边反正还在卿卿我我，大家只能吃狗粮，想着去看看多人副本有多刺激。一大群人涌入樱花国直播间。樱花国直播间，山本耀司脸色难看。你已进入多人副本迷失森林，怎么是多人副本？为什么不是奖励房？山本耀司骂骂咧咧，看来他的运气不算很好。目前周围都是浓雾，多人副本还未正式开启。山本耀司染着黄头发，满嘴都是抽烟导致的发黄牙齿，手里还拧着一个酒瓶子。他喝了一口烧酒，脸色才逐渐平静下来。国运游戏也开始介绍多人副本的规则。迷失森林规则1，樱花国和随机国家各抽取100名选手进入迷失森林。规则2，一共10个关卡，每个关卡有2个指示牌，选手可以自行选择前进方向。规则3，前进方向必有一条路有危险，必有一条路没有危险。规则4，作为副本开启者，樱花国选手可以获得先航权，可以提前1个小时出发。胜利条件，率先抵达终点将获得胜利，获得超级奖励并安全撤离。提示，失败方将永远被困在迷失森林中。山本耀司脸色一变，失败会永远困在这里面。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放在规则4上，一个竞速副本，我能提前1个小时出发。山本耀司脸色一喜，这不是赢定了。直播间的樱花人本来看山本耀司是个黄毛混混，观感不太好，但是现在规则一出，一个个都兴奋了。游戏，这不是福利局吗？一个竞速副本，提前1个小时出发，这还比什么？赢定了，超级奖励必然是我们樱花国的。哈哈哈哈，终于轮到我们伟大的樱花国崛起了。游戏，超级奖励，不知道会是什么好东西。下一刻，以匹配竞争国家龙国。1个小时后，龙国包括选手阎罗在内的100名选手将加入迷失森林副本。山本耀司脸色一愣，居然是龙国。龙国那个选手阎罗很强，不过哈哈哈哈，阎罗死定了，我提前1个小时出发，等他进入游戏我都到终点了。山本耀司脸色狂喜，他天生就对龙国人没什么好感，更何况是一直骑在各国选手头上的阎罗。只要整死阎罗，他再拿下超级奖励，他就是世界第1强者。等我成为强者，阎罗家园里的配偶我通通抢走。山本耀司想起阎罗拥有的3位美人，个个容颜绝美，身材动人。
忍不住一脸淫笑，甚至流哈达子。龙国观众们也呆住了，没想到好巧不巧，这么不公平的副本让他们遇上了。靠，这个樱花人好恶心，怎么这样？樱花国居然可以提前1个小时出发，这个多人副本也太不公平了吧。没事，阎罗大佬可是有火恶魔之意，让他们先走1个小时，我相信阎罗大佬也能追上。我也相信阎罗大佬，阎罗大佬加油。此时龙国人虽然有一部分人担心阎罗，但更多的是盲目的崇拜和信任，他们相信就算阎罗晚1个小时进入游戏，也有办法后来居上。樱花国人却得势不饶人，最近这段时间樱花国被龙国整得很惨，上一次饥荒游戏阎罗害死我们樱花国多少人，报仇的机会来了，这次我们要让阎罗永远被困在迷失森林。哈哈哈，龙国人，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伟大的樱花国会拿回属于我们的琉球，龙国人等着吧。龙国观众都怒了，妈的，樱花人真恶心啊！一群白眼狼，要不是我们在樱花国最难的时候卖了粮食给你们，你们这群畜生早饿死了。一群杂碎，阎罗大佬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后悔。琉球是龙国的，你们还敢有歪心思，弄死你们这群小热本。双方直接在直播间大骂起来。龙国人终于意识到樱花人是什么样的恶臭嘴脸，上次樱花大饥荒就不该同意对方用琉球换取粮食，通通饿死才是对的。一群白眼狼。不过龙国一直秉承着不主动惹事的原则，这才同意樱花的条件。现在樱花也怕龙国断粮，挺过最开始那段时间之后就全世界收购粮食了，所以现在断粮也没用了，反而会导致国内不少农民利益受损。正在传送樱花国99名参与者，很快山本耀司身边就出现了大量的樱花人。这些樱花人或面色惊恐，或者沉默不语，或者茫然无措，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但大致都很懵逼。这么多人，怎么就选中我了？真倒霉，国运游戏可是会死人的。八嘎，快放我回现实！一群人乱哄哄的一片，山本耀司脸色阴沉，他试着组织好几次秩序，压根就没人听他的。哼！山本耀司冷哼一声，这群人的死活他不管了。此时战争迷雾已经散去，山本耀司率先朝着路标的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勉强还算宽敞的小路，两边都是茂密的完全走不了人的树木和花丛，其中还夹杂着荆棘，尖利的倒刺让人望而生畏，只能走小路。山本司要沉着脸，边走边喝手里的烧酒。提前1个小时，这不是稳赢吗？乱哄哄的人群里总算有人冷静下来。见宫本司要已经出发，赶紧跟上。人都有从众心理，看到别人都出发了也跟着出发，但是这群人还是满肚子牢骚，真是运气不好，居然被选中了，倒霉死了。宫本司要听着背后的议论，脸色铁青，闭嘴。那几人才涨红着脸闭上了嘴巴。我们提前1个小时出发，这都赢不了，都去吃狗屎算了。宫本司要骂骂咧咧，一身流撇子气。一群人这才冷静下来。对啊，他们可是掌握了先机。好，看样子这次是我们的好机会。尤西，阎罗又怎么样？我们肯定能率先到达终点。还别说，走了这么久也没遇到什么危险，看来就是单纯的竞速和拼运气。一个死肥宅带着厚厚的眼睛随口道。一群樱花人在山本耀司的带领下又走了几里路，还真没遇到什么危险。很快他们遇到一个分岔路口，2个箭头木牌分别指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提示。这应该就是规则3了，有一条路有危险，有一条路没有危险。这怎么选啊？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啊。八嘎，要是选中有危险的路那就麻烦了。众人议论纷纷，第1个路口就把他们难住了。选到有危险的路，那可是会死人的。山本耀司脸色阴沉，他也拿不出主意。这时那个戴着厚厚眼睛的死宅胖子又开口了，只说有危险，又没说必死，还不如随便选一条先走着看，不然我们领先1个小时出发的优势就浪费了。死宅胖子的话让所有人闻言一震。是啊，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随便选一条走着看吧，不能浪费了我们的优势。议论中，所有人把目光投向山本耀司，毕竟这货才是选手里的正主，其他人只是被抽取进来的参与者。山本耀司脸色难看，刚才指挥了那么久，没人听他的，现在倒好，轮到这种要背锅的事情就都指望上他了。一旦选错路死了人，那他肯定要背锅，搞不好还会被群起而攻之。山本耀司，你才是正式选手，你来选吧，你运气这么好，肯定不会选中有危险的路吧。山本耀司冷哼一声，懒得多说什么，朝着右边的路走去。他也不知道怎么选，更不想当背锅侠。众人见山本耀司朝着右边走，也连忙跟了上去。
要死大家一起死，有陪葬的，心里就没那么慌。人性就是这样，所有人都知道此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分成2队人，用人命去保证一半人走上没危险的路，但人性都是自私的，我死，那大家都得死，拿人命去保一半人活，谁都不愿意，万一死的是自己呢？一群人跟着山本耀司继续前进，走了几百米，还是没遇到什么危险，只不过这条路安静的可怕，连鸟类的叫声都听不到，只有众人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尤西，看来我们没有遇到有危险的路。死宅胖子一边走，身上的肥肉荡漾，一边笑着开口。几乎就在胖子得意的下一秒，两侧的森林中就传来动静，一只只灯笼大的红眼露了出来，直勾勾地盯着众人。众人，闭嘴吧你！这死胖子嘴是开了光吗？八嘎，这死胖子怕不是内奸。众人看到怪物眼睛露出的瞬间，就已经转身开始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战胜危险，你只需要比最后一个人跑得快。众人一边尖叫，一边拔腿就跑，朝着原路跑回去。这条路有危险，只有几个胆子小的樱花女人腿都吓软了，在原地尖叫：雅美蝶，救命！然而没有人会救他们，尖叫反而刺激了怪物的心智。只见那几只怪物从树林中冲了出来，猪头、人参，全身包裹着兽皮，手里拿着长矛。恶心的猪头肥头大耳，嘴里流淌着腥臭的口水，一双眼睛宛若红色的大灯笼一般瘆人。雅灭蝶啊！凄惨的叫声让所有人心头一颤。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那几个女人被猪头人用长矛活活捅死，然后分尸。这样惊悚的一幕吓得所有人一身冷汗。一群樱花人亡命奔逃，猪头人举着长矛紧追不舍，不断有落在最后的人被猪头人杀死。八嘎，怎么会这样？太恐怖了，我不想死！快跑，快跑！一群樱花人这辈子都没跑过这么快，10分钟不到就跑回了分岔路口。猪头人追到分岔路口就不追了，似乎他们只能待在有危险的路段。一群樱花人上气不接下气，跑得大汗淋漓，腿都跑软了。有人粗略扫了一眼，出发时100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60人，只是一次失误就死了将近一半的人。有人怒了：山本耀司，我们都是跟你走的，你把我们带到有危险的路，你八嘎是什么意思？低家伙！没错，你选不到对的路就不要瞎带路。好几个脾气火爆的男人对着山本耀司骂骂咧咧。山本耀司本来就是个混混，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老子干你妈了个逼！自己要跟老子走，出了问题让我背锅。山本耀司提着烧酒瓶子就给叫得最凶那家伙头上来了一下，砰！烧酒瓶子炸开，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人都懵了。他没想到自己嘴臭几句，山本耀司居然真的敢对自己动手。一群人本就各怀鬼胎，见到山本耀司这么狠，反而没人继续骂他了。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山本耀司这货可是真的敢杀人。外界对于樱花国选手的遭遇还有内讧，各国观众都乐了，笑死了。提前1个小时出发，结果一开局就死了这么多人，给你们机会你们不中用啊！已经过去20分钟了，一个岔路口都没通过，又跑回来了。之前小热本们一个个都挺狂啊，现在呢，这就内讧了，行不行啊？不行，让我家的老母猪上吧。思密达，樱花人就是一群废物罢了。面对各国观众嘲讽，樱花观众人烧成了灰，只有嘴巴还是硬的。小小的挫折怎么可能打败我们樱花选手？没错，现在不是试探出一条生路来了吗？是副本难，不是我们樱花人弱。失败一次又怎样？我们还有40分钟，而且探出了第1条生路。等我们拿下超级奖励崛起，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经历了内讧的插曲，一群樱花选手都没了之前的得意，毕竟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一群人心情沉重地继续前进，看来规则确实没有错，这条路没有危险。一群樱花人走了几里路，这条路没有危险，但是却没人开心的起来。这条路完全是用人命探出来的。很快，又一次出现岔路口，熟悉的2个木质箭头分别指向完全相反的路，所有人脸色都难看起来。八嘎，这怎么选？谁来选？选错了会死人的。一群人议论纷纷，就是没人去选，没人愿意背锅。选对了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句赞扬，选错了那就是人命。这次山本耀司都不开口了，冷眼看着这群人争吵，心里暗骂一群废物。最后还是胖子站了出来，从概率学说，上次右边是怪物，这次国运游戏说不定会耍心机，把怪物放在左边，我们继续走右边，右边10有8、9是生路。胖子的分析让众人眼前一亮，没错，只要预判了国运游戏的套路，说不定就能选对。一群人重新打起精神，朝着右边的小路走去。走了1、2里路，确实没发现什么危险。有人长了心眼，
一直关注两边的林子和树丛，到现在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就说，我选的路肯定不会错。胖子一脸得意，一群人也是松了一口气，连忙夸赞胖子：“你这运气真不错，后面的路让你来选吧，你可比那个山本耀司会选多了。”哈哈哈哈！天不亡我，胖神带我们飞！一群人吹嘘起来，死宅胖子脸色得意，被夸得飘飘欲仙。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山本耀司突然开口了：“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发现什么？”胖子愕然：“少人了，我们来的时候有60人，你们数数现在还剩多少个？”山本耀司的话让所有人汗毛炸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有人数了一遍，然后一脸冷汗，惊恐道：“只剩52个了。”由于所有人互相都不认识，走到现在也没人发现少了人。现在被山本耀司一提醒，所有人都只感觉一股寒气穿透了脚底板。什么时候少了人？八嘎，这也太吓人了！一群人都炸毛了，赶紧聚在一起。这是出于面对未知恐惧的本能。快看，那个藤蔓会动！所有人闻声看去，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一个人中招了，被密密麻麻的藤蔓卷起来，朝着树林里面拖去。还有一根藤蔓缠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让他无法呼救。这些树会杀人，用藤蔓杀人！所有人心头一跳，吓得屁滚尿流，连跑带爬的朝着原路跑回去。杀人树见伪装被识破，也不装了密密麻麻的藤蔓，好像是游走的蟒蛇一般从地面上游走过来，好像毒蛇一般精准地缠住一个个樱花人的脚踝，接着巨力拖着他们朝丛林中拉去。啊！救命！我被缠住了，救我！救我！八嘎！怎么会这样？被缠住的人目眦欲裂，疯狂朝着前面的人求救。然而那些人哪有心思救人，自己不搭进去就不错了。死宅胖子也被缠住，脸色惊恐，然而不等他呼救，他就眼前一黑，被藤蔓勒到窒息了。10分钟后，山本耀司看着眼前仅剩的7个人，加上他自己，一共还活着8个人。他脸色难看，几乎要失去理智，一拳打在旁边的树上。该死！怎么会这样？明明是运气极好的开局，居然被玩成这样。走吧，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难不成在这里活活饿死？有人叹息一声，朝着生路走去。又是一条用人命探出来的生路。所有人都没了心情，从一开始的得意，到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残酷。很快，第3个岔路口，好死不死，几人又选中了一条死路，没有任何意外，当场团灭。外界看着不到1个小时全军覆没的樱花人队伍，樱花观众全部脸上火辣辣的疼。之前他们得意、骄傲、吹嘘，现在呢，所有人都死了。八嘎，怎么会这样？明明是天湖开局，为什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八嘎，这就团灭了。樱花人全部傻眼了。各国观众逮到机会，狠狠打脸樱花人。就这，你们不是说你们要拿下超级奖励？区区樱花弹丸之地，还想当第一？乐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的选手多牛逼呢。就这，之前不是说要超越阎罗大佬？就这，太精彩了！闭眼都能选到死路，樱花不灭谁灭？检测到樱花国选手全部死亡，樱花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定，猪头人大军的贪婪。樱花人的味道很不错，吃起来很香。100万猪头人将降临樱花国，猎杀樱花人。很快，樱花国各地都拉响了警报，上百万猪头人大军肆意的猎杀樱花人。在猪头人眼里，樱花人不过是美味的肉食。樱花国从国运游戏开始，连续遭遇了好几次灾难，光是阎罗间接导致的就有2-3次，国力早已大不如前。100万猪头人大军几乎要把樱花国搅得天翻地覆，樱花人们都被吓尿了，不断有人被杀死，太可怕！现在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猪头人都长枪居然能刺穿坦克，太恐怖了！啊！救命啊！猪头人已经进入我的房子了啊！八嘎，怎么会这样？我不做樱花人了，我要移民。移民电话都被打爆了，根本没人搭理。该死！樱花国内一片哀嚎。连续的灾难一次次爆发在樱花国，纵然樱花国也算个人口大国，樱花国有上亿人口，但是加上这次灾难，恐怖已经死了1/10的人了，上千万人死亡，许多樱花人早就破防了。要不是官方禁止移民，人早就跑光了。对于樱花的遭遇，龙国观众可一点都不同情。谁叫这群白眼狼之前说阎罗大佬不好的？活该，这就是白眼狼该有的报应。一群白眼狼，死多少我都不觉得同情。好，估计我爷爷在天之灵看到樱花国的遭遇会觉得欣慰。乐了，我也是，小日本活该。
龙国人可对樱花人从来没什么好感，更何况这群樱花人之前还口出狂言，说要把他们的阎罗大佬永远困在迷失森林。1个小时已到，龙国选手阎罗和99名参与者将被传送至迷失森林。龙国选手仍然需要到达终点才能离开迷失森林。随着国运游戏的提示音响起，阎罗和众多参与者的身影出现这迷失森林中。阎罗神色平静，1个小时之前国运游戏就提示了他，他知道要进入这个副本。看着周围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个个神色紧张的参与者，从这些人的谈话中，阎罗确认了一个事，他的对手樱花国现在已经团灭了。阎罗脸色古怪，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很快也有人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帅气逼人、气质鹤立鸡群的阎罗。啊，是阎罗哥哥！那个女生满脸通红，惊喜道。这一下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阎罗。卧槽，居然看见真人了！阎罗大佬长得是真的帅啊，比胡歌还帅，除了给5星好评的读者，这个世界上应该没人比他更帅了。我靠，我的偶像！这群人随身都带着手机，虽然在异世界不能联网，但是可以拍照啊。一群人跟看见大明星似的，围着阎罗求合照。一些女生红着脸，比看到大明星还兴奋。要说明星，现在最有名气、最受人喜爱的明星可不就是阎罗了？全龙国就没有不认识阎罗的，比人气还有谁能跟他比？阎罗被一群人簇拥着，脸上也是挂着无奈的笑容。这可是副本啊，能不能有点打副本的样子？都在这求合照、求签名。一名女生拉起胸口上的白衬衫，娇滴滴道：“阎罗哥哥，给我在这里签个名。”直播间的老色批们都傻眼了。卧槽，这妹子长得可以啊！不是，为什么要在胸口上签名？啊呸，在胸口的衣服上。卧槽，嫉妒使我面目全非。阎罗住手，这个名字让我来签。一群老色批心痛无比，只能眼睁睁看着阎罗在漂亮妹子胸口签名。接着现场的画风越来越奇怪，好好的副本愣是跟粉丝见面会一般。一群人围着阎罗合照求签名，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在一个可怕的副本里。怎么一到阎罗大佬这里，画风就这么奇怪啊？这是下副本还是粉丝见面会？你还别说，有几个妹子长得真好看。你也只能看看，阎罗大佬可是能在胸口签名啊！卧槽，你这话让我破防了。同时正在遭遇灾难的樱花人一个个嫉妒的面目全非，本着自己不好过也不能让别人好过的心情，疯狂嘴臭。待会你们就要面对死亡了，现在还有心情在这合照签名？你们现在有多得意，待会就会死得有多惨。我们樱花选手过不去的关卡，你们龙国人肯定也过不去。死吧，都死在迷失森林里吧！我诅咒你们这群东亚病夫全死在这里面。阎罗，看你还能狂到什么时候？选中死路你也得死！龙国人哪里见得这群狗日的骂自己人，尤其还骂自己的偶像阎罗。去你妈的小热本，滚！龙国直播间不欢迎樱花和狗，滚滚滚！真特么晦气，跟你们说话脏了我的眼。一群见不得别人好的小热本，哪来的滚哪去！不同于外界炒的热火朝天，副本内现场气氛很和谐，几乎人手都拍到了合照，拿到了签名。有人说道：“好了，差不多了，我们也别耽误阎罗大佬的时间了，大家赶紧想想有什么办法顺利过关吧。”众人的思绪才被拉回现实，想起之前樱花的遭遇，这是个很危险的副本。这一下，所有人心中才有了担忧的情绪。那怎么办啊？每一次都有一半的概率遇到危险。阎罗哥哥，怎么办啊？是啊，阎罗大佬，这咋整？一群人围着阎罗叽叽喳喳，他们都是普通人，这种时候肯定只能指望阎罗了。阎罗闻言摸了摸下巴，不走进死路的路段就不会有危险，你们就待在原地。啊，阎罗大佬，那你呢？胜利条件是到达终点，没要求人数，我直接飞过去。阎罗悠悠道，脸色看不到丝毫的紧张。至于什么生路死路的规则，那是给弱者制定的，强大的实力是用来打破规则的。飞过去。这一下，所有参与者脸上都露出震惊的神色。他们想过阎罗靠好运气把所有人带到终点，也想过阎罗血战怪物把大家带到终点，没想到阎罗居然打算直接飞过去。卧槽，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有人到达终点，我们就算胜利了。有人回想起规则，确实没要求人数，而且有人达成胜利条件，整个友方队伍都能安全离开。直播间也炸了。卧槽，阎罗大佬真特么聪明，完美利用规则的漏洞。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妹妹被传送进去了，这样她能安全回来了。是啊，全员生还的就太好了。按照正常的死路难免有伤亡，阎罗大佬真是聪明，这样大家都安全。
还是阎罗大佬实力强，别人就算知道了规则，也没有像阎罗大佬一样飞天的技能。这话说得对，归根到底还是阎罗大佬牛逼。接着，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阎罗背后出现一对火恶魔之翼，绚丽的火焰熊熊燃烧，把他衬托得宛若神明降世。呼！伴随着席卷的强风，火恶魔之翼挥舞，让阎罗的身体升向天空。接着，阎罗整个人化为一道赤红色的流光，朝着远方飞去。帅！太帅了！所有人心中惊呼。赤红色的火光划过天际，阎罗仿佛最耀眼的红色星星，他的目光扫过整个迷失森林，大致判断出了方向。虽然道路错综复杂，但是终点只有一个，出口也只有一个。顺着出口的方向继续飞行。阎罗飞行的速度很快，仅仅用了5分钟就飞了半座迷失森林。再给他几分钟，他就能顺利抵达终点了。感觉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阎罗喃喃自语，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国运游戏的提示音炸响在所有人耳边。检测到有选手使用非常规方式通关，游戏规则更改，迷失森林中所有怪物将得到选手坐标，围杀作弊选手。这一刻，龙国观众们炸锅了。卧槽，还有这种事？这算怎么一回事？凭实力过关都不行？靠，这他妈不是坑人吗？阎罗大佬一定要小心啊！原本被龙国观众喷得抬不起头的樱花人，一个个脸色狂喜。哈哈哈，我就说阎罗的运气走到头了，他的坐标被所有怪物都知道了，会被围杀。漂亮，龙国人死定了！要你好好过关你不过，现在知道错了吧？游戏，我就说我们樱花国都过不了的副本，龙国人也过不了。在龙国人紧张的目光中，在小日本的冷笑中，阎罗却神色平静。他用提示之眼看天空的时候就得到了信息，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但是这个方法依旧是最好的，可以避免参与者伤亡，通关也最快。很快，森林中有了动静，一只只长着人的面孔和身体，却长着鸟嘴和鸟类翅膀的怪物飞了出来。怪物名称：阴身人，等级40级，实力评级 C。 提示：对于你来说没什么好担心的。阎罗扫了一眼，手中凝聚出威能惊人的电流和圣光，神圣电磁炮，电光轰然炸开，冲天的圣光让人无法直视。等视线逐渐清晰下来，那些阴身人早已经被炸成一片灰烬。接着，各种各样的怪物跟着冒头，比如猪头人就在地面上用长矛投掷攻击阎罗，又比如天上阴身人挥舞着尖锐的手爪朝阎罗扑来。然而阎罗此刻犹如雷神，又宛若圣主，神圣的电流一次次轰击，大片大片的怪物直接被阎罗横扫。阎罗神色冷冽，一手负于身后，一手用电磁炮压制的整个迷失森林的怪物抬不起头，只手独占3000地，双手横推19州。尔等，还没有让我用双手一战的资格。阎罗仿佛天降战神，只手不断用出神圣电磁炮，仿佛人形轰炸机一般，横推整个迷失森林。怪物群像是麦子一般，被割了一茬又一茬。密密麻麻的提示音在阎罗耳边响起：你击杀阴身人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你击杀阴身人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你击杀猪头人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你击杀猪头人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阎罗宛若神明，高高在上，疯狂收割怪物。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看呆了。他们想过阎罗100种通关方式，却完全没想过如此震撼的方式。直接横推，万千怪物不敌我一手之力。卧槽，燃起来了！阎罗大佬太牛逼了！我身化雷霆，世间无人敌。太拽了，又狂妄又霸气。666，我键盘都扣烂了，只为表现我的震撼。人形轰炸机啊！一个人压着整个森林的怪物打。规则是给弱者制定的，强者为了打破规则而生。太他妈帅了！阎罗大佬我真的吹爆。这一刻，所有人才见识到什么叫做人类战力天花板，什么才是真正的牛逼。那些原本嘲讽阎罗的樱花人全部都傻眼了。本以为国运游戏修改副本规则就能灭了阎罗，没想到阎罗反而大放异彩。八嘎，这怎么可能？他为什么这么强？连怪物潮都无法阻止他吗？这不公平，龙国的选手一定是作弊了。超标，太超标了，一定要削弱阎罗。一群小八嘎极度的面目全非。为什么他们樱花国没有这么强大的选手？龙国最高指挥所，一众高层目瞪口呆，瞪大眼睛看着阎罗在迷失森林中大杀四方。这3长老眼睛都要瞪出来了。阎罗过关的方式还真特么朴实无华，直接横推。智囊，你刚才不是说阎罗的魔力有限，恐怕支撑不了很久吗？2长老神色震惊地问道。
那个智囊也傻眼了，他刚才一本正经的分析，按照他的推测，像神圣电磁炮这种威力巨大的技能，应该用不了几次，阎罗魔力就空了，所以他才斗胆提议高层做好阎罗翻车的准备。可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的分析应该没错，是不是阎罗又得到我们不知道的恢复性能力了？智囊苦笑道，好了，阎罗没事就行，下次不会分析就少分析一点，害得我们这群老头子担心。二长老哼了一声，就让智囊下去了。行了，阎罗能挺过这一关就皆大欢喜，我们也别绷着一张脸。大长老摸了摸胡子，难得一脸喜色。要说最不希望阎罗出什么问题的，就是他了。阎罗可是关系到龙国的国运，他们安排智囊分析胜算，也是为了未雨绸缪。而且智囊的分析本来也没错，只是他们都不知道阎罗的新技能生生不息有多变态，接近无限蓝梁，那不是随便造。好，只手独占3000地，双手横推19周。这小子，大长老摇头失笑。虽然有点装的嫌疑，但是大长老要不是碍于面子，也真的很想来一句，这实在是太酷了。年轻人就该有这种心气和气势。生生不息加神圣电磁炮，阎罗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人形炮台。一个人愣是打出了一支军队的气势。神圣电磁炮狂轰乱炸，电流席卷之下，一片又一片的怪物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阎罗也越来越靠近终点。就在这一刻，一只猪头巨人拦在了阎罗前进的方向。猪头巨人高达5-6米，肥胖到让人恶心的巨大身体上披着一层厚厚的铁甲，手里拿着一根巨型狼牙棒，闪烁着令人生畏的寒芒。卧槽 ，BOSS 出现了！果然，这么大的迷失森林肯定有 BOSS 坐镇，看起来好可怕，阎罗大佬要小心啊！相信阎罗大佬一定能战胜 BOSS。直播间，一群人倒吸一口凉气，这 BOSS 看起来就很猛，忍不住为阎罗担心。阎罗平静地扫视了猪头巨人一眼，全知之眼瞬间解析了对方所有信息。怪物名称：猪头巨人。怪物类型： BOSS。等级： 50级。实力评级： B。弱点：他的眼睛和脖子没有护甲保护。胆敢杀害我们猪头人族群，你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猪头巨人一声咆哮，森冷的声音几乎响彻整个森林。阎罗一声不吭，精灵之弓被他举起，弯弓满弦，毫不犹豫地瞄准猪头巨人的眼睛。箭矢破空，猪头巨人才反应过来，急忙身形往旁边一侧，如此一来就能轻易躲过这一箭。猪头巨人冷笑着，除非你这箭会转弯，不然绝对不可能。只见箭矢在阎罗百发百中的加持下，居然在空中玩了一个大漂移，一箭命中毫无方便的猪头巨人。猪头巨人眼眶炸开一阵红白混合之雾，凄惨可怖的叫声响彻整个森林。啊！猪头巨人撕心裂肺的惨叫，眼珠子被射爆的痛感让他浑身战栗。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第二发箭矢已经刺破风声，没入他另一只眼睛。超级加倍！猪头巨人疯狂的嚎叫，已经看不见了，拿着狼牙棒一通乱舞，树木成片成片的倒下，大地都被砸得颤抖。阎罗在战斗中冷静无比，一箭又一箭连着射击，主打一个趁你病要你命。失去视觉的猪头巨人完全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由阎罗拿捏。仅仅3分钟后，眼睛长和脖子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箭矢的猪头巨人只能带着不甘的表情倒在地上。你击杀迷失森林终极 BOSS， 恭喜你获得中经验石星号。一阎罗神色没有太多变化，这点奖励也太抠门了，还是期待一下超级奖励是什么吧。根据以为的经验，差不了。外界对于阎罗的表现，龙国观众们只能表示震惊，太残暴，一个一攻单刷 BOSS。 阎罗大佬从头到尾就只用了飞行技能还有弓箭平 A， 太特么变态了，这就是人类战力天花板的实力吗？阎罗大佬甚至不屑用技能，你们懂啥？猪头巨人皮糙肉厚，阎罗大佬那是用脑子战斗，专门打对方的弱点，比用技能效果还好。别吹了别吹了，让我们看看超级奖励是啥玩意。有人提醒道，所有人都来了精神，也不发弹幕了，就想看看阎罗能开出什么好东西。终点是一棵常需要好几人怀抱才能抱住的大树，品种不详，反正地球上没有。树根的位置放着一个金灿灿的宝箱。阎罗用全知之眼看了周围一圈，确认再没有其他意外和危险，松了一口气。他走到宝箱面前，在万千观众期待的目光中，阎罗打开了宝箱，一阵金灿灿的光芒让所有人视线一花。卧槽，金色传说！别闪了别闪了，眼睛都要花了，看这架势肯定是好东西。过了一会儿，等金光散去，阎罗手里多吃一颗电饭锅大小的蛋，这颗蛋上有着火红色的纹路，看起来很玄妙。阎罗面色带着些许激动。火麒麟蛋，品级
提示：血脉浓度决定品级。麒麟是龙国古代神话里的强大生物，不仅仅是代表着祥瑞，还代表着至强的实力。只不过这颗火麒麟蛋还剩多少先祖血脉不好说，大概是因为这样，品级才是3个问号。不过这只麒麟哪怕血脉再稀薄，它依旧还是麒麟。阎罗大胆推测，等这麒麟进入成年期，实力评级绝对不会低于 SS 级。这样的宠物也是值得培养的了，是以后的一大助力，真是期待。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他现在恨不得火麒麟当场孵化。压下不切实际的想法，阎罗带着麒麟蛋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园。外界观众又不能看到信息，只知道阎罗得到了一颗蛋，表情还很高兴。能让阎罗大佬都这么高兴，看来这颗蛋不简单。根据我多年玩网游的经验，阎罗大佬嘴角上扬45度，和我打 BOSS 爆出神宠的表情一模一样。人才啊！快把这个预言家给我刀了！牛逼！以后阎罗大佬打架是不是骑着神宠腾云驾雾？一群人在直播间聊得火热。恭喜龙国在副本中获得胜利，国运奖励发放。祥瑞，龙国全体国民遇到厄运的概率 50%。卧槽！这一刻，龙国人炸锅了。这一次的国运奖励居然是概念级的。厄运一个词包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生意不好，濒临倒闭，算不算厄运？家人生病，无力负担，算不算厄运？情场失意，一蹶不振，算不算厄运？概念级的奖励就是这么霸道，所有倒霉事出现的概率 50%。卧槽，这也太牛逼了吧！众所周知，概念级才是最屌的。卧槽，我追了3年的妹子今天突然同意了，她说她终于知道我是最好的了。我家开了小食品厂，最近几个月一直亏损，今天突然来大单了。卧槽，我奶奶病情好转了，我真的泪目了。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拜阎罗像，阎罗大佬牛逼。阎罗一手抱着火麒麟蛋，一手把背包中上百枚经验石使用，其中还有1枚中经验石。海量的经验迅速提升阎罗的等级。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小经验石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你使用中经验石星号1，获得中量经验，等级提升至60级，你共获得144点自由属性。阎罗按照老规矩平均分配，面板属性再次暴涨。选手阎罗，等级42级60级，体质170206，力量142178，敏捷145181，魔力179215，魅力12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100、2500，体质和魔力率先突破200点。阎罗能感觉到体内强大的力量，感觉真不错。他笑了笑，变强的感觉真的让人沉迷。你能清晰的感觉身体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这种力量也会由内而外的改造你的气质和性格。比如一般身材高大的体育生都会给人一种阳光的观感。他已经不是进入国运游戏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上班族了，力量给他自信和底气。阎罗嘴角上扬，抱着麒麟蛋回到家园中。妲己一眼就看到归来的阎罗，兴奋地跑到阎罗身边。你跑慢点，你可是有宝宝的人。阎罗瞪大眼睛，妲己这欢脱的性格真是让他有点担心。哎呀，没事了，我又不是普通人类，没那么脆弱。对了，你手里是什么啊？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妲己眼睛弯成月牙，下意识地认为阎罗带好吃的回来了。阎罗能明显感觉到手里的麒麟蛋微微一震，感觉麒麟蛋要是会说话，这会已经骂娘了。不是吃的，这是宠物。阎罗笑着说道。麒麟蛋又震了一下，之前是横着震表示摇头，这次是上下震，是点头，就仿佛在说没错，我是宠物，不是吃的。阎罗哑然失笑，你们可别偷偷把它吃了，以后这家伙可是我们的一份子。好啦，知道了。妲己不满的撅撅嘴，拉着苗微微去星辰湖里游泳去了。阎罗花了10几分钟，用木头和做了一个圆形的小窝，然后又在上面垫上干草，把火麒麟蛋放在上面。宠物小窝完成，接下来就是等它孵化出来了。阎罗也不知道具体要多久，
不过他现在不缺时间，不急。过了一会儿，安吉就把阎罗拖进卧室了。阎罗一脸疑惑，怎么了？因为安吉的表情有些阴郁，是不是因为我是半机械人，所以很难怀上孩子？安吉过了一会儿，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水雾，没有的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阎罗温柔地摸一摸安吉柔顺的长发，安吉点点头，自己是有怀孕的功能的，但是都这么多次了，还没怀上孩子，她有些急了。老公，我们一起加油，我想要个孩子，你和我的孩子。安吉一把拉住阎罗的手，往自己柔软的细腰上放。阎罗瞪大眼睛，安吉没妲己那么开放，一般都是靠他主动，没想到今天主动缠着自己想要孩子。阎罗又不是木头做的，抱着美人坐怀不乱，那是和尚才能做的事。看着安吉肤若凝脂，挺立的琼鼻，带着淡淡水雾的眼眸，他身上更是有一种淡淡的沁人心脾的幽香，不断往阎罗鼻子里钻。是体香吗？真好闻啊！阎罗忍不住了，一口吻了上去，红唇传来清凉的触感，安吉的口腔里有股淡淡的甜味。阎罗霸道地闯入进去，安吉只能略显无力地回应着。他能感觉到他的娇躯在微微的颤抖，要不是自己抱着，估计已经瘫软下去。一个热烈的吻结束之后，阎罗轻轻一推，安吉整个人就倒在床上。安吉精致的容颜上露出一抹粉红，贝齿轻轻咬着下唇，整个人紧张的手足无措。外界早在两人进卧室的时候就已经黑屏，观众们一点不该看的都没看到，只不过简简单单的黑屏二字诠释了一切。阎罗又去瑟瑟了，阎罗大佬太努力了，赶紧要第二个孩子吧。真好，别的国家选手玩的是求生游戏，阎罗大佬玩的是恋爱游戏。恋爱游戏？你太看不起阎罗大佬了，这叫18禁游戏。哈哈哈哈！卧槽，18禁了解一下。该死的国运游戏，关键戏份怎么一点看不到？我不缺这点流量。大胆，我们可是新世纪好青年，拒绝赌毒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说的没错，我与赌毒不共戴天。你们是不是漏了啥？诽谤！你这是诽谤！有人诽谤我吗？阎罗这边黑屏足足4个小时，阎罗也在深刻的反思，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努力？所以安吉还没怀上，那就冲！只要还没晕过去，那就要坚持战斗。4个小时后，阎罗捂着发酸的腰子，龇牙咧嘴。他没冲晕，安吉晕了。阎罗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安吉的心跳，好家伙，什么心跳都没摸到。又探了探鼻息，除了有点虚弱，其他的都还好。阎罗松了一口气，给安吉盖上被子，可别着凉了。就在这时，国运游戏的声音突然响起：恭喜你，你和配偶安吉经过努力奋斗，获得了爱情结晶。卧槽！阎罗神色震惊，他又当爸爸了。为什么说又？恭喜龙国选手阎罗成功让婚配对象安吉怀孕。恭喜选手阎罗，你要当爸爸了。你获得以下个人奖励：你获得 SS 级技能电流囚笼。电流囚笼，用神圣属性电流创造一个10大小的电流囚笼，连续通过神圣电流轰击囚笼内目标，造成每秒4次50魔力值的神圣伤害，并且附带麻痹效果，持续最低5秒。提示：使用者实力越强，电流囚笼持续的时间越长。卧槽，牛逼！高贵我控制系技能还是群控？阎罗神色一喜，电流囚笼不愧是 SS 级技能，控制效果和持续伤害都很爆炸。每秒4次50魔力值伤害，1秒就是200，5秒1000。更可怕的是，还能叠毒蛊的层数，每秒叠4层毒蛊。阎罗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如果没算错的话，电流囚笼加毒蛊，5秒累计伤害2500魔力值。这他妈谁来谁死，哪怕是高级 BOSS 都扛不住这要命的伤害。阎罗兴奋得差点没跳起来，这伤害太爆炸了。然而奖励还没结束，你获得个人属性奖励：力量20，敏捷20，魔力20，体质20，魅力40。A 级配偶怀孕属性奖励比 B 级或以下要高一个档次。阎罗的面板属性再次发生变化。选手阎罗，等级60级，体质200226，力量178198，敏捷181201，魔力215235，魅力12516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电流囚笼 SS 级。特殊技能
百发百中。装备道具：赤火刀 D 级，寒水刀 D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2500，密密麻麻一大片 S 级以上的技能，面板主打一个豪华。阎罗满意得点点头，有一种凑齐一身神装的快感。属性爆炸，技能顶配，非常有成就感。压下心中的思绪，阎罗的目光看向还在熟睡的安吉，忍不住目光温柔地揉了揉对方的脑袋，干净柔顺的发丝，手感很好，还能感觉到手掌上的温热。安吉感觉到熟悉的手掌揉着自己的脑袋，还有着一股让人安心的气味。阎罗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安吉一直记得，哪怕没有睁开眼睛，他也知道揉他小脑袋的人是阎罗。老公，我累了，我想睡觉。安吉嘟囔道。干嘛在人家睡觉的时候揉脑袋吗？你怀了，我们有宝宝了。阎罗见安吉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笑着说道。哦，安吉翻了个身，也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没睡醒，继续睡觉。阎罗笑着摇摇头，这妮子。就当阎罗准备出去晒晒太阳，等安吉醒了再说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安吉突然双脚一伸，整个人几乎是蹦起来的。他神色惊喜地坐在床上。老公，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们有孩子了。我有宝宝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老公，爱死你了，你真棒，我们有宝宝了。安吉兴奋的小脸都红了，一把抱住阎罗，他心中的喜悦几乎要溢出来了。两人紧紧相拥，安吉就死死地抱着阎罗，就好像想把阎罗揉进自己身体里，一辈子都不分开一样。阎罗一个大男人，愣是被安吉抱得有些痛了，但是他此刻也高兴，完全忽视了其他感觉。他伸出手轻轻搂住安吉，我们有宝宝了。你当爸爸了，真好。两人就这抱着，静静地感受对方的心跳，两个人心都跳得很快，那是激动和喜悦的心。或许在别人眼里，婚配对象只是变强的工具，可在阎罗眼里不是的。包括安吉在内的每一个跟了他的女人，他都很珍惜，也很喜欢，一个个都很漂亮，而且性格很好。更关键的是，经历了这么久的相处，都有了感情，一起种菜、喂鱼、散步、泡澡，一起色色点点滴滴的生活早就印在了记忆里。安吉等人是他的女人，也是他从国运游戏获得的最珍贵的宝物。我会好好珍惜你们的。阎罗用最质朴的感情说道。安吉点点头，波光流转的眼眸中都是浓浓的爱意，眼神好像要拉丝了一般。他紧紧抱着阎罗，整个人埋在阎罗怀里，闭着眼睛贪婪地嗅着阎罗身上的味道，那是一种让人很安心的味道。外界，恭喜龙国，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全员寿命2，体质2，力量1，敏捷1。龙国将解锁科技，电磁科技学。电磁科技学包括可控核聚变、电磁炮、电磁推动空天战机。龙国观众立刻炸锅了。卧槽，又是我看都看不懂的科技。可控核聚变，那是什么东西？我只能说是牛逼到要上天的东西。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卧槽，我略懂一点。可控核聚变这玩意是一种新型能源，人类能不能星际旅行就看这个技术了。卧槽，星际旅行的前置科技，这要牛逼吗？龙国最高指挥所，此刻所有高层全部豁然起身，神色震惊地看着国运游戏公布的奖励。普通老百姓可能理解不了可控核聚变的意义，但在场的高层怎么可能不懂？可控核聚变，人类历史上第3次能源革命的钥匙，谁把握了可控核聚变，谁就掌握了新时代的钥匙。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了3次能源革命。第1次能源革命中，人类发明的蒸汽机，英吉利国借此机会腾飞，成为闪耀世界的最强霸主。那时人们称呼英吉利为日不落帝国。第2次能源革命，人类发明了内燃机，用化石原料作为能源，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飞跃。英将国吃尽了第2次能源革命的福利，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错过2次能源革命的龙国，却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屈辱历史。落后就要挨打。或许无数先辈在战壕里倒下的时候，心里会想一句，要是我们也有坦克，也有飞机就好了。即使到了90几年，龙国仍然孱弱，眼睁睁看着离家的孩子却无法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当年鹰将曾意图在南海挑起战争，希望阻止龙国快速发展。在鹰将眼里，龙国人是低贱的黄种人，就应该一辈子给他们做廉价商品。高科技，龙国老百姓享福，那是他们万万不想看到的。想起先辈在渔船上架起大炮，试图抵挡敌国万吨军舰，在场不少高层眼中热泪夺眶而出。而现在他们看到了希望。可控核聚变在普通人眼里不过是一项看不懂的高科技，
但是在高层眼里，那是第3次能源革命的钥匙。龙国将会借此机会重回世界之巅，举世无敌，万国来朝，重现盛世。先把电磁炮做出来，全部安装在最新的军舰上，我们要保护好阎罗带给我们的惊喜。大长老双眼一红，热泪在眼中流转。龙国屈辱的那么多年，这一次无需再向任何人低头。当天，龙国宣布扩军300万，坦克、军舰将全部装上威力巨大的电磁炮，并高调宣布可以飞行到太空中空天战机已经研发成功。此举为的就是震慑西方的一众宵小。原本打算抱团逼迫龙国交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的西方集团都傻眼了，他们第一次见到龙国居然如此强硬。西方高层会议，这怎么办？看龙国这个架势，打算跟我们死磕到底。龙国本来就很强了，现在要是让他们独吞第3次能源革命的好处，那就没得玩了。鹰将代表，你怎么看？一群西方传统强国代表议论纷纷，最后把目光都投向鹰将代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宣扬可控核聚变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不能让龙国独吞这个技术。鹰将代表恶狠狠道。然而现场各国代表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暧昧。不同于以往鹰将只拿打啊，现在各国代表都不吭声。明眼人都知道鹰将现在已经日薄西山，龙国崛起已经成为大事。鹰将代表见现场没一个人附和，脸色瞬间铁青，气的人都在发颤。他的目光不管接触到谁，那人都会假装没有看到，把头侧到一边去。所有西方代表都在隐晦地表现态度，要干龙国你他妈自己去干，我们惹不起龙国，不想把自己搭进去。鹰将代表气急败坏，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转身离去。西方联盟在这一刻濒临瓦解。西方联盟本就是这样，面对随意可以拿捏的对手，一个比一个玩得很。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龙国崛起已成定局。扑翼战机、电磁炮、蜂群战机、万吨战舰，西方各国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听鹰将的去送死？一场西方高层会议不欢而散，没有人愿意继续给鹰将当狗腿子去得罪龙国。最后只剩鹰将还惦记着龙国的可控核聚变技术，但也无可奈何。凭他一家，现在已经不能给龙国足够的压力了。一场危机就此悄无声息地瓦解了。所有龙国百姓都不知道他们和战争离得有多么近，那是落寞的霸主可能发起的最后反扑。然而龙国高层却没有放出任何消息，军队24小时戒严，默默守护着国土，默默守护着领海，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百姓们一无所知，殊不知国家又保护了他们的生活一次。最高指挥所一众高层得知西方联盟计划失败，也是松了一口气。其实哪怕是大长老都拿捏不准鹰将会不会狗急跳墙的反扑龙国。然而在国际交往中，实力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强硬的态度和不惜一战的决心方能保障国内的和平。继续扩军，军队的数量必须要提高到500万。就算西方联盟失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守护好阎罗带给我们的机会。高层下令道，就算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真正建设出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国运游戏内直播还在继续。卧槽，兄弟们，最新消息，波兰那边出现红门了。真的假的？别说了，阎罗大佬这边还是黑屏呢。我们去看看。一群龙国观众顿时涌入了波兰国直播间。挑战空间里，赫然是一个瘦弱的白人，他一脸虚弱，嘴唇干裂，好饿，好渴。龙国人一脸懵逼，这活人还能给饿死？波兰人却早就议论起来，这家伙是真的狗啊！找到一次物资房，几个面包愣是吃了1个星期。啊，这胆子也太小了吧，活活把自己饿到现在。这家伙我认识，叫罗伯特，在学校里就出名的胆小。他2天前面包就吃光了，现在饿得扛不住了才出来挑战门。我靠，3扇红门，这尼玛是什么运气啊？只见罗伯特身前4扇门里居然足足有3扇门都是红门，简直是天胡开局。这一下所有观众都惊了，波兰人更是兴奋不已。罗伯特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的上帝，这不随便选一个红门都得起飞。罗伯特快挑一个红门，等你成功了，我们波兰国就起飞了。没错，罗伯特这家伙能遇到3扇红门，运气一定差不了。罗伯特扫了一眼随机房，虽然有可能找到食物，但更大的可能会死人，不如先找个配偶带自己过关。有了强大的配偶，到时候肯定不缺食物吧。罗伯特鼓起勇气，随手挑了一扇婚配房打开，走了进去。场景一阵变换，再睁开眼，罗伯特赫然发现自己处在一片山野之中，错落有致的小木屋，还有一些明显有开垦痕迹的田地，是一个小村落。罗伯特一脸喜色，除了人类，目前还没有靠种田为生的族群吧。
婚配对象是人类，那可真是太棒了。罗伯特脸色通红，神情激动。他因为胆子小，25、6岁了，别说和女人玩，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想想等下就可以和美人同床共枕，他嘴角的笑意就掩饰不住。只是那张丑脸一笑，就显得相当猥琐，笑得真特么猥琐，有种变态男的味道，看起来像表面胆小，但是内心极其扭曲的变态。外国观众们议论纷纷，波兰人不乐意了，立刻反驳：你们嘴臭什么？再怎么样，罗伯特代表的也是我们波兰人的面子。笑，继续笑，等我们拿下婚配奖励，你们就知道错了。没错，伟大的波兰会再次崛起。龙国人被波兰的不要脸震惊到了。不是，你们波兰啥时候崛起过？闪击波兰了解一下，我没记错，波兰在德意志面前坚持了18天就亡国了。666，主打一个投降的快。被戳到痛处，波兰人直接和各国观众撕逼起来。罗伯特朝着村落里面走去，崎岖的小路旁时不时出现一个小木屋，不过里面都没人住。我的美人，你在哪间屋子里呢？罗伯特猥琐地笑了笑，瘦弱的身影不断推开一扇又一扇木门，就想赶紧见到他的婚配对象。或许是心情激动，罗伯特感觉饥饿感都淡了不少。等他有了强大的配偶，到时候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肯定不会再缺食物了。罗伯特再次推开一张木门，小木屋里的景象却让他脸色难看起来。凌乱的布置，桌椅都被掀翻，好像有打斗的痕迹，地面上还有一些已经干涸的血迹。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未知的危险？不对，这是婚配房，又不是副本房。罗伯特压下心中的思绪，婚配房应该没什么危险才对，或许是他多想了。罗伯特继续寻找婚配对象，然而接下来的每座小木屋里面都有挣扎打斗的痕迹，还有干涸的鲜血，鲜血上他还看到一些类似野兽的脚印。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烈，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也看出来异常。难道婚配对象不在这些木屋里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房间都有打斗的痕迹，有没有一种可能，罗伯特的婚配对象根本不是人？面对各国观众的分析，波兰人依旧死鸭子嘴硬。放你丫的屁，不会分析就别乱分析，只是一些打斗痕迹，证明不了什么。没错，你们就是在嫉妒我们获得美人。然而下一秒，波兰人就被光速打脸。罗伯特终于找到了正主，那是一个狼窝，周围满是被啃食的人骨。一只双眼猩红、毛发浓密的狼人走了出来。很多人以为狼人是人的身体，狼的头。事实不是这样，是狼的身体，狼的头，类似人的手和腿，只不过是直立的，全身都是毛发，还散发着一种30年没洗过澡的恶臭味，同时夹杂着难闻的血腥味。狼人扫了一眼瘦弱的罗伯特，猩红的双眼中都是鄙夷，但他还是说道：你就是我的夫君。罗伯特捂着鼻子，对方像是30年没洗过澡，恶臭味几乎要让他晕倒。狼人下一秒就露出凶狠的神色，猩红的双眼似乎要吃下他一般。罗伯特赶紧松开手，强忍着臭味，脸上的神色几乎要哭出来了一般。直播间早就炸锅了。卧槽，狼人666，这就是你们波兰人说的美人？笑死我了，波兰人，你们翻车了！该死，怎么会这样？罗伯特胆子这么小，肯定不敢跟狼人婚配。这狼人好恶心，身上苍蝇围着飞，估计几十年没洗过澡。拜托，这可是狼人，你以为跟人类一样爱干净？完了，我们波兰要爆发灾难了。不是，其实罗伯特支支吾吾了半天，很想拒绝，但是他看过以前的直播，拒绝的人都死了。相比于跟恶心的狼人婚配，死人才更可怕吧。我不想死。罗伯特害怕的双腿都在发抖，咬着牙道：没错，我是你的夫君，我找的就是你。狼人脸上凶狠的神色这才褪去，表情玩味地看着罗伯特，这细胳膊细腿能承受得住他？你别看我这样，我会努力让你满意的。罗伯特额头上冷汗直流，生怕狼人吃了他。呵呵，那就试试。狼人冷笑道。画面黑屏，直播间，说好的罗伯特胆小呢？这他妈是真正的勇士啊！这在炸裂界也是相当炸裂的。我他妈裂开了，30年没洗过澡，浑身都是体毛的狼人罗伯特也赶上。狼人虽然有个人字，但和人没多大关系啊。牛逼，罗伯特不会是怕死咬着牙硬上吧？波兰人脸色都挂不住了，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们也震惊了，人兽，这在 AV 界都是相当炸裂的。万万没想到，胆子这么小的罗伯特居然如此神勇。不同于阎罗能大战几个小时，短短20-30秒后，黑屏就结束了。狼人的体力不是罗伯特能比的，巨大的力道差点没把罗伯特作碎。罗伯特瘫软在地上，忍不住的呕吐。狼人全身都是腥臭味，
犹如在下水道里的厨余垃圾发酵了300个日夜一般的恶臭。罗伯特几乎是一边吐一边被狂风暴雨般的压榨。你与狼人完成婚配仪式，因你的表现过于差劲，狼人非常不满意。你无法获得技能，你获得个人属性点奖励。力量1。罗伯特瞪大眼睛，国运游戏简直就是在羞辱自己。这蚊子腿一般的奖励就是赤裸裸的羞辱。罗伯特感觉有被羞辱到，1点力量值奖励，他也就从细狗变成了瘦弱罢了。看了一眼身旁欲求不满的狼人，罗伯特浑身打了一个寒战。旁臭，狼人真的旁臭。罗伯特与狼人完成婚配，波兰将获得国运奖励。此刻波兰人都沸腾了，仿佛看到寿命和属性在向他们招手。我的上帝，我们要得到国运奖励了！哈哈哈哈！我们波兰要起飞了！罗伯特好样的，你才是真正的勇士！起飞，龙国等着吧！波兰很快就会成为后起之秀，把你们踩在脚下。波兰无敌，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孱弱的波兰，我们要成为最强的国家。波兰人一脸得意，四处宣扬，看得其他国家的观众牙痒痒，恨不得叫德意志再来一次闪击波兰。然而就连龙国观众都无力反驳，波兰真的要起飞了。下一秒，国运奖励正式发放，波兰获得国运奖励，全体波兰人敏捷1，体质1。波兰人，这蚊子腿一般的奖励还有负面奖励咋回事？不少波兰人发现他们和妻子同房的时间至少短了一半，因为敏捷提升了速度，而体质又降低了，速度变快，耐力降低，一下子所有波兰人能成了没用的细狗。该死，这叫奖励，这明明就是羞辱，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龙国人的奖励那么好，我们的奖励是蚊子腿？蚊子腿，你太看得起这个奖励了，这分明是羞辱。完了，我和妻子同房的时间缩短了一大半，10分钟变3分钟，3分钟不错了，很多人现在坚持不了几十秒，都怪罗伯特这个没用的废物，只坚持了几十秒。所有波兰人都恼火了，前一秒还在为国运奖励欢呼雀跃，后一秒就被狠狠打脸，不但没拿到什么好奖励，反而全员变成了细狗。龙国观众都乐了，细狗们行不行啊？乐死我了，波兰全员变细狗了，太惨了。据说今天波兰离婚率飙升300%啊！为啥？因为波兰男人都废了，速度变快，耐力变弱，全员变细狗。卧槽，哈哈哈！我他妈乐死了！一句细狗，你行不行啊？就能让任何一个波兰男人破防，不用德意志闪击波兰了，波兰人自己就破防了，恨不得找条河蹦进去。罗伯特的冒险好在继续，得到狼人配偶这个强大助力后，他胆子也大了起来。一个人越没有什么，就越是会炫耀什么。原本唯唯诺诺的罗伯特，得到狼人之后，连续闯过了2个房间，一个是物资房，有美味的食物，罗伯特吃饱喝足；一个是 BOSS 房，打赢 BOSS 之后，他居然抱到了一把 B 级的极品武器。罗伯特信心空前膨胀，手里拿着 B 级武器流火双刀，旁边还站着强大无比的狼人。他膨胀了，一个从来唯唯诺诺活着的人，获得力量后性格大变，向整个世界炫耀他的力量。罗伯特用流火双刀一阵挥砍，把一块巨石切成好几块，他得意无比。看到了没有，我已经无敌了，我手里的刀可以斩杀一切敌人。罗伯特得意洋洋，恨不得把炫耀2个字刻在脸上。看到罗伯特实力提升的这么快，波兰人再次沸腾了。罗伯特牛逼，继续变强，我们失去的一定会拿回来。没错，罗伯特现在的实力突飞猛进，是选手里第一梯队了。哈哈哈哈，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打败龙国的阎罗了。好好好，等罗伯特弄死阎罗，我们就是世界第一，我们波兰注定要崛起了。波兰人之前变细狗的忧伤被喜悦冲散，他们仿佛已经看到罗伯特崛起的希望。只要罗伯特起飞，波兰迟早也会变得像龙国一样强大。龙国观众都无语了，这才哪到哪就膨胀成这样了，难怪当年德意志第一个闪击的就是波兰。欠揍啊！罗伯特神清气爽，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自己的直播，他现在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崛起，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继续挑战，等着吧，我很快就能超越那个叫阎罗的家伙。罗伯特神情亢奋，继续打开房门，这一次他却进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你已经进入 PK 房，正在等待其他选手进入房间。罗伯特神色一愣，身旁的狼人被隔离在 PK 房之外，因为没有召唤卡，他不能带狼人进入 PK 房。但是罗伯特神色却没有太多变化，反而很亢奋。我的流火双刀可是无敌的 B 级武器，要知道就算是阎罗都没有这么强大的武器。罗伯特一脸得意，对 PK 胜利把握十足，只要不碰到那个叫阎罗的家伙，
遇到其他选手，那不是妥妥的稳赢全球100多个选手同时游戏，不可能运气那么不好遇到阎罗的。呵呵，等着看我碾压对手吧。罗伯特轻笑道。他爱上了炫耀的感觉，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他秀，看着他崛起，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直播间，波兰人一阵狂吹，罗伯特的流火双刀可是能轻易斩断巨石，谁来谁死。罗伯特牛逼，只要多 PK 几次，掠夺其他选手的属性，罗伯特迟早会变得比阎罗还要强。对手会是谁呢？只要不是阎罗那个变态，我们都是稳赢。阎罗算什么？罗伯特迟早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罗伯特对面的房门有了动静，房门被缓缓推开，一个全身涌动着惊人魔力、压迫感极强的身影缓缓步入 PK 房。罗伯特看到来人，得意的脸色瞬间僵硬，整个人像是被五雷轰顶了一般，大脑一片空白。这也能撞上？这尼玛是什么狗屎运？阎罗进来之前就用全知之眼看过了。PK 房，目光一扫，落在罗伯特身上，准确的说是罗伯特手里的流火双刀上。流火双刀，等级 B 级，效果攻击力88点，破甲30点，每次攻击都会附带灼热的火焰，造成额外50点火属性伤害。特殊效果明刀，抵挡一次致命伤害。极品，阎罗身影一闪，在出现的时候手里多出一把流火双刀，刀不错，我的了。罗伯特此时还在懵逼状态，过了一会儿才看向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我刀呢？罗伯特失声尖叫，我的极品装备你哪去了？罗伯特全身上下摸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刀，最后目光落在阎罗手里。罗伯特什么时候刀被夺走了？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直播间原本得意洋洋的波兰人都傻眼了，众目睽睽之下，朗朗乾坤之下，阎罗居然瞬间夺走了罗伯特的武器。别说罗伯特，就连观众们都没看清阎罗的动作。卧槽，我只看到一阵影子，罗伯特的刀就被抢了，太快了，这是人类能拥有的速度。卧槽，是阎罗这个变态，怎么这么倒霉？该死啊！罗伯特撞上谁不好，偏偏撞上阎罗，芭比 Q 了，玩个毛啊！最重要的武器都被抢走了，波兰人集体傻眼了。原本实力快速提升，内心膨胀的罗伯特被阎罗用实力狠狠地甩了一巴掌。阎罗能在他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就夺走刀，就能在他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要他的命。意识到这一点，罗伯特再也狂不起来了，胆战心惊，冷汗直流。然后扑通，罗伯特双膝自然地跪在地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别杀我！这一刻全世界观众都震惊了。好家伙，你要不要怂得这么快？你的骨气呢？牛逼，上一秒还嚷嚷着要超越阎罗，下一秒就给阎罗跪了。我还以为罗伯特制冷起来了，没想到直接跪地求饶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波兰人的特色不就是主打一个怂得快？我突然理解波兰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18天就被德意志干到灭国了。666，然而膝下有黄金，罗伯特膝下有榴莲。波兰人脸色都挂不住了，痛斥罗伯特的怯弱无能。我的上帝，你就这么投降了？简直丢了波兰人的脸。然而罗伯特此时已经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只要能活下来，阎罗就算让他学狗叫，在地上滚他都愿意。阎罗都无语了，但凡罗伯特硬气一点，搞不好阎罗现在已经送他下去见太奶了。这样直接投降，他都找不到理由出手了。对方发起投降，接受投降，你可以掠夺对方所有属性、装备、道具、配偶，会为对方保留人类基础属性。当然，你也可以杀了他。阎罗摸了摸下巴，最后还是同意了罗伯特的投降。投降不杀，江湖规矩。对方同意你的投降，你将失去一切后被传送回家园。罗伯特脸色大变，失去一切，他的狼人，他的流火双刀都没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他又变成细狗了。罗伯特的身影消失在 PK 房，阎罗身影挺立，满意的装备上流火双刀，有了新欢忘了旧爱，赤火刀和寒水刀被无情的丢在背包里吃灰。直播间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知道阎罗会赢，却没想到是这么个赢法都没出手，对方就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不愧是波兰，简直让我大开眼界。罗伯特真惨啊，东西全归阎罗了，笑死了，不愧是18天王国的波兰，这操作牛逼。罗伯特这是替阎罗打工啊，又送装备又送属性，你掠夺对方属性，投降者保留基础属性，你的属性增加，力量3，敏捷2，魔力1。看着这可怜无比的属性，阎罗忍不住嘴角一抽。
合着这罗伯特的属性和自己差几10倍，太可怜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这么好的刀的。狗屎运！你掠夺对方技能，对方无技能；你掠夺对方装备，你获得流火双刀；你掠夺对方配偶狼人。阎罗！只见一只浑身恶臭、毛发旺盛的狼人出现在阎罗身前。他知道自己被掠夺了，但是看到阎罗帅气的脸蛋那一瞬间，狼人就心动了。你就是我的新夫君！狼人血盆大口里喷出让人窒息的恶臭味，一阵火红色的刀光瞬息闪过，狼人直接被劈成2半，掉了100个金币。阎罗一脚踢飞狼人倒在地上的躯壳，捡起了那些金币。你获得金币星号100，真尼玛臭！这个罗伯特是怎么忍得住和狼人婚配的？阎罗皱着眉头，伸手扇了扇身前的空气，感觉狼人脏了自己的眼睛。看到阎罗一脸嫌弃，并且一刀秒杀狼人，直播间都惊呆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阎罗大佬这嫌弃的表情，我乐了，笑死了。阎罗大佬受到了惊吓、震惊，人类天花板的噩梦。哈哈哈！阎罗大佬这表情，这是有多嫌弃啊？阎罗扫了一眼面板，属性就加了一丢丢。选手阎罗，等级60级，体质226，力量198201，敏捷201203，魔力235236，魅力16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电流囚笼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2500、2600，还好有流火双刀，也算不虚此行。阎罗笑着把玩了一下流火双刀，流线型的刀身，锋利的刀尖，再加上玄奇的火红色纹路，流火双刀不但强力，而且颜值极高。阎罗越看越喜欢。阎罗哼着小曲，男人3大爱好：钓鱼、游戏、宝刀，真的没有男人可以拒绝一把炫酷霸气的长刀呢。阎罗心情极好的回到了家园，只见妲己几人全部都围在自己做的宠物小窝旁边。阎罗心里咯噔一声，妲己不会把麒麟蛋偷去煮了吃吧？赶紧走了过去，见麒麟蛋还完好无损，阎罗才松了一口气。莉莉安一把拉住阎罗的大手，老公你快看，麒麟蛋一直在晃动，小麒麟好像要出生了。是啊，好期待呢，老公你快看呀。苗微微也是惊喜地指着麒麟蛋，阎罗顺着两女的目光看去，果然麒麟蛋正在不断的晃动，甚至产生了一丝裂纹，里面的小生命似乎竭尽全力的想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老公，感觉蛋壳应该很硬，我刚才用石头敲了一下都没敲开，小麒麟不会出不来吧？妲己美眸中流淌着担忧。阎罗抽了抽嘴角，妲己肯定尝试过想吃麒麟蛋，不然拿石头敲什么？他当场给了苏妲己额头上一个暴力，不准打小麒麟主意，听见没有？苏妲己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但是却反客为主，一点没有认错的样子。他撅了撅嘴，捂着额头，美眸中水雾流转。呜呜呜，老公你凶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我外面有别的坏女人了？你！阎罗瞪大眼睛，一口气卡在喉咙。他刚才敲妲己额头的力道，大概可以打死一只蚊子。老公你怎么不说话？你沉默了，你默认了，原来你是这样子的。妲己小嘴鼓鼓的，一脸我见犹怜，尤其是那漂亮的大眼睛里流淌着水雾，就仿佛不谙世事的少女被霸凌了一般，让人心中一阵战栗。阎罗脸色垮了，伸手搂住妲己，宝宝不生气，宝宝我错了。妲己脸色一变，所以你真的外面有人了？阎罗是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做恋爱中的女人惹不得，神奇的脑回路总能让男人甘拜下风。他不禁想起网上一个段子，男人的一生是怎样的？小时候妈妈我错了，青年时宝宝我错了，成年时老婆我错了，中年时女儿我错了，老年时孙女我错了。就在这时，麒麟蛋的动静更大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被麒麟蛋给吸引。妲己眨巴着大眼睛看着麒麟蛋，那一脸好奇的模样，哪里还有委屈的样子？阎罗嘴角微微抽搐，不给妲己颁一个奥斯卡影后奖，真的浪费了人才。阎罗压下思绪，目光紧紧地盯着麒麟蛋，他也十分期待。火麒麟一定会非常威武吧？出来吧，我威武霸气的火麒麟！阎罗在心中大喊，仿佛是感受到主人的呼唤。咔嚓，小火麒麟破壳而出，露出他那稚嫩的小身躯。
它的毛发如丝般柔顺，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战衣。它的眼睛犹如星辰般明亮，闪烁着好奇和机灵的光芒。它的耳朵尖尖的，像2片小小的扇叶，随着它的情绪摆动。嗷呜！似乎是为了庆祝自己在这个世界降临，它奶声奶气地吼了一下。看到帅气又可爱的小火麒麟，4女当即眼神都变了，面对萌萌的宠物，她们眼里都是亮出小星星一般，非常惊喜。哇，老公你快看，小火麒麟太可爱了，真的帅呆了。小火麒麟，你以后要是会说话了，你就叫我妈妈，叫阎罗爸爸。4女叽叽喳喳围着小麒麟摸个不停，顺滑的毛发，软软的身子，手感简直也太好了。妲己等人简直爱不释手，只有阎罗瞪大眼睛，我威武霸气的火麒麟呢？怎么是个这样子叫起来奶声奶气的小奶狗？阎罗破防了，在他的想象里，麒麟将士怎么着也得天降祥瑞吧？看样子是他想太多了，他又不是生活在玄幻小说里。刚出生的小麒麟脆弱得很。对了，用全知之眼看一下，火麒麟未命名，实力评级 B 级，成长状态幼年期，血脉浓度20，技能怒火球 A 级，奶狗冲撞 B 级。提示：多喂它吃强大 BOSS 的血肉，可以让它成长得更快，并且有更大概率提升血脉浓度。阎罗眼神中闪过一丝震惊，走路都还走不稳的小麒麟，居然实力评级有 B 级，和苗微微一个水平，简直离谱。还真看不出来小麒麟有这个实力。阎罗惊叹一声。至于小麒麟血脉浓度只有20，阎罗也没太失望。麒麟可是古代神话里的超强生物，小麒麟能有20，血脉浓度都算了不起了。最关键的还是全知之眼给的提示，只要坚持喂小麒麟吃高级 BOSS 的血肉，就能快速成长变强，还有机会提升血脉浓度。阎罗摸了摸下巴，喃喃自语的同时，心中也有了决定，得去打点 BOSS， 好好培养一下小麒麟。对了，老公，我们给小麒麟取个什么名字呢？妲己突然问道。阎罗微微思索，你们看一眼，小麒麟是母的还是公的？母的呢？那就叫玲珑吧。哇，老公真会取名字，小麒麟是女生，叫玲珑很好听呢。玲珑饿了吗？你要吃什么？小玲珑也就是小麒麟，摇摇晃晃地走到蛋壳面前，对着蛋壳就啃了起来，咔嚓咔嚓吃得很香，灵动的双眼里满是幸福，好像蛋壳非常美味。妲己想要阻止，却被阎罗叫住了，不用管，蛋壳就是母亲给她准备的第一顿午餐，很有营养，可以让她快速成长。是这样吗？老公真厉害，这你都懂。阎罗点点头，你们看好这个小家伙，我去打点肉食来。老公，我想和你一起去。莉莉安搂住阎罗的手臂，柔软挺立的胸脯蹭了蹭他的手臂，撒娇道：又没什么好玩的。不嘛，就想跟你出去玩玩。好吧。阎罗笑着摸了摸莉莉安柔顺的头发，宠溺道。妲己恶狠狠地瞪了莉莉安一眼，臭妖精，居然把她想说的抢先说了。挑战空间，前后左右4扇白门。老公，我们选哪个呀？莉莉安搂着阎罗的手臂，昵声问道。甜腻腻的声音让阎罗心中一阵酥麻，他干咳一声，目光快速扫过4扇白门。BOSS 房，大地猛熊，这是一只强大的 B 级 BOSS， 不过对于你来难度应该不算太高，生存率 96%。 这个房间完美符合阎罗的预期，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小玲珑打一些 BOSS 肉回去。不过本着不可遗漏的原则，阎罗的目光还是继续看向其他房间，万一还有更好的房间呢？诡异房，里面有一只阿飘，你大部分技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建议谨慎行事。生存率 60%。 阎罗摇摇头，6成胜算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奖励再好他也不会去。环境房，饥渴荒漠，你需要在没有水源的荒漠存活3天3夜，生存率 98%。 阎罗目前的体质远超常人，3天3夜不喝一滴水也能硬抗过去。不过用全知之眼看了一下具体奖励后，阎罗也放弃了这个房间，一个 C 级的盾牌罢了，不值得他浪费时间。副本房，火麒麟陨落之地，你需要在上千度的高温中存活，并且在3个小时之内击败火麒麟残魂，否则陨落之地将会爆发难以预料的灾难。奖励，蕴含麒麟真血的血灵花。提示，原本你几乎没有胜算，但是谁叫你拥有熔岩之心。生存率 100%。 阎罗眼睛一亮，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副本。血灵花，蕴含麒麟真血，一听就是个好东西，这让小玲珑吃了不得，嘎嘎起飞。选这个，不过我要先测试一下。阎罗对着莉莉安说道。接着熔岩之心被激发，
一个淡红色的光照笼罩住阎罗，也罩住了搂着他手臂的莉莉安。这是什么？莉莉安眨巴着漂亮的美眸问道。这个就是对付这个副本的依仗，你待会千万不要离开光照的范围。阎罗神色认真，这可开不得玩笑，可是会出事的。莉莉安赶紧点头，虽然她不知道光照的作用，也不知道阎罗如何得知副本的情况，但是她无条件相信老公。直播间，卧槽，阎罗大佬这次是带妹打副本啊！莉莉安可是精灵女王，谁带谁还不一定呢。牛逼克拉斯，羡慕了。话说不管看多少次，莉莉安的身材都晃得我晕乎乎的。老色批，不可以当曹孟德。不敢不敢，我怕阎罗一个眼神秒杀我。测试了熔岩之心的效果，阎罗心里也有了底气，还是打熔岩巨人的时候爆出来的，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熔岩之心装备后获得免火能力，免火，你将无视火属性伤害。阎罗毫不犹豫地推开了房门。这时国运游戏的声音骤然响起，龙国选手阎罗进入副本火麒麟陨落之地，选手需要在上千度的高温中存活，并且在3个小时之内击败火麒麟残魂，否则陨落之地将会爆发难以预料的灾难。这一刻龙国网友们傻眼了，上千度的高温，火麒麟残魂，卧槽，这尼玛是不让人活了。我他妈，阎罗大佬这不是被针对了吧？上千度高温，这人一进去不就没了？该死，怎么会这样？龙国网友内心焦急，没想到阎罗运气这次居然这么差，进入了一个这样堪称地狱级的副本。上千度高温，连钢铁都会被融成铁水，阎罗再强也终究还是人啊，这波要无了。这个消息立刻就引爆了全球观众，各国观众纷纷涌入龙国直播间。哈哈哈哈，有戏，阎罗也有今天。8个低家伙，没想到吧？你们的好运走到头了，感谢上帝，这个残暴的龙国人今天必死无疑。风水轮流转，轮到阎罗倒霉了。思密达，终于等到今天，等阎罗陨落，我们泡菜国必将登临世界第一。漂亮，阎罗害死我们阿三国这么多人，现在遭报应了。各国观众，尤其是那些选手被阎罗狠狠踩在地上，这些国家的观众一个个狂喜，一直盼着阎罗死，今天总算等到机会。龙国观众憋着一肚子火，正准备反驳，副本中的画面却清晰起来，满世界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还有翻滚的熔浆，大地一片赤红，火焰仿佛是这片天地的主旋律，永不熄灭，熊熊燃烧。极端的高温让空气都在不断的扭曲，大火的中心有一座山，准确的来说是火焰山，浓烟翻滚，大火倾天，所有龙国人心情都沉入了谷底。这样的环境哪里是人类可以生存得了的？该死，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的副本？上千度的高温还让不让人活了？阎罗哥哥，你千万不要有事啊！哎呦，阎罗大佬怎么会这样？不少龙国人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外国观众则是洋洋得意，感觉自己要大仇的报了。死吧，阎罗，永远死在这里吧！你死了，第一就是我们的了，哈哈哈哈！然而过了几十秒，阎罗死亡的游戏公告仍然没有出现。在刺目的火光中，所有人都看到了2道身影，那高大而挺立的身影，左手搂着一个女人，全身上下笼罩着淡红色的光照，他目光平静，步伐稳健，上千度的高温也无法伤到他一丝一毫。阎罗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目光平静地直指火焰之地中心，那座山应该就是火麒麟残魂所在。老婆，走，我们去屠了这麒麟残魂。好的呢，老公。接着阎罗背后火焰之翼一展，一手搂着莉莉安，腾空而起，犹如最亮眼的火光从天空中闪过。直播间看到阎罗毫发无伤，全世界都震惊了八嘎，怎么回事？这个龙国人居然无惧上千度高温，这怎么可能？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在上千度高温的环境中活下来。思密达，这个该死的龙国人为什么还活着？各国观众都傻眼了，阎罗无惧上千度高温，甚至还有心情搂着美人说话，龙国人也松了一口气，之前他们真的担心死了，太吓唬人了，我刚才真的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卧槽，阎罗大佬这么萌吗？上千度高温跟没事人一样，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太好了，阎罗哥哥没事就好。确实，咱也不管阎罗大佬用的什么方法，只要他没事就好。搂着美人飞天，真地帅啊！不愧是阎罗大佬。阎罗一手搂着莉莉安，让对方依偎在自己怀里，同时火恶魔之翼扑闪起来，没用2分钟就横跨了几公里，出现在火焰山附近。火焰山高耸入云，整个山体都是沸腾的熔浆，冲天大火
浓烟滚滚。阎罗也懒得去找火麒麟残魂的位置，右手凝聚出神圣电流，神圣电磁炮。神圣电流宛若一颗巨大的炮弹轰击在火焰山上，直接炸出一个大坑，碎石飞溅。巨大的动静果然惹怒了藏在火焰山之中的 BOSS。 火麒麟残魂从火焰山中走出，带着炽热的气息和无尽的威严。他的身影如同熊熊烈焰，将周围的空气都染上了一层厚重的压迫感。火麒麟残魂，种族灵魂，类型 BOSS， 实力评级 A 级。提示：虽然火麒麟只剩一丝残魂，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开着熔岩之心打，生存率 100%， 关闭熔岩之心打，生存率 15%。 A 级 BOSS 这么恐怖，阎罗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不用熔岩之心克制，连他都只有 15% 胜算。他之前轻松击杀过 B 级 BOSS， 按常理来说，实力提升了这么多，他对付 A 级 BOSS 应该也不难。没想到 A 级就好像一个分水岭一般，不管是选手还是 BOSS， 在 A 级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阎罗大胆推测了一下， B 级和 A 级的力量或许存在着质的差别，已经不是数量可以弥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火麒麟残魂本就实力超标的原因。火麒麟残魂神色淡漠，冷冷地看了一眼阎罗，蝼蚁竟敢打扰我安眠。直播间此刻见到火麒麟残魂，国运游戏也给予了观众提示 A 级 BOSS， 所有观众都炸锅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 A 级 BOSS 吧？这么恐怖的 BOSS 居然只是一缕残魂，全盛时期该有多强啊！好可怕，我感觉 BOSS 的眼神都能杀人，特别有压迫感。阎罗大佬一定要小心啊！龙国人手心都捏了一把冷汗。不知道阎罗能不能击败如此强大的 A 级 BOSS。 小樱花和泡菜又跳了出来，他们可是做梦都盼着阎罗翻车。哈哈哈哈 ！A 级 BOSS， 这阎罗不是死定了？国运游戏可是提示了 ，A 级 BOSS 实力会产生质变，不是低级 BOSS 能比的。没错，这次阎罗输定了。火麒麟残魂，快杀了阎罗！哈哈哈哈！龙国观众被这些狗日的激怒，刚想开喷，激烈的战斗就爆发了。只见阎罗率先出手，手中凝聚出神圣电流，猛然一炮砸向火麒麟残魂。火麒麟残魂神色鄙夷，太慢了，这种攻击根本打不中他。只见他身影一闪，如火光乍现一般，直接避开了神圣电磁炮。太慢了，这种速度也想击中。火麒麟残魂脸色一变，豁然回头，那被自己避开的神圣电流居然来了一个大漂移。他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一炮轰得结结实实。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电流肆虐，火麒麟残魂上的鳞甲淡了一些。吼！他一声怒吼，感觉被羞辱到。伴随着这声怒吼，冲天的火焰之柱爆发，巨大的火焰之柱有几十道，锁死了阎罗所有闪避路线，火焰之柱围杀。阎罗神色一凝，怪不得 A 级这么强，一个普通技能范围这么大，威力更是吓人。不过也只是感叹一句罢了。阎罗甚至没有闪避，任由火焰之柱落在自己身上，火光冲天，大火吞噬了阎罗的身影。火麒麟残魂露出得意的神色，冷哼一声，还没有人能在我这招之下活下来。形势的变化让龙国人心底一沉，小心啊，阎罗大佬，这 BOSS 太恐怖了，这么大范围的技能怎么躲？不要，阎罗哥哥，不要有事啊！外国观众狂喜，硬吃 A 级 BOSS 一发大招，阎罗必死无疑。这次是真的死定了。一个凭运气走到现在的人，终究要落下神坛。然而当火焰散去，阎罗神色平静地站在那里，身上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甚至一手还搂着莉莉安。莉莉安扯了扯阎罗的大手，别玩了，我们也该动真格了。你火麒麟残魂是 A 级，莫非我莉莉安就不是？敢对我老公出手，就要做好被报复的准备。看到阎罗硬吃一发 A 级 BOSS 大招，一点事都没有，全世界都震惊了。卧槽，阎罗大佬一点事都没有！哇，阎罗哥哥好厉害！思密达，这是怎么回事？八嘎，为什么阎罗一点事都没有？我的上帝，阎罗还没动真格。火麒麟残魂看到屁事没有的阎罗，整个 BOSS 都像见了鬼一般，这不可能。接着更让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莉莉安一步迈出，身上汹涌的魔力毫不掩饰地爆发出来，魔力波动越来越强。 C 级 B 级 A 级，火麒麟傻眼了，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人居然也是 A 级强者。莉莉安身为精灵女王，自然掌握着强大的魔法，不过大多数是木属性魔法，很难对火麒麟残魂造成伤害。不过她可不是只会木属性魔法。莉莉安随手一招，一手大风暴术席卷一切，飓风吞噬火麒麟残魂的身影。飓风犹如无数道锋刃组成，无情地切割火麒麟，在其魂体上留下大大小小的缺口。
阎罗更是一手指天，电流囚笼赫然成型，密集的电流疯狂轰击火麒麟残魂，同时疯狂的叠加毒蛊层数。火麒麟残魂也尝试过反击，然而他的火系技能无法对拥有熔岩之心的阎罗造成任何伤害，他彻底傻眼了。阎罗和莉莉安手拉着手，都只用一只手释放技能，一顿男女混合双打，把火麒麟残魂打得怒吼连连。卑鄙小人，狗男女，卑鄙！火麒麟残魂最终只能带着不甘和怨恨轰然倒地。直播间太残暴了，果然男女配合暴力无边，太狠了！这么恐怖的 BOSS 被阎罗大佬拿捏得死死的。关键是以前都是阎罗大佬自己秀，现在我才发现阎罗大佬的配偶实力也强得惊人。火麒麟真惨啊，估计憋屈死了。阎罗大佬好像有特殊道具，可以无视火麒麟残魂的伤害。耶！阎罗哥哥赢了，真棒！那些原本叫嚣个不停的外国观众集体傻眼，怎么会这样？这么强的 BOSS 都被阎罗杀了，该死啊！阎罗你为什么不死？可恶，怎么会这样 ？A 级 BOSS 也不是阎罗的对手，这还玩啥？这不公平！阎罗一定是作弊了，强烈建议削弱阎罗。一群外国观众极度的咬牙切齿。火焰山，阎罗看着火麒麟残魂倒下，爆出了一堆金币和经验石，外加一本红色的技能书。老公，好多金币和经验石。莉莉安拉着阎罗，帮他把奖品都捡了起来。阎罗笑着点点头，把金币收好。又一键使用了10枚中经验石，你使用中经验石星号1获得中量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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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等级提升到65级，共获得80点自由属性，又翻倍了。虽然等级越来越难升了，不过每个20级自由属性点都翻了1倍。阎罗摸了摸下巴。1到20级每升1级奖励2点自由属性，20到40级每升级1级奖励4点自由属性，40到60级每升级1级奖励8点自由属性。现在超过60级，每升1级奖励的属性也越来越夸张，1级就有16点自由属性。按照老规矩，阎罗把属性平均分配。接着阎罗的目光看向那本红色的技能书，这还是他第一次打 BOSS 爆出技能书。技能书神岩柱之阵，评级SS 级，效果召唤18道巨大火柱，封锁燃烧区域内的敌人，被火柱燃烧的敌人每秒受到200魔力值的火属性伤害。阎罗眼睛一亮，这个技能不就是之前火麒麟残魂拿来对付自己的技能？大范围群体伤害，确实是个强力技能。使用，阎罗当即使用了技能书，脑海中瞬间就多出了关于神岩柱之阵的信息和使用方法。属性提升，学习新技能，阎罗的面板变化颇大。选手阎罗，等级60级、65级，体质226246，力量200221，敏捷203223，魔力236256，魅力165，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火恶魔之翼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电流囚笼 SS 级，神岩柱之阵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2600、3600。阎罗满意的点点头，密密麻麻的 S 级技能看着就舒服，一点点变强的感觉真的让人沉迷。莉莉安早就没了之前战斗时冷冰冰的样子，现在又抱着阎罗的手臂依偎在他怀里。阎罗也不嫌麻烦，一只大手搂住他的娇躯，软软的暖暖的。莉莉安发丝上还带着独特的清香，闻起来让人很舒服。老公，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奖励吧。很快两人就走到了火焰山内部，找到了一个传送门，是离开副本的门。门旁边长着一颗血红剔透的花，这应该就是血灵花了。阎罗用全知之眼确认了一遍，血灵花，品级 SS 级，效果蕴含有麒麟真血，可以激发使用者体内的麒麟血脉，提升血脉浓度，无该血脉请勿使用，会爆体而亡。阎罗点点头，这玩意也只能给小玲珑吃了。小心地挖出血灵花，然后放入背包。
阎罗便带着莉莉安走出了 BOSS 房。龙国选手阎罗挑战 A 级 BOSS 房成功，全体龙国人将获得寿命2、体质2、力量2、敏捷2。龙国选手首杀 A 级 BOSS， 现全世界通报，龙国将获得额外超级奖励。火之起源，龙国范围内挑选100名热爱龙国、人品极佳的观众获得火属性异能。这一刻，全体龙国人都沸腾了，龙国要诞生100个超凡者。如此震撼人心的消息几乎引爆了全世界的目光，这还是除了国运游戏内的选手第一次有人掌握超凡力量。你已经进入神秘奖励房，完成神秘任务即可获得神秘奖励。这人身材健硕，头戴宽边帽，身着耐磨的皮质背心和长裤，脚穿坚固的皮靴，腰间挂着一把锋利的短剑，背上背着一个装满各种生存物资的背包。神秘任务，蒙德表情愕然了一瞬间，接着化为兴奋。他是一个冒险家，崇尚刺激的冒险。这个神秘任务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有挑战性，简直让他肾上腺素飙升。看到蒙德的样子，直播间议论纷纷。卧槽，是蒙德，这家伙可有名了。蒙德是谁？说来听听。这家伙普通人可能不认识，但在户外探险圈子里，这家伙出名得很。他曾经一个人去原始森林寻找古文明失落的宝藏，找没找到先不说，他就靠着一把匕首，愣是一个人用1个月的时间穿越了危机重重的原始森林。卧槽，这妖牛逼，这是个狠角色啊！虽然挺牛逼，但是放在人均超凡的选手里不起眼吧？议论声中，蒙德没有丝毫的犹豫，接受了神秘挑战。神秘任务，通关失落迷宫。失落迷宫，从本国挑选99名参与者与选手一起进行挑战，同时指定一个国家1名选手进行挑战。规则1，率先抵达终点的国家获得神秘奖励，并且全员传送回现实或家园。规则2，该副本地形和墙体无法破坏。规则3，该副本禁止飞行。规则4，失败国家选手也可以在对方拿到超级奖励后的30分钟内逃出迷宫，若现实内未能逃出，将永远困在失落迷宫中。规则5，胜利的正式选手将掠夺对方的一切，包括不限于属性、技能、装备。这个规则一出，所有观众都惊呆了。100 vs 1，还有这么不公平的副本？是啊，就算100个人瞎转悠，也总有1-2个运气好的到达终点吧。我总感觉这个副本不会那么简单。我的上帝，这副本如此偏向我们英吉利国，看样子我们要崛起了。这不是选谁做对手都能赢。蒙德目光低沉，脑子飞速的运转。规则2，地形墙体无法被破坏。规则3，不能飞行。这不是坑死龙国那家伙的绝佳机会。这2个规则直接锁死了阎罗依靠实力过副本的途径。阎罗只有1个人，而他们这边有100个。这波优势在我。为什么要选阎罗做对手？关键在于正式选手可以掠夺对方的一切。只要我赢了，我摇身一变就能成为世界第一。阎罗的装备、一身实力，还有漂亮的女人，全是我的。蒙德激动的面色通红，世界第一的诱惑几乎没人有能力拒绝。我选择龙国作为对手国家。这一刻，全世界都炸锅了。卧槽，蒙德是不是疯了？直接挑战世界第一。八嘎，你们要不要看看规则？墙体不能破坏，禁止飞行。这个副本锁死了阎罗用实力通关。不止如此，蒙德这边是100人，阎罗只有1个人。这次的副本规则天克阎罗。思密达，我盼着这一天不知道多久，阎罗终于要跌下神坛了。感谢上帝，英吉利是我们鹰将的盟友，让他们当世界第一总比龙国当世界第一好。龙国观众们听了这些话，一肚子火，纷纷出来维护阎罗。放你丫的狗屁！规则虽然有利于你们，但是别高兴得太早。没错，我相信阎罗一定能赢。阎罗大佬从来没输过，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一群小樱花小泡菜得意你麻了个笔。龙国人虽然尽心尽力地维护阎罗，但也有不少人担心起来。实在是，这次的规则简直是在针对阎罗一样。墙体不可破坏，不可飞行，1个人单挑100个，太他妈针对了。很快，蒙德身边就传送来99个参与者。这些参与者素质一般，有人惊恐，有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就是没人听蒙德指挥。蒙德沉着脸，赶紧跟我走，现在没有时间让你们闲聊，输了可是会死人的。一群参与者这才跟着蒙德慢吞吞地进入了失落迷宫副本。从传送门里出来，两边是高耸的墙体，前面是错综复杂的通道。这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一群人光是看着就晕头转向。待会跟紧我，不管有什么东西都不要乱跑，看到有奇怪的东西也不要乱摸。蒙德沉着脸吼了一嗓子，一群参与者不以为然，
完全当作耳边风，听进去的不知道有几个。行啦行啦，你快带路吧，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100个人，一人走一条路都能找到出口。吼什么吼吗？这不是必赢的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走了这么久了，什么危险也没遇到。又过了一会儿，众人走到分岔路口，蒙德正准备派人试探一下有没有危险，队伍里却有一个人脱离了队伍。他发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颗明亮的宝珠，他是做珠宝生意的，这颗宝珠一看就成色很好，少说能卖几百万英镑，发财了。那人一脸贪婪，等被传送出副本，他就能用这颗宝珠卖出天价，过上让人羡慕的富人生活。蒙德正思索着，突然余光看到这人，脸色一变，不要乱碰。那人却跟没听到一般，狠狠扣了一下宝珠，咔嗒，仿佛是触动机关一般的奇特响声传来。蒙德脸色大变，多年探险的经验告诉他出事了，快跑！当即就带着一些反应还算快的人朝着原路返回，而没有反应过来的人只看见两边的墙壁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长矛，扑哧扑哧，密集的穿刺声响起，当场就有30几人被密集的长矛刺穿成了马蜂窝，鲜血染红了通道的地面。这惊魂一幕吓得所有人腿肚子发软，偏偏那个触动机关的人还活着。我干你妈！我女朋友被你害死了！一个年轻男子双目通红，抓住那个触动机关的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非但没有人制止，还有不少人冲上去一起暴打这个人。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别打了，我错了，错了有用，这可是30几条人命，打死他！现场一片混乱，蒙德脸色难看，他以为100人是优势，他现在才发现100人是劣势，人越多，没脑子的家伙就越多，一个没脑子的就能坑死一片人。直播间啊，就这翻车也翻得太快了吧，还说100人稳赢，乐死我了，我还以为这个蒙德多厉害。你们懂什么？都是那个人自己有病，要去碰墙上的机关。没错，不是蒙德的问题，这次出事完全是因为有人不长脑子，打死这个家伙，害死这么多人。那个扣宝石触发机关的家伙直接被群殴打个半死，随手丢在一个角落里，看样子进气少出气多，活不了多久了。蒙德沉着一张脸，带着众人继续前进。眼看又是一个岔路口，他开口道：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分头行动了。什么？分头行动？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是啊，你可是选手，应该保护我们这些参与者，你怎么这么没责任心？分头行动出事了怎么办？好几个人站出来反对，一手道德绑架，玩得炉火纯青。蒙德脸色更阴沉了。Mad 100人团开局，愣是被这群不听指挥的傻逼弄成这个样子，要他们听话的时候不听话，乱碰机关，不要他们跟着的时候又站出来道德绑架。蒙德差点没气晕过去。就这样，一群人死皮赖脸跟着蒙德，就指望蒙德探出来安全路线，完全每天发挥人多的优势，反而因为人多前进起来慢吞吞，走了半天才走到新的路口。就在这时，咔嗒，一个人踩在一块地板砖上，发出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响声。不要把脚抬起来！蒙德脸色大变，赶紧吼道。踩中地板砖的是个女人，本来就被吓得不轻，蒙德这一嗓子更是吓坏她了。她连忙抬起脚，赶紧跑到墙壁旁边，扶着墙壁大口呼吸起来。好吓人啊！所有人都惊呆了，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蒙德都踏马要你别抬脚，你他妈耳朵聋了吗？轰隆隆，轰隆隆，机关被触发，通道里一颗巨大的圆形滚石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所有人碾压过来。蒙德踏马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又是一个傻逼，坑死老子了！跑啊，等着被压死吗？干！一群没用的废物！一群人朝着原路跑回，一些胆子小的吓懵了神，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碾压成肉泥，死的那叫一个凄惨。剩下的人涨红着脸，生怕自己落了后尘，使出吃奶的劲狂奔。最后也只有一些平时经常锻炼、身体素质发达的人成功跑回了分岔口。跑进岔路，巨大的滚石上面沾满了血迹和肉泥，几乎是擦着众人的脸滚了过去。有人看了一眼刚才的通道，满地的血迹和被碾碎的肉泥，画面凄惨无比。蒙德大口呼吸，感觉肺部火辣辣的疼。一群人都瘫软在地上，神情再也没有一开始的得意和自信。蒙德匆忙地点了下人头，仅仅过了2个岔路口，还活着的只剩12人，他都快气死了。一群猪队友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差点把他也给送走。各国观众都看乐了，一群猪队友把蒙德坑得不要不要的，乐死我了！天狐开局玩成这样，让我数数，还剩12个人。刚才不是很有自信吗？现在呢？笑死我了！
蒙德的表情像是吃了一坨大便一样。这一下，就连英吉利人都没脸维护蒙德了。100人对1个人，还有一个精通迷宫的探险家，再加上限制阎罗的规则，完美开局。结果不到10分钟，还剩12个活人。英吉利真想让自己的选手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另一边，阎罗已经来到第 N 个分岔路口了。这是一个4岔路口，除了现在走的通道，足足有3个选择。全知之眼扫过，左边这个方向有地刺机关，而且无法到达终点，生存率100%。中间这个方向有剧毒箭雨，即使强大如你，如果被箭矢射中染上剧毒，也有可能身亡，生存率96%。阎罗瞪大眼睛，中间的路太危险了，连他都有4%的概率死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赶紧看向右边，右边，正确，安全，没有任何危险，且可以到达终点。阎罗点点头，果然不管多少条路，都会留下一条绝对安全的。阎罗继续前进，一路依靠全知之眼，愣是什么危险都没遇到。失落迷宫中危机重重，就算是阎罗，如果选中太危险的路，也有可能翻车，走不出失落迷宫。比如眼前这条，左边这条路会在你走到一半的时候出现绝对零度，即使强大如你也是必死无疑，生存率0%。果然越到后面越难。阎罗倒吸一口气凉气，绝对零度是零下273.15摄氏温度，这是物理学理论极限最低温度。当达到这种程度的低温时，连原子都会被冻结。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那就等于绝对零度可以冻结一切拥有实体的存在。哪怕是阎罗，要是进了这条路也是必死无疑。得亏有全知之眼，不然阎罗也要翻车。右边，安全，正确，这条路没有任何危险，生存率100%。阎罗点点头，松了一口气，朝着右边继续走去。阎罗一口气连过了几10个岔路口，惊呆了所有正在看直播的观众。卧槽，真就一点危险都遇不到。英吉利过了第3个岔路口了，现在还有4个人活着。什么叫做欧皇？阎罗大佬是真低欧啊，太他妈离谱了。别人每个拐角遇到危险，阎罗大佬像是在逛街。阎罗哥哥让我亲一口，我要吸吸你的欧气啊！妹子，吸我吸我，我运气也不错。我真的怀疑阎罗大佬是不是天选之子，这个运气就主打一个离谱。全世界都惊呆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阎罗这个运气逆天，怪不得成为人类最强。要是阎罗知道全世界对他的看法，他一定会来一句：我从来不靠运气，也不开挂，我的一切都是靠我艰苦奋斗。全知之眼，给我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阎罗越来越接近终点。左边，满是碎裂巨石的通道，是条死路，不过没什么危险，生存率100。中间，那里有5只不能移动的食人花，食人花属于 C 级怪物，对你来说没什么危险，生存率100。右边，恭喜你，那里是迷宫出口，神秘奖励等着你。阎罗点点头，正想直接去右边拿到奖励走人，突然他灵光一闪，给对面一点惊喜吧。阎罗先是来到左边的通道，把一块块巨石搬到通往终点的通道，把路堵死，又故意留了一个缺口可以爬过去，然后来到中间的路口，食人花张开血盆大口，锋利的牙齿仿佛可以撕碎一切。阎罗一个大逼斗，直接让食人花认识到错误，一个个闭上嘴巴，老实巴交。接着阎罗把5株食人花一个个带着泥土搬到了碎石堆后面，只有人从缺口爬下来，等待他的就是食人花的血盆大口。如此一番操作下来，阎罗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陷阱，满意的拍了拍手上的灰。谁来谁死。丢下这么一句话，阎罗朝着出口走去。直播间观众们看到阎罗丧心病狂的操作，一个个都炸了啊！还有这种坑人的手法，卧槽，我第一次发现阎罗大佬居然这么狗。蒙德，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级。蒙德惨了，就算他真的挺到了终点，等待他的也只会是大惊喜。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啊，乐死我了。阎罗大佬的操作太骚了。一片议论声中，阎罗来到终点，神秘奖励呢？恭喜你到达终点，需要等待副本完全结束，你才能获得神秘奖励。你可以先行回到家园，坐等奖励。阎罗点点头，想来是因为规则4和规则5。规则4，失败国家选手也可以在对方拿到超级奖励后的30分钟内逃出迷宫，若现实内未能逃出，将永远困在失落迷宫中。规则5，胜利的正式选手将掠夺对方的一切，包括不限于属性、技能、装备。英吉利那边还有30分钟可以逃出失落迷宫，如果对方正式选手逃了出去，规则5肯定就不会生效了。
那样阎罗只能获得超级奖励，不能掠夺对方属性。还好我给对面准备了惊喜。阎罗嘴角微微勾起，身影消失在迷宫的终点。10分钟之后，两个全身脏兮兮、衣服破烂不堪，还身上有血迹的男人来到了最后一个分岔路口。其中一个就是蒙德，蒙德脸色难看，胸口火辣辣的疼，刚才走错了路，被一只巨狼抓伤。付出了2个同伴的生命之后，蒙德才侥幸带着最后一个队友逃到了这里。此时左边和中间的通道两人都试探过了，没什么危险，但却是死路，只剩下右边这条路了。剩下2条路都是死路，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条路恐怕就是终点。队友激动道，指着被巨石堵住的道路。你说的有道理，我们终于熬过来了。蒙德也是神色一喜，两人朝着巨石堆上爬去。能活到现在，两人手脚功夫自然不算差，轻松翻过石堆，顺着阎罗给的缺口爬去。英吉利人全部傻眼了，别去，那里是陷阱。该死，这个阎罗简直是个坑货。不要跳下去，我的法克。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果然，当两人满怀欣喜地跳下去的一瞬间，隐藏在巨石堆下的5只食人花突然爆起，血盆大口将两人吞噬。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响起，蒙德和队友族龙国人都乐了。阎罗大佬是真地坏啊，好残忍，给别人希望再坑死别人。阎罗哥哥好坏啊，我好喜欢，笑死我了。蒙德上一秒脸笑得像菊花一样，下一秒人没了。蒙德，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英吉利国选手和参与者全部死亡，英吉利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暴走的食人花，100万可以移动的食人花将降临英吉利国，无差别吞噬英吉利人。下一刻，英吉利国每个角落都出现了大量用根茎奔跑的食人花，这些食人花疯狂猎杀英吉利人，血盆大口之下无人生还。救命！救命！到处都是食人花，太吓人了。没用得蒙德，天胡开局都让他玩输了。阎罗，你是恶魔吗？为什么要害死蒙德？不好，食人花在撞我家的房门，房门破了啊！死了好多人，我现在都不敢上街，满大街食人花，太可怕了！赶紧去机场，我要逃出英吉利国。晚了，机场也到处是食人花，机场已经瘫痪了。完蛋了，英吉利国已经沦陷了。在食人花疯狂的袭击之下，英吉利国伤亡飙升，30万、60万、90万，很快就有接近100万人命丧失人花之口。由于英吉利国反应迟钝，等他们想起调动军队的时候，很多军营都已经沦陷了。英吉利官方傻眼了，眼睁睁看着食人花肆虐英吉利国，却没有一点办法。大量民众在社交平台疯狂咒骂官方无能，英吉利国几乎沦陷，沦为人间炼狱。龙国观众们看到社交媒体上英吉利国的惨状，也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英吉利官方反应也太迟钝了，灾难爆发这么久才开始调动军队。还好我是龙国人，还是我们龙国好，就算有灾难，我相信人民子弟兵会第一个顶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生在龙国，我自豪且骄傲。感谢阎罗大佬，是他让龙国一直是一片净土。对，感谢阎罗大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国外乱成一锅粥，龙国却还能歌舞升平，龙国公民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恭喜你获得失落迷宫副本胜利，英吉利国无人生还。触发规则5，你掠夺对方正式选手属性，体质14，力量19，敏捷17，魔力4，魅力5。你获得神秘奖励龙血药剂。阎罗神色一喜，手中多出一瓶红色的药剂。阎罗能感觉到里面有着沸腾的能量。全知之眼给出信息，龙血药剂，类型转职道具，评级 SSS 级，效果服用龙血药剂，你的种族将会转化为龙族，转职成龙族。阎罗瞪大眼睛，整个人呼吸都变得急促。龙族是什么概念？无论是在西方神话中还是东方神话中，龙族都是食物链顶端的代名词，同级别能跟龙族当对手的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即使在东方神话中，除了神仙，龙族也是1顶1的牛逼，估计也只有几大圣人有把握压制龙族这个强大的种族。当然，这些都是神话，和国运游戏没有太大的关系。要总结一下这个龙血药剂，只有2个字牛逼，4个字牛逼上天。阎罗目光低沉，紧紧地握着龙血药剂，能不能起飞就看这一次了。阎罗慢慢地举起手中的龙血药剂，他的心跳如同战鼓一般在胸口砰砰作响。他深吸一口气，将药剂倒入口中，冰冷的液体在舌尖上划过，带着一丝苦涩。接着
他的眼前一片模糊，身体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着，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皮肤开始变得粗糙，鳞片从皮肤下逐渐生长出来，冰冷的感觉让他全身打颤，肌肉也开始膨胀，原本合身的衣服现在紧绷绷地贴在他的身上，疼痛如同电流一般在他的身体中穿梭，他的骨骼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在抗议这突如其来的变化。10分钟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主角睁开眼睛，双眸中的瞳孔散发着惊人的威慑力。那是龙威。你的 S 级技能火恶魔之翼被 SS 级龙之翼取代，你获得 SS 级技能龙之翼，你获得 SS 级技能龙威，你获得 SS 级技能龙之鳞甲，你的生命层次获得跃迁，种族由人族转化为龙族，你获得属性补全，体质564，力量486，敏捷499，魔力528，魅力281。好强大的感觉，这种力量太不可思议了。阎罗惊叹一声，皱着眉头，体内的力量犹如澎湃的大海一般，身体有一种不受控制的感觉。他感觉要是把现在的他丢回地球，他能以一己之力毁灭一个城市，或者一拳干爆一座大山。看了一眼面板，阎罗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选手阎罗，种族人族、龙族，等级65级，体质246824，力量221726，敏捷223739，魔力256788，魅力165451，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二刀流 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百发百中 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电流囚笼 SS 级，神岩柱之阵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3600。阎罗真的震惊了，没想到不当人这么爽。人族孱弱的体质和龙族比起来真的差距太大了。同样是65级，龙族的平均属性是人族的5倍到4倍。阎罗二话不说，背后金色的龙之翼展开，身影一闪就飞出了家园，几个呼吸的时间来到一座几百米高的荒山面前。直播间的观众都懵了，怎么阎罗大佬好像又变帅了，翅膀不一样了，之前是火恶魔之翼，现在居然是金色翅膀。我总感觉阎罗大佬和之前不一样了，但又说不上哪里不一样，这速度也太吓唬人了，感觉1秒钟不知道能飞多远。阎罗大佬这是想干什么啊？接着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阎罗缓缓抬起了右拳，凌空一拳轰出，砰！这一刻，这一拳仿佛能够灭世一般，巨大的山体被一拳轰击得摇摇欲坠，碎石轰隆隆地朝着地上倾倒，山崩地裂，地面一阵颤抖，最终整座大山承受不住这一拳的力量，几百米高的大山像是被推倒的积木一般轰倒。直播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这尼玛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我他妈看到什么？这是我能看的？我他妈几百米高的山一拳干爆！卧槽，这他妈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我给阎罗大佬跪了，这他妈也太强了吧！卧槽，这别人的选手还玩个毛啊！就问谁能接住阎罗大佬一拳？官方直播间，冰冰正在解说，然后美眸瞪圆，整个人都惊呆了。画面里，阎罗一拳轰倒几百米高的大山，可以看到阎罗他一拳打碎了几百米高的大山。冰冰结结巴巴，阎罗之前再强，感觉也还是人类的范畴，现在一拳打出洲际导弹的威力，这已经不是人类能有的力量了。这个威力相当于一拳干出洲际导弹的威力。有人分析道，这一刻直播间炸锅了，我尼玛，认真一拳等于洲际导弹，跪了，阎罗大佬让我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力量。卧槽，无敌了，就尼玛离谱，阎罗大佬现在就是个人型洲际导弹。卧槽，太炸裂了！这一刻全体龙国人都惊呆了，阎罗本来就强，现在更是强的非人。人形洲际导弹了解一下。不行，咯咯鸡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咯咯鸡？不可以，不能吃。妲己和苗微微一脸气愤，美眸恶狠狠地瞪着阎罗。麻烦说这个话之前把口水擦一下。
阎罗嘴角勾勒一丝笑意，伸手给妲己擦了擦嘴角晶莹的口水，一抹红霞飞速地爬上妲己精致的俏脸。你什么啊？都煮成老母鸡汤了，快吃！阎罗说着，一边把鸡汤端到桌子上。快吃点，补补身子。安吉和莉莉安早就忍不住了，闻着香味就来了，和阎罗3个人一起喝汤吃肉。哇，好鲜啊！这鸡肉很鲜嫩，有嚼劲又不塞牙，一口咬下去是鲜美的汤汁。妲己叉着腰，强行绷着一张小脸。我先去吃了。苗微微很不讲义气地说道，坐到桌子旁，也给自己来了一勺子鸡肉和鸡汤。妲己，说好的不吃哥哥鸡，你们为什么都叛变了？一群没有骨气的家伙。鸡汤撩人的香味钻入他的穷鼻，不断地勾引他。可是真的好香。对不起，哥哥鸡，我就吃你一口，就一口。妲己默念着，坐到桌子旁边也吃了起来，用小碗喝了一口汤。哇，好鲜，太鲜了！妲己的胡耳毛茸茸的，突然立了起来。好好吃阎罗瞥了一眼妲己的耳朵，笑而不语。他知道妲己耳朵立起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很兴奋，比如滚床单的时候，半个小时后一大家子吃饱喝足，在星辰湖旁坐成一排。夕阳西下，天边的云朵被染成了金黄色，仿佛为这片土地涂抹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星辰湖面波光粼粼，仿佛一面镶嵌着无数颗钻石的镜子，倒映着夕阳的余晖。阎罗和妲己等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老公，夕阳真的好美啊！妲己俏脸红红的，眼睛弯成月牙状，眼里流淌着幸福。是啊，很美，不过没有你美。阎罗微笑着，英俊的脸上也透露着安宁。那我呢？我和妲己姐姐谁美？苗微微晃了晃泡在湖水里纤细大长腿。都美。不行，我们4个，你必须说一个最漂亮的。都漂亮。哼，敷衍，没意思。一男4女聊着天，夕阳美景之下，画面和谐，安宁又幸福。直播间，我真的木了。持剑争沙场，醉卧美人膝，好幸福啊！阎罗大佬的生活真好，不止幸福，还幸福。最离谱的是4女都相处得很好，这一家子其乐融融，还团结。兄弟们，小樱花的选手这次好像要起飞了。啥？谁都能起飞，小樱花不行？没错，赶紧去看看。樱花国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樱花国算是爆发灾难最多的国家，死伤早已突破1000万。这次要翻盘。直播间画面，只见一个武士的穿着白色上衣，宽松裤子，腰间系着红色腰带，头戴黑色头盔，手持一把锋利寒芒的长刀。他神情凝重，眼神冷肃。在他的身前是一只巨熊，巨熊双眸血红，体型高达3-4米，咆哮着朝他扑来。八嘎，好恐怖的巨熊！宫本武能赢吗？一定能赢。宫本武已经连续闯过了4个门，这是第5个，这一次他必定能赢。尤西，刚才宫本武可是用出神入化的刀法战胜了狼群，宫本武已经得到了好几次奖励，现在对战红眼巨熊也不虚。宫本武是樱花10大武士之一，果然进入婚配游戏就快速崛起，只是可惜他目前还没遇到过婚配房。听着小热本们火热的议论，龙国观众都愣了，没想到2天不见小樱花，还真让小樱花出了一个不得了的选手。这2天让小热本偷偷发育起来了。我查了一下，这是樱花10大武士之一，没进婚配游戏前就是高手，难怪这家伙能连闯5扇门。问题不大，他打个巨熊都这么费劲，和阎罗大佬差距还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巨熊不过是 C 级怪物，宫本武各种旋转腾挪，靠身法和秀操作，用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巨熊磨死。龙国观众看过阎罗人形洲际导弹的事迹，再看这种程度的战斗，就跟梦回阎罗刚进游戏时一样，瞧不上眼。然而小热本们这次却沸腾了，不愧是宫本武，我樱花国10大武士，太强了，这么恐怖的怪物宫本武都能轻松杀死。尤西，我们樱花国马上就要崛起，照这个架势，我们超越龙国是迟早的事。哈哈哈，东亚病夫的强大终究是昙花一现，樱花国的崛起才是天命。没错，我们就是天命，樱花势必崛起，把龙国踩在脚底下，就像上个世纪一样。一群小热本狂就算了，还非要扯上上个世纪的破事，那可是所有龙国人心里的痛。这一刻龙国观众都怒了，我干你妈了个逼，一群狗日的！我就说小热本这个民族还是早点灭亡来的好，真恶心啊，活生生一群畜生，你们最好别遇到阎罗大佬，否则准备受死吧。干，这群小热本真他妈欠揍，迟早要干死他们。当场小热本就和龙国观众骂成了一片。
宫本武斩杀红眼巨熊，得到属性奖励，感受着远比之前强大的身体，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只用了2天就发育到这个程度，龙国阎罗，浪得虚名之辈罢了。等我把你踩在脚底下吧。宫本武这人崇尚武道，行事粗鄙霸道，同时狂妄自大。在他眼里，那个龙国的阎罗根本就不配拥有世界第一的称号，那个称号应该也必须属于他。宫本武脱离怪物房，重新回到挑战空间，继续挑战，我一定要超过那个阎罗。他沉声道。前后左右熟悉的4扇白门，不过其中一扇门上却有着银色的镶边。宫本武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走过去，自信地看了看那银色的镶边，上面刻画着刀枪剑戟的图案。这难道是特殊房间？宫本武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直播间，小樱花们也沸腾起来。还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模样的房间吧？好奇特的房间。宫本武运气真好，这一看就是特殊房间。尤西，宫本武这波要崛起了，我们樱花国也会起飞。看这些图案，这个房间应该跟冷兵器有关。一片议论声中，宫本武缓缓推开房门，场景变换。你已进入冷兵器竞技房。国运游戏的提示音接连响起。规则1，你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选手在冷兵器竞技房中决斗。规则2，胜利者将掠夺对方一切，包括且不限于等级、属性、装备、配偶。规则3，该房间只可以使用冷兵器进行战斗，禁止使用除类刀法技能外的其他技能。注：类刀法，如剑法、刀法、拳法、棍法与冷兵器有关的技能可以使用。规则4，该房间为生死决斗，真正的武士永远不会投降。禁止投降。看到规则介绍，宫本武神色一喜，这个房间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不允许使用冷兵器之外的任何技能，哪怕是那个阎罗，能打过身为樱花10大武士的自己。直播间，小樱花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个狂喜。挑战阎罗，只要赢了阎罗，我们樱花就是世界第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阎罗一身变态的技能都不能用，只比拼类刀法，谁能是我们樱花10大武士之一宫本武的对手？尤西，赢定了！我就说，我们樱花这次势必要崛起，好机会，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把龙国彻底踩在脚底下。宫本武一口气通过5扇门，让小日本们的信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再加上这次的冷兵器竞技房，几乎是为宫本武量身打造。龙国观众却意外的很平静，甚至有些无语。这群小日本哪来的自信？就算阎罗不用技能，一拳也能干爆大山。有人略微思索，算是想明白了。阎罗展示伟力的时候，刚好这个宫本武在连续挑战门，可能因为小日本的注意力都在宫本武身上，没人看到阎罗展现实力的那一幕。另外，这个宫本武可能也不知道阎罗全部实力有多恐怖，毕竟平时阎罗不管打什么副本都没有用出全力的机会。大部分人只知道阎罗很强，却不知道具体有多强。不要提醒他们，我们就备好瓜子，准备看好戏。有人提醒道。龙国观众全部会议，一个个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等着宫本武翻车。宫本武眼神闪烁片刻，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就赌一把大的，趁这个机会灭了龙国阎罗。他相信以他高达80点的力量，绝对能打得阎罗跪地求饶。我选择龙国进行决斗。宫本武冷笑道。另一边，阎罗刚刚和妲己进行玩棍棒打孝子的运动，樱花国选手宫本武向你发起冷兵器决斗。阎罗神色愕然了片刻。老公怎么了？妲己眨巴着波光粼粼的美眸望着他。没事，我去就回。阎罗回头笑了一下，揉了揉妲己毛茸茸的胡耳。讨厌。阎罗的身影消失在卧室中，再睁开眼，赫然就看到一个银色的擂台，擂台上已经站着一个武士打扮的樱花人宫本武。国运游戏也将规则介绍给阎罗，阎罗这才微微点头，他算是搞明白这个小樱花哪来的胆子送死了。原来这个房间禁止使用类刀法技能以外的技能。阎罗神色平静，缓缓走上银色擂台，目光平静地看着宫本武。宫本武在看到阎罗的一瞬间就露出一丝冷笑。你就是龙国阎罗。他仔细看了一眼阎罗走路的姿势，毫无章法，破绽百出。要不是决斗还没开始，他已经将阎罗斩于马下。阁下这个世界第一果然是浪得虚名，今日我就要将你斩于马下。宫本武冷笑着继续道。像你这种依靠运气走到现在的东亚病夫，终究走不了多远。这个冷兵器竞技房不可以使用除冷兵器外的其他技能，依仗技能才能狐假虎威的阁下，现在又该如何应对？宫本武毫不留情地嘲讽阎罗。在他眼里，阎罗不过是一个靠运气的东亚病夫。直播间，小热本们也被宫本武的话说得热血沸腾。干死他！
干死他！尤西，这就是我们樱花武士的气势！哈哈哈，杀了阎罗，我们就是世界第一！今天会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樱花国崛起的日子。我们樱花国的武士果然霸气。这个房间的规则就是天赐良机，龙国人输定了。一群小热本兴奋得忘乎所以。阎罗目光冷淡，甚至懒得回应，用全知之眼看了一下宫本武的信息，高达80点的力量，好害怕哦。宫本武见阎罗无视自己，反而恼羞成怒，举起武士刀快速冲向阎罗。唰，一刀寒芒亮起，雪白的刀光直指阎罗的脖子。然而阎罗却平静得如死水，给外人的感觉就像吓傻了一样。哈哈，这阎罗果然浪得虚名，不能用技能，吓傻了吧？凭运气走到现在，没用的废物罢了。杀了他，我们樱花才是世界第一。宫本武脸上也露出一丝狞笑，不能用技能的阎罗居然这么好杀，都吓傻了。当刀芒离阎罗的脖子只剩3厘米的时候，阎罗的手才瞬间伸出，叮，一声恍若金铁交击的声音响起。宫本武脸上的狞笑突然僵硬，武士刀锋利的边缘离阎罗的脖子只差3厘米，可就是这3厘米，宛若天堑一般，不得寸进。阎罗神情淡漠，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武士刀的刀尖，缓缓推离。宫本武脸上的神色惊愕，他用力的想要把武士刀抽走，然而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做不到这一点。宫本武的脸一时间成了猪肝色，仿佛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直播间死一般的寂静，小热本们瞪大眼睛，骇然地看着这一幕。接着，在无数人的目光中，阎罗缓缓伸出左手，左手瞬间挥出残影，啪的一声巨响，宫本武脸上出现一个鲜红的巴掌印，脸上火辣辣的疼，宫本武整个人都被一巴掌摔懵了，大脑一片空白。还是阎罗控制着力道，不然要是全力一巴掌，宫本武头都得被扇飞。这一巴掌是还你对我的不敬。接着，啪，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宫本武被一巴掌甩碎半边牙齿，血沫混着牙齿一口喷了出来，整个人晕头转向，连武士刀都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这一巴掌是还你对龙国老百姓的不敬。下一刻，啪，砰，阎罗单臂一挥，这次用出了2成力量，手掌如同残影，挥出呼啸的风声，狠狠甩在宫本武已经肿成猪头的脸上。砰的一声巨响，宫本武半边脸都被一巴掌甩得凹陷下去，口中喷出一道血沫，巨大的力量将他掀起，整个人飞到空中，螺旋升天，不知道旋转了多少圈。宫本落在地上，伴随一声闷响，像是死猪一样滚了10几米远。这一巴掌是还你对我华夏民族的不敬。阎罗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森冷的杀意。他缓缓走到宫本武身前，用居高临下的目光看着犹如死猪一般的宫本武。宫本武此刻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半边脸的骨头都被打碎，口中不断溢出鲜血。他那原本狂傲自大的眼神消失不见，此刻只有浓郁的恐惧。这个人是魔鬼吗？放过我！宫本武含糊不清的求饶。阎罗神色冰冷，像是在看一个死人，抬起右脚，狠狠地踩在宫本武脸上。在你羞辱我和我热爱的国家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你判了死刑。阎罗声音冰冷，右脚猛地用力，一声巨响，地面裂开一阵如蜘蛛网般的裂纹，连银色擂台也无法承受阎罗的怒火。龙国选手击杀樱花国选手，获得冷兵器竞技房胜利。直到国运游戏的提示音响起，直播间死一般的寂静才被打破。小热本们从狂傲得意再到如坠冰窟，仅仅只用了3个巴掌的时间。第一个巴掌，还你对我不敬；第二个巴掌，还你对龙国百姓不敬；第3个巴掌，还你对华夏民族不敬。每一个巴掌都好像真真切切地落在小热本脸上一般，火辣辣的疼。八嘎，怎么会这样？不，这不可能！实力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该死，宫本武这是把樱花国引向灾难。为什么阎罗不能使用技能，还这么强大？宫本武这个没用的废物，这都赢不了。可恶，龙国人这是在羞辱我们樱花国。阎罗本可以一刀弄死宫本武，但是他偏不，就是要用大嘴巴子活活抽死宫本武。不为别的，就为龙国人出口气。要是他知道樱花人的想法，一定会说，没错，老子就是在羞辱你们小热本。此刻一直憋着没说话的龙国观众心里畅快了，沸腾起来了。太帅了，阎罗大佬真的帅爆，牛逼！3个巴掌送宫本武上西天。我就说这群小热本得意不了多久，就该这样。太爽了，这3个巴掌，3句话，每一句都是经典。阎罗大佬我真的吹爆，太替我们龙国人出气了。卧槽，阎罗大佬牛逼！全体起立，向阎罗大佬致敬！全体起立，
向阎罗大佬致敬。10086，龙国观众们一片沸腾，爆杀小热本，这实在是太爽了！3个巴掌打出了龙国人的傲骨和气势，狠狠地羞辱小热本。检测到樱花国选手攻本武阵亡，樱花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不死的古代军阵，樱花国将出现100万不死的古代士兵，他们将疯狂屠杀樱花国人。随着灾难爆发，樱花国陷入战争泥潭，各大城市都出现古代士兵组成的军阵，疯狂砍杀樱花国人，鲜血染红了城市每个角落。樱花国调动军队进行反击，确实能用炮弹炸碎古代士兵，但是很快这些古代士兵的残躯又会自动复原，然后跟没事人一样继续砍杀樱花人这个樱花国，宛若深陷末日之中。八嘎！救命！救命！完蛋了，这些古代士兵根本杀不死。不，我的店铺被古代士兵摧毁了，还有心思关心你的店铺，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不好，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古代士兵在攻击防空洞。樱花国内一片哀嚎，灾难之下，樱花国伤亡飙升，100万、200万、300万，很快就有300万人死于古代士兵的刀剑下。而且这还只是开始，这个数据依然在继续增加。对于樱花国的遭遇，龙国观众畅快不已，要你们嘚瑟，现在遭报应了吧？这就是遭报应了，要不是上次我们龙国给的粮食，樱花说不定早不行了。一群白眼狼，这就是报应，活该！呸！小热本就算全灭，我也不会同情。樱花国就是那种一有机会就耀武扬威搞侵略的国家，这就是代价。我高低要放2挂鞭炮庆祝一下。哈哈哈，说的没错，可喜可贺。冷兵器竞技房内，阎罗还未离开，国运游戏的奖励很快到账。你掠夺对方属性，你的属性增加，体质62，力量80，敏捷54，魔力17，魅力8。阎罗立刻感觉自身的力量又得到了提升，身体也更加灵敏了。你掠夺对方技能，武士道刀法 A 级。阎罗神色愕然，没想到宫本武手里还是有个不错的技能的，可惜拥有2刀流的他看不上。就在这时，检测到2刀流和武士道刀法属于同类型技能，可以进行融合，是否融合？阎罗神色微微一喜，没想到同类型的技能可以融合，但仔细一想，自己的火恶魔之翼不就是被龙之翼给覆盖了吗？得到更高级的技能会丢失低级的同类型技能，现在看来，如果技能能够适配的话，还能融合。融合，接着2刀流的技法就和武士道刀法融会贯通起来。阎罗脑海里多出一个全新的技能，技能名称2刀流、3刀流、罗生门。技能等级 S 级、SS 级。技能效果，你可以驾驭3刀流，并且刀法出神入化，刀法威力提升100、180，出刀速度提升100、180。谁也不会嫌自己手段多，掌握一门强大的刀法，很多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妙用。叔父又多了一个 SS 级技能。阎罗神色一喜，自语道：你掠夺对方装备，死刃。死刃，等级 B 级。效果，攻击力88点，破甲30点，每次攻击都会附带死神的侵蚀，造成额外50点暗属性伤害。特殊效果，饮血，死刃造成的伤害有30，转化为自身生命恢复。阎罗身形一震，他之前眼拙了，没想到宫本武手里这把刀这么好。B 级武器还有银血效果，而且刚好可以配合自己新技能使用，形成3刀流绝杀。装备上死刃，阎罗现在身后背着2把刀，1把弓，腰间挂着死刃，身影挺拔高大，别提多有气势了。打开面板，变化一目了然。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65级，体质824886，力量726806，敏捷739793，魔力788805，魅力451459，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技能，魅力四射 S 级，毒蛊 S 级，猎手 S 级，灵魂冲击 S 级，百发百中 S 级。2刀流、3刀流，罗生门 SS 级，神圣电磁炮 SS 级，生生不息 SS 级，电流囚笼 SS 级，神岩柱之阵 SS 级。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死刃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3600、4000。满意的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主打一个豪华。阎罗关闭面板，嘴角勾勒着笑意，离开冷兵器竞技房。阎罗却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家园，而是来到了挑战空间。挑战空间墙壁纯白，前后左右共4扇门。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居然有一张金色的房门。就在金门出现的一瞬间，观众们就议论纷纷起来了。我靠，刷新金门了！不是只有白门和粉色的婚配房吗？怎么还有金门？我靠，虽然我不知道金门是用来干嘛的，但肯定牛逼就是了。不愧是阎罗大佬，这个手气绝了。这还是第一次有选手遇上金门吧？这到底是干嘛用的？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别说龙国观众，就连阎罗自己神色都很愕然。眼前的金色房门熠熠生辉，上面刻着玄奇而尊贵的图案，只是一眼看去就让人觉得肯定不简单。阎罗连忙用全知之眼向金门看去。房间种类：高级婚配房，婚配对象：北小鱼，种族：水族，身份：高龙族血统的鲤鱼，颜值50，标准分50，天赋 S， 描述：家人们谁懂啊？虽然有着高贵的龙族血统，但目前北小鱼还是一只鲤鱼，需要越过龙门才能化龙。提示：是小鲤鱼还是小龙女，就看你的本事了。阎罗神色震惊，忽略了系统的调侃。虽然北小鱼目前还是一只鲤鱼，但却有着高贵的龙族血统，而且他的天赋是 S 级，超越阎罗目前的任何一个配偶。原来金门就是高级婚配房。阎罗低声补充了一句 ：S 级的配偶，阎罗是说什么都不想错过的。如果成功，一定能获得很强的技能。唯一的问题就是4000金币不知道够不够用。阎罗皱着眉头，第一次遇到 S 级配偶，他心里也完全没有底。点化之力必须要消耗足够的金币才能生效。万一北小鱼跃龙门需要消耗的金币远远超过自己拥有的，那可能要翻车了。不管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说什么也要试一下。阎罗深吸一口气，算是下定了决心，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金色的高级婚配房。耀眼的金光吞噬了他的身影。全球公告：龙国选手进入高级婚配房将与 S 级配偶喜结连理。随着国运游戏的公告声响彻全球，全世界都炸锅了。纳尼 ？S 级配偶？开什么玩笑？八嘎，这个龙国的恶人怎么运气这么好？卧槽，居然是高级婚配房，就说这个金门不简单。我靠，阎罗大佬牛逼啊！这运气简直逆天。我的上帝，该死的龙国人怎么运气总是这么好？思密达，我只能极度的继而发紫。醒醒，你们泡菜男人都只剩一根小蚯蚓了，还发紫？哈哈哈，笑死我了，哥们你是多损啊！这一刻，全球的目光都看向龙国直播间，这还是第一次有选手进入高级婚配房，简直举世瞩目。推开金色婚配房大门，场景变换，当视线清晰，阎罗的神色也是微微愕然。天空晴朗，阳光温暖，日光下的荷塘绿意盎然，荷花盛开，阳光洒在荷叶上，晶莹剔透，熠熠生辉。蜻蜓穿梭其间，小鱼嬉戏其中，微风吹过，荷香四溢，令人陶醉。好美！阎罗也忍不住惊叹一声。荷塘的中央有一个古香古色的阁楼，似乎那里就是面见婚配对象的地方。阎罗神色悠然，缓缓朝着阁楼走去。直播间，我靠，这里好美啊！这还是白天，要是晚上，那就是荷塘月色了。看这架势，阎罗大佬的婚配对象不可能是怪物，必须的，谁家怪物住的地方这么美啊？高级婚配房该是多美的配偶啊！外国观众更是极度的面目全非，不该是这样。八嘎，水里快跳个怪物出来吧！我不相信，阎罗每次运气都能这么好。就在全世界观众的目光中，阎罗终于走到荷塘中心的阁楼，他脸色平静地望着荷塘中。过了一会儿，一只全身金灿灿的小鲤鱼游了过来，嘴里还不断吐着可爱的泡泡。北小鱼还不会说话，只能着急地吐着泡泡，直勾勾地看着阁楼上的阎罗。好帅啊！可是人家还是一只鲤鱼啊，他看得上我吗？他要是拒绝小鱼，小鱼要不要生气啊？北小鱼只是还没完成化龙，其实灵智已经相当高了，脑子里稀里糊涂的想了一大堆。阎罗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双方的目光在空气中接触。北小鱼有那么一瞬间愣住了，嘴里咕噜咕噜吐着泡泡。人家只是一只鲤鱼，他的眼神居然这么炽热，好可怕！他不会是变态吧？人家只是一只鲤鱼而已啊！阎罗和小鲤鱼，也就是北小鱼对视的一幕，让龙国观众集体懵逼了。啊！
婚配对象在哪？怎么只有一只傻乎乎的鲤鱼在这里吐泡泡？是啊，婚配对象呢？啊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只鲤鱼就是婚配对象？啊，卧槽，你在开什么玩笑？炸裂，这在整个婚配圈也是相当炸裂的事情。我靠，阎罗大佬这次这么倒霉。又过了一会儿，整个画面中依然只有阎罗和那只金灿灿的小鲤鱼。外国观众们瞬间狂喜，然后疯狂嘲讽阎罗。哈哈哈，我就说阎罗的好运走到头了，你们龙国人不会连一只鲤鱼也冲吧？游戏就该是这样，让我们猜猜鲤鱼有没有牙齿。笑死我了，这就是你们的高级婚配对象，一只鲤鱼。阎罗，你的婚配对象是一只鲤鱼，这次你又该如何应对？在龙国观众猛圈的眼神中，在外国观众满天的嘲讽声中，阎罗缓缓伸出手，一种无形的玄妙力量瞬间喷涌而出，包裹住北小鱼的身体。北小鱼傻愣愣的，接着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一种神秘的力量包裹住自己，快速的改造他的身体。这是什么力量？北小鱼心中震惊，他能感觉到这个力量是阎罗发出的，并且在快速改造他的身体，激发他体内隐藏的龙之血脉。同样一脸震惊的还有阎罗，北小鱼的身体仿佛一个无底洞，疯狂的吞噬点化之力的力量。金币消耗速度奇快无比，4000、3000、3000、2000、2000、1000。S 级配偶需要的点化之力和 A 级简直天差地别。当初点化安吉这个 A 级配偶也不过消耗了区300-400金币，而 S 级消耗居然是10倍，整整3000金币。这要换成阎罗之外的任何一个选手，就算有点化之力也撑不住这么恐怖的消耗。终于在消耗了3000金币后，北小鱼全身都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辉。天空中骤然出现一座金色的大拱门，金色大拱门散发着金色光辉，玄妙无比的力量震撼人心。龙门现，鲤鱼跃龙门，当可化龙。当龙门出现的一瞬间，直播间瞬间就炸锅了。卧槽，这又是什么东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里鱼跃龙门？这我知道，传说中一些有着龙之血脉的鲤鱼，只要能越过龙门，即可化龙。卧槽，这龙门怕是有1000丈高，一只鲤鱼能越过去，简直离谱！这不是婚配房吗？还带现场表演里鱼跃龙门的。龙国观众们一个个都震惊了，龙门出现的实在出人意料，这只小鲤鱼越得过去吗？外国观众在短暂的懵逼之后又口臭起来。龙门是吧？你们要不要看看这个龙门有多高？没错，龙门至少3000米高，区一只只会吐泡泡的傻鱼不可能跳得过去。哈哈，龙国人难受吗？给你们希望，再让你们绝望。我刚才查了一下，神话中鲤鱼跃龙门失败10有8-9会死掉。没错，阎罗这次注定要空手而归了，什么好处也拿不到。一些对阎罗怀有敌意的国家观众巴不得阎罗空手而归，他们看不得阎罗好，也不希望阎罗变强。嫉妒是人类的原罪。北小鱼看着高高的龙门，咕噜咕噜吐着泡泡，他有种直觉，他能跳过去。接着他游动了一圈，临跳之前望了一眼站在阁楼上的那个男人。阎罗的目光再次和他的目光交汇，看到那充满信任和鼓励的目光，北小鱼下定决心，哪怕失败会死，他也要勇敢地尝试这一跃。只要我跳过去，就能变成龙了，会变得很厉害很厉害，还可以化形成小龙女，这样他就不会嫌弃我了吧？好像现在他也没嫌弃我，嘻嘻。北小鱼压下脑子里奇奇怪怪的诸多想法，终于在全世界的目光中愤然一跃。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鲤鱼一跃1000丈高，几乎是擦着龙门的边缘越过。那一瞬间，满天的金光爆发，天空祥云亮起，七彩夺目。卧槽，全世界都懵逼了，这也行？当北小鱼越过龙门，身躯开始散发出无比惊人的气息，金光闪耀，龙鳞覆盖，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肌肉膨胀，骨骼拉长，尾巴摆动。北小鱼腾空而起，穿梭在七彩祥云之中，是一抹震撼的金光，化为金龙。他缓缓飞行，龙眸紧紧地盯着阁楼之上挺拔的身影阎罗。金龙出世，祥云漫天，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让直播间里之前嘲讽的外国观众懵逼了。这也能成功？我的上帝是东方神话中的金色神龙。八嘎，怎么会这样？好强大的神龙！思密达，只是看一眼都让我浑身战栗。不过金龙虽强，也没法跟龙国人婚配吧？也就在质疑声中，金龙的身影快速缩小，在刺目的金光中，一个窈窕的身影缓缓出现。当金光散去，全世界才看清一位绝美的女子。
她的肌肤如雪，眉目如画，精致的五官构成了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她的眼睛深邃清澈，闪烁着灵动的光芒。琼鼻挺秀俏丽，微微翘起，给她平添了几分可爱的感觉。她的嘴唇红润丰满，微微上翘，显得温柔可人。黑乌乌的顺滑长发，头顶有着一对漂亮的鹿角，金龙化形，小龙女。接着，在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北小鱼从天空中飞了下去，俏生生地落在阎罗身前。夫君，她眉眼如画，一双美眸中充满了感激和认可。要不是阎罗，他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化龙呢。阎罗微微晃神，近距离这么一看，才能感觉到北小鱼的颜值有多么惊艳。白玉肌肤，眉目如画，身材窈窕，无论是颜值、身材、气质，都是绝世之姿。夫君，以后叫我小鱼便好。北小鱼笑拈如花道：夫君，以后叫我小鱼便好。一句话让全世界都炸锅了。原本全世界都等着看阎罗笑话，看他怎么和一只鲤鱼婚配。谁知道，先是惊现龙门，接着在一片质疑声中，看起来弱小不堪的小鲤鱼越过龙门，化为金龙，再接着化形成眼前容颜绝世的美人。原本等着看好戏的外国观众彻底傻眼了。八嘎，怎么会这样？思密达，这也行？小鲤鱼变小龙女？我的上帝，这个龙国人为什么运气总是如此逆天？这不公平！作弊！这一定是在作弊！这不公平！不，凭什么让龙国人得到如此美丽又尊贵的女人？主啊，惩罚这个卑鄙的龙国人吧！外国观众一边震惊，一边投来嫉妒无比的目光。龙国观众们也懵逼了，本来他们都做好阎罗翻车、空手而归的准备了，没想到居然现场看到的鲤鱼跃龙门。现在小龙女身姿窈窕，一口一个夫君，他们也炸锅了。卧槽！卧槽！卧槽！原谅我没文化，我只想来一句卧槽牛逼！大反转，实在是太棒了，这不要起飞！我靠，新嫂子这是真漂亮啊！漂亮已经形容不了小龙女了，这种颜值要不是亲眼看到，真的会怀疑现实中不存在。阎罗大佬后，恭喜加一，咱龙国又要起飞了，太绝了！现场来一个鲤鱼跃龙门可还行？此刻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阁楼中的二人身上，羡慕、嫉妒、恨、惊艳、震惊，万千情绪都只因为阎罗身前的北小鱼。阎罗用全知之眼看了一眼北小鱼的面板，婚配对象北小鱼，种族水族、龙族，身份高龙族血统的鲤鱼小龙女，颜值50、99，标准分50，天赋 SS， 描述此女只因天上有，不该落到凡间来。99的颜值，可能系统故意少给了一分，怕北小鱼骄傲，不用叫的那么古话，叫老公。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轻轻揉了揉北小鱼柔顺的长发，不准欺负我，我可是龙族，很厉害的。北小鱼红唇微微撅起，灵动的美眸盯着阎罗，嘴上拒绝，身体却很老实，没有拍掉阎罗放在自己头上的大手。这双大手很温暖，也很亲切，北小鱼感觉还怪舒服的。巧了，其实我也是。阎罗继续笑着，右手上浮现几片龙鳞，展示给北小鱼看。北小鱼惊讶起来，美眸瞪圆，看起来又吃惊又可爱。啊，原来是这样！我就说龙门怎么突然出现，是你召唤出来的吧？北小鱼一副我懂了的表情。阎罗摇头失笑，那是靠点化之力，他可没那么牛逼，不过也算他召唤出来的。没有解释，阎罗一把抱起北小鱼，走了。入洞房，北小鱼俏脸一片通红，他之前只是一只鲤鱼罢了，没接触过这种事，心里本能的产生一丝悸动和紧张。画面黑屏，龙国观众们一个个嗷嗷叫：卧槽，刚恋爱就失恋，可恶啊！得了吧，我们只有叫嫂子的命。嫂子，嫂子也不错哎，嘿嘿。兄弟口水擦一擦，收起你当曹贼的心。不敢不敢，就开玩笑罢了，谁敢真的惦记阎罗大佬的娘子啊？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能不能让我看看 VIP 内容？老色批住嘴，我看到你 IP 了，湖南扣1分。别扣了别扣了，早就1分都没的了，要变负数了。一群老色批一边开车一边心里期待着这次的国运奖励，这可是高级婚配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 S 级配偶，这奖励绝对会非常的逆天。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阎罗帮北小鱼理了理凌乱的衣服，用手帮他把额前的碎发撩到耳后，习惯了就好了，第一次尝试会有点难。北小鱼刚刚恢复的脸色又爬满了红润，哪壶不提开哪壶，羞死人了。恭喜阎罗与小龙女完成婚配。
你获得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龙之凝视，只有龙族能领悟的强大技能。当你的目光接触敌人时，发动龙之凝视，生命层次和实力低于你的目标将直接被抹杀，同等生命层次和实力目标将受到500力量属性的伤害，并进入虚弱状态，全属性削弱30。阎罗，一抹震惊的神色浮现在他脸上。这个技能真尼玛变态啊！不愧是 SSS 级技能。简而言之，只要同时满足2个条件，生命层次低于自己，实力低于自己，阎罗就可以直接将对方抹杀。一个眼神秒杀，了解一下，就算对方不弱于自己，也能用龙之凝视打出爆炸伤害，再给对方挂上虚弱，太猛了！好强的技能。阎罗脸上是止不住的喜色。你让婚配对象格外满足，额外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体质100，力量100，敏捷100，魔力200，魅力200。阎罗瞪大眼睛 ，S 级果然和 A 级不可同日而语，光是属性奖励就是惊人的10倍。变强的感觉，阎罗永远不会厌倦。他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而强大的力量，突然有种我能轰爆月球的冲动和感觉。当然，只是感觉。面板再一次焕然一新。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65级，体质886986，力量806906，敏捷793893，魔力8051005，魅力4599659，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磁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死刃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4000、1000，舒服。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终于有一项属性突破1000大关了。现在的他估计随手放个技能都能轰爆一座大山。外界国运奖励随之发放，恭喜龙国选手阎罗与北小鱼完成洞房，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国运奖励发放，所有龙国人寿命20，体质20，力量10，敏捷10。这一次的奖励堪称逆天，比之前全部奖励加在一起还猛。卧槽，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感觉能抬得动小汽车。我现在枪枪暴击，老婆天天夸啊！哥们，你国运奖励就是这么用的。卧槽，20年寿命啊，感觉自己要长命100岁了。别提了，我家老爷子人都没气了，刚准备火化从棺材里跳出来甩了我一巴掌，说他还没死。牛逼啊！现在我龙国人人如龙。就在网友们激动非常的时候，一个爆炸逆天的奖励出现了。金龙出，龙脉现，龙国大兴安岭将化为龙脉，龙脉会保护本国气运，龙脉不被摧毁，龙国将得到国运庇护。同时龙脉会持续产出超凡之力，龙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诞生新的超凡者。注意，只有热爱龙国、心智坚定、品行优良且富有责任感之人才会觉醒超凡。全网观众，卧槽，居然是龙脉！我尼玛，这可是古代神话里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龙脉。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关注点都错了，龙脉居然可以孕育超凡者。我靠，这真的太逆天了，龙脉一定要选我成为超凡者。我虽然满脑子都是色色，但是我确实符合龙脉的要求。滚犊子，心智坚定这4个字你就配不上。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拜阎罗像，保佑自己觉醒成超凡者。很快意识到超凡时代即将来临的龙国老百姓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去看龙脉，而是跑去了各种寺庙。现在的寺庙，什么菩萨和如来都没有这些人的雕像了，庙里占 C 位的那必须是阎罗像。阎罗像出自匠人之手，一个个雕刻的栩栩如生，气势非凡。一群老百姓对着阎罗像跪拜，一边上香一边手里嘴里念念有词。阎罗大佬在上，保佑我家儿子能够觉醒成超凡者，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求求阎罗大佬保佑。旁边一个大妈更是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一边嘴里啵嗒啵嗒，一边一个劲的拜。阎罗大佬保佑我家儿子，我儿子从小品学兼优，心地善良。寺庙里香火不绝，一群人争相拜阎罗像，一个比一个虔诚。
偶尔还有人蹦出一句阎罗大佬快显灵，甚至不少小年轻也在拜，主打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阎罗大佬在上，若我叶良辰觉醒，我叶良辰必定报效祖国，请赐予我力量吧。龙国官方动作也很快，在短短1个小时之内，大量的部队就已经驻扎在龙脉附近。龙脉对龙国重要无比，绝对不允许任何别有用心的人破坏。好，情况我知道了，那些觉醒的超凡者一定要用优厚的待遇留在部队里。现场，一名高级军官说道。是。那名下属拍着胸脯保证道。高级军官目光悠远，想起大长老说的话，机遇总是伴随着危险一起出现的，别忘了未来会出现的万族入侵，我们只有2年半的时间，利用好阎罗争取来的一切，保护龙国百姓的万家灯火。高级军官思绪涌上心头，他总有一种感觉，万族入侵会比想象的来得更早。阎罗和北小鱼手挽着手回到家园，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妲己等人却没第一时间围上来，而是个忙个的。怎么回事？几位姐姐是不是不太欢迎我？北小鱼苦着一张脸，忧心道。没有，他们是这样子的，有新来的就会让我们培养感情，不打扰我们。阎罗笑着解释道。这样啊，真好啊。北小鱼俏脸又浮现出开心。我有一只可爱的宠物，不知道进化成功没，带你去看看。阎罗一边说，一边牵着北小鱼柔嫩的玉手，朝着宠物小窝走去。进了，刚好小玲珑化作的剪破脸，伴随着一道火红色的光芒。阎罗呼吸微微急促，不知道小玲珑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光芒散去，小玲珑一点都没变，就像一只红色的小奶狗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还冲着阎罗兴奋地吐舌头，好可爱啊！这是一只小狗吗？北小鱼眼睛弯成月牙状，一把抱起小玲珑，抚摸着它身上的毛发。咦，感觉和普通的小狗不一样呢，摸起来好舒服。小玲珑瞪大眼睛，恶狠狠地朝着北小鱼龇牙。大胆！本座乃是尊贵无比的小麒麟，不是小奶狗。啪！阎罗给了小玲珑一个嘴巴子，不准龇牙。小玲珑啊，本麒麟的悲伤逆流成河，主人他不爱我了吗？趁着北小鱼摸摸小玲珑的功夫，阎罗的全知之眼也弹出了小玲珑的信息。火麒麟，小麒麟，实力评级 B 级 B 级，成长状态幼年期，血脉浓度 20%、50%， 技能怒火球 A 级，奶狗冲撞 B 级，新增焚天 S 级，祥瑞 A 级。提示：他的血脉浓度暴增，实力和潜力不可同日而语。B 级的实力还多了2个强力技能，不错。阎罗摸了摸下巴，赞许道：幼年期的麒麟能达到这个实力已经很离谱了。你可以把 BOSS 理解成绿巨人，把小玲珑理解成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婴儿已经有了和绿巨人一战的实力，所以阎罗才说很离谱。明明走路都走不稳，却能单挑高级 BOSS。 北小鱼在阎罗的带领下参观了家园中大部分地方，清澈见底的星辰湖，咯咯鸡奔跑的牧场，种满瓜果蔬菜的农场，小玲珑的小窝，还有着超大床垫的卧室。参观到卧室，画面又黑屏了，直播间观众都愣住了。卧槽，我就说卧室有什么好参观的，阎罗你不要太过分。可恶啊，又开始了。北小鱼真是啥都不懂，人家说去卧室就去卧室，你在着急什么？他们是夫妻啊。我干，话是这么说，但总有中大白菜被拱了的感觉，至少阎罗不是猪，这叫帅哥偷大白菜。兄弟们，最新消息，鹰将国出现特殊房间了。卧槽，最近特殊房间有点多啊。先是银色的冷兵器竞技房，又是金色的高级婚配房，现在又出什么房了？我也不清楚，兄弟们走起，去看看。鹰将国直播间，鹰将国选手身形健壮，古铜色肌肤，眼神犀利。他穿宽松麻布衬衫，皮质短裤，佩戴宽大皮带和特殊帽子，手持着一根木棍，脚穿结实皮靴，衣物上绣着动物、植物图案。这个好奇怪啊，这衣着打扮很少见到。这人我认识，是一个动物园里的驯兽师。是的，我也在纽约一家动物园里见过他，他还表演了训练狮子。让我想想，这家伙好像叫耶鲁斯，挺有名的驯兽师。不过驯兽师似乎在国运游戏派不上什么用场吧。先不提这个，看中间那扇门，上面刻着许多神兽的图案。又是特殊房间，难道我们鹰将要起飞了？鹰将观众们议论纷纷，一群外国观众也逐渐了解了耶鲁斯的身份，一名专业的驯兽师。耶鲁斯脸色平静，内心却是不能平静，他总感觉这扇特殊的门和他的职业有关。门上雕刻的神兽，虽然我都不认识，但一定和驯兽有一些关系。
耶鲁斯没有声张，深呼一口气，缓缓推开了房门。场景飞速变换，恭喜你，你进入特殊决斗房宠物竞技房，请在以下3只宠物中选择一个，再进入宠物决斗擂台。很快，耶鲁斯眼前就多出来3个宠物虚影，一只像是红色的小恐龙，有着一对小翅膀；一只像是一只青蛙，背上却长着一朵大大的花；还有一只是条鱼，转悠着智慧的大眼珠子。耶鲁斯首先排除了那只傻鱼，恐龙应该比青蛙要强吧？耶鲁斯想了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火龙。接着，一只红色小恐龙模样的生物出现在他身前。吼！小火龙吼了一声，声音虽然还有些稚嫩，但也霸气十足。此刻，直播间已经炸锅了。我的上帝，居然是宠物竞技坊！耶鲁斯这是专业对口了啊！驯兽师变宠物师，关键还不是这个，居然白送了一只看起来就很强大的小恐龙。哈哈哈！有了如此强力的宠物，我们鹰将国注定要崛起了。等一下，好像没那么简单。这是宠物决斗房，意味着等下还有一场决斗。那样的话就更刺激了，感觉耶鲁斯是稳赢了。鹰将国选手耶鲁斯已选择小红龙作为宠物，请选择以下列表中一个拥有宠物的选手进行宠物决斗。规则1：胜利者将掠夺对方一切，包括且不限于属性、配偶、装备、道具。规则2：此决斗强制进行，不可放弃。规则3：只可以选择拥有宠物的选手进行决斗。拥有宠物的选手列表上面孤零零就只有一个名字。耶鲁斯看到这个名字瞪大眼睛，整个就只有一个人可以选择阎罗，除了阎罗和他，没有其他人有宠物。居然是阎罗，不过他的宠物好像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奶狗。耶鲁斯嘴角一勾，露出冰冷的笑意。阎罗确实很强，要是平时他遇上了，只能祈祷自己死得痛快一点。可是宠物决斗的话，自己可是拥有实力惊人的小火龙，要是赢了他，我就能得到他现在拥有的一切。想到这一点，耶鲁斯呼吸急促起来，贪婪的目光无法掩饰。我选择阎罗作为宠物决斗对手。鹰将国选手选择阎罗作为宠物决斗对手。决斗将在3分钟后开始。这一刻，鹰将人狂喜。我的上帝，这次我们鹰将国真的要崛起了。没错，我刚才还去龙国直播间看了一眼，阎罗的宠物是一只走路都走不稳的红色小奶狗。哈哈哈，用龙国人的话，真是天助我也。龙国人没想到吧？这次幸运女神站在我们这边。哈哈哈哈，龙国完蛋了，阎罗积累的一切都会被我们给夺走。鹰将国全体陷入喜气洋洋的状态。这一次，伟大的鹰将要把失去的一切夺回来。龙国还是继续做东亚病夫吧。世界第一是鹰将国的。龙国观众一个个脸色大变，也意识到这个副本对阎罗很不利。怎么会这样？这个宠物决斗房简直是在针对阎罗大佬。我好担心，阎罗大佬不能输啊！要是阎罗大佬输了，我们辛苦积累的优势就都没了。你们这群人真是要相信阎罗大佬啊！没错，阎罗大佬的小奶狗可是打 B 级 BOSS 爆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弱。我也想相信，可是那只小奶狗现在走路都走不稳呢。这一刻，龙国观众内心焦急得很，非常替阎罗担心。毕竟他们不知道小玲珑的实力，小玲珑看起来就是刚出生的小奶狗一样，走路都走不稳。很快，阎罗的身影从传送门中走出，平静地看了一眼对面的耶鲁斯。国运游戏也介绍了宠物决斗房的规则。阎罗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是什么让这群人觉得他家小玲珑很弱？把注意打到自己头上来，简直上茅坑点灯，找屎！很快，阎罗的脸色平静下来，双手负于身后，一身气势磅礴。耶鲁斯被震慑住片刻后，露出冷笑：阎罗，死到临头了，你还装什么？你该不会认为就凭你那只走路都走不稳的小奶狗，能够战胜我强大的小火龙吧？看在你马上就要跌落神坛的份上，不妨告诉你，我的小火龙可是有着 C 级的战力，这一次你必死无疑。耶鲁斯得意非常，脸色写满了自傲。鹰将国观众也是狂傲起来，哈哈哈，阎罗这波死定了！原来小火龙有 C 级战力，这波不是稳赢。龙国人，你们完蛋了！龙国观众一阵恼火，但看到阎罗平静的表情，不知怎么的，心里的担忧反而落了下来。我感觉阎罗大佬一点都不怕的样子，太平静了。阎罗大佬是有其他底牌吗？一片议论声中，耶鲁斯冷笑一声：出来吧，小火龙。一只红色的小恐龙出现在决斗擂台上，冰冷的眼神盯着阎罗。小玲珑，阎罗随口道。只见一只毛发红色的胖嘟嘟的小奶狗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那模样就好像没吃够奶，没力气一样。耶鲁斯看到这一幕，满脸都是嘲弄的神色，指着小玲珑大笑：哈哈哈，
这就是你的宠物，断奶了吗？小火龙，杀了它！小火龙点点头，张开嘴，喷出一颗水缸大的火球，火球划过地面，朝着小玲珑扑去。然而，小玲珑本就是火麒麟，说是火之主宰都不过分，它压根不怕这种低级的火焰。小玲珑直接就应接了这发火球，砰！火球命中小玲珑，砰的爆炸声中，火光冲天。耶鲁斯露出得意的冷笑，就这，龙国观众们的心也是沉入谷底。不要，小玲珑不要有事啊！怎么会这样？阎罗大佬难道要输了？老天爷，让奇迹出现吧！求求你了，不要让阎罗输！阎罗神色平静，鬼使神差的淡淡说道：“奇迹本身又何须奇迹之名来证明？小玲珑，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火焰。”火光散去，小玲珑慢悠悠地从中走出，毫发无伤。全世界观众都懵逼了，不等他们反应，小玲珑那稚嫩的眼神也露出一丝恼火。焚天，一抹灼烧天地的赤红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此刻，天上地下唯我独火，火光把天空都染成红色，席卷一切的烈焰瞬间吞噬小火龙的身影，就连整个巨大的擂台仿佛都在极端的火焰中有了融化的趋势。空气在扭曲，擂台在颤抖，小玲珑全身火焰缭绕，那渺小的身影终于有了一丝火之神兽的气势。小火龙在宠物对决中被击杀，作为失败者，鹰将国选手耶鲁斯将被掠夺一切，包括生命。鹰将国选手耶鲁斯阵亡。此刻，全世界都被小玲珑的力量震撼到了，反转来得太快，太猝不及防，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Oh my god！ 我的上帝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一只小奶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这不是真的！伟大的鹰将国怎么会输？八嘎！龙国人就连宠物都这么变态，该死！龙国人太强了，就好像没有短板一样。思密达，就连宠物对决也没法赢吗？要我说，阎罗祖上可能是我们泡菜国的人，不然怎么会如此强大？龙国人一个个瞪大眼睛，不少人甚至喜极而泣。太好了，阎罗大佬没有输，我刚才真的急死了。是啊，我刚才也老担心了，要是阎罗输了，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卧槽，阎罗大佬牛逼，小玲珑牛逼，太帅了！小玲珑没想到实力这么强，人家一发火球水缸大，小玲珑一发火球天上云都要烧穿，你管这叫小奶狗？随着耶鲁斯阵亡，鹰将国灾难降临。检测到鹰将国选手耶鲁斯阵亡，鹰将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火龙降世，10万头火翼龙将降临鹰将国，大火会吞噬一切。随着国运游戏声音落下，所有鹰将人都发现了从空中快速掠过的庞然大物。火翼龙体型庞大，全身更是缭绕着惊人的火焰，那尖锐的嘴巴张开，一发发房子大的火球就砸入城市群中，砰砰砰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佛城几乎瞬间就成为了火城，到处都是爆炸的火光，冲天的火焰，翻滚的浓烟，无数人在大火之下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凄惨声、求救声，防空警报的长鸣混乱席卷鹰将国各大城市，军方连忙调动防空火力攻击天上的火翼龙，无数防空机炮射出密集的防空炮弹，还有防空战车射出一枚枚防空导弹。虽然如今的鹰将国已经不是龙国的对手，但世界强国的底蕴还在，一时间也击落了一些火翼龙。然而火翼龙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密密麻麻，铺天盖地，无数发巨大的火球砸向鹰将国的防空阵地，大火吞噬一切，也吞噬了那些防空武器。鹰将国此刻犹如人间炼狱，房子被大火吞噬，原本高傲的鹰将人体验到什么叫做绝望，只能一边痛苦流涕，一边逃跑。翻滚的浓烟让所有人都无法辨别方向，各种试图逃亡的车辆撞在一起，交通瘫痪。鹰将国人终于体验到痛苦和绝望。我的上帝，怎么会这样？该死啊！没用的耶鲁斯，要不是他，我们鹰将国怎么会爆发灾难呢？军队呢？军队在哪里？快来救救我！啊！大火烧掉了我的房子，我还被困在卧室里，救救我！救救我！世界末日来了吗？该死的小黑，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有心情零元购。小黑总是喜欢趁乱为自己博取利益，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大量的小黑居然持枪去各大商店、奢侈品店抢劫。法克，松手，再拦着我杀了你！小黑一脸狞笑，从 LV 店里抢走一大堆包包。店员想要阻拦，看到的却是黑黝黝的枪口，一时间也不敢拦了。外有火翼龙，内有小黑抢劫打砸，内忧外患之下，鹰将国彻底成为混乱的国度，一片狼藉。对于鹰将的遭遇，各国民众拍手叫好。鹰将为非作歹几百年，
不知道多少人恨死鹰将国了。哈哈哈哈，报应来了！鹰将国欺负我们这种小国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死在战火中的阿爹阿妈，活该！鹰将国这是罪有应得。鹰将越惨我越高兴，鹰将要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尤西，樱花国应该接过鹰将国的第一，成为世界最强。就你们小日本哪来的自信？现在的世界第一是龙国。宠物决斗房中，阎罗带着笑意摸了摸小玲珑的脑袋，表现不错。一句简单的夸奖，小玲珑兴奋不已，小尾巴不停地摇摆。必须的，我可是强大的麒麟！啊呜！恶龙咆哮。阎罗抽了抽嘴角，越来越像小奶狗了。恭喜你获得胜利，你将掠夺对方全部属性。你的属性增加：体质14，力量14，敏捷7，魔力5，魅力11。你将掠夺对方技能，你获得技能御兽大师 S 级。御兽大师召唤宠物作战时，宠物战力提升 30%。这家伙居然有个自带的 S 级技能，阎罗也是愕然，没想到耶鲁斯还是有点东西的。可惜这种技能也要看是谁用，如果是阎罗用，算是个小神技；耶鲁斯用，也就那样。阎罗压下心中的思绪，看了一眼面板，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65级，体质986 1000，力量906920，敏捷893900，魔力1005 101010，魅力6597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新增御兽大师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磁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流火双刀 B 级，死刃 B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000 1500。这家伙还是有点金币啊。阎罗笑道，总算弥补了一点点钱包了。为了北小鱼，他的小金库差点被掏空了。来都来了，挑战1-2扇门再回去吧。抱着这个想法，阎罗离开宠物对决房，来到挑战空间。熟悉的4扇门出现在阎罗面前，3扇白门，还有1扇粉红色门谱通婚配房。阎罗先是看了一眼，3扇白门，环境房，绝对零度，你需要在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生存24小时，生存率0%。阎罗神色愕然，果然，就算是现在的自己也不是无敌的，没有提示之眼，也可能遇到危险。怪物房，烈风鹰 C 级怪物，想来你也不会对这么次的奖励提起兴趣。生存率100%。阎罗摇摇头，奖励太垃圾，太还真看不上。宝箱房里面有一个木质宝箱，阎罗再次摇头，不说金色宝箱，最次也是白银宝箱他才有兴趣。木质宝箱估计开不出什么能提升实力的好东西。最后他的目光还是停留在婚配房上，就算拥有了高级婚配对象，他还不至于嫌弃普通婚配房。提升实力，获取技能，首选依旧是婚配房。然而当全知之眼显示出婚配房的信息，阎罗表情也愣住了，看起来这次没那么好运。婚配对象蛇蝎美人，种族蛇蝎族，颜值90，标准分50，实力 B。 描述：善于利用美丽的外表勾引男人，然后在房事的时候将对方杀死，成为自己腹中美食。提示：来吧，让我们一起杀气正道。阎罗目光低沉，嘴角勾勒出一丝冷笑。还有这样的种族，伪装成婚配对象专门猎杀选手，真不愧是叫蛇蝎美人，果然没有取错的外号。阎罗脸色恢复平静，那么就让他来杀七正道吧。他缓缓走向房门，拉住门把手，有力的大手转动门把手，推开房门，一步迈入其中。直播间，卧槽，又是婚配房。阎罗大佬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这次又是什么样的美人啊？不是高级婚配房，我表示有点失望。狗头保命，普通婚配房也不错啊，只要有国运奖励那就很奈斯。加油阎罗大佬，祝你抱得美人归。观众们议论纷纷，殊不知这次他们可能要失望了。房间里，
场景一阵变换，阎罗出现在一座古香古色的庭院中，一眼看去，石板路上长满了青苔，墙壁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有一些古老的建筑，如亭子、假山、水池等，这些建筑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的雕刻，有着古代特有的韵味。院子里还种满了桃树，微风吹过，桃花飞舞，带着粉色的撩人香气。阎罗却第一时间屏住了呼吸，这桃花的花粉有毒。满天桃花之下，一个穿着粉色印花裙的美人挪动着步伐，缓缓走来。那精致的面容上有着一丝妩媚之感，眼角的泪痣更是点缀出特殊风味。你就是我的夫君吧？我们进房说。蛇蝎美人笑道，眼神带着一丝妩媚，仿佛要勾走阎罗的魂魄。然而阎罗却神色平静，点点头，跟着蛇蝎美人朝屋里走去。他倒要看看这个蛇蝎美人打的什么主意。此时直播间早就沸腾了，不只是龙国观众，外国观众也在议论，嫉妒的面目全非。卧槽，又是美人，阎罗大佬又赚到了。好美的庭院，这个美人在桃花下真的动人，羡慕死阎罗大佬了，后宫喜加一啊。八嘎，为什么阎罗总是能遇到美人？可恶啊，这种美人应该属于我们樱花国。思密达，我嫉妒的今儿发紫。得了吧，你们泡菜人现在还有今儿这种东西吗？你放屁！一片议论声中，阎罗跟着蛇蝎美人来到屋内。蛇蝎美人表情很是诧异，怎么回事？闻到花香的时候，眼前这个男人应该就已经中招了，怎么好像一点事都没有？难道他察觉到了？不可能，如果他察觉到了，还会跟我进屋？压下心中的思绪，蛇蝎美人脸上笑着给阎罗沏上一杯茶。此茶来自我们世界的东方古国，香味悠长，入口醇厚无比。夫君，你尝尝。蛇蝎美人笑着，一边俯下身子，有意无意地露出领口下的雪白。她相信没有男人能在她这套公式下不动心。阎罗目光看向茶水，毒茶，提示：剧毒无比，即使强大如你，喝了也会拉肚子。阎罗点点头，这个蛇蝎美人花样真多。直播间，卧槽，这个美人也太好了！美人泡的茶是我一口喝3大碗，你当这是酒呢？肯定得慢慢品啊！可恶啊，龙国人怎么遇到这么好的美人？这么漂亮的美人，为什么轮不到我们泡菜人来拥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阎罗会和美人喝茶，然后一起深入交流的时候，阎罗瞬息间目光一寒，一把拽住蛇蝎美人的头发，左手以极快的速度把茶水灌进了对方嘴里，然后猛地一拳砸中对方的下颚，让蛇蝎美人吞下自己亲手泡的毒茶。这一刻，所有人都懵逼了。阎罗突然打婚配对象做什么？疯了吧？不等观众们反应，蛇蝎美人的嘴突然开始溃烂，嘴里发出非人的嘶吼，嗓子都被毒冒烟了。蛇蝎美人摇身一变，居然化作一条大蛇，尾巴却是蝎子般的毒针。你卑鄙小人，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蛇蝎怪物冷着一张脸，猩红的目光看向阎罗。雕虫小技，就不要在我面前装了。阎罗表情淡然地回应道。找死！蛇蝎怪物恼羞成怒，从来都是他戏耍男人，没想到这次居然被阎罗摆了一道。这一刻，直播间终于炸锅了。卧槽，这不是婚配对象，这是怪物！我靠，狗日的国运游戏，这不是坑人吗？这正常人谁发现的了？还好阎罗大佬发现了，那杯茶一看就有毒，居然是恶心的怪物，伪装成了漂亮美人。我去，也不知道阎罗大佬是怎么发现的，这要换成别人就喝了毒茶中招了。一片震惊的目光中，蛇蝎怪物嘶吼连连，朝着阎罗扑了过来。舌头张开，长着锋利倒刺般的牙齿，一股强烈的腥臭味扑鼻而来。阎罗大佬小心！如此近距离，阎罗也来不及施展魔法了，干脆拔出流火双刀，嘴里咬着死刃。赤红色和黑色的3道刀光一闪即逝，蛇蝎怪物身上瞬间出现几道深可见骨的刀伤，鲜血，嘶吼，砰！得一声巨响，蛇蝎怪物被3刀斩得倒飞出去，狠狠砸在墙壁上。好强！蛇蝎怪物眼中写满了震惊，眼前这个帅气男子居然实力强悍到这个地步，他能感觉到对方根本没用全力。想到这里，蛇蝎怪物一扭身子，居然转身朝着屋外逃去。想跑，跑得了吗？阎罗平静的声音中却带着一丝冰冷的杀意。3刀流罗生门，只见阎罗双手的流火双刀爆发出惊人的赤火，嘴里叼着的死刃黑芒缭绕。在阎罗身后，一扇宛若地狱而来的罗生门浮现。下一刻，罗生门骤然打开，无穷无尽的赤红色刀芒和黑色刀芒席卷而出，万千刀芒直指蛇蝎怪物。
蛇蝎怪物感受到身后强大的力量，整个怪物吓得魂飞魄散。不，刀光席卷之下，蛇蝎美人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被瞬间肢解。你斩杀了蛇蝎美人，得到对方遗留的宝箱，请自行寻找阎罗收刀入鞘，神色平静，仿佛只是随手做了一件小事一般。直播间，卧槽，好帅的刀法！背后一张门，漫天的刀光，太牛逼了！哇，阎罗哥哥真的好帅啊！阎罗大佬牛逼，全体起立！这刀法真的猛！ B 级的怪物愣是没扛住2秒，瞬秒！阎罗大佬的实力也太离谱了吧！一群外国观众震惊中回神，一个个一脸可惜。该死，蛇蝎美人伪装的这么好，都让阎罗发现了。阎罗为什么不被蛇蝎美人吃掉？我恨死阎罗了！不是他鹰将国根本不会爆发灾难。没错，阎罗就是个八嘎，大大滴坏，害死我们樱花这么多人。可恶啊！要是阎罗被蛇蝎美人杀掉了就好。现在要说和阎罗积怨最深的就是小日本、泡菜、鹰将之类的国家，他们对抗不了灾难，就把仇恨全嫁接在阎罗身上。如果不是阎罗，他们就不会爆发灾难。许多人永远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他们理所应当的这样想着。殊不知，就算没有阎罗，就凭他们国家选手三脚猫的功夫，死是迟早的，灾难爆发也是迟早的。有宝箱，阎罗摸了摸下巴，转身朝着卧室里头走去。果然在一个柜子上看到了一个金灿灿的宝箱，看能不能开出点好东西。阎罗喃喃自语，把宝箱从柜子上取下。阎罗先是找了个水池洗了洗手，接着念念有词，来个极品，开个极品。观众们也被逗笑了，看得出来阎罗大佬主打一个虔诚，怪不得阎罗大佬手气这么好，原来开宝箱之前要先做法。不，我感觉阎罗大佬的求运手法还不够专业，我玩元神都是先沐浴再焚香。6开宝箱果然是个毒瘤玩法，都魔怔了吧。下一刻，阎罗打开宝箱，一阵绚丽的金色光芒爆发，强光连看直播的观众都无法直视。卧槽，瞎了，怎么这么闪？卧槽，这架势要出好东西了。金光一闪，神器登场，会是什么好东西？一片议论声中，光芒散去，只见宝箱中放着3样东西，金灿灿的一堆金币，你获得金币星号1000，一堆淡蓝色晶莹剔透的石头，你获得中金焰石星号10。阎罗的目光却没在这2样东西上有丝毫的停留，目光紧盯着最后一样奖励，那是3把刀，古朴的木质刀柄，刀身呈流线形，寒芒毕露，刀身上面雕刻着山水图，优雅大气，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只是一眼，阎罗就喜欢上这3把刀，全知之眼也弹出信息：三生刀残缺版，等级 S 级，基础属性攻击力300点，破甲100点，刀气纵横。使用三生刀攻击时，必定附带惊人的刀气，造成额外 50% 力量值的风属性，伤害死刃，增加 30% 吸血属性，溢出的吸血效果将在身体上形成抵挡伤害的护盾。生刃，使用者重伤时，在接下来5秒内，每秒恢复 10% 最大生命值。提示：全盛时期的此刀乃是最接近神器的存在。好强，看来流火双刀和死刃可以退休了。阎罗脸色一喜，有了新欢忘了旧爱。流火双刀和死刃被无情地丢在背包吃灰。他装备上三生刀，木质的刀柄手感很好，握在手上感觉如臂驱使。残缺版。阎罗注意到三生刀后面的注释，也就是说这把刀曾经很强，甚至接近神器。阎罗脸色愕然，没想到残缺版三生刀都有 S 级，那全盛时期难道是 SSS 级？以后得留意一下有没有修复三生刀的办法了。阎罗心里想到，默默记下了这一点。阎罗的举动也让直播间的观众们议论纷纷。好家伙，看样子这把刀很强，阎罗大佬连 B 级宝刀都不要了，这把刀难不成是 A 级？那阎罗大佬赚大发了。小了，格局小了，我猜至少也得是 S 级。哥们不带这么吹牛的，现在还没有人类获得过 A 级武器呢。就是 S 级不太可能，应该是 A 级。阎罗舞了舞手中的三生刀，越用越是喜欢。不愧是 S 级，无论是手感、锋利度，还有好几个技能，都不是 B 级武器能比的。玩了一会，阎罗才收敛心神，收好金币。经验石则是一键使用，你使用中经验石星号1，获得中量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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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中经验石星号1，你的等级提升至70级，你获得自由属性星号80点。
阎罗点点头，老规矩，平均分配，要做就做没有短板的 man。你的属性增加，力量20，敏捷20，体质20，魔力20。随着提示音落下，面板变化，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65级、70级，体质1000、1020，力量920940，敏捷900920，魔力1010、1030，魅力67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御兽大师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磁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三生刀 S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1500、2500。眼见阎罗回到家园，和小龙女卿卿我我一阵后黑屏了。龙国观众们也早就习惯了。就在这时，有人在弹幕中发消息：兄弟们，二毛那边出现特殊婚配房了。二毛是谁？这你都不知道啊？一看不关注国际大事的，就是被揍得很惨的乌克男。走，瞧瞧去。二毛国直播间，只见一个瘦弱的白人男子站在一个奇特的婚配房面前。这人瘦得很，眼眶凹陷，皮肤惨白，看起来身体就不太好，而且一直捏着兰花指，走路像女人一样翘着臀部。我的上帝，怎么是个娘炮？这人我认识啊，好像是佛里克利学院出名的娘炮，叫诺兰德。这家伙不会是个男童吧？你还真是猜对了，不过这货男女通吃。卧槽，我真的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怪恶心的，真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诺兰德面前有一扇特殊的婚配房，和普通婚配房一样是粉色的，不过上面却刻画着一个图案，图案是一个人的身影，但是却有背对着的两个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之前看直播，人家怎么没看到这样子的婚配房？看起来是特殊房间。诺兰德捏着兰花指，接着道：看样子人家运气还不错呢。他一副不男不女的说话方式，走起路来学着女人翘臀，属实把不少观众看吐了。我他妈，我想进去给他一个最爱吃的大嘴巴子，好恶心啊！我真的服了。娘炮无罪，但出来故意恶心人就有罪了。然而二毛观众们却毫不在意，反而替诺兰德反驳：你们懂什么？这叫自由的空气。你们就是在嫉妒我们遇到特殊婚配房了。等着吧，特殊婚配房里一定有了不得的配偶。没错，到时候我们二毛国就要崛起了。等着吧，到时候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这时诺兰德也扭着屁股来到婚配房面前，推开房门，捏着兰花指，扭着腰走了进去。场景变化，一眼望去，他居然来到了一片辽阔的草原。草原绿意盎然，还有徐徐的微风吹过。只不过不管朝任何方向看，好像都一模一样，连婚配对象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麻烦，让人家来找找我亲爱的娘子在哪。诺兰德嘴角勾勒出一丝猥琐的笑容，随意挑了一个方向走去。大约走了几百米，赫然看见一棵突兀的树。这棵树只有1人高，顶端长着一颗粉红色的果实，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诺兰德眼睛一亮，扭着腰走到小树面前。这是什么东西？他表情疑惑。不过走了这么久也没看到婚配对象出现，难道要吃了这颗果子对方才会出现？诺兰德为了防止果子有毒，用指甲划破一点点果皮，用舌头舔了一下，等了几分钟，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看来是我想多了，说不定这颗果实有什么奇特的作用。婚配对象给我准备的礼物。诺兰德脑补了一堆。直播间看到没有，诺兰德虽然娘炮，但是有脑子。没错，正常人谁会这么小心试探一颗果子有没有毒？这颗果子会不会是什么奇特的珍宝，比如吃下后可以获得超能力？感觉很有可能。我们二毛国要崛起了。哈哈哈哈，太好了。一片议论声中，诺兰德吃下了果子。好吃。他眼睛一瞪圆，这一口下去还带爆汁的，又香又甜。来了来了，来感觉了。诺兰德感觉有神秘的力量在身体里的流转，在不断改造他的躯体。难道我要获得超能力了？这是类似恶魔果实的东西。他表情欣喜，脸色一片通红，激动的想要跳起来。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胸口开始膨胀时，他傻眼了。
我的胸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大了。诺兰德刚开口，脸色一变，他的声音也变得尖锐了。之前是加出来的娘炮音，现在是女人才能发出的尖细声音。难道我变成女人了？诺兰德表情惊恐，朝下面摸去，果然二弟没了。不，怎么会这样？诺兰德惊恐无比，他只是娘炮，不是真的想当女人。各国看到这反转的一幕，直接笑喷了。哈哈哈，乐死我了，变女人了。不只是变女人了，还变成丑女人了。诺兰德本来就长得猥琐，变成女人也只是一个猥琐女。就这就是你们说的超能力果实，笑死我了。看诺兰德这个表情，太惨了。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二毛国观众也傻眼了，但还想继续死鸭子嘴硬。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只见一直没有出现的婚配对象出现了。那是一群绿色皮肤的小个子怪物，身上穿着兽皮衣，手里拿着木棍，全部一脸淫笑地围了上来，把诺兰德团团围住。哥布林！这一刻，观众们都炸锅了。卧槽，这个婚配房是真的狠啊！这是个陷阱，先让选手变成女人，然后再被哥布林。我靠，吓得老子菊花一紧。这么多哥布林，怕是有几十只吧？啊，这在整个炸裂界也是非常炸裂的。诺兰德完蛋了。说话间，哥布林们早就已经把诺兰德团团围住，对着他上下其手。几只哥布林分工明确，有的把他控制住，有的开始撕扯他身上的衣服，还有哥布林提着绿棍子，一把将诺兰德按倒在地。诺兰德要炸了，脸色比苦瓜还难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快住手！不要！救命！然而他越反抗，哥布林越兴奋，画面一时间不忍直视很快，直播画面黑屏。这一刻，全世界观众都懵逼了。这他妈太炸裂了，这简直太惨了！为诺兰德默哀。二毛孤国选手诺兰德被哥布林囚禁，将永远沦为玩物。这一刻，全世界观众都惊呆了。卧槽，这也太惨了吧！一辈子沦为哥布林的玩具，这在整个炸裂界也是相当炸裂的。诺兰德不是喜欢当娘炮吗？这回真变女人了，他可惜享受。这可是哥布林啊，一群用下半身思考的魔物。诺兰德要变成哥布林的形状了，吓得我菊花一紧，这简直是顶级折磨，换成任何人都得精神崩溃。二毛国观众也彻底傻眼了，之前他们还沉浸在特殊婚配房的喜悦中，现在被现实狠狠打了一个大耳光，脸上火辣辣的疼。更重要的是，诺兰德被哥布林变成玩具，简直把整个二毛国脸都丢光了。诺兰德这个没用的废物，本来好好的，非要吃果子变成女人，这下好了，丢人丢到全世界了。好消息，诺兰德没死。坏消息，诺兰德成了哥布林的玩具。二毛国这下尴尬了，虽然没有爆发灾难，但是选手却被囚禁了，约等于直接被国运游戏封号了。卧槽，兄弟们快看新闻！咋了？可控核聚变装置建设成功了，现在已经成功运行。卧槽！龙国观众们第一时间涌入了官方直播间，只见直播画面中有一个巨大的圆环形装置，看起来科幻感十足。主持人冰冰正在这个装置面前解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装置就是可控核聚变装置。同样的装置，我们同时建设了6个，这样一来，我们整个龙国都不再受能源的困扰，工业用电的电价将从0.5元一度下降到0.02元一度，居民用电的电价将从0.3元一度下降到0.01元一度。听到冰冰的解说，许多人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家的电费价格，果然电费直接变成了原来的1.30。卧槽，这样以后一年能省几千块钱电费呢？小了，格局小了。如果你家开的是新能源车，还能再省大几千，这也太爽了吧！可控核聚变牛逼，龙国牛逼。小了，格局还是小了。以后工业生产只有材料和人力成本，能源成本接近为0，我们买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巨便宜。卧槽，这么一说，这可控核聚变真是太棒了。龙国网络上所有人喜不胜收，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工厂生产的东西都降价了。比如买个好点的电饭煲，原来可能需要500-600元，现在价格直接打骨折，300左右就能拿下。该电饭煲公司的解释是，工厂效益大幅度提升，可以给消费者更多实惠。可控核聚变正式落地，龙国所有工业产品都干出了白菜价，因为能源是免费的。基于这一点，物美价廉的龙国工业品瞬间横扫国际市场，出口开始久违的暴涨。假设月入5000，生活消耗3000元，在所有商品价格打骨折的情况下，还是月入5000，却只有花1000多就能维持正常生活，这相当于收入翻倍了。
因为手里的小钱钱变得更值钱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龙国工业品价格优势凸显，出口疯狂拉升。在这个大背景下，龙国几乎是当天宣布，蓝星历2023年9月30日，龙国正式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这一天，龙国老百姓都沸腾了。我靠，我昨天熬夜了，一觉睡醒，咱龙国成发达国家了。龙国牛逼，未来可期。不用未来，就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14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现在比财力，我们是真可以 EVS 全世界了。可控核聚变太猛了，以前很多能耗高的科技不能运用，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东西都变得好便宜。现在买一辆轿车居然只要几万元，以前一样配置的车至少要20万。我为我的祖国骄傲，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龙国人。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龙国人。10086，正在欣喜中的龙国老百姓突然发现了一点，外贸工厂生意红火，却没多少工厂出来招工。本来打算趁着过年前再赚一笔钱的老百姓们慌了，一问才知道，现在所有的工厂都在大规模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以前用机器人不划算，很费电，现在电价几乎免费，机器人变得十分划算。就在很多人发愁找不到工作的时候，龙国官方再次发出公告，由于各大工厂大规模使用机器人，将对就业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高层决定实施全民收入计划。1. 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由6000元龙国币提高到1万元龙国币。2. 全国范围内开展由政府主导的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普通百姓学会一技之长，成为技术工人。3. 暂时未能找到工作的百姓可以申请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获得每月6000元龙国币的生活津贴。龙国老百姓一个个震惊了，他们实在是想不到，原来有一天他们可以像西欧人一样，躺着不用干活也能拿到钱，过上潇洒的好日子。当然，全民收入津贴只有最低工资标准的60%，够生活，甚至还有一些余钱出去玩。但是为了防止养懒汉，所以这个钱并不会让不工作的人过得比努力上班的人还好。要想真正过上富足的生活，还是得上班的。卧槽，感谢大长老，龙国我真的吹爆。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也能过上欧美人的日子，太享福了。就算不工作也有钱呢，不努力也可以过得很好，努力就会过得更舒服。真的没想到，咱龙国也有今天。不说了，我去报名免费技能培训了。我以后想当机器人维修师，听说工资老高了。浆糊起飞，龙国官方也没闲着。或许有人好奇，不工作的人也能得到基本的收入，这么高的福利，钱哪来的？政府哪来那么多钱？真相只有一个，能源出口。近的国家直接搭上特高压远程送电，远的国家用核聚变发的电解水转化成氢气，通过专业氢气运输船运送能源。原本电解氢是不划算的，正常用煤电解水制作氢气，制作出来的氢气还抵不上烧掉的煤钱。但是可控核聚变就不一样了，电力成本无限低，这就让电解水制氢变得无比便宜和有经济效益。过去几十年，龙国一直是能源进口大国，整个国家辛辛苦苦挣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用来跟中东买能源和矿产了。现在却不一样，龙国人摇身一变，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光是氢气和电力出口，那都是赚得盆满钵满。龙国人一片喜气洋洋，哈哈哈，没想到吧？咱龙国也有今天，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太爽了！我就说国家敢推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肯定是搞到赚钱的法子了。可控核聚变真是个好东西，轮到咱龙国人过好日子了。我已经躺平了，现在上班只是为了有点事做。本来还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很担心，现在突然没有压力了，再也不担心失业了，有国家给咱兜底呢。龙国国内一片和谐，欣欣向荣，小日本等国只能嫉妒的面目全非。八嘎，怎么这么好的技术让龙国掌握了？可恶啊！龙国现在的工业品很便宜，我们樱花国的商品被打得落花流水。完蛋了，我们樱花国的企业在大规模倒闭，连我所在的工厂也要倒闭了。思密达，我们泡菜的企业也是，龙国人不讲武德，同样生产汽车，他们的价格只有我们1/3，质量却差不多。我的上帝，如果14亿龙国人过上和我们鹰将国一样的日子，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很快，那些原本过着好日子的发达国家就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发达国家粉碎机。在龙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全面入侵之下，樱花等国的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倒闭。鹰将依靠金融和科技赚钱，情况还相对好一点，而非常依赖制造业的樱花、泡菜、德意志这回可惨了。龙国的汽车、电子产品、半导体全面爆发，第一个干垮的就是这几个国家。龙国商品能做出一样的质量，
价格却能打骨折，直接把这几个国家的企业干得大规模倒闭。樱花、泡菜、德意志迅速地进入贸易逆差，从发达国家沦落为二流国家，就连远在中东的沙特也差点傻眼了。龙国莫名其妙就取代了他的能源出口第一位置。好在沙特一向跟龙国关系不错，当年在龙国困难的时候没少支持龙国的军工产品，因此一番交涉下，沙特还是拿下了龙国能源在中东地区的代理权，勉强保住一个饭碗。当然沙特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每年要向龙国进口一定价值的军工产品。在这个时候，一些跌落神坛的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向我们施压，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因此立刻举行军事演习震慑敌国。很快，远东舰队、渤海舰队、南海舰队、东海舰队4大舰队集结，全程直播。只见直播画面下，8个航母战斗群犹如巨兽一般出现在海面上，每艘航母旁边还有着几十艘各类型军舰，绝大部分军舰都装备了威力巨大的电磁炮。天空，蜂群无人机战斗群、扑翼战机、隐身战斗机、轰炸机呼啸而过。这一刻，原本想向龙国施压的各国全部脸色僵硬。这怎么玩？就算是鹰将国也没有电磁炮和扑翼战机这种东西，但是鹰将已经做过军旗推演，在远渡重洋的情况下，就算是鹰将全军出动，最后也只落了个团灭的下场。主要是电磁炮太变态了，正常大口径火炮就算每炮都打中，没个几十秒也轰不成一艘军舰，但是电磁炮几秒钟就能做到。得到推演结果后，鹰将已经放弃胁迫计划，只要能保住自己金融大国的地位就好了。制造业丢了就丢了，反正干不过龙国，老大不开口，樱花之类的国家最后也只能认怂，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二流国家。龙国盛大的军演让龙国人自豪无比，自豪、骄傲、兴奋，我的祖国真的太厉害了，厉害了！我的国，8个航母战斗群真的太帅了，感谢人民子弟兵，没有他们镇守国土，可控核巨变就是个灾难。是啊，成果和好处要有绝对的实力来保护。话说，要是没有阎罗大佬，这一天不知道还要多久呢。是啊是啊，致敬阎罗大佬，阎罗大佬我的神。海边，一群特种部队的保护下，几个老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塔上看着远方的阅兵现场。二长老红着眼睛，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这辈子算是干出一点成绩了。大长老点点头，苍老的眼眸中也闪烁着泪光。算是我们的成绩，也不算是我们的成绩，不过不管是谁的功劳，只要龙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变得强盛，我这辈子算是死而无憾了。二长老闻言一怔，随后露出一丝笑意。没错，只要国家强盛，我们这群老家伙就知足了。大长老目光悠远，远远地看着天边，要不是你，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看到这一天，龙国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和5000年以来一样，举世无敌，万国来朝。二长老闻言摸了摸胡须，他当然知道对方说的是谁，阎罗，一个改变了龙国历史的男人。泡菜国直播间，挑战空间中，只有4扇白门，都是随机房。这次的泡菜国选手看起来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穿着一套经典的黑色风衣，搭配一顶时尚的礼帽。这人眼神很犀利，沉着冷静，嘴角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是金泰武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很出名吗？这家伙普通人可能不认识，但在私家侦探的圈子，这货相当出名。这家伙下到抓小三，上到凶杀案，只要给钱，什么案子都敢接。据说他还破过一桩连环杀人案，确实很有本事。不过破案的能力放在婚配游戏里有用吗？这可说不定。上次那个驯兽师不就遇到了专业对口的房间吗？国运游戏的随机房千奇百怪，金泰武的能力说不上能派上用场。一片议论声中，金泰武神情凝重地推开了一扇白门。这个游戏全靠运气，我的能力似乎很难派上用场。他脑海中划过这个想法，但脚步却不慢，走进随机房中。你进入破案竞速房。随着国运提示音响起，金泰武面色一惊，这要巧吗？虽然还没公布具体规则，但这种房间一看就很适合自己。比破案，谁是金泰武的对手？直播间中，大量的观众一个个惊呆了。好家伙，把刚才那个预言家拉出来刀了，这也行，还真就让一个侦探找到对口专业了。金泰武运气真好啊，这个房间一看就很适合他。破案竞速房，看起来还有别人参与，是个多人副本。金泰武运气这么好，我们泡菜国这次要逆风翻盘了。在观众的讨论声中，金泰武来到一个古老的建筑面前。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屋子，屋顶上三角形。之所以说古老，这个屋子完全有砖石垒起来的，并且完全没有窗户之类的通风口，
墙壁上面还爬满了郁郁葱葱的藤蔓。这时，国运游戏也公布了规则。规则1，该房间为1 vs 1竞速房，率先破解密室谜题的人获得胜利。规则2，胜利者将掠夺失败者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等级、属性、装备、配偶。规则3，该房间所有物品和环境处于规则保护中，无法被破坏。规则4，胜利者有可能获得神秘奖励。听到规则介绍，金泰武脸色一喜，这个房间简直像是为我量身打造，比破案速度，谁是我的对手？金泰武这样想到，泡菜国观众们也沸腾了。果然是这样，专业对上了，这波稳赢。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被匹配成对手，金泰武这波稳了。就算是阎罗来了也得抓瞎，他实力虽然强，但是比破案哪里是专业侦探的对手？我倒是希望对手是阎罗，那样金泰武就赚大发了。就在这时，正在为你匹配竞速对手，匹配中，匹配成功，你的竞争对手是龙国阎罗。这一刻，金泰武脸色狂喜，运气这么好，如果是比别的，他肯定不行。比破案，这波不是稳赢，胜利者可是能掠夺对方的一切，只要赢了阎罗，他可就赚大发了。不说别的，有了阎罗那一身实力，他在国运游戏里岂不是横着走？泡菜国观众彻底沸腾了。思密达，这是什么运气？我们泡菜国要起飞了。比破案，我就问你们龙国人拿什么比？金泰武可是专业侦探，哈哈哈哈！我们泡菜国注定要崛起了，看到没有？老天爷都要亡了你们龙国，要你们搞核聚变，抢我们泡菜国的工作岗位。龙国观众加入泡菜国直播间，阎罗那边也响起了游戏公告，所有龙国人都得到了消息，也跑来泡菜国直播间了解情况。大致了解后，龙国观众们也有点慌，和专业侦探比破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不过就算心里没底，龙国人还是支持阎罗的。阎罗此时的威望已经今非昔比，在龙国人心里积累了厚厚的信任和自信。我呸！小泡菜你们别狂，没错，这还没开始呢。阎罗大佬能输给你们这种小杂碎？我才不管什么规则，我相信阎罗大佬能赢。没错，你们别得意的太早。阎罗大佬虽然不是专业侦探，但一直以来表现的都很冷静，观察力很敏锐。还记得上次的蛇蝎美人吗？对方伪装的那么好，都被阎罗大佬发现了。我相信这次破解谜题对阎罗大佬也不难。龙国观众据理力争，无条件相信阎罗。呵呵，你们龙国人就继续死鸭子嘴硬吧，人都烧成灰了，只有嘴还是硬的。我们走着瞧。一片争执声中，阎罗也出现在一个封闭的屋子外面，这屋子和金泰武那边的一模一样。破解谜题，阎罗摸了摸下巴，神色却很平静。这种游戏还有比的必要吗？对面就算是专业侦探，能比得上他这个开挂的？一个全知之眼下去，所有秘密都瞒不住阎罗的眼睛。双方选手已到齐，请进入密室中进行探索。率先找到谜题并逃出房间的人获得胜利。金泰武信心满满，一把推开密室房门走了进去。也就在他进入密室的瞬间，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环顾四周一圈，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没看到。幽暗的环境让他心里打鼓。好在常年做侦探，他连碎尸都见过，这么点东西还不至于吓到他。很快，他发现右手边鞋柜上有一个黑色的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有一个手电筒，一个放大镜，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金泰武先是打开手电筒，借着光芒看到了纸条上的字，找到隐藏的字母，组成一个神秘的词，才能打开密室后门的密码锁，成功逃脱。注意，如果拖到夜晚12点还没逃脱成功，我建议给自己一个痛快，免得被怪物折磨。金泰武心中一寒，晚上12点之前没能逃脱，会有可怕的怪物出现。常年侦探生涯让金泰武有戴手表的习惯，毕竟有时候电子产品可能会不那么靠谱。看了看手中的机械表，晚上11点30分，还好，还有半个小时间，对我来说足够了。看到时间还充裕，金泰武脸色一喜，打着手电筒朝屋内走去。金泰武不愧是侦探出身，这么快就发现第一个线索了。哈哈哈哈，龙国直播间还是一片漆黑，我们赢定了。果然，阎罗实力再强，在靠智商的副本中也得落败。金泰武太厉害了，我们泡菜国这次要逆风翻盘。泡菜国观众得意洋洋，因为此时龙果直播间还是一片漆黑，阎罗显然没有发现手电筒和放大镜。金泰武依靠着手电筒的光芒打量着密室内的环境，除了没有光线、灯泡，还有窗户，这就像一个普通的民居。有客厅，有卧室，有卫生间。他先搜寻客厅，每一个柜子都不放过，甚至连沙发底下都摸了一圈，愣是没发现字母的踪迹。奇怪，字母到底藏在哪里？
时间1分1秒流逝，他却还没找到破局的关键。突然，他的余光扫过墙壁，这才注意到墙壁上的壁画有些奇怪。走进去一看，这才发现壁画是一个女人，脸色带着温柔的微笑，只是眼睛却是凸出来的。眼睛不是画的。金太武立刻反应过来，用放大镜对着眼睛一照，果然在那镶嵌的眼珠子里刻着一个字母 E。 哈哈，原来第一个字母是 E， 这就好办了。金太武脸色一喜，他找到第一个线索，泡菜国人再次得意起来。哈哈哈，这才3分钟，金太武就发现第一个线索了。我刚才去龙国直播间看了一眼，他们还是黑屏一片，估计阎罗那个废物连手电筒都没找到。哈哈哈哈，我们泡菜国赢定了，崛起只是时间问题。快了，等金太武获得胜利，就能掠夺阎罗的一切。这么说，我们泡菜国要取代龙国成为世界第一。泡菜国人狂喜，而龙国人却陷入焦虑之中。龙国直播间此时依然是一片漆黑，似乎阎罗真的没发现柜子上的手电筒和放大镜。观众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内心暗暗焦急，怎么回事啊？还是一片漆黑。阎罗大佬不会真的没发现手电筒吧？很有可能，不知道阎罗发现线索了没有？估计悬啊，手电筒都没有，一片漆黑，怎么找线索？那也不一定，阎罗大佬的势力应该也得到了强化，未必什么都看不见。不好，泡菜国那边发现第2个字母了，在地板上发现的。啊，这可怎么办啊？不少龙国人心里焦急，替阎罗担心。麻烦的是，这边画面是黑的，他们根本不知道阎罗的进度怎么样。房间内，阎罗此时正站在一道铁门面前，以他惊人的体质，目力自然也很惊人，不需要依靠光线也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这扇铁门就是出口，上面有一个黄铜制成的密码锁，密码锁一共有4位，每一位都是26个字母选其一。阎罗神色平静，目光放在密码锁上。密码锁提示，输入 exit 即可离开房间。看到提示，阎罗嘴角微微勾起，他压根就没打算和对面公平较量。找线索不需要，直接走到终点，用全知之眼看答案就完事了。阎罗也不墨迹，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当即就输入密码 exit。 咔嗒一声，铁门打开，阎罗毫无阻碍地走了出去。另一边，金太武顺利在卧室的书桌上有一本书籍的一页提示着第3个字母 I。 哈哈，一群小儿科，才5分钟，我已经发现第3个字母了。金太武得意道，剩下一个字母在哪里呢？他略微思索片刻，朝着浴室走去。现在就只有浴室和次卧没有搜索过了，先去浴室看看。他这样想到。直播间，泡菜人仿佛已经开到了崛起的希望，第3个字也被发现了，只差最后一个。我们赢定了，龙国这次输了。哈哈哈哈，我们马上取代龙国成为世界第一。阎罗一死，龙国就会衰落。就在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国运游戏的公告骤然响起，龙国选手阎罗顺利逃出密室，龙国获得胜利，泡菜国选手将被怪物抹杀。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除了阎罗自己。龙国观众、泡菜观众、金太武都懵了。卧槽，阎罗大佬是什么时候逃出去的啊？我之前还担心阎罗大佬来着，没想到他直接过关了。离谱，手电筒都没发现，阎罗大佬就凑齐线索了。牛逼，不愧是阎罗大佬。思密达，怎么会这样？阎罗是什么时候找到线索的？不，我们泡菜国居然输了。该死，金太武要被怪物抹杀了啊！意思我们又要爆发灾难了。龙国人反应过来，一个个露出喜色，而泡菜人输得一脸懵逼，脸上更是火辣辣的疼。金太武脸色难看无比，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比我更快找到线索？他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在最引以为傲的领域被人击败，比杀了他还要难受。然而不等他多想，浴室里突然传来水声。金太武扭过头去看了一眼，顿时脚底板一寒，整个人吓得面无血色。鬼啊！那水声不是水，而是血。一个白衣女鬼从浴缸里爬出，瞬间出现在他身前，乌黑的手指如同铁钳子一般掐住了金太武的脖子。窒息感传来，泡菜国选手金太武在密室逃脱中阵亡，泡菜国将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白衣鬼影。泡菜国将随机出现10万只白衣女鬼，午夜请各位小心。泡菜国人懵了，过了一会，他们才发应过来，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10万白衣女鬼，很快泡菜国就感受到什么叫做贞子的恐怖。有人洗澡时发现浴缸里多了一个惨白的人头，有人去车库开车，摇下车玻璃就发现惨白的脸直勾勾看着自己，也有人晚上看着电视，看着看着，一个女鬼就从电视中爬了出来，
还不断发出节节的恐怖笑声。仅仅几个小时过去，就有超过10万人中招，而这些被厉鬼杀死的人，死状都极其恐怖，要么心脏被活生生挖了出来，要么干脆被分尸。整个泡菜国陷入无比的恐慌中。思密达，现在哪里都不安全了，死了好多人，我有好几个同事中招了。据说被厉鬼杀死的人死状都很惨，连心脏都被挖掉，太可怕了！我不要做泡菜国人，我要移民。该死，移民厅已经封闭了，上面居然不允许我们移民。抗议抗议，我们要移民。该死，我好像中招了，浴室里莫名其妙有水声啊！混乱，哀嚎，尖叫。泡菜国此刻宛若人间炼狱，所有人睡觉连眼睛都不敢合上，生怕睁开眼就遇到恐怖的白衣女鬼。对于泡菜国的遭遇，各国人却并不同情。刚才一个个多狂啊！小小泡菜想要上天，要我看这就叫罪有应得。哈哈哈，笑死我了！之前一个个狂的没边，现在知道错了吧？我是专业的，我一般不笑，除非实在忍不住。活该啊！之前不是一个劲说我们龙国人不是。八嘎，泡菜国太狂，是该吃点苦头。我的上帝，泡菜这次算是付出代价了。另一边，阎罗走出房间后，手里就多出了一个玉瓶，外观小巧精致，玉色圆润。全知之眼给出信息：驻颜丹星号6，效果：驻颜丹可延缓衰老，保持肌肤弹性和光泽，使容颜青春常驻。阎罗摇头失笑，奖励居然是这个，对提升战力用处不大，不过倒是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妲己他们，这玩意他们应该会很喜欢。阎罗摸了摸下巴，喃喃自语，估计没有女人能够抵御青春永驻的诱惑。这玩意要是放在现实，不知道多少富婆倾家荡产也要拿下收好驻颜丹。阎罗背包里还有15枚中经验石，另外获得了一些金币，都是这次副本的奖励。一键使用，淡蓝色的经验石化作精纯的能量钻入阎罗身体中。你使用经验石中星号1获得中量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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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经验石中星号1等级提升至75级，你共获得80点自由属性，平均分配。阎罗继续照着老规矩办，要做就做没有短板的超级战士。你的属性增加：力量20，敏捷20，体质20，魔力20。阎罗能感觉到肉身力量再次得到小幅度的强化，魔力也多了一些。面板变化：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70级、75级，体质1020、1040，力量940960，敏捷920940，魔力1030、1050，魅力67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新增御兽大师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刺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三生刀 S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金币2500、3000，等级真是越来越难升了。阎罗忍不住感叹一句，15枚中经验石也就提升了区5级。外界恭喜龙国选手阎罗完成副本，龙国将获得国运奖励，全体龙国人体质2，寿命2，魅力2。这一刻龙国人都炸锅了，体质和寿命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怎么缺，尤其是上一次小龙女的国运奖励，现在人均体质30点，单手能抬小母牛。关键还是魅力，这还是第一次普通人得到魅力属性。龙国范围内肉眼可见的变化，走在大街上俊男靓女变多了，人均小帅，偶尔还能看见江南彭于晏、东北胡歌。卧槽，我一觉睡醒变帅了啊！我爱死阎罗哥哥了，我感觉自己变漂亮了。自信一点，把感觉2个字去掉。我靠，现在我们龙国人均俊男靓女啊，太奈斯了，现在大街上美女好多，我一天心动了5次啊，才5次，我看是200次吧，这也太棒了吧！现在的普通人长
得跟以前的明星似的。卧槽，阎罗大佬牛逼，江南彭于晏感谢你。呸，臭不要脸，我还是隔成吴彦祖呢。兄弟，再不要脸这方面，你也就比楼上差一点点。龙国，民众们沸腾无比，各种江南彭于晏出世，众多东北迪丽热巴争相比美，各个国家观众只能看得咬牙切齿，嫉妒的面目全非。八嘎，龙国人都变得好看了。我最近爱看龙国帅哥直播，我要嫁到龙国去。八嘎，你可是我们樱花国的女人，怎么这么崇龙媚外？哼，谁叫樱花男人不中看还不中用？思密达，该死的龙国人，为什么过得这么好？我的上帝，这种场合你们泡菜男人就别出来说话了，一群小蚯蚓。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泡菜人均只剩3厘米了。你们在胡说什么？我拿尺子量了，明明还剩5厘米。阎罗回到家园，安吉和妲己可能还在休息，毕竟2人有身孕，休息的时间会长一些。北小鱼正在陪小玲珑玩，北小鱼把树枝丢出去，小玲珑跑过去叼回来，还小尾巴摇个不停，玩得很兴奋。阎罗嘴角微微一抽，你可是麒麟啊，怎么越来越像小奶狗了？莉莉安则是抱着一大堆衣服在晾晒，其中有她自己的，也有妲己等人的。阎罗先是走到北小鱼面前，小鱼，苗微微呢？在做饭啊。老公，怎么？北小鱼美眸在看见阎罗的一瞬间就弯成了漂亮的月牙。哦，没事，想送你们点小礼物。啊，真的吗？我去把他们都叫过来。不用，你们先休息。没事啦，我们能有什么要紧事？很快，舞女都围在阎罗身边，只有妲己和安吉看起来睡眼惺忪，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老公，你要送我们什么啊？是啊是啊，你快说。老公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苗微微等人一片叽叽喳喳，莺莺燕燕。阎罗摇头失笑，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一点小礼物。好了好了，别卖关子了，老公你快说啊。阎罗点点头，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从怀里取出一个玉瓶，打开瓶塞就有淡淡的药香味传出，倒在手里是6颗淡红色的丹药。这是什么啊？苗微微瞪大美眸，疑惑道。老公你好坏，你和苗微微他们玩吧，我还怀着孩子，人会受不了的。妲己脸颊微红道。听了妲己的话，其他妓女也脸红了，这难道真的那个药？越看越像哎，淡红色还很香。呸，老公你眼里只有色色，我还以为是什么礼物呢。北小鱼撅着嘴，脸色红红的啐了一口。阎罗哭笑不得，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药。那是什么？我不信，你就是想哄骗我们吃药。妓女还是不信，觉得就像妲己说的那样，这玩意肯定是春药，只是大家都不好意思提这个字眼。阎罗摆摆手，真不是，你们就听妲己乱说是吧？这其实是驻颜丹，服用之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而且青春永驻。这话一出，妓女脸色变得比翻书还快，眼睛里像是有小星星，一把抢过阎罗手里的驻颜丹，一个个毫不犹豫地用樱桃小嘴吃了下去。妲己最夸张，连吞咽的动作都没有，直接一口吞了下去。嗨嗨，卡嗓子了。哎呀，你小心点。哇，皮肤真的变好了耶。谢谢老公，这个礼物我很喜欢，爱死老公了，要亲亲。妓女为了感谢阎罗送出珍贵的礼物，画面黑屏。直播间啊，送礼物就送礼物，怎么送到床上去了？我真的服了，妲己的感谢也太质朴了。你们都没关注到重点啊。5个啊，这次是5个啊。阎罗枪法出神入化，以1敌5不落下风，这次要棍棒打2个孝子了。卧槽，要不要这么刺激？卧槽，小热本那边又出现红门了。走走走，咱们去瞧瞧，反正阎罗大佬这边还在瑟瑟。一群龙国人涌入樱花国的直播间，只见樱花选手身形臃肿，浑身肥肉横生，长相更是十分猥琐。然而他却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皮鞋闪闪发光，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和不适感。哟，龙国人来看我们樱花直播间了。哈哈哈，不妨告诉你们，这次我们的选手可是三本藤老师。没错，三本藤老师是著名演员，曾经和几百名女星进行过深入交流。三本藤老师功夫了得，随便可以战斗20-30分钟。没错，所以在有婚配房的情况下，三本藤老师就是无敌的。没有婚配对象能在三本藤老师的火热攻势下不乖乖交出奖励。樱花国人一顿狂吹，显然三本藤老师成为选手，并且还遇到婚配房这种事，在他们眼里就是无敌开局。龙国人都无语了，小热本死了多少人了？上千万了吧？狂什么呢？就算让你们得到婚配对象，也就那样吧。我还以为多牛呢，就一个当演员的死胖子。
长得好猥琐，我看一眼就想吐。然而樱花人不依不饶，你们这就是在嫉妒。国运婚配游戏，长相不重要，等着吧，我们樱花这次一定能崛起。等我们崛起了，一定要夺回琉球。东亚病夫必须是龙国人的招牌，我们很快就会夺回樱花该有的位置。三本藤老师加油，这次一定要把龙国人踩在脚底下。很快两拨人就对喷起来，龙国观众可不是吃素的，能受这个鸟气。争执中，三本藤却不受影响，他表情猥琐非常。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美人呢？让我用一阳指来会会你。他表情愈发猥琐，脸上是淫荡的笑容。一把推开粉色的婚配房门，进入其中，场景变化。一眼望去，他居然来到了一片辽阔的草原。草原绿意盎然，还有徐徐的微风吹过。只不过不管朝任何方向看，好像都一模一样。这个场景怎么有点熟悉？三本藤总感觉这个场景他见过，但这么一会儿愣是想不起来。算了，还是先去找我的婚配对象吧。我的美人，你在哪呢？三本藤淫笑，又肥又恶心的脸上，嘴里流淌出口水。直播间，卧槽，太猥琐了，我恨不得冲进屏幕给他一个大嘴巴子。等等，兄弟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有点眼熟？卧槽，你还真别说，眼熟，实在是太眼熟了。这不是二毛进去的婚配房吗？我去，你这么一说，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差别。这家伙不会也遇到哥布林吧？八嘎，可能就是场景像而已。你们龙国人不要乱说。没错，三本藤老师的运气绝对不可能这么差。三本藤继续前进。3分钟后，大约走了几百米，赫然看见一棵突兀的树。这棵树只有1人高，顶端长着一颗粉红色的果实，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然而三本藤却开心不起来，反而面色惊恐，一身肥肉吓得震颤。我进入哥布林的领地了。三本藤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直播间在这一刻也炸锅了。卧槽，我就说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眼熟？这就是二毛国境的那个婚配房。惨，太惨了，看样子这个小热本完蛋了。八嘎，怎么会这样？三本藤老师千万不要吃那颗果子，吃了就会变成女人，然后被哥布林侵犯。八嘎，三本藤这运气也太差了。樱花观众们脸色难看，气氛压抑起来。三本藤脸色要是吃了大便一样难受，只要我不吃这个果子，应该就没事吧。他尝试着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远离这棵奇怪的树木。大概又走了几分钟，心惊胆战的他也平静了下来。到现在都没遇到哥布林，只要不吃那个果子，哥布林就不会出现。三本藤脸色一喜，朝着其他方向探索一下，说不定能出去。然而很快三本藤就发现自己错了，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能看到那棵树。这里似乎是个闭环空间，就相当于一个弱化版的鬼打墙。再怎么走，终点都是长着变性果实的小树。三本藤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场面，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而且他发现变性果实变得越来越香了，那香味好像勾魂一般。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想吃掉这个果实。不能吃，绝对不能吃。三本藤甩了自己一个巴掌，想让自己清醒点。然而他的脚步却自然而然地走向那棵树。树上的果实变得越来越诱人，三本藤忍不住吞咽口水，人更是不受控制地走到了变性果实面前。吃了它，吃了它，吃了它。脑海里像是有恶魔在低语，不断蛊惑三本藤。樱花观众们都炸毛了。三本藤老师，不要吃啊！你在干嘛？这颗变性果实不能吃。完蛋了，三本藤老师也要变成女人了。不要，这样三本藤老师也会变成哥布林的玩物，永远不能离开这个房间。雅灭蝶，三本藤老师不要！你想害死我们樱花国人吗？在樱花人绝望的目光中，三本藤最终还是没能抵挡果实的诱惑。咔嚓，一口爆汁，香浓的味道在口腔炸开。他甚至没来得及品尝美味，就3两口吃掉了变性果实。好香！不对，这时三本藤脑海里诱惑的声音终于消失，他也清醒过来。然而为时已晚，三本藤面色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胸部隆起，下体也变得空荡荡。我也变成女人了！不，他失声尖叫，声音却变得尖细，并且视野的尽头，绿色皮肤的哥布林一个个手持木棍和长矛出现，数量有几十只。其中领头低哥布林手里还拿着一根铁链子，铁链子牵着一个浑身赤裸、身上满是伤痕的女人。那个女人长得很丑，是二毛国选手。三本藤面色更加惊恐，整个人吓得瘫软在地上。他也要变成哥布林的玩具，被铁链子牵着脖子当一条母狗。不，他想要逃跑，刚刚爬起身就被一只哥布林甩出一根绳索套住。
一群哥布林脸色带着淫笑，朝着三本藤围了上去，画面陷入黑屏。这一刻，直播间彻底炸了。卧槽，二毛国选手好惨，这是被哥布林调教成母狗了。小热本也好不到哪去，估计也要变成那个样子了。哥布林真恶心啊！三本藤和二毛选手长得那么丑，也下得去手。我差点看吐了，好恶心。八嘎，怎么会这样？不，三本藤老师完蛋了，樱花国也完蛋了。该死，三本藤这个没用的东西，为什么要吃变性果实？樱花国选手三本藤被哥布林囚禁，将永远沦为玩物。公告一出，樱花人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他们现在也惨遭封号了，选手被困在哥布林手里，像是母狗一样被玩弄。想到二毛选手的惨状，所有人都心中一寒，太惨了，光是想想都觉得瘆人。我尼玛，变成女人再被哥布林玩弄，太惨了！我的上帝，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房间？这种事情就算再重口戒，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哈哈，为小热本默哀。兄弟，你能不能专业点，别笑得这么明显。我一般不笑，除非对象是小热本。又过了几个小时，国运游戏的公告突然再次响起，检测到樱花国选手和二毛国选手因为不堪受辱，选择自杀身亡。二毛国和樱花国将会爆发灾难。灾难抽取中，灾难确认，哥布林的恶意。二毛国和樱花国各抽取100万男性变成女人，然后被传送到哥布林巢穴。当公告响起，樱花人和二毛人全部菊花一寒。这个灾难太炸裂了！不要，这怎么可以？完蛋了，变成女人还传送到哥布林巢穴。我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意被哥布林变成玩具。不，我的二弟没了，我变成女人了。我的上帝，有一个神秘的门在吸引我。不要，我不要被传送！救命！救命啊！杀了我吧！我不要变成哥布林的玩具。一时间，一些比较硬气的直接选择自杀，而没有这个勇气的全部变成女人，被传送到哥布林巢穴。这些人后果可想而知。有时候，活着可比死了还要难受。惨啊！真是太惨了。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兄弟们，隔壁泰国好像遇到新门了。啊，是什么门啊？好期待啊！兄弟们走起，去看看。话说，泰国选手居然还活着，我很意外，印象中他们还没爆发过灾难。这货运气还可以，连续碰到2个物资房，一直苟到现在没食物了才出来。这样啊，难怪。不过没有实力，到时候还不是死定了。泰国出现新的门，各国观众都被吸引进来。但是当他们看到泰国的参赛选手时，人都懵了。他们终于认识到，泰国是一个雌雄难辨的国家。走在大街上，你可能男女都分不清楚。看起来漂亮的小姐姐，裤子一脱，二弟比你还要大。当然，也包括眼前这个泰国选手。这个选手看脸型轮廓是个男人，头发也很短，却化着浓妆，同时还穿着泰国民族特色的长裙子，胸前更是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硬是挤出了一道沟壑。各国观众都看懵了。卧槽，这人到底是男是女啊？别说了，泰国人，大家懂的都懂。我靠，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妖吗？啊，我的眼睛被辣到了。这种选手进国运游戏不是等死吗？然而泰国观众却不乐意了。不要这么说我们的小哥哥。是啊，他明明非常可爱，非常的卡哇伊啊。我们泰国是性别自由的，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女孩子，那他就是女孩子。拔达哥哥长得很漂亮，现在终于出来挑战门了，一定要保佑拔达哥哥好运啊，千万别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房间。一片议论声中，拔达扭着臀部，明明是个男人，举止却比女人还要妖娆3分。他好像用了很大力气才推开了房间，神情忐忑地走了进去。各国观众光是看了看拔达的动作，就觉得眼睛被辣到了。我的上帝，这个男人怎么比女人还要妖娆？不愧是泰国，长见识了。救我！我感觉现在眼睛辣得疼。思密达，这比上次二毛的选手还要恶心。恭喜泰国选手进入征服房。征服房随机匹配一个其他国家选手，征服对方就能获得奖励。拔达瞪大眼睛，怎么是这样的房间？人家可是谁都打不过啊！泰国观众们也慌了。拔达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拿什么去征服其他国家的选手？萨瓦迪卡怎么会这样？好可怕的房间，这可怎么办啊？拔达小哥哥那么弱，感觉谁都打不过呀。会匹配到谁呢？千万不要是阎罗啊，不然就完蛋了。选手匹配中，匹配成功。泰国选手将与法兰西选手进行征服比拼，征服不限方式，胜利者将获得奖励。这一刻，法兰西那边也懵了。只见一个穿着西装的英俊白人男子出现在征服房中，
各国观众都沸腾起来了。这就有意思了，征服战啊，这可是。两边都是刚刚起步，我刚才去看了，法兰西选手其实实力也不强。再怎么样，法兰西选手身材高大，打个人妖问题不大吧？刺激啊！我想看他们待会怎么互撕。我感觉泰国选手要凉，实在是他这个样子看起来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法兰西杰克此刻也是猛的，他还没获取什么实力，对于泰国也没怎么关注过，希望对手实力不要太强。杰克神情凝重地朝着房间里面走去，走了一会，发现这里有点类似地牢的环境，里面还有木桩、竹鞭、麻绳、蜡烛之类的奇怪道具。他有些懵了，就那样站在地牢中间，这个场景怎么那么奇怪？另一边，拔达也来到了地牢内，四目双对，在两人看见对方的第一眼，心脏就不争气地跳动起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好帅！拔达扭着臀部走了过来，眼中都要冒出星星一般。这个法兰西男人就像一个绅士，优雅、英俊、帅气。拔达的心开始狂跳。泰国直播间啊，达巴小哥哥居然要和这么帅气的绅士战斗，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太让人伤心了。法兰西选手真像个绅士，估计很多男孩子都会喜欢这种。是啊，我多希望我对象也这么帅气。卧槽，一群男的喜欢帅气的男的，相当炸裂。泰国观众的对话中夹杂着一些别国观众的声音。然而，接下来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杰克看着眼前充满异族风味的拔达，整个人狠狠吞了一口唾沫，心脏不安分地跳动起来。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眼前的达拔有着泰国人独特的风味，那一身长裙更是勾勒出妖娆的身材，那轻轻捏着的兰花指就好像捏住了杰克的心脏。杰克赶紧咳嗽一声，做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表情，非常绅士地走向拔达这位美丽的小姐。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爱上了你。法兰西观众直接炸裂了。卧槽，杰克你小子在搞什么玩意？对面可是男人啊，你疯了吗？别人裤子一脱，说不定二弟比你都大。不是，你这是什么眼光？对面可是人妖，而且长得也不咋地啊。我去，杰克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地牢内，拔达也心动，握住杰克温暖的手掌。可是什么？杰克坏笑道。可是我是男的啊。拔达夹着声音，一脸娇羞。杰克浑身一震，接着脸上露出狂喜之色。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男的？两人这番炸裂的对话直接让全世界观众都懵逼了。各国观众，等会让我们捋捋发生了什么。杰克爱上了拔达，拔达爱上了杰克。飞机从头顶飞过，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关键这哥俩都是男的啊，简直炸裂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男的？随着法兰西选手这一句话，泰国选手拔达心脏狂跳，之后画面居然黑屏了啊！黑屏了，不是哥们你玩真的？这件事情在炸裂圈也是非常炸裂的。拔达小哥哥好勇敢，这件事情放在我们泰国人眼里实在太酷了。八哥，我的眼睛被辣到了。卧槽，哥们你玩的就是真实是吧？不愧是泰国，简直变态到极点。就没人吐槽法兰西选手吗？长得人魔鬼样，结果是个童。这一刻，全世界观众都炸裂了。不愧是泰国，玩的就是花。法兰西选手也是一绝，表面上风度翩翩，没想到是这个样子。法兰西直播间，我的上帝，真的有点炸裂。问题不大，虽然剧情走向有点奇怪，但是好歹我们能获得奖励啊。没错，不用战斗也能得到国运奖励，这是件好事。几分钟后，恭喜法兰西选手杰克成功征服泰国选手拔达，杰克将获得个人奖励。杰克搂着拔达，满脸幸福的笑容。太好了，有奖励！你获得个人属性奖励：体质10，力量10，敏捷5，魅力10。你获得称号猎男者，你以后遇到的婚配对象都将是雄性。还不错，刚刚进国运游戏就拿到了不错的奖励。杰克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了，更何况他还得到了拔达的身子。想到这，杰克忍不住又在拔达臀部上摸了一把。讨厌，不要乱摸人家啦！拔达明明是个男人，嘴里说讨厌，屁股反而撅得比女人还要妖娆。恭喜法兰西国，法兰西将获得国运奖励。奖励抽取中，法兰西观众们沸腾了。虽然是难上加难，但好歹得到了国运奖励。会是什么奖励？真是太期待了。杰克干得漂亮，我们法兰西将会迅速崛起。知难而上，难上加难，杰克牛批！哈哈哈哈！你们现在笑不出来了吧？我们要得到国运奖励了。过程虽然离谱，但结果是好的。然而，
下一刻，法兰西人脸上的笑容就尴尬了。奖励确认：全体法兰西人寿命2，全属性1，对于同性别的魅力10。同时，狩猎男者称号影响，全体法兰西人有更大的概率获得同性青睐。这尼玛是什么离谱的奖励？你说他不好吧？奖励了2年寿命和全属性1点。你说他好吧？又好像要把所有法兰西人变成弯弯。这奖励就是一个离谱。我的上帝，我爷爷都快断气了，现在又好了。我感觉力气变大了。不对，我身边的男的怎么都变帅了，好帅啊！一到公司，3个帅哥跟我表白，可我是男孩子啊。我已经和德瑞相爱了，虽然我们都是男人，但我觉得我们是真爱，一定能至死不渝的走到最后。我好像也变弯了，身边的男人一个比一个帅。法兰西人来了一波炸裂的弹幕，看得各国观众尴尬的想要用脚趾头扣出3室一厅。卧槽，法兰西全员变弯弯了，炸裂啊！真是太他妈炸裂了，牛逼！这下法兰西和泰国算是彻底搞到一块去了。本来还打算去法兰西旅游的，还是算了吧。是啊，我们龙国人魅力本来就高，要是被法兰西人看上就完了。可怕，难上加难，知难而上，强人所难。龙国直播间，此时刚刚征服完几位莺莺燕燕老婆的男人，正站在挑战空间。阎罗神色有些意外，他又遇到婚配房了，而且这个婚配房有些奇怪，和普通婚配房一样是粉色的，不过上面却刻画着一个图案，图案是一个人的身影，但是却有背对着的2个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陷阱婚配房，难度 B 级。介绍：里面有一颗变性果实，必须吃下才会触发哥布林来袭，击败哥布林后可成功逃跑。提示：体质大于150点可豁免果实变性效果，可以跟随哥布林返回哥布林巢穴，击杀哥布林母体后将获得神秘奖励。生存率100%。阎罗摸了摸下巴，略微思索，神秘奖励他是不会放过的。过往的经验，凡是神秘奖励给的东西都是宝物，当然前提是能完成任务。此刻直播间也炸了，因为这个坑人的婚配房已经是第3次出现了。卧槽，阎罗大佬千万别选这个婚配房啊！小热本和2毛可是被哥布林坑惨了，这个婚配房贼恶心，就是一个陷阱。最关键的是必须要吃了变性果实才会出现哥布林。我倒是不担心阎罗大佬打不过哥布林，只是怕阎罗大佬中招变成女人就完犊子了。是啊，阎罗大佬千万不要选这个房间。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喊，阎罗又看不到，他毅然推开了陷阱婚配房的大门。这个神秘奖励我要定了。阎罗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进入婚配房中，场景一阵变换。当视线清晰，阎罗赫然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辽阔的草原，目之所及一片绿意盎然，柔和的微风吹过，草地犹如绿色的浪潮一般高低起伏，风景还不错。阎罗点点头。此刻闻讯而来的各国观众却是狂喜，其中就属小热本和2毛国观众跳得最欢。尤西，阎罗也进入哥布林房间了。哈哈哈哈，阎罗完蛋了，阎罗肯定要被坑了。是啊，他也会变成女人，然后被哥布林玩弄。我就知道阎罗的好运走到头了。我们樱花国不好过，阎罗也别想好过。就算他能打赢哥布林，也会变成女人。没错，不吃那颗果实，哥布林就不会出现，他会被困在副本里。况且他也不知道那颗果子是变性果实。阎罗大约走了几分钟，一路上闲庭漫步般，表情不见任何异样。果然，画面中又出现了一棵小果树，和樱花国跟2毛国遇到的一模一样。阎罗目光平静，走到果树面前，拿起果子就开始吃。反正只要体质高于150点，就可以豁免果实的副作用。直播间此刻却炸锅了，阎罗大佬别吃啊，会变成女人的。完蛋了，怎么连阎罗大佬也中招了？可恶啊！看样子阎罗大佬不知道这颗果子的副作用。该死，这可怎么办啊？一群龙国观众急死了，小樱花和2毛人更是脸色狂喜。哈哈哈哈，好吃吧？好吃就多吃点。尤西，阎罗这个家伙这次要翻车了。等阎罗变成女人，他以后就不能再找新的婚配对象了，毕竟他连把都没了。尤西，快吃吧，变成女人然后被哥布林玩弄吧。这次阎罗必定要翻车了。不对，他怎么还没变成女人？果子明明已经吃完了啊！小热本和2毛人还没高兴多久，就笑不出来了，因为阎罗吃了果子后，居然没有变成女人。阎罗感受着口齿中的余香，还别说，这果子味道挺好吃，味道不错。他不咸不淡地夸赞了一句：“你体质高于150点，豁免变性果实的负面效果。因你体质足够高，
完美消化变性果实，你获得属性奖励。你的属性增加，魅力50，体质10，哟，还奖励了一些属性，虽然不多，但谁会嫌自己属性高？阎罗满意的点点头，蚊子再小也是肉。此时小热本和二毛人都傻眼了，八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没有变成女人？这不公平！靠，为什么他一点事都没有？作弊，阎罗一定是作弊了。不，为什么只有我们樱花倒霉？龙国观众也懵了，明明小热本和二毛选手吃了变形果实之后都变女的了，但是看阎罗这个样子，一点事都没有，跟个没事人似的，还有心情夸果子好吃。卧槽，不愧是阎罗大佬，一点事都没有。我推测这个变性果实也不是万能的，没错，应该是可以避免变成女人的，只是不知道条件是什么。管他那么多呢，只要阎罗大佬没事就行。是啊是啊，来了，哥布林来了，阎罗大佬要小心啊。画面中，一群哥布林手持长矛和木棍走了出来，绿色的皮肤和兽皮衣格外显眼。然而这些哥布林的表情却很懵逼，为什么眼前这个人类吃了变形果实就没有变成女人？算了，管他那么多呢，男的也行。一群哥布林一脸淫笑的把阎罗团团围住，阎罗表情淡漠。怪物，哥布林，等级10，实力评级D级普通怪物，特点欺软怕硬，狡诈，银色。阎罗连话都懒得说，目光扫视一圈，那深邃的眼眸骤然化为猛兽一般的树瞳，背后一对威严的龙眸悄然浮现。龙之凝视，只有龙族能领悟的强大技能。当你的目光接触敌人时，发动龙之凝视，生命层次和实力低于你的目标将直接被抹杀，同等生命层次和实力目标将受到500力量属性的伤害，并进入虚弱状态，全属性削弱30%。几十只哥布林连触发虚弱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脑袋像是西瓜一样炸开，场上掀起一连片的爆炸声，随后几十个无头尸体倒在地上，地上还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除了小经验石和金币被阎罗收进背包，其他爆出来的垃圾装备阎罗看都没看一眼。阎罗特意留下一只哥布林，那仅存的哥布林直接瘫软在地上，吓得浑身发抖，裤裆更是流出橙黄色的液体，吓尿了。这是什么怪物？感觉比哥布林母体还要可怕，带我去找母体，不然。阎罗冷漠地扫了一眼剩下这只哥布林，哥布林哆哆嗦嗦，不敢有异议。他们这种族群本就是欺软怕硬，阎罗这么强大，他根本不敢有什么歪心思，老老实实带着阎罗去哥布林巢穴。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部看呆了，我操，这尼玛是什么技能？太牛逼了吧！我好像看见了巨龙的眼睛，简直杀气十足，太猛了，一个眼神秒了一片哥布林。卧槽，感觉阎罗大佬强的有点太离谱了，眼神杀人可还行，这让我想起玄幻小说里的王霸之气。话说阎罗大佬是打算去把哥布林巢穴给灭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有不少樱花人和二毛人被困在哥布林巢穴呢。是啊，他们不是100万人变成女的，然后被传送到哥布林巢穴了。很快阎罗就在这只哥布林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地下洞穴，这是个阴暗潮湿的地下洞穴，洞穴里散发着一股恶臭，地面上散落着各种碎片和骨头，洞穴深处有一些石头阶梯通向更深的地方。又走了一会，视线豁然开朗，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巢穴，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四通八达的地下隧道。巢穴中心有着一只巨大的女性哥布林，她肚子高高隆起，周围全是正在狂欢的普通哥布林，这些哥布林正在玩弄着从樱花和二毛传送过来的女人，虽然这些女人之前还是男人。国运游戏立刻给现场的部分场景打上马赛克。卧槽，好恶心的场景，樱花和二毛被选中的人也太惨了，这只哥布林母体好恶心，绿色皮肤挺着大肚子，嘴里还流脓液。阎罗大佬这是杀进哥布林巢穴了，卧槽，赶紧灭了这些恶心的族群吧，哥布林这种恶心的生物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阎罗大佬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母体一看实力就不弱，阎罗看到这恶心的场景也不由得微微皱眉。整个哥布林巢穴充满腐朽的恶臭味，满地都不知名的恶臭粘液，还有各种生物的尸骨。几名正在被玩弄的樱花人此刻眼神中早已经没有了光泽，肉体还活着，精神上已经死了。在阎罗出现的那一刻，一部分哥布林的目光也看了过来，还以为阎罗是被新抓来的玩具，一脸淫笑地围了过来。他们嘴里说着阎罗听不懂的古怪音节，经过国运游戏的自动翻译，落在阎罗耳朵里。哦，是新来的玩具，怎么是个男的？男的也没关系，我先上。阎罗皱着眉头，
目光冷冽的像是刀芒，没有任何废话。他的身体上开始涌现惊人的魔力，空气中的火元素开始沸腾狂欢，赤红色的火焰从身上爆发出来，1道火柱，5道火柱，10道火柱，一直演化出18道汹涌澎湃燃烧的赤色火柱。哥布林们目光震惊，终于发现阎罗这边的异常。不好，这不是玩具，这是敌人。好强的魔力，人类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好可怕的火焰，快去叫女王大人。他们口中的女王自然是哥布林母体。然而不等他们反应，阎罗的神炎柱之阵已经施展出来，18道火柱犹如神炎一般横扫整个哥布林巢穴。众多哥布林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来，就被赤火瞬间烧成灰烬。你击杀哥布林战士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金币星号10。你击杀哥布林战士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金币星号10。你击杀哥布林长矛手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金币星号10。你击杀哥布林长矛手星号1，获得小经验10星号1，金币星号10。密密麻麻的提示音响起，赤火爆发后，整个哥布林巢穴都被火焰点燃，哥布林的屋子熊熊燃烧，浓烟不断翻滚，哥布林全部死亡。那些原本被囚禁或玩弄的人类却没有逃跑，眼神呆滞，已经看不到灵性。只有个别意志力比较强的深深看了阎罗一眼，咬着牙朝着巢穴外逃去。哥布林母体终于被惊动，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孽畜，你敢杀我的孩子！母体双眸血红，发出愤怒的咆哮声。阎罗连话都懒得说，一手指天，电流囚笼。接着漫天的雷光闪烁，噼里啪啦的电流化作一个囚笼，把母体关在里面。深蓝色的电流不断轰击母体，在他身体上留下焦黑的灼烧伤口。凄惨的叫声回响在整个地下巢穴。此时毒蛊也发挥作用，在母体体内制造真实伤害。阎罗面无表情，手中再次凝聚出神圣的白色电流。神圣电磁炮，一发威力惊人的神圣雷球猛然轰击在哥布林母体身上。砰砰砰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整个地下巢穴似乎都因为这一击而摇摇欲坠。你击杀哥布林母体 B 级，恭喜你获得神秘奖励。阎罗强势击杀哥布林母体，全程只用了几十秒。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呆了。卧槽，阎罗大佬这输出也太爆炸了，不愧是阎罗大佬，真的太猛了！3招覆灭整个哥布林巢穴，阎罗大佬简直是人形炮台。8个龙国人怎么会如此强大？我的上帝，到底谁才是 BOSS？ 思密达，阎罗掌握了人类无法拥有的强大力量。因哥布林母体被击杀，哥布林巢穴被摧毁，被囚禁的樱花人和二毛人将传送回本国。这一刻，樱花人和二毛人激动不已。哈哈哈，太好了，我们的同胞可以回来了。阎罗这次总算干了一件好事。呵，不用感谢他，他只是顺手做的，管他那么多呢。我儿子可以回来了。尤西，这一来一去，等于我们没有爆发灾难啊。然而，当这些人被传送回樱花和二毛，他们却傻眼了。这些人大多眼神呆滞，和他说话都没反应，已经精神失常，很多甚至连屎尿都无法自理了。被哥布林一顿折磨，他们肉体上还活着，精神状态早已经崩溃。樱花人火气上来了，在直播间狂喷：可恶的阎罗，你为什么不早点把他们救出来？我儿子已经废了，阎罗，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你还有作为人类的良知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救他们，等他们精神失常了再救？可恶的龙国人，我就知道他根本不安好心。樱花人非但不感激阎罗，还把怒气发泄在他身上。龙国观众们当场脾气就上来了：我去你老母的小热本，你们要搞清楚一点，阎罗大佬可没救你们的义务，要不是阎罗大佬，这些人都得死。一群傻叉似的白眼狼，活该你们爆发的灾难最多啊！对，我们龙国人没有良知，就你们这帮畜生有良知。世界上怎么会有小热本这么没良心的民族？直播间硝烟四起，龙国观众维护阎罗和小热本激烈对线。阎罗神色平静，收起神秘奖励后，直接离开了哥布林巢穴。毕竟此时哥布林巢穴已经摇摇欲坠，马上就要坍塌。来到了安全的草原上，阎罗这才开始盘点这次的奖励。首先是2000枚金币，这个点化之力要用到，多多益善，谁会嫌自己钱多？接着是好几组小经验石，数量有300多枚，这么少？阎罗摸了摸下巴，被他一发神炎柱之阵击杀的普通哥布林最少几千只，看样子击杀等级远低于自身的目标，爆率会大幅度降低。阎罗推测道，估计就是这样，看来国运游戏抵制虐菜啊。使用
淡蓝色的小经验石化为一道道精纯的能量，钻入阎罗身体中。你使用小经验实星号1，获得少量经验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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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小经验实星号1，等级提升至85级。你共获得240点自由属性。阎罗神色一喜，果然每过20级能够获得的自由属性都会翻1倍。80-100级每升1级，自由属性点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2点。平均分配。阎罗压下心中的思绪，点头道：你的属性值增加，力量60，敏捷60，体质60，魔力60。接着阎罗的目光投向神秘奖励，那是一根绿色且充满灵性的木头，灵犀之木。装备后获得免木能力。免木，你将无视木属性伤害。好东西。阎罗忍不住赞扬一句，这玩意和熔岩之心一样，在特定的场景使用非常的强力。还记得与火麒麟残魂战斗的时候，要是没有熔岩之心，他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而有了克制的特殊道具，就是横推。装备，阎罗立刻装备上了灵犀之木，随后打开面板进行查看。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75级85级，体质1050 1110，力量960 1020，敏捷940 1000，魔力1050 1110，魅力72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新增御兽大师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磁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三生刀 S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新增灵犀之木，金币3000 5000。阎罗拳头微微一握，强大的力量感让他身心愉悦，还要变得更强。恭喜龙国获得国运奖励，全体龙国人寿命2，体质2，力量2。龙国观众已经习惯了，不过还是在直播间讨论。奈斯，我感觉有阎罗大佬在，我们能一直续命呢。寿命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感谢阎罗大佬，改天给你上2根香。乐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封建迷信，上香都不带上我？卧槽，隔壁菲律国遇到新的副本了。什么副本？算了，兄弟们走起。各国观众都得到消息，第一时间涌入了菲律国直播间。菲律国选手长相平平无奇，属于丢在人群里毫不起眼的角色。马拉瓦推开随机房门，进入了一个全是灰色雾气的空间。这是哪里？马拉瓦神色中带着一丝疑惑和紧张，同时手中紧握着一把短剑。菲律国直播间，马拉瓦还是谨慎啊。有一说一，现在马瓦拉的实力已经很强了。没错，不管灰雾里面有什么怪物，估计都不是马瓦拉的对手。马瓦拉连续通过了5扇门，现在已经有了比冰王还强大的能力。菲律国观众们一个劲的狂吹，龙国观众都无语了。冰王级实力，估计阎罗大佬一个眼神就秒了。因此龙国观众也没什么兴趣听他们吹，反而对这个副本十分好奇。这个满是灰雾的空间，以前从来没有选手遇到过。恭喜菲律国选手进入规则怪谈多人房。随着公告响起，所有人都懵了。规则怪谈？开什么玩笑？我靠，是我知道的那个规则怪谈吗？十有八九是的。规则怪谈只要违背规则就会遇到恐怖的事情。我靠，那不是完蛋了？菲律国观众都懵了。规则怪谈可是很恐怖的。规则介绍：规则1，开启规则怪谈多人副本的国家将有1名选手和2名参与者进入规则怪谈游戏。规则2，同时可以指定一个国家选手进行生存竞赛，率先完成规则怪谈要求的国家胜利。规则3，胜利者将会掠夺失败者一切，包括但不限于等级、属性、装备。规则4，规则怪谈中的禁忌为规则抹杀，无论实力多强，只要触发禁忌就会被抹杀。随着国运游戏声音落下，菲律国直播间炸锅了。也就是说，除了马瓦拉，还要进去2个倒霉蛋。规则怪谈果然恐怖，居然是规则抹杀，不管你实力多强，触发禁忌就死。不止这样，还要指定一个国家比赛，
只有一方选手能活下来。又是老规矩，胜利者掠夺失败者一切。卧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扳倒阎罗的好机会，成功了就能取代阎罗成为第一。此话一出，立刻有很多心思活络的人脑子转了过来。非律国除了选手还有2个参与者，等于有3次失败的机会，而对面只有选手1人，只有1次失败的机会。同时规则4决定了实力在这个副本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不管实力多强，触发禁忌就死，这不就等于封禁了阎罗一身恐怖的实力？正在游戏内的马瓦拉深思了一会，也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副本不比拼实力，只比脑子。马瓦拉神色一喜，他们这边可是有3个人，用龙国人的话来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3对1还不比实力，这不是稳赢的局。想到这点，马瓦拉冷笑一声，我选择龙国选手作为竞争对手。非律国观众当场就沸腾了，哈哈哈哈，干得漂亮！挑战阎罗是正确的，赌输了爆发一次灾难，赌赢了我们非律国就会腾飞。这个副本可是跟实力没关系，我们赢面更大。我承认我们有赌的成分，你又能如何应对？阎罗这次死定了，世界第一应该属于我们非律国。不止如此，南海也是我们的，岛屿应该都归我们。龙国等着吧，你们龙国马上就要跌落神坛了。龙国观众虽然有些忧心，但气势却一点不弱，当即回怼回去。住嘴吧，一群跳梁小丑！我相信阎罗大佬一定能赢。没错，阎罗大佬从来没让我们龙国人失望过。加油！阎罗大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你们非律国弹丸之地也敢这么跳？一群小垃圾只会营营狂吠。一片争执声中，马瓦拉身边多出2个传送门，2个参与者被传送出来，表情还很猛。该死，这么多人怎么就挑中我了？是啊，我也倒霉死了。这2个人脸色难看，要他们在网络上狂喷可以，真拉他们来玩会死人的游戏，一个个气急败坏。马瓦拉沉着一张脸，也没搭理2人。这2个人就是用来试探规则送死的炮灰罢了。很快空间里的灰雾散去，当视线再次清晰，这几人才发现彼此都穿着便利店工作服，出现在一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便利店里，墙上还有明亮的装饰，幸福便利店欢迎你。再看一眼外面，漆黑一片，此时似乎是黑夜。一个女人来了，她身穿白色衬衫，下身黑色包臀裙，脖子上挂着宝石饰品，有着一头黄色的卷发，模样长得很精致。新来的自己看看墙上的规章制度吧，你们必须要完成150元的营业额才可以离开这里。女人就是这家店的店长，店长神色慵懒地说道。规章制度，包括马瓦拉在内的3人连忙朝墙上看去，只见一个绿色的牌子上写着员工守则。规则1，上班时间不要和客人搭讪。规则2，客人在时不要离开柜台。规则3，店长不喜欢货架空着，因为客人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会发生可怕的事情。这就是规则怪谈的规则。马瓦拉瞪大眼睛，此客人还有些猛。直播间此时议论声起来，出现了规则怪谈的规则，不能和客人说话，说话就会死。客人不会都是厉鬼吧？不然客人再怎么不允许离开柜台，感觉有点诡异。估计马瓦拉几人都已经懵了。3人记下规则，也不敢多说话，目光继续看向店长。没别的事了，记住钱不能收错，不然。店长冷笑道，嘴角几乎裂到耳朵根。而且在便利店灯光照射下，他居然没有影子啊！一人失声，看着店长诡异的表情，瑟瑟发抖。马瓦拉也好不到哪去，双腿微微颤颤。这个店长不是人。脚步声渐渐远去，3人这才瑟瑟发抖地坐在柜台里面。太吓人了，我要回去。别做梦了，赚不够150我们离开不了。该死，这个便利店也太诡异了。马瓦拉等人议论纷纷，脸色都不太好看。欢迎光临幸福便利店。就在这时，自动播报响起，客人来了。马瓦拉等人都赶紧打起精神，死死地盯着那位客人。那是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人，染着黄色的大波浪，走路也没有影子，正在货架上挑选商品。又不是人。马瓦拉等人都快吓尿了这个幸福便利店，难道来光顾的都是厉鬼吗？这也太瘆人了。直播间此刻也炸了，妈耶，就没一个人是活人。店长是鬼，这个顾客也是鬼，是不是鬼还不确定，也有可能是某种怪物。总之很危险啊，触发禁忌就会死人的，这也太可怕了，宁愿被怪物杀死，也不想被鬼吓死。这时，白裙女人终于拿着一瓶洗发水和一瓶沐浴露，来到了柜台面前。一名参与者冷汗直流的拿着扫码枪给商品扫码。漂移洗发水40元，
舒肤加沐浴露20元，商品合计60元。电脑显示屏上显示出价格。然而，当这名参与者抬头，却发现柜台上扔着一张绿色的50元纸币，价格是60元。你这钱不对，他下意识说道。然而，这话刚说出嘴，他就恨不得甩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这不就触发了规则1。规则1：上班时间不要和客人搭讪。女人，柜台上的纸币，还有这名参与者，只是瞬间就消失了，好像没有出现过一样。马瓦拉和剩下的参与者冷汗直流。过了一会，便利店外面传来咔嚓咔嚓的咀嚼声，还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他妈啊！马瓦拉吓得魂都在颤。直播间此刻也炸锅了，这只厉鬼绝对是故意只给50元的，太吓人！外面的咀嚼声，那鬼在吃人。触发规则简直是必死啊！这个参与者是个蠢货吗？这么简单的规则都不能遵守，真是个蠢货！收下钱不吭声不就好了？不对，你们记不记得店长说千万别收错钱？卧槽，收钱也死，不收钱也得死，必死！很快，直播画面中，熟悉的白裙女人再次出现，她仿佛和第一次出现一样，拿了瓶洗发水和沐浴露来到柜台前，随手丢了50元绿色钞票在柜台上。第二名参与者冷汗直流，寒气从脚底板冒出来，要求给60，必然要开口说话，触发规则就会死了。如果少收10块钱，还有店长的警告。怎么了？你能不能快点？白裙女子冷笑道，嘴角越咧越宽，似乎继续这样下去，不用等参与者说话，她就会直接出手。还是收钱吧，少10块钱，店长应该不会马上发现吧？参与者一边站立，一边收下了那50，全程一声不吭。白裙女子脸上的笑容更加诡异，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参与者，提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离开了现场。参与者刚刚松了一口气，一道慵懒中带着一丝诡异的声音在他耳边悠悠响起：我记得我说过别收错钱对吧？参与者神情一僵，接着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居然自动向便利店外的黑暗中走去。不要！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后背冷汗直流。马瓦拉眼睁睁看着他走进黑暗，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和尖叫哀嚎响起。过了一会，一切归于平静。他死了。马瓦拉脸色难看，没想到第一个顾客就带走了2名参与者的生命。直播间此刻也炸锅了，原本信心满满的非绿国观众都傻眼了。怎么会这样？这还怎么玩？该死，收钱也是死，不收钱也是死，实在太恐怖了。这就死了2个人了，只剩马瓦拉了，这怎么办？如果不赶紧想到办法的话，马瓦拉也得死。不行，我们非绿国绝不能爆发灾难。一片议论声中，白裙女人再次出现，提着洗发水和沐浴露来到柜台前，50元绿色钞票被她丢在柜台上。马瓦拉脸色难看，这钱收也是死，不收也是死。眼见白裙女人嘴角越咧越宽，她突然灵光一闪，把显示器屏幕转了180度，面向白裙女人，接着指了指屏幕，上面赫然写着商品总额60元。白裙女人诡异的笑容僵硬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调笑道：没看出来，还有点脑子。说完，又从钱包里取出一张10元，丢在柜台上，拿着东西就转身离去了。马瓦拉收好钱，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瘫软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气，想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直播间，观众们也松了一口气。马瓦拉想到办法了，太好了，这个顾客算是应付下去了。收到60元了，只要再收90元，应该就能活着离开了。马瓦拉可真是急中生智。此刻马瓦拉还沉浸在恐惧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薯片一直是空着的，还有洗发水的货架上，刚刚白裙女人拿走的是最后一瓶洗发水。我是不是忘记什么了？马瓦拉喘着粗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么一会，已经耽误了5分钟了。不好，我忘了补货。马瓦拉看到空空如也的薯片和洗发水，瞪大眼睛，整个人几乎是腾的一下站起来。正当他准备去补货，欢迎光临，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走了进来。马瓦拉半只脚已经踏出柜台，赶紧收了回去。有客人在，离开柜台会死人的。他脸色难看的像是吃了坨大便，只能死死地盯着小女孩。千万不要买薯片或者洗发水，千万不要他内心祈祷。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小女孩在零食区看了一圈，居然没看到自己最爱吃的白氏薯片。姐，薯片呢？我的薯片呢？下一刻，一张惨白的鬼脸瞬间出现在马瓦拉眼前。啊！画面惨不忍睹，马瓦拉几乎被撕成碎片。检测到非绿国选手全部死亡。
菲律国将爆发灾难。灾难确认，菲律国将挑选100万人进入规则怪谈中游戏，胜利没有奖励，失败必然死亡。很快，菲律国就有无数的人因为规则怪谈被吸入传送门。以规则怪谈的难度，这些人几乎十死无生不。没用的马瓦拉，害惨我们了！该死，我眼前出现传送门了，不要！完蛋了，被吸入传送门的人都完蛋了。这些人死定了，100万菲律人要死在规则怪谈里了。天啊！如果被选入规则怪谈，不如直接自杀算了，免得被鬼物杀死。菲律国一片哀嚎，规则怪谈太过恐怖，真要被选中，自我了解还能死得轻松一点。然而，求生的本能决定，大部分人是没有自我了解的勇气的，迎接他们的只会是梦魇和厄运。其他国家观众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八嘎，规则怪谈看起来很恐怖。思密达，菲律国人也太惨了！我的上帝，怪就怪菲律国选手不中用，3次机会都把握不住。卧槽，灾难这么恐怖，阎罗大佬要小心啊！兄弟们，一起给阎罗大佬祷告，南无加特林阿门菩萨，一定要保佑阎罗大佬啊！啊，兄弟，你这菩萨成分有点复杂啊。龙国直播间，此刻穿着便利店工作服的阎罗也接待了第一位客人。看着桌子上的50元绿钞，阎罗缓缓摇头，直接把电脑屏幕转了一圈，面对客人。呵呵，你还挺聪明。白裙女人脸色难看，补了10块钱，提着洗发水转身离去。阎罗等女人走出便利店后，全知之眼弹出信息：警告，货架上已经没有薯片和洗发水，下一个客人会来购买薯片，下一位客人还有3分钟到达，请在3分钟之内去仓库补充货物。阎罗收到信息的第一刻就已经走向仓库。来到仓库，在仓库的货架旁，他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新规则：规则4，断电请立刻去配电室恢复供电；规则5，可以向客人提出需求，但是要投其所好。阎罗把规则记在心里，用小推车推着薯片和一箱洗发水补充在货架上，接着返回了柜台。他速度很快，全程只用了1分钟。直播间，卧槽，阎罗大佬怎么看起来游刃有余的样子？应付第一个客人，补充货物，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啊！不愧是阎罗大佬，表现得比菲律国选手强多了。不过还是要小心啊，我怀疑这家店的顾客就没一个活人。大胆一点，把我怀疑这3个字去掉。阎罗大佬能一鸣通关吗？我真是替他捏一把汗。南无加特林阿门菩萨，一定要保佑阎罗大佬啊！阎罗哥哥加油，一定会没事的。一群龙国观众都很用心地替阎罗祈祷。也就在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走进了便利店，大大的眼睛扑闪扑闪，一副人畜无害的萌萌哒模样。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她不是活人，龙国观众们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小女孩拿了一大堆白氏薯片，有黄瓜味的，有烧烤味的，也有番茄味的，可以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很喜欢白氏薯片。大哥哥，白氏薯片真的很好吃呢，我最喜欢黄瓜味的。小女孩蹦蹦跳跳道，眼神里天真又无邪。阎罗却脸色平静，一声不吭，一一扫码，显示屏上显示40元。小女孩脸色不变，笑着把40元放在柜台上。阎罗面无表情地把钱放进收银柜。就在这时，咔嗒，随着一声轻响，除了柜台上方的灯光，其他地方的灯光都暗了下来。断电了。小女孩脸上的笑容开始逐渐变态诡异起来，就连柜台上方的灯光也像接触不良一样忽明忽暗起来，似乎只要灯光彻底熄灭，小女孩就会出手。直播间此刻炸锅了，卧槽，好恐怖的气氛！完了，灯光突然都黑了。还记得规则4吗？断电必须要去配电室恢复供电，可是小女孩在这里不能离开柜台。完犊子了，这也太恐怖了！老天保佑，阎罗大佬一定要没事啊！一群外国观众却狂喜，他们最见不得龙国人好。哈哈，阎罗这次完蛋了。没错，现在就算必死的局面，你们龙国人完了，阎罗一死，你们啥也不是。就在担心声与嘲讽声之中，全知之眼再次给出提示：你应该注意到他喜欢什么口味了吧？不要犹豫，大力迅速地插入他嘴里。阎罗点点头，手疾眼快，在柜台上拿了一根黄瓜味棒棒糖，快速撕开包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进了小女孩张开的樱桃小嘴里。呜！小女孩瞪大眼睛，嗓子眼都被捅得有些疼。我好想吃了你，可是你给我最爱吃的黄瓜味棒棒糖哎！小女孩脸上诡异的笑容消散，但此时灯光昏暗，头顶的最后一盏灯似乎随时会熄灭。这一刻，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部震惊了。卧槽，阎罗大佬在做什么？震惊！成年男子竟然对未成年女鬼做这些事。
滚啊！你们这帮人还有心情开玩笑？不过小女孩吃了棒棒糖，确实平静下来了。可是还没恢复供电啊！我怀疑柜台上的灯光是用来保护电源的。完了，这可怎么办？一片担心中，阎罗却神色平静，拿出一张纸，写下一些文字，递给了小女孩。根据规则5，我可以向你提出请求，请你帮我去配电室开启电闸吧。小女孩点点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当即就转身去了配电室。2分钟后，就在柜台上的灯光忽明忽暗，即将彻底熄灭的时候，咔一声，整个幸福便利店的灯光再次亮起，宛若白昼。小女孩回到柜台面前，指了指柜台上的棒棒糖。阎罗眼前再次出现提示，多给几根，他或许会向你提供额外的帮助。阎罗点点头，这种时候全知之眼就是最重要的。挂阎罗一口气拿了5根黄瓜味棒棒糖塞进小女孩手里，小女孩笑容满面，满意的点点头，随手扔给阎罗一张纸条，抱着一大袋薯片就走了。阎罗这才拿起纸条看了一眼，居然是新规则。规则6，店长不会在夜里出现，如果出现请小心。规则7，仓库冰箱下层可以藏人，冰箱是无敌状态。此时全知之眼再次给出提示，规则怪谈会有一条规则是假规则，规则7是错误的，冰箱下层藏着厉鬼，不能打开，你应该藏在上层。阎罗深深出了一口气，这规则怪谈果然危机重重，要不是有全知之眼，他也得中招。就在这时，欢迎光临。随着电脑播报声响起，一个女人来了。她身穿白色衬衫，下身黑色包臀裙，脖子上挂着宝石饰品，有着一头黄色的卷发，模样长得很精致，是店长。这一刻，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感觉到一股寒意。卧槽，刚刚获得规则6，店长就来了。这不是店长，这绝对是一只厉鬼。妈耶，大半夜看得我浑身发寒，这尼玛也太恐怖了。阎罗大佬一定要小心啊。这不是店长，哈哈，阎罗死定了，他一定会和我们菲律国一样死在这里，龙国也应该爆发灾难。店长，你怎么来了？阎罗面色平静，试探道。此时这只厉鬼扮演的是店长，可以沟通，自然不触发规则1，因为规则1只是不能和客人搭讪。现在对面的厉鬼身份是店长，呵呵，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偷懒。店长脸上的笑容逐渐诡异，手上的指甲开始变得尖锐。提示，找个借口前往仓库，你有20秒的时间躲藏。阎罗脸上不露破绽，朝着店长道，薯片要没了，刚才有个小女孩买了很多，我去补点货。说完，大步流星地朝着仓库走去。等他走到仓库，就能听到店长的脚步声正越来越近。跑那么快干什么？陪我说说话吗？呵呵，慵懒的女声在外面响起。阎罗手疾眼快，一把打开冰箱上层，整个人跳了进去，蜷缩在里面，关上了冰箱的门。然而这一幕却让龙国观众们急眼了。阎罗大佬是不是躲错了？是啊，规则上提示的明明是躲在下面啊。完了，阎罗大佬一定是心急搞错了。完蛋了，这可怎么办？哈哈哈哈！好，龙国阎罗终于犯错了，阎罗死定了，步我们菲律国的后尘吧。八嘎，阎罗这次完了，他藏错了。然而冰箱外面不断传来指甲摩擦金属一般的声音，店长怒吼连连，你为什么要藏在这里面？你出来啊，陪我说说话。该死，你出来啊！店长不断攻击冰箱，然而冰箱却毫发无伤。这时候才有人反应过来，我知道了，阎罗大佬应该是发现错误规则了，躲在上面才是安全的。这一刻，所有观众都被阎罗的智商惊呆了。这种规则换成正常人谁能发现啊？阎罗智商也太逆天了吧，不愧是能走到现在没输过一次的男人。店长在外面怒吼连连，却奈何不了阎罗。过了足足10分钟，外面才没了动静。阎罗神色平静，继续蜷缩在冰箱中。提示，对方在购买东西，暂时不要出去。此刻店长已经变成了顾客，顾客在的时候是不能离开柜台的，否则触发规则2也是死路一条。规则2，客人在时不要离开柜台。也就是说，整个幸福便利店相对安全的地方只有柜台，绝对安全的地方只有冰箱上层。阎罗又等了几分钟，提示，对方已离开，去柜台收好钱币，你就能安全过关了。他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打开冰箱门，快步走回收银台，一眼扫去，货架上少了一瓶漂移洗发水，柜台上丢着2张20元的棕色钞票。阎罗收好钞票，叮，恭喜龙国选手成功集齐150元，顺利完成规则怪谈，你获得胜利，将掠夺菲律国选手一切。正在掠夺属性，你的属性增加。
体质40，力量40，敏捷30，魔力20，魅力10。正在掠夺技能、配偶、装备，对方无技能，对方无配偶，掠夺失败。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也正式宣告了阎罗的胜利。龙国观众们沸腾了，卧槽，阎罗大佬牛逼！对面3次机会都过不了，阎罗一命通关，太牛了！阎罗大佬简直是智商拉满，全体起立向阎罗大佬致敬。牛逼克拉斯，阎罗大佬秀翻全场，太强了，全程没有一点失误，我光是看着都喘不过气来。而非绿国观众只能脸上火辣辣的疼，之前他们还诅咒阎罗也死在里面，结果阎罗愣是一命通关，可恶啊！为什么阎罗运气这么好？虽然不想承认，但是阎罗智商真的比我们的选手高。该死，阎罗居然活下来了！凭什么受伤的只有我们非绿国？恭喜你完美通关，你将获得超级奖励。是否抽取？你可能获得任何东西。阎罗神色一喜，来了兴趣，抽取。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东西。神秘奖励抽取中，恭喜你获得超级大奖，替死娃娃。很快，阎罗手里就出现一个布条包裹，眼睛是纽扣做成的血迹斑斑的娃娃。替死娃娃，一次性特殊道具，效果：当你死亡时，可以使用娃娃替死一次，在原地或家园中复活。卧槽，这尼玛不是复活甲吗？阎罗瞪大眼睛，好东西啊！虽然是一次性的，但是是一个保命神器。有了替死娃娃，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也太香了。估计也只有规则怪谈这种奇怪的地方会爆出这种东西了。阎罗摸了摸下巴，他发现不论是抽奖还是直接获得奖励，跟产出副本都有相性联系。比如你在一个水属性 BOSS 房爆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别的，但绝不可能是熔岩之心之类的火属性道具。阎罗二话不说，把替死娃娃装备上，身上多了个复活甲，安全感满满。面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选手：阎罗，种族：龙族，等级85级，体质1110、1150，力量1020、1060，敏捷1000、1030，魔力1110、1130，魅力720730，天赋：全知之眼，神级；点化之力，神级；血脉技能：龙之翼 SS 级，龙威 SS 级，龙之鳞甲 SS 级 S 级技能：魅力四射，毒蛊，猎手，灵魂冲击，百发百中，新增；御兽大师 SS 级技能：三刀流，罗生门，神圣电磁炮，生生不息，电流囚笼，神岩柱之阵 SSS 级技能：龙之凝视，特殊技能，百发百中。装备道具：三生刀 S 级，精灵之弓 C 级。特殊道具：召唤卡，熔岩之心，灵犀之木，新增。替死娃娃，金币5000、5500。估计现在只有阎罗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属性有多变态了，就是不知道满级是多少级。阎罗摸了摸下巴，100级会是什么样的风景呢？他有预感，100级不可能是战力的顶峰。比如现在的阎罗，他有自信干翻 S 级以下的所有怪物或者 BOSS， 但是 S 级呢？在网上的 SS 和 SSS 呢？甚至这个世界有神吗？这也是个未知数。所以100级绝对不是战力顶峰。恭喜龙国获得国运奖励。国运奖励抽取中，奖励确认：精神稳定器。建设出精神稳定器后，龙国范围内所有公民将不会再被精神疾病困扰，也不会失眠和做噩梦。这一刻，普通人没什么感觉，但是一些特殊的家庭却沸腾了，甚至不少人喜极而泣，因为这些人自己或者家人患有精神疾病，导致无法融入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其中一部分严重的有自杀倾向，需要家人守着，或者干脆已经疯掉，连正常的屎尿都不能自理。这意味着只要精神稳定器建设成功，这些人都能恢复正常，像正常人一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至于身体上的疾病，现在龙国人均体质30点，几乎很少有生理上的疾病。龙国官方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承诺会在7天之内建设好精神稳定器。以龙国目前的科技，建设出来并不难。太好了，我闺女一直有抑郁症，以后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也是，我老婆有精神分裂症，我担心不得了，终于有希望了。我是精神病院的院长，看着病人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我也很痛苦。以后没有精神病人了，你不担心失业吗？怕什么？失业也有国家津贴，天下再无病痛，我应该高兴。
真好，感谢阎罗哥哥为我们争取的奖励。没错，谢谢阎罗大佬，我精神分裂症只要好了，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